星海这款游戏也太难了，完全是地狱模式啊！谁说不是呢？都开放3年了，30级的都没见过几个。别说了，我他妈现在连新手村都出不去呢，整天被天蝎反抗军的人压着种地，简直是一种折磨啊！兄弟也在荒野之岭啊？你是在几号新手村？我在1878号叛军村庄。我在1877号叛军村庄。兄弟，你在我隔壁，没准做种地任务的时候见过呢。泪目，碰到家人了哇，找个地方聊会。下次吧，强制上线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紧吃完饭去学校的安全屋上线。哦，好的。南湖省新城大学3餐厅，林峰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即便已经听过很多次，但听到有关星海的内容，他还是很感兴趣。因为作为大一新生，马上他也要进入星海了。2025年，地球被一个名为北河帝国的星际文明所捕获，但北河帝国却并没有毁灭地球。为了检验人类文明是否有资格继续存在下去，北河帝国在地球上投放了一款名为星海的游戏。如果地球人类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北河帝国定下的等级标准和数量，那人类将迎来毁灭。反之，则有资格加入以北河帝国为首的星际人类联盟。于是从2025年10月开始，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开始全面推广星海这款游戏。2028年，星海已经普及全球。它具备以下特点： 1. 地球人满18岁之后，每人免费发放1颗链接时必须进入游戏。星海中的时间与现实时间为1:1，强制上线，每天必须要在游戏内玩够8个小时。2. 星海中获得的能力可以按照比例带回现实。3. 玩家是肉身进入游戏，没有游戏舱，没有虚拟头盔，只需1颗肉身融合绑定的链接时，上线地点即为下线地点。4. 出新手村之前可以无限复活10级，出了新手村之后，单日可以复活3次，超出次数则彻底死亡。事关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各国都不遗余力的宣传。若成，地球文明将踏入星际文明时代，在浩瀚的宇宙中拥有一席之地；若败，则文明烟消云散。基于第1和第3点，各国修建了很多安全屋，并设立了相关法案。基于第2和第4点，各国创建了星海论坛，供玩家们交流。各国政府将前期总结出来的新手村攻略制作成了教科书，并列为高中最重要的课程。我上个月已经满了18岁，下午4点就该进去游戏了。林峰默默想着，星海的游戏难度很大，不似以往见过的游戏，它非常硬核，也非常真实，仿佛另一个世界一般。即便有前人做出来的攻略，但变数依旧很大，隐瞒和逃避是不可能的。进入星海中升级已经成为了地球公民不可拒绝的义务。逃避和拒绝进入星海的公民将被强制执行，并且是情节列入失信名单，影响3代和直系亲属。当然，如果能够在星海中升到10级以上，好处也不少。在游戏中获得的身体素质强化和职业技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带回现实。抛开别的不谈，光是寿命延长、永葆青春这一点就让人无法拒绝。星海游戏的出现只有3年，但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几乎可以称得上翻天覆地。曾有人说，若不是北河帝国强势干预，单单只出现星海游戏，地球人类恐怕早已经出现全球性的暴动和战争。即便如此，现代社会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商业、经济、军事、教育、民生全部都与星海变得息息相关。就个人而言，星海中的等级高低也逐渐与现实中社会地位挂钩。林峰所在的新城大学就对这方面做出了明文规定，36类奖学金几乎有一半是根据学生在星海中的表现来评定。林峰，你也在3餐厅吃饭啊？抬头一看，另一个班的杨晨端着餐盘坐在自己的旁边。我快吃完了。林峰和杨晨都是上个月满的18岁，根据相关规定，满18岁后的2个月内必须进入星海游戏，而同一时间进入游戏的地球玩家可能会被分配到相近或同一个新手村。基于这个原因，班上的导师会将生日时间相近的同学召集起来，叮嘱互帮互助之类的话。林峰和杨晨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认识的。链接时下午4点就会到，你看消息没喽？我看到了。杨晨坐下之后就飞快炫饭。我们会在第4栋安全屋进行第一次上线登录，不知道会随机到哪一个区域。没等林峰回答，杨晨自顾自道，希望新手村是个有秩序的国家城镇，可千万别随机到什么混乱阵营啊！星海的难度本身就很大了，即便有攻略，也未必能一帆风顺。如果再随到没有秩序的新手村，那就惨了。林峰深以为然。星海是肉身进入，100%仿真度，也就是说痛感也是真实的。在出新手村之前是可以无限复活没错，但谁会愿意经历一次真实的死亡呢？林峰，
要是随到一个新手村，你得照着我点啊，你基础属性肯定比我强。大家互帮互助。林峰回了一句场面话，得嘞，以后我就叫你峰哥。林峰笑了笑，继续干饭。由于是肉身进入，所以每个人的初始基础属性不一样。林峰出身军人家庭，父亲退役后开了家射击馆，受父亲熏陶，从小就酷爱运动和各种射击活动。高中3年又赶上星海开放，当时虽然年龄不够，但华国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广各类格斗课和军事训练，林峰的个人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又进一步的强化。林峰考上新大就是因为体育特长加分。峰哥，你听说了吗？杨晨神秘兮兮道，前几天隔壁楼的有个女生想要自杀，差点就跳楼了。因为记差了攻略，那个女生随即到了混乱阵营时不小心被那个了，还是被一群人。虽然身体完好无损，但下线的时候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学校做了好久的心理辅导都没用。林峰当然知道这个事情，毕竟这是不是个例。实际上他知道的更详细一些。我听说了，那个女生比较倒霉，随到了混乱阵营的新手村。由于时间不够下线标准，她复活之后触发了情景重置。由于记不住攻略，她每次都出错，所以她是被足足凌辱了4回才拖到下线时间，有2次还被切掉了身上的。停，别说了峰哥，我还没吃完呢。杨晨打了个寒战，脸色煞白，显然他是联想到了什么。林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这个话题。接下来就是沉默的干饭。杨晨炫饭完毕，打了个饱嗝。哥，我也不希望在游戏里获得什么超凡能力了，老老实实在新手村打混，不受折磨就行。杨晨还想说点什么，却发现手机震动了起来。林峰的手机也在同一时间响起来，两人对视一眼，默默的起身。星海来了。第2章进入。第4栋安全屋原来是新大的实验楼。星海降临后，这里就改成了安全屋。所有学生的第一次登录都会在安全屋进行，熟练的掌握了上线下线后，就可以在宿舍等其他地方进行了。林峰和杨晨到达4栋安全屋时，便在老师的引导下排队站好，彼此的间距很大，相隔了3米左右。脚下有海绵垫，远处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疗组。2026年读大一才满18岁的人比较少了，所以等安全屋的门关上，场内也不过几十人，人也不多啊，我还以为至少会有上百个呢。杨晨就站在林峰旁边，你说咱们会不会随到一个地方？星海大着呢，随机的事情怎么说得准？医疗组那么多，难道是准备给我们的？如果你下线的时候没死，受的伤也会按比例带回现实，所以如果有条件，还是找个无痛的办法，自杀等复活再下线，那样会掉等级吧？0级是不会继续掉的。人有点少，你刚才说过一次了，杨晨，你是不是紧张？杨晨挠了挠头，是有点。峰哥你呢？你咋一点不紧张？我还好。林峰道，只要前面3年没偷懒，熟背攻略，锻炼身体，怎么都不至于太惨的。都安静。突然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打断了杨晨和林峰的聊天。新大的主任王龙跳上讲台开始讲话，你们即将进入星海，进去之后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保持冷静是第一要务，只有冷静下来才能快速适应环境，回想起脑海中的知识，即便面对突发状况也不要慌乱，手忙脚乱只会让情况变糟糕。很快王龙就重申了一遍星海的规则和常识，大概10分钟后开始分发链接石，随后白大褂开始往几十个学生手里发放一颗球形的晶石，同时在指尖采血滴到晶石上。林峰用的是自带的晶石，那是他家里给准备的。刷！林峰看到旁边的杨晨手心突然冒出白光，随后笼罩着形成一道2米多高的光柱，消失不见。周围的白大褂往后退了2步，似乎是被白色光柱排斥开。画面定格在这一幕，随后开始模糊变成纯白，什么也看不到。冰冷抖动。林峰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似乎是下过雨，身下的草丛还带着露水。天昏沉沉的，睁开眼好一会，林峰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进入星海中。系统日志。林峰首先打开的是系统日志，而不是个人面板。想要熟悉环境，首先得知道自己身处星海的哪个地方，而系统日志会有记录。日志上有2条信息，你降临在了瓦兰星，荒野之岭。瓦兰星，星海有许多个出生星球，其中瓦兰星是类现代文明星球，主要有机械、武道、异能3种职业体系，是降临人数比较多的地方。还好不是野蛮而落后的满卡星，那可真是地狱难度。林峰松了一口气。地球玩家大多都会降临在类现代文明地图，但也有小概率会随机到类古代的魔法文明或其余乱七八糟的冷门地图中，那样一来相关攻略更少，难度自然也就更大。当然也不是没有好处，可能会获得比较稀少而罕见的主职业，
至于荒野之岭，是瓦兰星上的新手大地图，有很多个新手村，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新手村附近了。星海这个游戏非常硬核，如果没一定的前置条件，地图功能是无法启用的。第二条日志是活面板有关的，个人面板激活，属性和技能基于你之前的身体素质和知识量以进行自适应校准。林峰，种族人类，等级0，主职业无，副职业游民，体质体力、敏捷、力量、抗性的综合素质 9.0、9.5， 你的体力因寒冷而有所下降。魂力、精神意志、反应速度、思考与学习能力综合99%58，一个有些紧张的灵魂。魅力、形体、气质、颜值、仪表等综合数据89%29，你颜值上佳，形体匀称，但没穿衣服有点辣眼睛。生命值、可承受伤害上限、魂力与体质的综合数据92.5、97，你的生命值因微量辐射和高氧重压环境而有所下降。位阶凡人。技能瓦兰星通用于5级，自适应，基础格斗术3级，初阶射击术3级，基础枪械精通1级，基础驾驶1级，简单缝合术1级，简单车辆维修1级。果然，我的各项基础属性都是及格以上，魂力和体质都称得上优秀，而带入进来的知识也有6种生效了。林峰现在身上光秃秃的，因为现在温度有点低，刚下过雨，所以生命值有所下降。至于身体的免疫系统、微生物抗性等等，都是自适应的，不会因为呼吸了一口微生物细菌就暴毙而亡。新手玩家进游戏会有异翅反应，但影响因子只有3个：氧压和重力，以及微量辐射。瓦兰星的重力比地球要高1倍，但氧浓度也更高。微量辐射则是和荒野之岭的背景故事有关。如果剧烈运动不会出现高反，但体力会流失得更快。至于技能，则是之前在地球就学会的。当他来到对应的地图瓦兰星，就会激活了自适应的技能。假设是降临在魔法星球，那么枪械和车辆维修之类的技能就不会出现在面板上，也不会生效。要不怎么说星海硬核呢？连语言和环境都不同，完全不像是个游戏，而是来到了一个真实世界。这也是开服3年多了，仍旧被大多数人直呼地狱难度的原因。没衣服穿，没吃的，还带辐射，很快就得嗝屁。格斗术被判定为基础3级，这也太低了吧！除了枪械类的技能我达到了初阶，其他的都是基础，甚至简单。别的东西他都认，但他老爸从小就教他各种体术、关节技、地面技、拳脚功法不说，可以像叶问一样打10个，但像杨晨那样的打3个还是轻轻松松。应该是地球的格斗术放在瓦兰星上弱化了，或者是我个人的身体素质太弱。星海中的技能等级可以分简单、基础、初阶、中阶、高阶5个阶段。林峰13岁就会开车，连军用大卡都开过，如今已有5年驾龄。我堂堂一个地球老司机，放在瓦兰星居然被判定为基础驾驶1级，那只能说这个世界的车它不一样，绝对不是自己技术不行。嘶，好冷！一道凉风吹散了林峰的郁闷。我现在应该赶紧找到新手村，老留在荒野之岭，恐怕会被冻死、饿死。等等，这是什么？林峰刚想行动，却发现日志上又刷新出一条信息。与此同时，眼前弹出一道提示：你获得了任务模块简化功能，每天可简化1个任务。简化后任务内容变更，但奖励程度不变。任务模块简化，林峰愣住了，没听说过有这个功能啊！但就在他愣神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了车辆轰隆的声音，同时林峰的脚下扬起了灰尘，那是弹道射击造成的。前方那辆皮卡上带着喇叭，并且发出了声音，说的是瓦兰星通用语，意思是不要动。这是进入新手村的方式，当玩家第一次降临后，往往是在野外或者无人处，但马上就会被带走，进入新手村开始任务。林峰冷静地举起手，缓缓蹲了下来，示意自己听从了命令。不一会，10辆车在他不远处停下，其中一辆皮卡上跳下来5个穿着灰色迷彩、手持步枪、戴着面具的男子。其中一个持枪者拿着东西对着林峰照了照，随后问身后的队长：卡尔队长，看样子是个游民，不过只有1个，能量反应不足1级，没什么威胁，不过身体素质在游民中算可以的，怎么处理？卡尔挥了挥手，出现在我们的领地，那就归我们管。问问他听不听得懂我们的话，听得懂就带回矿场去干活，听不懂就杀了，记住别再浪费子弹。第3章，食物。努力学习还是有好处的。林峰拥有5级瓦兰星通用语，立刻就听懂了这2人的对话，并且马上做出了反应：不要杀我，我能听懂，我可以干活。持枪的士兵咧嘴笑了，挺识相，上车吧。林峰松了口气，至少不用吃子弹了。虽然可以无限复活，但痛感却是真实的，
不是受虐狂谁愿意死啊？要不怎么说星海这个游戏难呢？语言不通，直接就干死了。这踏马连新手村都还没进呢。感谢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让林峰免去了一次品尝死亡的滋味。当然，有些情况下，新手村的 NPC 势力还是会把玩家们抓过去干活，继而开启任务。万一被杀，玩家们之后会原地复活，继而触发情景重置。NPC 会无视掉这种死而复生的神奇现象，仿佛是第一次遇见。直到玩家搞懂对方的话，或者触发某种条件，最后还是会进入新手村。当然，这中间的过程肯定很痛苦。玩家第一天能找到新手村都算不错的，很多人在这之前都得死好几次。林峰对这个世界的 NPC 有了直观的体验，乖乖地跟随着持枪士兵上了一辆卡车后，他收到了第一套装备：破旧的麻布上衣，品质低劣，效果简单御寒作用；破旧的麻布长裤，品质低劣，效果简单御寒作用；破旧的皮鞋，品质普通，敏捷加1。3件装备都是白板，上衣和裤子无属性5等级，但穿上之后，体力流失的速度减慢了，热量不再是体力流失的因素，只剩下饥饿这么一个因素。鞋子倒是加了一点敏捷，这很合理，穿上鞋子后确实走得快一点。持枪的士兵没有盘问林峰，甚至都不担心他是间谍或者奸细什么的，因为根本没必要。游民玩家很弱，林峰身上的能量反应不到1级，而这些士兵至少都是3级以上。光秃秃的经过扫描后，体内藏没藏人体炸弹也是一目了然。林峰也没有主动发言，因为他还没弄清楚这个新手村属于什么势力。另外，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导致自己受伤。即便如此，他还是遭了持枪士兵一枪托，理由是他穿衣服的速度太慢了。动作麻利点，别磨蹭。你的背部受到攻击，生命值减少10点。你进入轻伤状态，背部淤血，该状态下体力值下降1，生命值恢复速度减慢。沃日尼玛穿的慢也打人。林峰心中10000头草泥马跑过，但刚进游戏也别提什么尊不尊严了，立刻就陪着笑脸加快了速度，心中则是默默把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 NPC 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一枪托也不是白挨的。基于战斗接触，你得到了攻击者的部分信息：卡特勒地士兵，等级4，体质45%/42%，魂力37%/29%，生命值430。穿戴装备：迷彩军服白，机械动力臂蓝， K1 冲锋枪蓝。职业低阶士兵。技能：初阶射击术1级，初阶枪械维修1级，初级枪械精通2级，初阶格斗术2级。看到部分属性和装备，林峰就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同时也证实了自己之前的想法，真不是自己菜，而是属性上有差距，所以自带技能被判定的等级比较低。只要有机会，我的技能经验应该会更容易获得。狗日的下手没轻重啊，真疼！明明士兵砸人的动作幅度不大，但林峰却感觉很痛。道理和自带技能的判定机制差不多，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彼此的属性差距太大。但这一下也不是没有好处。从战斗接触得到的信息，林峰也知道了自己碰到的这伙势力是属于荒野之岭大名鼎鼎的卡特勒势力。荒野之岭的范围很大，几乎可以媲美地球上所有陆地面积。根据前人总结出来的背景故事，荒野之岭曾在100年前遭受过和平洗礼以及大规模的超自然现象，导致环境变得极为恶劣。原本在这块地方的联合政府打造了许多飞船，跑到了瓦兰星的同步轨道上生存，只留下了大量底层的民众在地面上挣扎。后来荒野之岭又很快恢复了生机，底层的民众逐渐凝聚，掌握武器甚至超凡力量。然而之前跑掉的各国政府和上层阶级见到这样的情况，又跑了回来，打算重新收复失地。经过近100年的喘息，荒野之岭已经存在了大大小小上千个势力，他们当然不愿意重归政府军的统治，于是奋起反抗，而这些势力就被联合政府定性为叛军。卡特勒虽然比不上银色骑士团、乌塔联盟、X 组织、守望者公司出名，但在荒野之岭也算比较出名的势力。不同于银色骑士团、乌塔联盟、X 组织走精英路线，主要吸纳有超凡力量的成员。卡特勒占据的地盘很大，人数众多，走的是底层路线，任何人都可以吸纳进去，也是新手村最多的势力。网上对其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林峰蹲在车厢的角落，默默地回想着攻略。关于卡勒特有一句话他印象深刻：正义不够彻底，邪恶不够明显。卡特勒好事没少干，坏事也有一箩筐。有时候和联合政府打，同为叛军的组织；有时候联合叛军打联合政府。相对来说，处于卡勒特势力下更容易升级，更容易转职，因为他们组织的用人宗旨类似于英雄不问出处，而其他势力精英化、
阶级化很严重。也不知道我要去的新手村是什么个情况，这个任务简化模块又是什么个意思？现在任务系统还没被触发，因为他还没正式进入新手村接到第一个任务。这个车厢内也只有林峰一个人，就是想打听更多情报都不行。新手村众多，在没到地方之前，林峰也不知道按照哪条攻略行事，再加上自己多了一个任务简化功能，他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只能少说少错，不做不错，静待时机。不知道杨晨和其他人怎么样了，有没有被随机到一个地方？想着想着，林峰开始闭眼休息，保持体力。车辆行驶了很久，差点把林峰的骨头都给颠散架了，体力也流失得很快。好在中间整个车队停下过来一次，分发食物休整。林峰也领到了3盒压缩罐头，就像那个士兵不知道自己下手对于林峰很重一样，在吃的方面也是按照士兵认为的正常人分量给的。林峰只吃掉了半盒就恢复了满体力，剩下2盒半他打算留着，以备不时需。接下来车队继续行驶，也不知过了多久，车辆突然停了下来，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2声枪响，然后有人说话的声音传来。林峰竖起耳朵往外面看去，只见有更多光秃秃的人被持枪士兵赶了过来，是玩家，1、7、12，有36个。之所以确定是玩家，是因为只有第一次登录的玩家才会完全光溜溜的，如果是土著游民，他们身上至少也会穿点衣服，否则很快就会死掉。这群玩家里有男有女，但大多都很青涩稚嫩，从年纪上看也符合18岁第一次进入游戏的特征。卡特勒士兵推着7、8个人朝着他这辆车走来，打量了一下这些人后，林峰心中就提高了警惕，因为这群人里面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星海这款游戏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各国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是不假，但同时竞争也越发激烈。正如之前所说的，如果没有北河帝国这个高级文明干预，地球人本身就得打成狗脑子。强大的历史惯性下，很多本就彼此敌视的国家更加敌视，更何况个体的素质不一，现实中的法律也管不到游戏内，所以林峰得警惕其余玩家搞事情。穿好衣服后，车厢内上来了6男1女，3个白人，2个黑人，2个黄种人。上来的7个人很明显看到了林峰，但也没说话，各自找位置坐下。只是有2个黑人多看了林峰一眼，还不断的耸动着鼻子。车辆轰隆前进，林峰本以为接下来会相安无事的进入新手村，但在接近1个小时的颠簸后，车厢内突然之间有个黑人嗅了嗅鼻子，出声道：“什么香味？这车里有食物。”黑人用的是英语，在场的人基本都听懂了，林峰也听懂了。他不但听懂了，心中还一个咯噔，坏了，还是被人盯上了。车里空荡荡的，根本藏不住东西，破旧的麻布衣服也根本没口袋。游戏里没背包功能，都是真实负重。林峰本来把2盒半的罐头食物藏在身后，用身体挡着，可气味却是挡不住的。很明显，这些人闻到了，尤其是在颠簸了1个小时后的饥饿状态下，嗅觉变得更加灵敏，搞不好一开始就闻到了，只是出于警惕，一直没人说。现在终于是有人忍不住开口了：“嘿 ，bro， 我叫麦克，是你藏了食物吧？”其中一个黑人呲着牙，不怀好意地盯着林峰：“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第4章争斗。黑人麦克的话瞬间将车厢内的其余7人的目光吸引至林峰的身上。没办法不关注，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峰这么好运气，刚进游戏就找到了新手村势力的车队。有些人已经在荒野上饿了很久，又经历了1个小时颠簸，现在早就有些顶不住了。现在麦克挑起了这个头，立刻就有第2个人开口附和。另外几个人都是一起上来的，不可能有食物，只可能你有。2个黑人都用的是英语，他们似乎很笃定林峰是玩家，看来是一上车就开始观察了。3名白人其中的一个站出来，加入强盗行列：“我叫亚当，我觉得你应该拿出来，我们同是一个新手村的玩家，为了地球人类的命运，应该互帮互助。”第2个白人开口道：“是的，你应该拿出来分享，以后我们在一个地方也可以帮你。”林峰扫视了车厢一眼，知道自己不能继续沉默了，他用英语回应道：“ OK， 请稍等一下，我可以解决你们的饥饿问题。”车厢内加自己总共8个人，已经有4个人表现出想要自己的食物来恢复体力，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打赢那么多人，毕竟大家都是白板。他明白这食物肯定是保不下去了，但林峰也不愿意这么被动的交出去。他看向那2个黄种人，用母语说道：“你们是华夏人吗？食物不够所有人分，如果待会打起来，我可以对付2个，我学过格斗，力量和体力属性很高，而且是满状态，愿意帮忙的话，我会把食物分给你们。”其中一个块头比较大的男生立刻回应：“干他娘的黑鬼！”另外一个黄种人犹豫了一下，但没有出声。令人意外的是，3个白人中的那个女生，也是唯一一个女生，居然用华夏语回应了：“我叫西林，喀什的，算我一个。”林峰愣了一下，
这倒是个意外之喜。法克，你在和他们说什么？把食物拿出来。黑人麦克见到林峰和其余人用母语交流，顿时意识不妙，他立刻就扑了过来，想要先下手为强。林峰在说话间已经是半蹲状态，见麦克扑过来，顿时抱起，一记戳脚踢在了麦克的咽喉。呵呵，麦克嘴里发出含糊不明的声音，轰的一下撞在了车厢上，他的头顶上飘起一个48的数字，当场就化作了白光。第二个冲上来的黑人没想到林峰这么猛，惊吓之余动作变形，被林峰轻松躲过攻击，随后双手抓起他头上的脏辫，顺势往身后的车厢铁壁上一砸，哐！巨大的撞击声让第二个黑人瞬间脑壳发昏，他头上飘起一个24的数字。趁此机会，林峰迅速对他进行了2记补招，一是双拳合力砸他的脖颈处，痛苦让黑人下意识的弯腰抱头，随后林峰又一记膝撞顶在了他的腹部，负21、19。第二个黑人吭都没吭就倒地不起。呼呼，林峰微微喘气，刚才那2下爆发对他来说消耗不少，主要是瓦兰星是2倍地球重力，行动起来消耗更大。这一幕发生的太快，所有人都愣住了。车厢内本来已经打起来，亚当和旁边的白人分别遭受到了西林和第一个说话的男生一脚，但此刻看到白光后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亚当被吓得不轻，原本他也想趁机抢一波，可没想到林峰居然这么生猛。法克，你都干了什么？旁边那个白人男子则是目瞪口呆。谢特、查理兹空夫，我不是说了吗？解决他们的饥饿问题，复活了就不饿了。林峰摆出8极拳的起手式，面对亚当和他身边那个白人男子。你们也需要帮忙吗？亚当的脸色一变，不用了，谢谢，我们本来也不饿，这是一场误会。是的，我们没想要动手。另外一个白人男子也怂了，虽然说可以无限复活，但没谁会愿意体验一把死亡的感觉，更何况如果死在了这里，他们复活后不一定会再碰到卡洛特的士兵。就如同那个化作白光的黑人麦克，现场只留下麻布套装。复活的坐标点以地图坐标为准，车厢是在运动的，他会在10分钟后复活，但复活之后他也不会出现在车厢内了，而是在地上。这也是为什么各国都要设立安全屋的原因。如果你在公交车上线，下线的时候可不会出现在公交车上，而是上线时的那个地点。突然下线被撞死了都不知道。荒野之岭那么大，没准还要再饿死冻死好几次才能碰到 NPC 势力外出。亚当经历了2次复活才搭上去新手村的车，他属实不想再经历一次了。第一个响应林峰的男生见林峰没发话，扬着拳头逼近了一步。哇哦哇哦，冷静冷静！亚当不断后退。算了哥们，林峰摆了摆手，不愿意继续消耗体力。鬼佬，给你们机会你不中用啊！第一个男生冷笑了一声，后退到林峰身边。兄弟，有2下子练过。我叫赵和，沧州人。林峰，新城市。沧州可是武术之乡，你刚才是8级的起手式，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林峰看得出来赵和是练过的，赵和也一样。西林已经报过名字，所以此刻只是点了点头。先吃点东西，边吃边聊。林峰没二话，拆开食物盒就分给了西林和赵和。此时倒下的第2个黑人也化作白光。亚当和另外一个白人更害怕了。其实也不是林峰猛，是这些家伙本来就因为高重力、寒冷、饥饿、辐射导致生命值只有1半左右，所以林峰出手才能迅速毙命。他怎么办？赵和指了指蹲在车厢口的那个黄种人，有些鄙视。作为华夏人，看到同胞受欺负都不敢出声，孬得很。要不丢下去吧，反正 NPC 也不会管这么多的，他们就没把游民当人。西林没有发表意见，专心炫饭，他也饿坏了。听到这话，蹲在门口看的瘦弱男生有些慌张的开口了：赵哥，林哥，我刚才也想帮忙的。林峰听出他的华夏话不太标准，你不是华夏人吧？瘦弱男生犹豫了一下道：我是韩国人，我叫李秀成，家住明洞。赵和笑着打断道：哟，棒子啊，那更得丢出去了。别，我其实也有1/4华夏血统，我发誓，我刚才真的想帮你们。蛮夷的话不可信，我看还是扔了吧。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存体力，别理他就行。林峰没有为难李秀成，毕竟他也没帮麦克和亚当他们。去新手村还不知道要多久，浪费体力的事最好少干。2盒半食物分给赵和西林，还剩下1盒半。林峰刚才剧烈运动，体质掉了2.5，于是也吃了半盒，恢复至满状态。剩下的1盒收进怀中。食物作为必备资源，在前期获取途径比较少，还涉及到升级和属性点，不能浪费。接下来车厢内只有咀嚼进食的声音。亚当眼不见心不烦，干脆闭上了眼睛。李秀成则是有些懊恼，
早知道林峰这么猛，刚才就应该果断一点。现在人家虽然没把自己丢下去，但也没有分食物的打算。车辆轰隆前进，5分钟后，在卡车后方几公里处，2道光秃秃的黑影凭空出现，正是麦克和另外一人。谢特，我被杀死了！麦克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该死的华夏人，再见到我一定要打爆他的脑袋！寒风中将麦克的咒骂声吹散，他绝望地开始往卡车的方向追去。卡车继续前进，卡特勒的士兵中间又发放了一次食物。亚当和李秀成以及另一个白人喜极而泣，终于不用饿死了。双倍重力和微量辐射以及高氧环境，这3个影响因子会导致他们持续的掉生命值。地球人太弱了，即便啥也不干，每2个小时就需要补充食物来维持生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车辆的速度开始放缓，所有人的眼前都弹出了一条提示框：你已进入7519号矿场村区域，该地区属于卡特勒势力，你或许能从这里开启任务，提升等级，获得职业。林峰看完提示后神情复杂，好消息，颠簸了那么久，总算是到新手村了。坏消息，7519号矿场是新手村类型中环境最为恶劣的那一批，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些游民玩家肯定是被卡勒特的人抓去挖矿。车速慢慢下降，但还没完全停稳。此时西林和林峰却突然在车厢内摸索着什么。第5章矿场村。西林、林峰，你们在搞什么？赵和诧异看着蹲在地上鼓捣着的西林和林峰，只见他俩把自己的脸上抹得黑乎乎的，头发也有些散乱。西林拉着林峰问道：还没降下来，快帮我一下。好。林峰借着昏暗的灯光打量了西林一眼，随后又在车厢内摸了一把黑乎乎的东西，涂在了西林脸上和脖子上，这样就差不多了。你再看看面板。不是，你们到底在干啥啊？这是攻略的一部分吗？赵和迷惑的发问，见状也蹲了下来。亚当那2个白人听不懂，再加上灯光有些暗，离得远，所以不知道他们在干啥。李秀成则是有样学样，也涂抹了一些在脸上。西林魅力值不低。林峰低声解释道：女玩家太漂亮，在荒野之岭就是一种罪过，可能会引发随机的恶性事件。魅力值吗？赵和愣了一下，再度看向西林，原本可以称得上漂亮的西林，现在变得黑乎乎的，再配上麻布套装，显得土了吧唧。快帮我也遮掩一下那该死的魅力。赵和用手在车厢里摸索，打算糊自己一脸。军用卡车内多的是这种仿佛机油一般的污渍。赵兄，你长这样很安全的，放心。林兄，你这话有点伤人了。西林冷不丁道：你魅力值应该在 7.0 左右吧，这样正好。如果你继续扮丑，降低魅力值，说不定会有反效果。比如呢？魅力值太低，路过的 NPC 都得踹你一脚。这游戏真不给丑逼活路啊！赵和有些惆怅的停下了手里的动作。那林兄你抹什么？西林冷不丁道：林峰的魅力值肯定超过了9，他不想被人捅屁股，就得降低到正常值。这游戏也太变态了。林峰，我来帮你。赵和往地上一抹，就给林峰改造颜值。就在2人都把魅力值降低到7的时候，车辆已经完全停了下来。此时车厢外响起了敲击声，伴随而来的是卡勒特士兵的吼声：下车，都给老子下车！咔咔，昏黄的车厢灯熄灭，随后车厢门打开，一道探照灯照射进车厢，强光刺的众人的眼睛都睁不开。快点下车！林峰催促了一句，率先跳了下去。有了前车之鉴，他不敢再墨迹了。下车后就压着6个人往前赶。亚当和旁边的白人下车后四处张望，立刻就迎来了卡勒特士兵的一记枪托攻击，差点没打趴下。都给老子低着头，别四处乱看！其余人顿时不敢抬头，就这么看着别人的脚后跟走路。卡勒特的士兵似乎完全忘记了麦克那2个黑人，就好像车厢内本该就只有6个人一般。这不对啊， NPC 都不查人数的吗？赵和与西林、林峰并排走着，低声的嘀咕。西林道：你是不是上课不认真？赵和有些尴尬，哥们上课也是认真听讲了的，只是瓦兰星恰好属于知识盲区，1万多本还不时更新，等等，你们不会全背熟了吧？西林和林峰没说话，但看神态是背熟了的。于是赵和就像个学渣一样投来崇拜的目光：好人一生平安呐，2位学霸给俺讲讲吧，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死一次啊。西林解释道：玩家的复活机制会被 NPC 忽略或者说习惯，麦克他们死了就死了，根本不会有 NPC 记得这件事。赵和愣道：不会吧，难道被 NPC 打死，事后也跟没发生过一样？ NPC 的记忆力也太差了。你记得你去年的今天吃的早餐是什么吗？穿的哪个牌子的鞋？不记得，那不就得了。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玩家的复活机制在 NPC 的脑海中会自动合理化，并且下意识忽略。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西林摇了摇头，似乎是懒得和赵和解释了。
林峰补充道：“西林说的大差不差，不过也要分情况。总体来说，遵循一条规则，即看玩家是否为主观意识。”赵和歪了一下脑袋，大眼睛中有种清澈的愚蠢。林峰继续道：“比方说，你现在故意跑到 NPC 面前自杀，然后又在他眼前复活，那么这就属于有意展示玩家的特殊性。展示了又怎么样？”西林冷笑道：“恭喜你，你激活了一条死亡之路，之后你会被 NPC 势力抓起来，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3年前曾有不少玩家这么干过，现在都还关在实验室里，不停被切片。”赵和打了个哆嗦，每天上线就体验死亡，这游戏也太变态了。西林继续道：“即便你不是主观意识的展示玩家的特殊性，如果涉及到重大事件，也有可能会产生不可控的后果。比如呢？比如另一个 NPC 势力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那些20级的首领都死了，你却活着。靠，这游戏这么难玩吗？那我们这么聊天被听到了，岂不是？不会，我们的聊天会被消音，地球文字会变乱码。”林峰补充道：“而且瓦兰星的背景基调有超自然现象，很多事情动动嘴也能在 NPC 那边解释得过去，这算是游戏的自动校正功能吧。简而言之，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触发死亡任务还是比较苛刻的。现在也只有军方在尝试这一条线。”赵和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随后疑惑道：“你在看什么？”林峰看似低头走路，实则偷偷地瞄着矿场村的军事部署，眼神扫描间却发现西林也在这么干。两人对视一眼，悄悄和中间的赵和换了个位置。西林低声道：“入口是峡谷地形，沿途有24座碉堡，远处拉的栅栏不知道有没有通电，沿途的岗哨很多，总共有7道工事，可以依次退守防御。”林峰道：“肯定通电了。经过第7道防御线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动枪塔和 E4 型运输车，岗哨比正常的卡勒特势力驻扎地有很大不同，更多也更强，这里肯定比较重要。”西林诧异道：“能源型新手村的相关资料我背过多，自动枪塔我知道，E4 型运输车那是什么？”林峰解释道：“E4 型运输车是专门运输半成品原石，原石的能量波动可以穿透很多金属，所以必须要用这种特制的载具运输，否则很容易伤害到运输人员，也容易被敌人探测到波动，进而被劫道。侥幸从我爸的战友那里看到过实物图。”西林将信将疑，原来如此。赵和则是偷偷竖起了大拇指：“你们懂得真多，跑路的时候记得带上哥们。”“跑路？跑什么路？”西林道：“你们商量这个不是为了将来逃离这里吗？”赵和问道。“呵。”西林冷笑了一下，懒得给这个无脑武夫解释。第6章生存法则。接下来几人没有再聊天，因为瓦兰星的重力因素，光是走路都是一件很消耗体力的事情。现在进入新手村的复杂环境，更加需要保存自己的体力。很快，众人被士兵们赶到了山脚下的居民区，在一处青石广场站定。此时林峰才发现，新来的玩家不止之前看到的36个，而是有上百个。承载林峰他们的卡尔车队只是众多车队之一，好多高级怪。妈耶，终于到地方了！任务呢？快点给我发任务！操，谁摸我屁股？谢特，有 BOSS 来了！在玩家们的骚动中，一辆搭载着机枪的皮卡从人群中缓缓开进广场中央。随后，有一个身穿银色外骨骼装置的男人跳上了皮卡，他拿起一个似乎是对讲机的东西放到嘴边，随后在广场四周响起了瓦兰星通用语：“我是卡勒特的驻地长官上尉莱恩，荒野之地的游民们，欢迎来到7519号矿场村。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卡勒特的一员，禁止叛逃、偷懒和私藏物品，一旦发现将会被驱逐或者杀死。遵守规则的人，我会给你们住的地方，并提供保暖的衣服和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要每天完成任务，就可以领到可口的食物和干净的水。你们不必再饱受荒野辐射折磨、怪物和饥饿的困扰，甚至有可能恢复为正常人，重新拥有生儿育女的能力。现在，每人将得到3份营养液和1升饮用水，为伟大的卡勒特组织欢呼吧！”莱恩讲完，立刻就有卡勒特的士兵高举枪托呼喊：“卡特勒万岁！卡特勒万岁！莱恩长官万岁！赞美卡特勒！赞美莱恩长官！”土著居民和士兵们都在欢呼，至于玩家们就没那么给面子了，感觉新奇的跟着吆喝了2句，不感兴趣的则完全没张嘴。林峰盯着莱恩看了3秒，只得到了25级这个信息，具体属性什么的完全看不到。赵和震惊道：“这哥们25级，他体质得多变态，不会有一身防弹机吧？”西林、林峰、赵兄，文明点。西林吐槽道：“你关注点挺清奇的。”他偏头问道：“林峰，你知道莱恩吗？”林峰摇头，有印象，但不确定这个莱恩就是资料上的莱恩，得等第一次下线之后再去查查了。星海开放3年，
新手村和 NPC 人物也并非一成不变，攻略在不断更新。林峰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记全所有的新手村和相关人物，但熬过第一次上线的8小时就好了。回到地球可以上论坛查清楚。接下来是莱恩兑现承诺的时候，每个玩家都领到了3份食物和1升水。袋装速食营养液，品质普通，作用可快速恢复体力，长期服用速食营养液可以减少异吃反应，提升至瓦兰星正常人水平。罐装饮用水，品质普通，容量 1L， 作用解渴，达到 L3 级别的无辐射饮用水，配合速食营养液，长期饮用可以减少异吃反应，提升至瓦兰星正常人水平。来了，新手前期最珍贵的资源之一。林峰有些激动，经过刚才的走路，他也有点饿了，立刻就撕开营养液的袋子，一口将其吞咽下去。速食营养液和标准饮用水可以帮助新手玩家在前期度过艰难的异吃反应。只要每天都能吃到这2样东西，那么在1个月左右就会达到瓦兰星正常人水平，不再是素质羸弱的游民和荒民。林峰，什么是瓦兰星正常人水平？学渣赵和又发问了。林峰有些诧异，老兄，你这个都不知道，回去真该好好恶补一下了。瓦兰星人在2倍重力和高氧环境下，其身体素质要比地球人高3倍左右，大概是1到3级。也就是说，你只要持续的吃1至3个月这2样东西，那么你也会持续的提升至1到3级的水平，彻底适应新环境。不像现在走几里路就饿了累了。赵和好奇撕开袋装营养液喝了一口，原来如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确实比在车上吃的压缩食物口感好点，是这个道理。林峰将黏糊糊的营养液吃完1份，又喝了点水，将剩下的2份保存起来。见赵和还要吃第2份，林峰阻止了他，别全吃了，这玩意一下子全吃不会立刻见效，况且接下来还有用，留着干啥？明天做任务不是还会有吗？赵和问道。交保护费。西林冷冷道。哥。赵和愣了，什么意思？还要留着贿赂 NPC 吗？是这里的老玩家。林峰朝着广场外张望，既然食物和水是要做任务才有的，且又能提升属性，那么它就成了玩家的必须资源。卡勒特不会那么好心的让你轻松的就完成任务，那么玩家想要更多的前期资源怎么办呢？抢。没错，卡特勒肯定是要安排集体宿舍的，你不能指望他们给人都算不上的游民安排单人间住，前面来的老玩家肯定不会放弃压榨新手玩家的机会。那么这剩下的2份营养液和水，就是我们给集体宿舍的头拜码头的见面礼。听林峰这么说，一旁的李秀成闻言也默默地打消了吃的想法。至于亚当，则是早就和他们走散了。赵和有些郁闷道：娘的，这和坐牢有什么区别？进去给里面的老大塞烟？没区别。林峰声音有些低沉，星海本来就是北河帝国为人类打造的巨大牢房，外星文明不是来地球扶贫的，不，比坐牢更惨。西林摇头道：犯人还有人权，但玩家没有。由于新手期间可以无限复活，所以很多老玩家会一次次的杀死新玩家，夺走他们的资源，做任务哪有抢来的快？如此反复循环，直到老玩家离开新手村，压迫才会停止，而原来的新玩家又会如法炮制，对待后面进来的新玩家。操，反正新手期可以无限复活，老子宁死不屈！赵和愤愤道。西林反问道：100%仿真度，痛感也是真实的，打断你的手脚，慢慢折磨死你，你顶得住几轮这样的折磨？赵和不说话了，片刻他骂道：嘿，太他妈黑了，教科书和新闻上也没写游戏里环境会这么残酷。西林吐槽道：教科书和新闻能写这些吗？都过不了审的，你到底读的什么学校？老师也太不负责了。等等，你不会是没上学了吧？瞧不起谁呢？当然上过。赵和脸色一僵，随后很快转移话题道：我只希望接下来分配住处的时候，不要碰到一个贪得无厌的老玩家。咦，你们在张望什么？找靠山。林峰边说边往广场边缘移动。赵和、李秀成、西林见状也开始四处张望。国家有在努力改变这种情况，为了减少新玩家的难度，第一批进入游戏的军人和政府人员在游戏各地创办了组织常驻，为的就是减少内耗。星海那么大，好多个星球呢，地球那么点人能行吗？只能碰碰运气了。咦，那个谁，你跟着我们过来干什么？赵和瞥了一眼李秀成。哥，我叫李秀成。李秀成进广场后终于说了第一句，那个，咱们华夏人多，找到组织的概率也大一些，我也算半个华夏人啊。哟，这就咱们华夏了。上回不是还说1/4血统吗？这回又变半个了。你这数学也不行啊。赵和总算在李秀成身上找回了一点知识自信。林峰和西林没理会，赵和见状也不再赶李秀成，跟着他俩在人群中挤起来。有看到吗？西林的语气开始着急起来。
比起男玩家，他的担忧显然更重一些。没有，林峰摇头。教育部的标记没看到，国家公布的几个组织标记也没看到，就连社会上的知名公司都没找到。我们再找找。西林不死心，不停地搜寻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林峰的脚步突然一停，目光落在了广场边缘一伙士兵身上。西林敏锐地察觉到林峰的异样。怎么了，林峰？有什么发现？第7章47号谷仓。小五，有什么发现？何书长站在皮卡车旁边，微微偏头看了一眼属下，确认了一遍，和情报上的有所偏差。除了莱恩和他的副官以外，这里还有2名超能者，不常露面，等级未知。我们无法靠近原石处理厂，质控室也进不去。莱恩的戒备心很重，他的副官总是盯着我们。倒是几个矿洞进去看了一遍，通过情报和矿洞规模计算，原石矿的月出货量至少5吨以上。何书长听着小五的汇报，微微摇头。不止，卡勒特不停地抓游民，还提高了游民的待遇，证明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7519的产能还在持续释放当中。小五低声道：“老板，这样一来，是不是重新估量后续增援队伍的人数了？”何书长微微点头道：“肯定的，7519易守难攻，少量人就可以起到大作用，说不定我们都得。”聊天突然终止，何书长挥了挥手，几个士兵跟着他打算离开。就在这时，林峰几人却突然加快了脚步，出现在他们面前。几位长官，请等一下。几个士兵开始驱赶林峰他们，何书长连看都没看林峰一眼，继续往前走。林兄，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是 NPC 吧？你用母语和他们说话，会当成乱码的噪音吧？你要不用通用语试试？赵和等人被推搡了一把，停下了脚步。林峰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地上的图案，随后又再度向前加快脚步，追上了何书长。在士兵驱赶之前，飞快地用华夏语低声道：“速练风霜起，雄鹰化作书。”何书长脚步一顿，抬手制止了小五的动作，随后身边的几个士兵自动散开到周围，形成一个警戒包围圈，把何书长和林峰围在里面。何书长眼神有些诧异地看着林峰：“谁告诉你这些的？”林峰默不作声，沉默了2秒。何书长用华夏语低声道：“何当击反鸟，毛血洒平无。”林峰这才开口道：“我亲叔叔林启功是雄鹰军的服役人员，亲属编号是 LQG。”何书长打断道：“你不用说出来，我没办法带你离开这。”林峰有些愕然地盯着何书长胸口的徽章，可您明明在找雄鹰之家的成员，刚才站的地方还标记了，而且您是卡勒特的终极成员。何书长再次打断：“我是在找雄鹰之家的成员，但我不是雄鹰军的人，而且我不找新手。”林峰思索片刻，随后微微鞠躬：“我懂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说罢，他转身就走。等等，何书长又叫住了他：“你去广场南方摆着的第6辆卡车找一个叫老猫的人。”林峰立刻问道：“我该怎么说？”“就说狐狸让他照顾你。”“老猫？狐狸？”林峰思索了一下其中的含义，再抬头却发现何书长等人已经离开了广场。“什么情况，林兄？那到底是不是 NPC？” 赵和跑了上来，他们没听到对话。卡勒特的士兵该给游民分派集体宿舍了。西林的语气有些焦急：“跟我来。”林峰二话没说，顺着广场边缘移动。食物发放的过程中仍旧是有秩序的，新玩家们不能离开青石广场的范围。边缘处停着许多军用皮卡和货车，也有士兵巡逻维持秩序。广场的南方第6辆卡车正好停在广场边沿处，也正是分发食物的车辆。“你已经领过食物，禁止靠近，退后。”有卡勒特的士兵持枪警告。没办法了，林峰只能用华夏语朝着车辆喊了一句：“老猫，狐狸让我找老猫。”迎接林峰的是一枪托，砰！-22，你的鼻梁轻微骨折，体质下降4.4，你的生命值减少22。靠，林兄你没事吧？赵和扶住林峰。我没事。林峰摇晃了一下脑袋。快吃点营养剂补补。赵和见状就要撕开一袋营养剂。吃我的。李秀成一直跟着，此时咬了咬牙，把自己的3袋分了1袋出来，他刚才就没吃。好棒子，够义气。赵和不客气地接过来，撕开就往林峰嘴里塞。我叫李秀成。现在怎么办？已经开始赶人了。见林峰缓和了一些，西林问道。见车辆内没人走出来，林峰有些失望，但他很快调整了情绪。没办法了，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很快，广场上的人群开始分流，卡勒特的士兵开始赶着新来的玩家，荒民往广场外走去。跟着人群走了10来分钟，前方的士兵停了下来。你，还有你，这是你们的编号和身份识别卡，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这里了。林峰打量了一眼周围，他们站在一处像是谷仓的建筑前，2扇铁门各有一个数字，被叫住的玩家里
除了赵和、西陵、李秀成和自己之外，还有一男一女。由于灯光昏暗，看不清肤色。西陵脸色一变，糟糕的事情发生了，集体宿舍竟然不分男女。别磨蹭，快点进去！卡勒特的士兵持枪把总共6个新玩家赶进了编号47铁门内。阴冷、潮湿、腐臭，还没等新玩家们观察环境，就只见一排身影站在了昏黄的吊灯下，冷冷地盯着他们。砰的一声，林峰回头一看，有人绕到了后面，把铁门合上，并且用身体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围过来的至少有10几个人，且以白人居多。林峰心头一沉，看这些家伙的目光可不是善茬啊。有个白人新玩家看到同类肤色，似乎放心了很多，他上前一步，堆着笑脸道：“嗨，大家好，我叫……”话音未落，只见其中一个黑人抡着铁棍，突然抱起给这个白人新玩家的后脑勺来了一下。砰！白人新玩家的脑袋瞬间就爆开，红的白的脑浆散落一地，手里的速食营养液和水瓶也掉在了地上。负68，这名新玩家的生命值瞬间清零，身体重重倒下，化作了一道白光。林峰没想到这伙人居然一声招呼都不打，进来就是动手。他拉着西陵急速后退了一下，赵和则拉着愣神的李秀成，4个人背靠背。啊！另一个白人女性玩家下意识地尖叫起来，却被另一个老玩家一手箍住脖子，一手捂住了嘴巴，随后2只手一起用力，咔！负55，这名仅剩的白人女玩家脖子就被扭断，软倒在地，但她居然还没死透，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汉克，你怎么回事？他还没死透呢，要不我来代劳？你先把他让给我玩几天，保管给你调教得乖乖的。周围传来哄笑声，汉克在女玩家的脖颈上补了一脚，有些恼怒道：“威廉，这是亨利老大赏给我的优先名额，你得排我后面，想爽从那4个里面挑。我讨厌干黄皮猴子，不过总比干男人强。”名为威廉的白人身穿迷彩服，拿着一根铁棍，狞笑地指向西陵：“我就选他了。”第8章，老猫。被指着的西陵脸色一变，牙关紧咬。林峰也神色阴沉，他没想到出现了最坏的情况，这伙人上来就动手，显然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打掉新玩家的骨气和尊严。从对方的行事作风，林峰判断出这伙老玩家是极端的养猪式队伍，他们根本没提要交保护费什么的，在他们眼中，新玩家的一切都是他们的。林峰给赵和使了个眼色，同时也装作吓到了的模样后退。你们干什么？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话音未落，林峰就冲向了门口。与此同时，手里一直握着的盛水金属瓶砸向了对方，当，没有砸中脑袋，砸在对方的肩胛骨上，飘起一个24的数字。这里守着2名白人玩家，身材魁梧，手里还有铁棍作为武器。林峰瞄准的是左边的白人玩家，却砸在了右边的老玩家身上。随后林峰抬脚一踢，他本来想给对方一记窝心脚，但对方实在太高，只得临时改变策略，着力点落在对方的腹部，改踹为戳。左边的白人老玩家哪里想得到林峰居然这么大胆偷袭他。负37，猝不及防之下中招，后背砸在铁门上，发出一声巨响，随后弯腰抱腹，痛苦地蹲了下去，但手中的铁棒还死死握着，甚至横扫着朝前挥舞了一下。西陵和李秀成也有样学样，用装水的铁瓶砸人，但力度和准度不够，只打出了个位数的伤害。林峰心中一沉，对方的体质高得离谱，他已经用上全力，偷袭之下这一招居然没有令对方完全丧失行动力。与此同时，守在右边铁门的老玩家却突然软软地倒在地上，直接化作了白光。不是被林峰的金属瓶砸的，而是赵和出手了。咔咔，铁门被赵和给迅速拉开了一个口子。沃特发，汉克和威廉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愣了一下。他们看向赵和的背影充满了惊讶。就在刚刚，林峰说动手的同时，赵和便身体微蹲，扭腰发力，身上的麻布套装都被撑得紧绷，随后冲向了守在门口的另一名老玩家。赵和的速度更快，他先是用窝心肘准确地击打在对方的心口，随后顺步赶扬，用一记顶肘顶在了对方的下颌上，最后双手抱拳砸在了对方的太阳穴。硬打硬进，分丝提柳，这一套8级拳下来，速度比林峰更快，效果也更强，居然直接把这人打死了。当赵和与林峰抱起，周围发出一阵惊呼。Holy shit，瘦猴可是有3级，就这么死了？拦住他们！威廉和汉克立刻挥舞着铁棍上前，有4个人冲了过来，第一时间踹在了门上，让才打开一个缝隙的铁门又重新合上。与此同时，林峰背后也挨了2脚。赵和更惨，因为他出色的表现，威廉的铁棍是奔着他去的。砰！虽然赵和极力躲闪，但仍旧被打中了脑袋。155，赵和的脑袋爆开，鲜血四溅，随后又马上化作了白光，一套白板的麻布掉落在地上。林峰这才发现赵和居然这么强，
他的生命值居然有155，自己才97呢。不过此时也来不及感叹，因为战斗已经结束了。-35、27。林峰闷哼一声，撞在铁门上，感觉自己浑身发软，胸口发闷，根本站不起来。西林和李秀成没有多余的动作，被冲上来的几名老玩家给打爆。刚进谷仓的6个新手玩家，眨眼就只剩下林峰一个人了。地面上散落着速食营养液和瓶装水以及麻布套装。该死的东西，居然把兽猴给打掉了一截！你们接下来不会死得那么痛快的，老子要多折磨你们几次！威廉把铁棍抵在林峰的咽喉，眼神阴狠，手上不断用力。林峰嘴里开始咳血，他知道自己难逃一劫，于是费力地冲着威廉竖起了中指。法克油！哼！威廉猛地抬起铁棍，就要朝林峰身上砸去。突然 ，stop！ 伴随着一声塑料英语，随后左边铁门处传来巨响，一只手穿透了铁门，从林峰的耳朵边出现，稳稳地抓住了威廉挥舞而下的铁棍。紧接着，右边的铁门发出更大的响声，谷仓内顶在铁门后面的4个人直接被震飞了出去。轰砰！铁门快速砸在墙壁上，又反弹回来，最后嘎吱一声，不堪重负地砸在了地上。林峰愕然地朝左边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根枪管，随后就是几双军靴和身穿迷彩服的大腿。然而令他震惊的还不是这3个持枪的士兵，是出现在自己耳朵边的手。只见这只手的主人将手里的铁棍一丢，随后就这么徒手撕开了铁门，仿佛是纸糊的一般，然后他就从被撕开的口子里面钻了出来，站在了自己的面前。卧槽，还是人吗？这是铁门，不是木门啊！林峰心中震惊，只见对方回头过来看了自己一眼，这是一张很沧桑的脸庞，他的额头和脸颊都有皱纹，留着胡须，他没有穿卡勒特的低级士兵军装，头顶牛仔帽，上身是棕色皮夹克，下身是那种穿环的牛仔裤，腰间别着一把左轮，完全是电影里西部牛仔的模样。他让人把林峰扶了起来，随后淡淡道：“不错，挺有种，刚进来就能干翻2个老玩家。嗨嗨，你是老猫？”林峰问道。一会再说。老猫点了点头，随后转过身去。李娘的，我都说了 stop， 你没听到老子说话吗？这个中年男人盯着威廉，后者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神色有些慌张。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这是我们的地盘。老猫淡淡的挥手，旁边一名持枪的士兵立刻用英语道：“你没资格跟我们老大说话，叫亨利出来。”威廉缓缓后退，47号谷仓中的老玩家也慢慢让开。林峰这才看清楚谷仓内的情形。这里的空间很大，至少有400平，里面摆放着很多双层铁床，人数也不少，少说也有40-50个人。当人群分开，只见最里面有一个赤着上身，身上纹着一只黑色猛虎的白人男子缓缓走了过来。他左右环抱着2个同样只穿了裤子的少女，这2个女生表情谄媚，但眼中尽是畏惧和麻木。老猫，我们一向互不干涉。亨利盯着老猫，然后又看了看林峰。猛虎帮在调教新人，你不该插手，你得给我一个理由。第9章，第1次死亡。老子就插手了，你能如何？老猫指了指林峰，我要把他带走，不服你就拦我试试。负责给老猫翻译的士兵转述完，亨利脸色阴沉，但他真的就没有动，似乎默认了老猫的举动。林峰见老猫要走，急忙道：“不止我，还有3个人，他们还有几分钟复活。”他可没忘了赵和、西林，甚至连李秀成都给捎带上了，毕竟混血哥刚刚也是出手了的，不能转头就卖了。老猫点了点头，随后指了指一旁的威廉 ：“You， 给我拿把凳子过来。”威廉听到后顿感屈辱，都被人打到家里来了，还得给他搬条凳子坐。他把目光看向亨利，后者的目光却落在了破碎的铁门上，随后轻轻点头，照他说的做。接下来的场面就显得有些诡异。老猫坐在威廉搬来的凳子，踩在了破碎的铁门上，身后是3名持枪的士兵，再然后是林峰。对面有23个人围着，却愣是不敢动弹。直到一声尖叫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凝聚的气氛。啊！最先死掉的一男一女2个白人复活了，他们的记忆停留在死亡前的那一刻。威廉，让他们安静点。亨利开口后，威廉抄起铁棒给2人来了一下，一击致命，2名新人再度化为了白光。老猫皱了皱眉头，看了亨利一眼，但什么都没说，后者也稍稍松了口气。被抢几个新人没什么，毕竟这几个家伙都是黄皮肤，老猫要抢能说得过去。可如果连其他种族的玩家老猫都要管，亨利也得拼命。等待了片刻，林峰身边亮起一道白色光柱，赵和复活了。林峰捡起了地上的麻衣套装，丢进白色光柱中。赵和，先穿衣。杀呀！林峰话还没说完，赵和就赤条条的从光柱中冲了出来。不过下一秒，赵和就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怎么周围的人都看着自己？这坐在椅子上的牛仔是谁？林峰居然没死！带着满脑子问号，
赵和抬起的腿和拳头傍住了。他迟疑地问道：“林兄，情况有变？”林峰点头：“是的。”赵和默默收回拳脚，接过衣服迅速穿好，然后面无表情地回到了林峰旁边。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又有2道白色光柱出现，林峰将麻衣套直接丢进了光柱。没事了，先穿衣服。在白光衰弱之前，西林和李秀成迅速穿起衣服。就是他们3个。林峰捂着胸口，有些费力地冲老猫说了一句。西林默默地扶着林峰的肩膀，李秀成有样学样，用身体撑着林峰。走。老猫挥了挥手，身后的3个持枪士兵以及林峰4人转头离开。威廉看到西林的真容后不禁愣住了，复活后那些污渍自然消失了。他没想到西林居然这么美。他下意识地移动了一步，似乎想要说点什么。老猫起身，一脚将凳子踹向威廉。砰！威廉的脑袋顿时划出了一个口子，血流不止。我让你动了吗？亨利面色阴沉。老猫，人都给你了，你不要太过分。别喊了，老子听不懂你说什么。老猫转身挥了挥手，古德拜，你们这些鬼佬。亨利握紧了拳头，但直到老猫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他也丝毫不敢动弹。被他搂着的2个白人女子眼中流露出羡慕和渴望的神情，他们多希望有人也能把他们拯救出去。看什么？你们想跟着离开？亨利的声音冷不丁出现在他们的耳边。2名女人侧过头来，正好对上亨利那猩红的眼眸。不，我没有。贱人！啊！夜色下，林峰听着身后的谷仓传来的惨叫声，不由得想起那2个白人新玩家，还有亨利旁边衣衫不整的女人，随后微微摇头，将惨叫声甩出脑海。西林和李秀成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只有赵和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因为他走之前把掉地上的速食营养液和罐装饮用水给捞走了，不只是4个人的，捎带连那2个白人新玩家掉落的都捡了。在赵和看来，这就是妥妥的血赚。跟着老猫4人走了大概10来分钟，已经离开了谷仓区，来到一片低矮的连排平房。周围巡逻的士兵看到老猫和林峰等人，也没有盘问，反而向老猫敬礼。把4人带到一处平房内，老猫打开了灯。西林惊讶地发现，这房间的布置还挺高级，4室1厅的布局，浴室有自动喷水龙头，厕所居然有抽水马桶，客厅有一张真皮沙发，就放在壁炉对面，墙壁上还挂着壁画，壁画下是一个书柜。对比47号谷仓，简直是豪宅。眼前的人到底是什么来路？他们应该就是林峰所说的老猫了，可林峰又是什么来路？之前他和那个神秘军官到底说了什么？西林脑海中闪过诸多念头，他很想问一问林峰，但侧头一看，却发现林峰在剧烈的咳血。嗨嗨嗨嗨！靠，林兄你头顶上冒数字了，快吃点这玩意回血。赵和将东西放在地上，立刻就打算撕开一包营养液。别浪费了。老猫躺在沙发上，掏出一根血夹点上。他没救了。赵和纳闷道：这玩意不是能加血吗？老猫乐了：小子，你当星海是什么3流游戏呢？速食营养液就是血包，喝一下就能满血。赵和反问道：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老猫突然严肃道：你最好不要把它看成游戏，至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游戏。别忘了，你可是肉身进来的，刚才的死亡痛感还没让你长记性吗？和在现实中一样，在这里饿了要吃东西，渴了要喝水，体力不会自然恢复，受伤严重了也会死。即便有所谓的血包，也会不是速食营养液，它只是食物。赵和挠了挠头，那现在怎么办？很简单。老猫示意西林和李秀成让开，他走到沙发前，双手扶着林峰的脑袋。我下手很快，你不会有痛苦的。林峰显然也意识到了什么，缓缓的点头。下一刻，老猫双手对着林峰的脑袋一拍，砰！第10章老乡会。林峰眼前一黑，瞬间失去了意识。但下一刻，林峰又再度看到了光明，并且不复之前经历疲劳的感觉。老猫没有吹牛，他下手确实很利落。林峰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痛苦。白光外，有人递过来衣服。林峰看了一眼，心中有些异样，因为他失去意识前，赵和、李秀成、西林是坐在沙发上扶着自己的，而现在西林是站着的，给自己递来了衣服。老猫站在远处和3位士兵商量着什么。赵和与李秀成在壁炉前生火，各自的站位都和原来有很大的不同。复活间隔5分钟，我却感觉只过去了1秒。怪不得赵和复活后又立刻大喊着冲杀敌人，这就是死亡又复活的感觉吗？以前只听人说过，真奇妙。林峰迅速穿好衣服，当他移动后，白色光柱也迅速消失。你感觉怎么样？西林问道。还不错，满血复活了，属于是。林峰笑了笑。老猫见林峰复活，停止交流，搬了把椅子走过来。西林见状，轻声道：我去给赵和帮忙。
小姑娘挺识趣。老猫把椅背朝前，双手杵在椅背顶端，缓缓地吐出一个烟圈，一个很正常的动作。林峰却想到了优雅一词。老猫身上有一种松弛感，那是一种掌握了强大力量，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自己的自信带来的。而他身上这股独特气质如水流一般柔和，并不会让人感到压力。来一根，卡特勒自产的松山雪茄，军官特供。老猫单手从夹克中掏出一个铝制烟盒，他的手指相当灵活，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凭5根手指就快速的从这种抽拉式的烟盒里夹出一根雪茄的。好，林峰没客气，接过雪茄和打火机就抽了起来。他不常抽烟，也没瘾，但确实想试试星海里面的烟是什么感觉，好奇心驱使他抽了一口，随后就剧烈的咳嗽起来。嗨，这位也太呛了！林峰差点熏得眼泪都下来了，但紧接着脑海里仿佛被什么击中，陷入亢奋的状态。再一看面板记录，他的体质短暂下降了 0.5， 魂力提升了2，持续时间10分钟。老猫见状微笑起来，习惯就好了，慢一点，刚接触不要那么猛的抽。林峰点了点头，又浅浅的抽了一口，果然接下来没出现体质下降的情况，魂力临时性提升了3点。等林峰抽完第2口，老猫随口问道：哪里人？星城。你的底子不错呀，综合属性优秀，还自带初级枪术，通用于5级。老猫夸赞了一句。由于刚才是他帮林峰复活的，接触的时候便得知了林峰的个人属性。反过来，林峰也是一样，区别在于他只知道老猫有13级，拥有主职业原力战士，但看不到他的详细属性和技能。我父亲以前是军人，退伍后在市里开了一家射击馆，还有个亲叔叔是雄鹰军的现役军人。林峰介绍了一下自己，还主动说起了和狐狸的见面。我今天才认识狐狸，不应该说认识，我当时在广场上寻找国内的组织，而他当时在地上画了一只雄鹰，我以为他是雄鹰之家留在这里的人，所以我才找到他。他说帮不了我，让我找你。老猫眼神有些意外，你叔叔官不小啊，正常来说你就算认出了标志，狐狸也不会管新人的事。他今年升的上校。原来如此。老猫神态没有明显变化，只是微微点头。见老猫光听不说，林峰只得主动道：我可以问问7519矿场村的情况吗？当然。老猫道：7519有3伙玩家势力，亨利为首的猛虎帮不过是一群不知分寸的小年轻，主要收纳西欧的白人玩家，控制30-50号谷仓区。库涅兹为首的兄弟会以东欧玩家为主，库涅兹相对成熟一点，控制着1-29号谷仓和部分联排住宅区。卡特勒给玩家们划分的居住地是除矿场之外为数不多可以活动的区域，误入其他地方都会被自动枪塔和巡逻士兵给击毙，所以控制了居住地就等于控制了玩家。至于我们的组织叫华夏老乡会。华夏老乡会？林峰表情有些愕然，他以为会是雄鹰之家分部。星海中叫华夏老乡会的玩家势力没有1000也有800，属于烂大街的那种，朴素程度不亚于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名。但狐狸明显是官方组织，虽然他说不是雄鹰之家的人，但至少和军方组织有关系。狐狸一句话，老猫就把自己等人救了出来，现在老猫居然说自己是民间组织，怎么看都有点不太对。这里面明显另有隐情，不过老猫不想说，林峰也没多问，坦白讲自己几人只是个刚进游戏的0级玩家，老猫愿意搪塞自己那都是很有耐心了。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林峰指了指这个房子，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老猫没有庇佑他们的义务，他也不会傻到认为大家都是老乡就能平白享受这种高人一等的待遇。3级之前，新玩家只有矿场任务可做，每天得到的只有营养液和饮用水，没组织的庇护，新玩家的任务材料会被其他人抢个精光。只要不偷懒，8个小时内弄6份营养液和饮用水是没问题的。我立下的规矩是提供庇佑、更好的住处和一份矿场村地图，你们每个人每天上交2份食物和水，这是供给战斗人员保持体力所需。老猫从怀里掏出一卷纸，狐狸让我照顾你，房租这份就免了，但我有自己的规矩，那2份抽成是必须的。你觉得合理以后就是老乡会的人，觉得不合理，你现在就可以自行离开。很合理，很公道，我同意。林峰毫不犹豫地接过地图，就算要更多也比在亨利那边好得多。无恒产者无恒心吗？你以后要成了战斗人员，也可以享受免费的食物和水。安稳度过3级之后，你们能在矿场村接到更多任务，有危险的也有不危险的，视情况而定。总体而言遵循一个原则，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老猫笑着将雪茄掐灭。你和赵和那小子底子都不错，你自带初阶射击，他自带初阶格斗，西林自带8级语言，我很看好你们。第11章第一次下线。老猫这边和林峰说完，另外3个人也和西林、赵和、李秀成交代清楚。毫无疑问，4个人都选择加入了老猫的组织。等老猫等人走后，林峰几人围在壁炉前一言不发，
只有温暖的火光和木柴偶尔噼啪的声音，充满了安全感。片刻后，看起来有些白净柔弱的李秀成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对着林峰、西林、赵和分别鞠了一躬。棒子，你这是干啥呀？不过年不过节的。赵和乐呵呵道。李秀成声音有些哽咽道：谢谢你们没有抛弃我。棒子，你还矫情起来了。赵和鄙视道：大男人哭什么哭？林峰起身拍了拍李秀成的肩膀，别这么客气，相聚是缘。赵兄，别叫人棒子，多不礼貌。林峰不拍他肩膀还好，一拍李秀成直接泪崩。在47号谷仓发生的一切太快，被老猫救出来之后才后知后觉的想起自己躲过了一劫，能坚持到现在才哭也算他坚强了，毕竟才18岁呢。对，赵哥，我叫李秀成，你们可以叫我秀成或者阿成。赵和嫌弃道：行，那就叫你小李吧。秀成叫起来跟个娘们似的。你别哭了。娘们怎么了？你看不起女人？西林冷冷地瞪了赵和一眼。嗨，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和面对西林的直视，连忙摆手。西林放过了他，随后居然也站起来，很认真地对着林峰鞠了一躬道：谢谢。在刚才的谈话中，西林也明白是林峰喊了那一嗓子起了关键性作用，老猫应该是听到了，并且通过权限找到了47号谷仓。如果没有林峰，他们之后会不会加入老乡会先不说，今晚这一遭侮辱肯定是逃不过的。不客气。林峰将西林扶起来，我们是一起的，不是吗？西林重重的点头。赵和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你们这整的，林兄，我是不是也得起来给你磕一个？西林没好气道：厚脸皮，你老实坐着吧。这家伙简直对气氛过敏。林峰笑着摆了摆手，大家都坐下烤火吧，别这么见外了。对了，赵兄，你居然有初级格斗术，老猫都夸你底子好，离一级属性很近，牛啊！赵和咧嘴一笑，嘿嘿，过奖，哥们练了差不多10年8级，也就拿过3个省市的少年组武术冠军，不值一提。西林吐槽道：谁问你这个了呀？你可真不要脸。哼，你练了这么多年武，果然是没读过书吧？李秀成可算逮着机会了，在旁边附和道：对，林姐说的对。赵和满脸黑线，瞪着李秀成：你丫连华夏语都说不清楚，对什么对？欠揍是吧？西林自带通用语8级，这要放在地球上可比考专8难多了。他鄙视赵和读书少，赵和没话说，但李秀成也这么说就不能忍了。来，小李你给我说说，你自带技能都有啥？李秀成挠了挠头，我只有初阶医术4级通用语，其他的都是简单级。哦，初阶的医术？林峰有些惊讶，这可是比较罕见啊。我奶奶是中医，我爷爷也是医生，他们是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我父母也从事了这一行，我也会一点。嚯，看不出来你小子是医学世家啊，行吧，算你还可以。赵和听完之后，对李秀成的态度大为改观。俗话说医武不分家，赵和家里也有不少长辈是精通医术的，他很尊重这个行业，对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天然有好感。我家是开射击馆的，从小摸枪也会几招格斗技法，不过和赵兄比，那就是小菜一碟。赵和在47号谷仓可是徒手瞬杀了一个老玩家的，对比普通人，林峰算得上强，但对比赵和就不够看了。赵和大大咧咧道：林兄，你那记戳脚我看你使了2次，还是入了门的，就是发力还差点意思，改天我教一教你。西林虚着眼道：哟，某人连书都没读过几本，就想当人家老师了呀？您没完了是吧？再说我跟你急了呀？赵和黑着脸，这小妞漂亮是漂亮，咋那么毒舌呢？4个人待在壁炉边聊了很久，在聊到第一次登录游戏的时候，林峰发现除了自己之外，西林、赵和、李秀成竟然都不是第一次下线。西林道：我这是第2次进入游戏，之前我在荒野上饿死1次，冻死1次，我也是第2次。赵和道：我死了3次，2次死于寒冷和饥饿，1次是被毒死的，吃了野外的无名菌子。小李，你呢？我是第3天。李秀成苦着脸，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下，他居然开始掰手指数起来道：我降临的地点是一个湖泊，我大概冻死了20次，记不清了。第1次上线的那8个小时，我光游泳了，好不容易游出来之后，又冻死饿死了4次，才碰上卡勒特的车队。西林顿时投来同情的目光，赵和则竖起了大拇指：牛逼，小李你也太惨了，怪不得在车厢上你不敢出手了，你是真低惨啊。李秀成不好意思道：当时确实是有些怕再死1次，刷新在荒野上。西林双手撑着下巴，看向林峰：你呢？林峰面色有些古怪，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这是第1次上线，降临后大概10分钟不到，我就碰到了卡勒特的车队，不应该说我是被卡尔的人捕捉的。林峰说完，房间内一阵寂静。西林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林峰：不会吧，你运气也太好了。
赵和悲愤地捶了一下沙发，靠，这游戏有 bug， 凭什么我们找新手村找那么久？林兄，你不到10分钟 ，NPC 就主动上门了，你压开挂了是吧？李秀成激啄米似的点头，对，赵哥说的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运气比较好吧。林峰突然想起来，自己的链接石不是免费发放的，而是家里给准备的，而且面板多了个简化功能，难道说和自己的链接石有关？想到这里，林峰看了一眼面板，上面有个下线的标志，已经由灰色转为明亮，这代表着每天在游戏内待满8小时的任务已完成，他可以下线了。我下线时间到了，你们呢？林峰问道。我也好了，林兄，是不是拉个群？赵和说道。可以。西林点头。我同意。李秀成举手。林峰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好，那大家加个联系方式，回去休息一下，查查资料，明天再见。第12章。家人。林峰记住了其他人的联系方式，随后心中默念下线。下一刻，他的身影消失在壁炉旁。赵和、西林、李秀成也接连消失。没人会喜欢在游戏里睡觉，环境简陋不说，还要担心安全问题。另外，前期玩家们很难适应2倍重力，睡不睡得着都得另说，当然是地球上睡得更舒服。几乎所有新玩家都会在星海内待满8个小时后就下线。当林峰重新出现在星城大学的安全屋内时，他感觉到浑身舒畅，仿佛整个人都放松了许多，这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放松。唯一不爽的是胯下凉飕飕的，不用说，身上又是光秃秃的了。好在林峰对这种事也有些习惯了，在白光还未消失之前，就迅速地捡起了在地球穿的衣服。这里和8个小时没什么区别。教导主任王龙依旧在前面守着，医疗组的大帐篷内也有白大褂在忙碌。学生的人数和之前相比少了许多，主要是大家对下线的时间把握不是很清晰，新玩家在游戏内很难弄到手表之类的计时器，面板也不会有提醒。但在经过了前期阶段，人体内的生物钟就会变得相当准确了。林峰刚穿好衣服，就见到王龙以及2名白大褂朝自己走过来。林峰，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这是王龙说的。同学，请让我们检查一下你的身体。这是手持仪器的一护士说的。不要紧张，你安全了。这是心理医生说的。刘导，我没事。林峰摇了摇头，我是满状态回归的。旁边的护士确认了这个说法。需要做一下心理辅导吗？学校很重视你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心理医生是个中年妇女，不知道为什么，林峰感觉她的声音很温柔，仿佛带着一股魔力，让人忍不住亲近。不用了，谢谢，我没受什么苦。林峰微笑道谢。我叫陈云，有什么问题的，尽管来找我。心理医生看了林峰2秒，随后朝导师点了点头，意思是林峰说的是实话。王龙也微微点头，不用心理医师说，他也能看得出来，因为林峰是站着回归的，而且思维逻辑很清晰。你可以离开了，你的家人在外面等着你。王龙开口道，如果这里有朋友，也可以去外面的休息区等候他们下线。突然，旁边一声砰的闷响打断了王龙。白光中，一个光秃秃的矮个子男生掉落了出来，他浑身是血的倒在了旁边的海绵垫上。紧接着，手持仪器的护士就惊呼：有伤者，他受伤了，快来人！林峰定睛看去，脸色微变，怪不得他觉得对方矮，因为对方的双腿已经消失了，白色的骨头碴子和血肉模糊在了一起，脸上被划得面目全非，少了一只眼睛，腰腹到处是利器划开的伤口，背部还有不少鞭子抽过的淤青血痕。别看，孩子。陈云没有冲过去，而是立刻捂住林峰的眼睛。老师，不用捂着我的眼睛，我上过你的生命教育课，你说过我们要有直面死亡的勇气，不是吗？林峰轻轻拿开了陈云的手。陈云微微一愣，不自觉地放开了手。自星海出现后的3年，教育体系也大变样，心灵训练和体能训练的比重加大了很多。林峰不但上过生命教育课，还上过生理解剖课，亲自缝合过仿真人体，他的简单缝合术就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还有胆量训练课，比如参观太平间、鬼屋训练，比如荒野求生课，以及户外地形勘测、枪械军训等。这些已经逐渐成为了初高中学生的标配。陈云仍记得3年前还有新闻报道 Triple X 学校运动会晕倒多人的案例，但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很少听到了。新生代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也变得越来越强，林峰毫无疑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活不了了。林峰只看了一眼，就断定这个男生没有生还的希望。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陈云问道。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玩家都会选择满状态回归现实，哪怕是自杀在复活后才会选择下线。现实中可没有复活的机制，大家不会带着伤出来的，除非是轻伤又不想掉级。游戏中的能力会按比例降低至现实，同样伤势也会降低。也就是说，这个男生在游戏内受到的伤，
只会比现在更重。新玩家不必考虑掉级的原因，那么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个男生在游戏内已经丧失了自我了结的能力，同时又受到了极大的外力所施压的痛苦。林峰想起了47号谷仓内发生的事，陈老师，他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导致他坚持不到死亡复活下线的流程，当下线的按钮亮起，便只想一心逃离。又或许他知道，即便满状态下线，等到明天又会面临折磨，所以故意选择了重伤回归。其实现在最好的办法不是在救他，而是让他少受点折磨。陈云神色有些复杂，他刚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医疗组的人员已经脸色凝重的散开，有人宣布了男生的死亡，随后尸体迅速盖上了白布被抬了出去。但此刻已来不及悲伤，场内还有不少白光浮现，陈云也只得匆匆忙起自己的工作。林峰见状，跟在担架后面离开了安全屋。刚一出门，林峰就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在走廊上来回踱步，一直不停地望着大门，也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持续多久了。当林启明在看到儿子出来的那一刻，明显松了口气。你总算出来了。爸，我没事。林峰笑道。你不是说有事不来的吗？情况有点变化。林启明道，所以特地来了一趟学校。怎么了？林峰有些疑惑。先回去再说。林启明低声道，你公叔在楼下等我们。公叔回来了。林峰点了点头，也好，他正想问点关于雄鹰之家的事情。第13章天赋石。林峰是单亲家庭，很早母亲就因疾病去世了，再往上一辈的嫡亲也都不在了，所以除了父亲林启明之外，最亲近的人就是这个35岁的亲叔叔林启功。林启功事业心强，32岁才结婚，本来打算要孩子，结果3年前星海降临，动荡的环境加上繁忙的公务，导致生育意愿直线下降，并且都不打算要孩子了。北河帝国在投放星海链接时，对文明和个人都做出了强制规定。1. 地球人类在20年内达到50级的人数，需要占全人类总数量的 80%， 达成后整个文明都可存活，反之则全体抹杀。2. 若第一点未满足，则看个人等级，20年内达到100级的玩家可以活命，并拥有1万个附属名额，可以带人离开地球前往北河帝国生活。以目前的进度来看，绝大多数人对未来的命运保持悲观态度，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人不婚不育。20年后没准人类就全玩完了，还要什么孩子？生下来受苦吗？是以林启功对林峰十分疼爱，视若己出。他把亲属编码给了林峰，链接时也是林启功送的。林峰能知道雄鹰之家的一些事情，也离不开亲叔叔的教导。下楼之后上了车，林父充当司机，林启功和林峰坐后面。林启功和林启明虽然不是双胞胎兄弟，但却有8分相似。不过两人性格却完全不一样。林父性格温和，善做事不善表达；林启功性格张扬，气场强大，既能做事又很健谈。两兄弟都从军，但林父混到上尉就转业了，而林启功则走得更远。说，你怎么回来了？特地回来看你。林启功道，新城最近不太平，有犯罪团伙流窜到了这边，我们怀疑这伙人和国外邪教组织有关，专门盯学校下手，所以特地回来一趟。现在你别待学校了，先跟你爸回射击馆吧，你爸联系了一些老战友，那里至少有真家伙，待着也比较安全。你降临到了瓦兰星的荒野之灵。说怎么知道？我给你的亲属编号明明没有启用，但军中却有人在打听你的名字。你降临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没有把编号胡乱告诉什么人吧？我也正想问这个。林峰说出了自己的困惑。我在卡勒特麾下的新手村碰到了一伙人，他们明明在找雄鹰军的人，并且画了雄鹰军的记号。我报了你的名字，正打算说出亲属编号时，他又打断了我。领头的自称狐狸，他对上了我说的接头暗号，但他又说自己不是雄鹰军的，在我们那个地方又没有雄鹰之家的组织，真是奇怪。不过这个人没有恶意，他还帮了我一把。狐狸。林启功若有所思，还有更多信息吗？狐狸之后就离开了。林峰想了想，但有个叫老猫的，似乎是这个狐狸的下线，我看他不像是个军人。林启功手指在膝盖上轻扣，静静地思考着，片刻后才道，我大概知道了，你碰到的应该是雄鹰之家麾下的情报成员，怪不得这么谨慎。林峰一愣，可他说自己不是雄鹰军的人啊。林启功轻笑道，这不矛盾，雄鹰军不等于雄鹰之家组织，虽然这个组织是雄鹰军牵头的，但3年来的发展、淘汰、筛选已经变得相当庞大，连雄鹰军也只是有一部分中级军官在这个组织内。我如果没猜错，这伙人应该是分管情报的部门，部门代号叫猫头鹰。你叔叔我则是在战斗部门猎鹰，不过已经不在荒野之岭。叔叔有什么建议？听你描述，那个叫老猫的既然接纳了你，那么你暂时就待在那边，你也不用去戳破别人的身份，自己知道就可以了。等你10级，我会找机会把你调到城镇区。林启功叮嘱道，
记住，10级之前可以无限复活，吃点苦头没什么，但10级后，每天的死亡次数就只有3次了。你千万别擅自行动，一定要告诉我或者你父亲。林峰点头，我明白。接下来，林峰又说了一些自己的经历。林启功听完后思索了片刻，随后道：“你说的这个7519矿场，我似乎有点印象。你确定那里有1/4型运输车？按说不应该啊。”林峰道：“虽然我确认自己不会看错，但想要再确认一次也简单。下次进入我会找机会看看。”行，我会找7519的资料，省得你去网上乱翻什么不靠谱的攻略了。叔，这个不影响你吧？你放心，你叔心里有数。林启功笑了笑，他对侄子的成长很关注，自然是能使多大劲使多大劲，就算是坏了规矩，如果涉及亲侄子的生命安全，他也断然不会犹豫。还有一个事，林峰问道：“公叔，链接石有级别之分吗？它除了登录游戏之外，还有别的效果吗？”林启功沉吟片刻道：“有，你记住，接下来我们叔侄俩的对话不要透露给外人。”林峰郑重地点了点头。林启功缓缓道：“链接石，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件内置装备，普通的链接石效果就是带你穿越境、星海，同时对你的身体进行自适应调整，排除掉异星环境的大部分影响，只剩下重力、氧气浓度等影响因子。北河帝国发放给地球的这一批，全部是普通的链接石，没有级别之分，也没有其余的功效。在这一点上，国家政府没有欺瞒公众，也没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最早登陆星海的玩家都是用的普通链接石。1年前，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链接石是有等级之分的。那些更高级别的链接石拥有更为强大的效果，比如自带高阶技能，甚至一开始就拥有超凡能力。这种能让新玩家先天就比别人强的链接石，我们称之为天赋石。我送给你的那颗就是一枚天赋石。林峰心头一震，果然那个简化功能就是因为链接石的缘故，怪不得叔叔要送自己一颗。如果没区别，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毕竟链接石可以免费领啊。那这些天赋石是从哪来的呢？北河帝国的玩家，第14章群聊与资料。林峰没想到北河帝国的玩家也玩这个游戏，他一直以为星海是北河帝国给地球文明打造的生存考验游戏，不过听叔叔这么一说，他又觉得很合理。星海那么大，又如此逼真，如果说专门为地球打造，那也太自以为是了。更何况可以从游戏里面获得各种各样的能力，增长寿命，如此大的好处当前，没理由北河文明自己不玩。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在游戏中，链接石会在玩家死亡后掉落，彻底死亡的那种。叔，你不会是杀死过北河文明的玩家吧？林峰有些惊讶。我？林启功笑了笑，你高看我了，我没那个能耐，实际上全人类都没这个能耐，得到这一批也是比较侥幸。至于这个来源你不必多问，这算是我个人所得，给你用，那你就有知情权，但你切记不可外传出去，天赋石相关的事至今属于机密档案，如果泄露了会很麻烦。我懂的。林峰重重的点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要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也会连累叔叔。你获得的这颗天赋石有什么额外的功效？林启功问道。还没实践，但和任务有关，有助于我完成任务。万事小心。正式谈完，接下来车内陷入安静，林启明专注开车，林启功则闭目养神。星海给人的压力很大，如非必要，两兄弟实在不想继续聊这个话题。车开回射击馆，林峰看到父亲的很多战友们在场馆内喝酒、烧烤、打牌、桌游。射击馆不小，人数大约有32人，由于各自进入的时间是错开的，现在只有10个人。战友们在见到林启功和林峰回来后，热情地拉着叔侄俩吃喝玩乐，有关星海的事一句都没聊。一天24个小时，8个小时必须待在游戏内，剩下16个小时大家都只想好好的在地球上放松一下。陪了2个小时左右，林峰就来到了自己的房间，用手机挨个把赵和、西林、李秀成的联系方式加上，随后又拉了一个群。明洞第一深情、小小林、沧州枪神加入群聊。沧州枪神，卧槽，明洞第一深情是李秀成你小子吧？看不出来你小子够闷骚的呀。明洞第一深情捂嘴笑表情，赵哥过奖了。小小林，你以为他在夸你呢？明洞第一深情，林姐，难道不是吗？疑惑。小小林，你的华夏语还得多练练。白眼。沧州枪神，哈哈，连林妹妹都看不下去了。小小林，某人的沧州枪神能好到哪里去？不要脸。沧州枪神，怒火。李秀成，我已经改了备注，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我会虚心学习的。可爱。赵和，对吗？少看点短视频，咱们国家的精华你是一点没学，净学些糟粕了。西林，呵，枪神。赵和，您没完了是吧？怒火怒火怒火。林峰看着聊天记录，哑然失笑。
好在自己机智，在家人建群之前就火速改成了原名，要不然高低也得被西林嘲讽2句。林峰，这么热闹啊，凌晨2点多了，大家还不休息啊？赵和，满状态下线，这谁睡得着？我现在精神得很，甚至还想打一套8级拳头。李秀成，赵哥牛逼！破音。西林，林峰，你查7519矿场的攻略了吗？林峰，还没呢，回来喝了点酒，打算先休息下，晚点再分享。西林，好。其实林峰现在还挺精神，但叔叔既然说会给他资料，他也就再等等，亲叔叔给的总比网上论坛靠谱。群里闲聊了几句，林峰散了散酒气，等到有点睡意，便洗了个热水澡开始睡觉。第二天上午，林峰睡到了自然醒，一看时间，居然已经12点。我是0点左右下线的，现在过去了12个小时，还有6个小时就得上线了，也就是下午6点。穿好衣服起床，林峰迅速洗漱下楼。父亲林启明正在厨房烧菜，林启功则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叔，醒了。林启功把文件推到侄子面前，这是我抄下来的有关卡勒特的资料，你尽快记下来。好。林峰立刻就拿起笔记本，边看边心中默背。林启功的字很好看，笔锋苍劲有力，经过他筛选的内容几乎都是重点，且在游戏内有人确认过的，极大的节省了林峰的时间。1个小时后，林峰抬起头来，记住了吗？忘不了。林峰笑道，谢谢叔，跟我还客气。林启功接过笔记本，随后轻轻一抖，笔记本燃烧了起来，不一会便化为了灰烬。叔，你是火系异能者？林峰好奇地打量着，这可是他头一次见到超凡能力，电视和新闻上的不算。我是29级的火焰操控者。林启功拍了拍手。林峰有些羡慕，13级的老猫就能打穿铁门，29级的火系异能者得多强？叔，我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你现在能肉身扛炮弹吗？你在想什么呢？林启功没好气道，现实中的能力只有游戏里的1/10，再说了，我是异能者，又不是原力武者，哪来那么强的身体素质？别说扛炮弹，一发小口径的 RPG 就能干掉我。那子弹呢？林峰问道。这个嘛，林启功故意卖起了关子，见到侄子急了，这才笑着点头，可以，但不能是狙击枪，一发巴雷特下来照样凉凉。原力武者行不行？林峰此时就像个好奇宝宝。看情况，29级的武者体质比异能者虽然强，但没有太离谱，一般来说是扛不住的。不过有些基因战士和生化战士能扛得住，我指的是游戏里，现实就更不用提了。林启功道，前期枪械拥有绝对的统治力，我知道你枪法可以，我刚才给你写的东西里面就有卡勒特的各类枪械的型号和介绍，你有机会一定要弄点武器防身，最好是尽快拥有一把原力枪，掌握对应的枪械技能。第15章第1个任务。和家里人吃完饭，已经是下午2点。林峰把林启功给他的资料选择了一部分可以透露的整理出来，发到了群聊。主要内容是任务、技能、武力、阵营身份提升途径。荒野之岭前期阶段主要做任务，升级的途径基本靠任务资源。至于出村猎杀野怪就别想了，光一个辐射就能把虚弱的地球人干趴下，更别说在辐射中能生存的野怪都是要比人类强的。玩家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2倍重力和高氧环境这2个影响因子，只有达到3级才能习惯进行正常的行为活动，杀怪至少是3级以后才考虑的事情。技能和武力无论在卡勒特还是其他阵营里都可以自由选择，区别是银色骑士团、乌塔联盟、X 组织、守望者公司，各自的着重方向不同。银色骑士团是妥妥的武者阵营，乌塔联盟则擅长处理超自然现象，还和神秘学沾点关系。守望者公司是最大的军火商和资本家，其拥有的高端武器和生活商品几乎卖遍全球。X 组织最为神秘，至今没有人知道它的总部在哪里。卡勒特则是什么都沾一点，但上限不高，除了参加门槛低、人数多，在荒野之岭的地盘大，几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优势。但门槛低这一点却对新玩家很友好。联合政府也是一个独立的阵营，被荒野之岭的叛军围剿，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玩家们降临的地盘大多都在荒野之岭，进联合政府的很少，资料自然也就很少了。聊天群的成员都惊讶于林峰的效率。赵和，卧槽，居然整理了这么多资料，林兄牛逼！破音。李秀成，峰哥牛逼！破音。西林，别水群了，赶紧背，只剩下2个小时了，能背多少是多少。林峰，你那边有卡勒特的武器介绍和使用方法，以及组织成员架构方面的资料吗？林峰，有。你等等。林峰很看重西林的能力，他拥有8级的瓦兰星通用语，记忆力和分析能力都很强，有些事跟赵和李秀成根本说不着。前期武力都不突出的情况下，西林对于这个小团体的帮助反而是最大的。飞速在群里发了一部分卡勒特武器介绍和使用方法，组织成员架构。
又单独给赵和恶补了一下瓦兰星的背景故事。至于李秀成，林峰也不知道他能看懂多少，只能慢慢来了。4个小时后，西林在群里提醒了一下，还有半个小时上线，记得进游戏之前补充一下体力。林峰一拍脑袋，立刻放下一切，开始疯狂吃东西喝水。在游戏内补充体力可没有现实简单，他们现在每人就2份速食营养液和不到1份的水了。要是疲劳上线，想恢复体力的办法就只有自杀利用复活机制，那未免就太惨了点。一顿胡吃海塞之后，林峰感觉到体内传来一阵轻微的拉扯感，仿佛身体都变得沉重了一些。由于链接石的存在，林峰能很清晰地感觉到这是要即将上线的征兆。没有卡极限时间，林峰朝着餐桌旁的亲人说了一声：“我进游戏了。”下一刻，哗啦，这一套衣服堆叠在了凳子上。瓦兰星荒野之岭7519矿场村，门牌号为78的连排平房内，林峰光秃秃地出现在了壁炉旁。地上的麻布套装还在原来的位置，林峰迅速地穿好衣服。白光消逝后，他发现房间里竟然温暖如春。地球和星海的事件比例是1:1，16个小时过去，壁炉按理说早该熄灭了，现在燃烧着，证明有队友先上线了。林峰，你来了。西林从杂物间抱了一堆柴火过来，丢进壁炉。西林，你提前了多久？林峰搭了把手，帮忙把柴火丢进壁炉。在群里说完我就上线了，总不能跟着你们一起穿衣服。西林耸了耸肩。话音刚落，房间里面又有白光出现。西林见状跑去了杂物间。峰哥，早啊！白光中走出来的是李秀成。上来就有活口，谢谢峰哥。是西林弄的。哦，我来帮忙。赵哥呢？他还没来吗？应该快了。正说着，又一道白光浮现。哟，哥几个来挺早啊，我还以为我第一个呢。赵和飞快套上麻布裤子，一边穿上衣一边走到了火边。听到人员到齐的声音，西林才从杂物间走出来。还早，你是最后一个了，沧州枪神。嘿嘿，大人物都是最后出场的嘛。赵和对此也免疫了，满不在乎地说着。别贫了，我们该行动了。林峰道，现在是白天，再晚就接不到任务了，大家暖暖身子，马上就出发。OK。李秀成比了个手势。哎，我堂堂枪神，上线居然要来挖矿。赵和垂头丧气。你差不多得了啊。西林吐槽赵和。林峰他们是0级，现在只能接到一种任务，那就是挖矿任务。根据老猫的介绍，7519矿场村总共有32个挖矿编队，每队大概50人左右，对应50个小型矿洞。当林峰4人穿过青石广场找到后勤关时，老猫在军营门口抽着烟溜达。同样在场的还有猛虎帮的亨利以及一个俄国人，想必这就是兄弟会的头库涅兹了。老猫朝林峰招了招手，随后把4人往营地内领。卡勒特的后勤官向玩家们发布的任务是30金元石矿换3份食物和1份水。任务可以重复做，如果你提交上来300金元石矿，那就可以领到30份食物和10份饮用水。这里有份挖矿说明书，下矿洞的时候记得看一看，能省你们不少事。进去和后勤官领完任务，我再带你们去军需处拿装备。林峰4人点了点头，随后挨个进入房间内领任务。后勤官让4个人交出身份卡登记了一番，随后就获得了进入矿洞的权限。与此同时，林峰眼前的面板弹出，你接取了卡勒特的挖矿任务，任务面板已激活。任务内容：挖取至少30金元石矿。任务工具：挖矿工具箱。任务奖励：3份速食营养液，1份饮用水。该任务可重复领取，累积提交。你可以在接取任务后使用简化功能，每日仅限1次。第16章挖矿任务。林峰没有立刻使用简化功能，先随着老猫来到了军需处领装备。在看到那简陋的矿工装备时，赵和忍不住吐槽了：我去，这什么情况？瓦兰星不是现代文明吗？怎么还用锄头挖矿？甚至连个矿工帽都不发，煤老板都没他们心黑啊。老猫乐呵呵道：矿场村确实有完善的挖掘机械，但这些技术活有卡勒特的初级士兵包了，游民只能接到最累的苦力活，在脏乱差的地下矿洞用锹、挖、砸的原始方式来开采。赵和打开工具箱，从里面拎出一把像凿子的工具，不解道：这样的效率也太低了吧。老猫摇头道：谈不上效不效率，因为你们根本不是主力军。99%的原矿是通过机器采掘来完成，但机器总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总会留下一些边角料。玩家和荒民干的就是这些活。其实也不是真让你们拿锄头碎大石，玩家也没那个能耐，主要就是对重型机械挖掘过后的碎石进行2次分拣，挑出那些有用的原石矿。原石这玩意金贵得很，属于高强度能源石的一种，作用广泛，1斤重的纯原结晶就可以供应矿场村1天的能源消耗。此外，它还涉及到原力武者的升级，哪怕是边角料，卡勒特的人也不愿意放过的。
林峰点了点头，原力枪就是以此为材质，这玩意的地位就是瓦兰星上的钻石，甚至更为珍贵。当然，指的是纯元结晶，而不是原石矿。矿洞内有危险吗？西林问道。有。老猫领着他们往前走。地下矿洞中的危险主要来自其余玩家和荒民，饿极了的荒民会抢夺你们的任务材料。不过你放心，你们要去的矿洞有我们老乡会的人，这个安全我会给你们保证。其次是随机事件，这个就说不准了。随机事件？怎么样的随机事件？西林问道。主要是塌方、掉石头砸死人等意外情况。老猫道。好家伙，这他妈还是黑作坊啊！赵和忍不住吐槽。随机事件还有超自然现象，比如矿洞怪物什么的。老猫摊了摊手，具体我也没说不清楚。2年半我也就见过1次，听过2次，不过真发生了面板会有提示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林峰摇了摇头。行，你们下去之后，老四会认出你们的，尽量别死了，否则营养液和饮用水带来的升级效果会被重置。老猫把林峰带到一处升降梯前，按下了按钮，随后在眉间挥了挥手。祝你们好运。轰隆，升降梯的门关闭，随后4人感觉到失重，开始快速下降。全封闭式的升降梯下降了大概10分钟后才减速。你已进入7号矿洞。随着面板提示出现，升降梯的门打开，还没走出去，就见眼前出现了一个2米高的轮胎经过。4人吓了一跳。这是 C 系地下产运机。西林看向林峰。是 B 系。林峰道。C 系要小些，没有后置悬挂。哦。西林恍然。李秀成崇拜道。峰哥，林姐，你们真厉害。赵和却是吐槽道。狗日的星海把人逼成什么样了，他俩连矿机都认识，工业型玩家了，属于是。等产运机过去，4人才走出升降梯，视野顿时变得开阔起来。矿洞空间目测有100米高，里面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大型机械在运作，产运机、履带装载车、挖机、传送带、卷筒一样的车辆，但却没有多大的噪音。矿洞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整体地势呈方形螺旋式下降，第一眼看不见底。一队队卡勒特士兵开着皮卡车巡逻，林峰粗略估摸了一眼，这下面的面积怕是能和星城大学有的一拼。这也叫小型矿洞啊？瓦兰星上的工业基础都是这么粗暴狂野吗？李秀成看得目瞪口呆。小李，你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赵和讥讽道。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西林冷笑了一声。林峰打开说明手册上的地图看了看，随后指了一个方向，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去碎矿区。碎矿区有许多堆积如山的未知矿土，一座座的堆积成山，还在不停的有产运机倾倒过来。林峰，这边。突然有一个持枪的士兵挥了挥手。4个。林峰提着箱子和背包走到了一处碎石山堆前。来得挺晚，看来你们得赶夜工了。4哥是昨天和老猫一起救下林峰的成员之一，林峰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老猫喊他老四。你们就在这一块挖任务材料吧，出货的几率也能大一些。我就在这一块巡逻，有事叫我。多谢4哥。林峰没有多废话，招呼一声就开工。老四对林峰感官不错，多提醒了一句，有不懂的也可以来问我，原石矿里有些好东西，你们挖到了上交了只会被当成普通材料，但交给我们却可以额外换点东西。林峰低声问道。4哥是指高纯度原石吗？嘿，不错，你小子有悟性。成，好好干。4哥交代了一句就走远了，但还在林峰的视线范围内。大家走一路看一路，也没了最初的新奇，不再聊天，节省体力开始挖矿。你打开了挖矿工具箱，你获得了矿镐 X8。工具箱内有8种不同形状的工具，统称为矿镐。矿镐虽然都是白板，但有一个相同的效果，即挖掘效率+5。林峰也搞不懂这个属性是干嘛的，选择了一把像是锄头一样的工具，开始进行初次挖掘。泥土看上去松软，但当他抡下去的时候，却震得虎口生疼。当，生命值4，矿镐耐久度1。你发现了低浓度原石，你获得副职业卡勒特的矿工。林峰有些茫然地看着从泥土中露出来的石块，它的表皮岩层已经脱落，露出星星点点的微光。不会吧，我运气这么好，第一下就出货了。第17章副职业。卧槽，林兄，你出货了？不是说这玩意很难挖到吗？赵和跑了过来，他记得老猫说过一天努力大概能换个6份食物2份水，也就是说一天大概就能挖个60斤。我也不知道，可能运气比较好吧。赵和、秀成、西林来帮忙。林峰用矿镐拨了拨周围的泥土，发现这块原石矿相当的体积似乎很大，4人顿时兴奋起来，搞不好这一下就能弄够今天的基础生存物资呢。经过10来分钟的挖掘，原石矿终于露出真容，它大概有1.4米高，体积超过了直径1.5米的水缸，表面被黄绿灰交错的岩质层包裹着。换错子
林峰招呼了一声，众人立刻更换工具，围绕着这块石头就是一阵狂挫。低浓度的原石坚硬无比，但它旁边的岩层却比较脆弱，它仿佛是镶嵌在石头中，随着4人的动作，不断有拇指大小的晶莹颗粒掉落进土中。未经处理的低浓度原石不具危害，所以西林就直接用手捏起来装入工具箱。咔咔咔咔，原石不断脱落，4人忙得不亦乐乎。它里面竟然大部分都是低浓度原石，这让4人省去了更换工具的力气。1个小时后，这块大石头终于被完全肢解了，并且将成品完全给分了出来。呼哈呼哈，虽然累得够呛，收获也是巨大的。工具箱自带称重功能，一团团称重完，西林给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答案，总重114斤。哦耶！李秀成笑了起来，嘿嘿，不错不错。赵和一屁股坐在土上，林峰也十分满意，这一锄头下去，差不多就齐了4人1天的生存所需，运气不可谓不好。大家体质情况如何？林峰问道。我下降了3.3点。李秀成举手。我下降了2.8点。西林道。我只降了1.2。赵和有些纳闷，不对啊，你们咋掉那么快？西林后半段就挑拣原石了，他出力按理说是比较少的。赵和出力最大，他的体质下降反而最少，林峰都掉了2.3点。赵兄，你的体质比我们高，4个人里面只有你破10了。林峰说道，这种程度的运动量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我们就比较明显。赵和的体质高达17，生命值155，这个家伙常年练体，身体素质远超常人，连老猫都说他基础高，一进来就无比接近1级。秀成、西林，你们还能坚持吗？林峰道，能坚持就晚点再吃东西。能，可以。李秀成和西林的体质都在8点区间，按照星海的常识，如果体质掉到1/3以下就比较危险了，继续运动很可能导致身体受到创伤，到那种程度就不是休息和进食就可以自然恢复的。西林道，我建议在头顶没出现扣生命值的情况下不浪费食物和水，这样一来也能更快的吸收营养液和饮用水里面的能量，更早的达到瓦兰星正常人水平，也就是1到3级的区间。我同意林姐说的。李秀成道，身体在经过大量运动后确实更容易吸收营养物质。好，那就不废话了，继续干活。林峰获得的副职业矿工给他带来了一点体质的增长，这让林峰的体质也突破了10，达到了10.7。至于魂力倒是没变化，初次获得副职业会有属性加成，就仿佛打通任督二脉一样。同时也多了个技能，名为基础挖掘技巧，在技能界面中只有一个灰色的读条，但不显示具体数值。接下来的挖矿过程中，林峰似乎领悟了更省力的发力方式，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接下来4人组的运气似乎用完了，整整1个小时都没有再挖到低浓度的原石。此时林峰、李秀成、西林都不得不停下来进食喝水，只有赵和还能继续坚持，卖力的挖着。赵哥可真是厉害啊！李秀成佩服道。赵和抡起矿镐，嘿，可是从小练武的，要是还和你们一样，那不是白吃那么些苦了？林峰点头，赵兄却是牛逼。西林罕见的没有反驳，他都饿得手脚发软，面板上都出现了行动力重度减弱的负面状态。赵和这个牲口愣是还能吭哧吭哧的挖，不服都不行。正当3人就水吃着粘稠的营养液时，突然赵和身上亮起微微的白光。林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顿时看过去。在挖到原石之前，无法获得卡勒特的矿工这个副职业，而且必须是单独触发，无法共享。赵和现在身上亮光，那肯定是出货了。果不其然，只见赵和欣喜地扔掉矿镐，开始扒拉地下的泥土和碎石。哈哈，哥们出货了，我现在也有副职业了。林峰3人顿时过去帮忙，这次的块头比较小，只花了3分钟就解构。最终4人组喜获12斤的低等原石，至此总量达到了126斤。现在4个人已经搞到了1天的生存基础物资。泪目啊，没想到我堂沧州枪神居然会成为矿工，重点是老子现在居然还挺开心。赵和坐在地上感慨着，慢慢来吧，总有一天你能成为星海枪神的。话说赵兄，你获得了副职业吗？体质增长了多少？林峰问道。长了1点体质，生命值提升了5点。赵和道，看来体质只能占1半的生命值提升，之前我一直以为生命值是体质乘以10呢。西林冷不丁道，沧州枪神的生命值不包括脑子是吧？我他妈！面对西林的无情嘲笑，赵和立刻反驳，但很快败下阵来。休息了一阵，4人继续开工。又过了1个小时，赵和才开始进食喝水。期间，西林和李秀成也获得了矿工副职业，体质增长1点。林峰再度出货，小队的原石总量也随之达到了225斤。当最后一袋营养液和水消耗完毕，4人也在7号矿洞待了近8个小时。
林峰，今天可以收工了。西林道，我们有275斤原石了。行，我再挖2锄头就走。林峰率先站起来，他的基础挖矿技巧进度条快满了，看看能不能今天升到初阶。当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林峰的脚下白光大作。第18章，开启简化功能。你发现了初阶原力结晶。初阶原力结晶诞生自原石矿中的天然晶体，蕴含高浓度原力。你的基础挖矿技巧提升至初级挖矿技巧，体质+2。初级挖矿技巧，你领悟了精妙的发力方式，挖矿效率提升10。我去，林兄，你还真出货了啊！你这运气也真是没谁了。赵和愣愣地看着林峰。今天要说谁出力最大，那肯定是赵和，可要论出货的数量，那非林峰莫属了。3个人加起来挖到的都没林峰1个人多。林峰，你是不是有什么隐藏幸运值？西林也看得一愣一愣的，真是说出就出啊！咦，这次怎么有点不一样啊？李秀成蹲下来拨开土壤，随后露出一块散发着淡蓝色光泽的晶体。我靠，这是我挖到初阶原力结晶了！林峰也有些欣喜，没想到这一锄头下去，不但技能升级，加了2点体质，还出了个大货。原力结晶和原石有什么区别？赵和愣愣地问道。他从李秀成手中接过来这块拇指大的蓝色晶块。咦，是有点不一样啊。原力结晶是原石矿中诞生的高浓度结晶体。西林也变得有些激动。卡勒特让我们挖的原石属于半成品，大概要1吨才能提炼出1克来。1万吨原石矿里面都不一定能发现原力结晶。林峰，你这次挖到宝了，这里至少有10克。这就是四哥口里说的好东西。林峰从西林手里接过来，他当然知道这玩意珍贵，从原石矿里挖原石最终都是为了得到高浓度的原力结晶。原力结晶应用广泛，可以用来制作装备，也可以用来功能，甚至可以用来修炼。初阶的原力结晶直接就是成品了，可以使用了，无需再提纯。好东西，快收起来！赵和连忙挡在了林峰身前，左顾右盼，警惕性直接拉满。林姐，峰哥，这东西值多少钱？李秀成低声问道。林峰摇了摇头，说不清楚。由于瓦兰星上联合政府和叛军势力都发行过信用货币，所以原力结晶反而是硬通货。西林道，我下线的时候记过它的价格，要是用联邦发行的货币来计算，1克大概要53万联盟币，在叛军势力这边要卖得更贵一点，出现过1克130万的最高成交价。我擦，这么贵！赵和都惊了，这里有10克，要是按最高价算，岂不是就1300万联邦币了？不可能卖这么高的，这里是卡勒特。林峰泼了一盆冷水。你觉得卡勒特会给我们钱吗？矿都是人家的，我们只是个工具人。你打算怎么处置？西林问道。卖给老猫。林峰道，这玩意我们保不住，现在也用不了，不到10级根本吸收不了原力，拿着有危险。卡勒特可是不准游民藏私的，你们觉得呢？我赞同。西林点头，这也是最好的处置方法了。听你们的。赵和反正也不懂，他要是一个人获得这玩意，指不定就傻傻的上交给卡勒特的后勤官，看看任务能不能给额外奖励了。俺也一样。李秀成附和道。赵兄，你去叫一下四哥，让他单独过来一趟。林峰道，上地面肯定是要搜身的，所以这玩意必须得在矿洞内就处理了。行嘞。赵和拍了拍屁股就准备出发。你不要说别的，叫他过来就行了。西林叮嘱了一句。你就放1万个心吧。赵和头也不回地下了小山堆，消失在拐角。几分钟后，赵和去而复还，四哥也跟着过来了。什么事？四哥，我们找到了这个。林峰握着的拳头摊开，四哥眼珠子都瞪大了，立刻就将枪挂在胸前，伸手来接。四哥，这玩意很值钱吗？林峰却轻轻合掌，笑着收了回来。通过观察对方的表情，他大概也知道这玩意在老玩家心中的重要性了。你小子还怕我抢不成？老四被林峰虚晃一枪，不由得瞪了一眼。这玩意都一个价，别处你也换不了东西，你给我上去找大哥换东西就行。我当然信四哥，没见过世面嘛，想着多拿着玩会。林峰笑嘻嘻的将东西递了过去。老四迅速掏出一个盒子，将东西装进去，随后斜着眼道：还玩会？这玩意的能量会缓慢逸散，你拿久了会被原力散发的能量穿透身体细胞，10级以前你徒手拿个半天你就挂了。原来如此，多亏了四哥指教。您觉得我们能换点什么？林峰装作一副恍然的样子，他当然知道这点，要不然也不会立刻就让赵和喊人过来了。老四显然是那种心直口快的性格，被林峰这么一捧，立刻就透露了更多信息。嘿，你们运气是真不错呀，第一次下洞就出了个大货，有这个收获，至少1个月你们都不用做事了。林峰心中有了计较，本来还想问更多的东西，比如怎么藏东西，结果老四却也不傻，
摆了摆手道：“行了，你们赶紧收工，我要去处理他了。记住别乱说，我送你们到升降梯。”好。林峰四人立刻动身，背着原石跟着老四往升降梯走。从碎矿区到地面这个过程虽然有巡逻士兵，但是没有搜身检查。不过上到地面时，立刻就有士兵开始监视跟随。林峰想到了自己的简化功能，在去军需官交任务之前，他朝三人道：“我进去提交任务就可以了，你们在外面等我，顺便找找老猫。”赵和和李秀成没多想，立刻就把箱子给了林峰。反正这个每日任务不给经验，就只有食物和水，谁领都一样。西林虽然有些疑惑，但也没多问，只是关心了一句：“200多斤呢，真的不需要帮忙吗？你们帮忙拎到营地门口进行，到那里就有卡勒特的人接收。”行。西林等人在了营地门口，林峰在进后勤官的房门前默默打开了任务面板，心中默念：开启简化功能。当前可简化任务为卡勒特的挖矿任务，每日限一次，是否立刻使用该功能？是。简化成功。卡拉特的挖矿任务内容已变更。任务内容：挖取至少15斤原石。任务工具：挖矿工具箱。任务奖励：3份速食营养液，1份饮用水。第19章兑换。就在林峰进入后勤处的营房时，掌管后勤处的军官米克正在营房内例行检查。作为矿场村的第3把手，他地位仅次于首领莱恩和原石处理厂的技术主管克里斯汀。林峰前脚进入登记处，米克也正检查到这边。当登记员在给林峰进行称重的时候，米克无意间抬头，不由得发出一声轻一声。长官，有什么问题吗？登记员手一抖，称重器上的数字都抖了一下。这位长官的脾气可不太好，他还以为自己的工作出现了什么纰漏。他叫什么名字？米克指了指在窗口等待的林峰。长官，他叫林峰，卡尔队长昨天抓来的游民，编号是459，今天第一次下矿洞。登记员在腕带上轻轻一点，随后弹出一道虚拟光幕，很细致地报出了林峰身份信息及来历。像，真像。米克看了看林峰的照片，又透过窗口看了看林峰的脸，手掌下意识地握拳，嘴里轻声呢喃，似乎陷入了回忆。不好意思，长官，您说什么？长官？登记员喊了几声，米克顿时回过神来，他今天采了多少原石？225斤，长官。登记员道：按照您的标准，他可以得到21份速食营养液，7份饮用水。米克定下的规矩是不满30斤的原石不算完成任务，无法得到1份奖励，直接充公，这算是剥削荒民们的一种方式。他怪可怜的，给他42份速食营养液，14份饮用水。米克下令道：什么？登记员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一向是荒民为草芥，无比苛刻的米克大人居然可怜起荒民了。需要我再重复一遍？米克淡淡的看了登记员一眼。不用，我马上照办。登记员汗流浃背，立刻行动。米克还有严重的厌蠢症，他绝对不敢让对方重复一次。登记员火速给林峰开了凭证，米克则是在角落注视着。当他看到林峰脸上浮现欣喜的表情时，米克的嘴角也扬起，眼中流露出一丝温情。直到林峰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米克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嘴里喃喃自语：雅克，我的弟弟，如果你还活着，差不多也该有他这么大了吧。林峰从登记处走出门时，心中压抑不住的喜悦。在使用简化任务的功能后，任务的奖励没变，但要求却减少了一半，从30斤原石换3份食物1份水，变成了15斤原石换3份食物1份水。如果说所有的任务都能简化，那星海的难度对我来说将极大的降低。叔叔给我的这颗天赋石也太逆天了。林峰感觉到了这个功能的强大性。林峰，你们今天的收获不错呀。刚一出门就听到了老猫的声音，他懒洋洋地靠在一旁的灯柱上抽着雪茄。西林、赵和、李秀成则跟在他的身后。托大哥的福。林峰走了过来，他并没有全部领了水和食物，只领了一半。卡勒特给荒民们搞的身份卡相当于一卡通，需要水和食物可以刷卡领取，也可以先存着。四哥说：我知道了，人多眼杂，这是回连排房再说。老猫朝西边吐了个烟圈。林峰转头看去，只见在不远处，他看到了2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当初和他们一起进47号谷仓的白人玩家。此时亨利带着自己的小弟将2人团团围住，一阵拳打脚踢，随后抢走了2人所有的食物和水，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废物，8个小时2个人就挖了40斤原石，你们居然敢偷懒！别打了！白人少年不停地求饶：我们真的没有偷懒，没有偷懒，怎么会只挖这么点？你是不是藏私了？威廉恶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求你了，别打了！白人少女哭泣道：我们没有补给，挖这么多已经是极限了，真的没有藏。我不是教过你们，没有体力就互相用矿镐了结对方吗？就像这样。
威廉拎起矿镐，当着白人少女的面狠狠地砸了在少年的太阳穴。砰！脑袋如同西瓜一般炸开，少年顿时化作了白光，少女则是惊恐地趴在了地上。汉克，带着小妞回谷仓，记住，他要是再敢下线躲我们，那就证明你调教的不到位，那他就归威廉了。亨利冷漠道：老大，我一定会调教好的。黑人汉克顿时揪着白人少女往回走。威廉，带上那个复活的废物，我们去别的矿洞。亨利带着人继续往下一个地点压榨新人。在路过老猫的时候，亨利的目光落在了林峰的身上，深深地看了一眼。李秀成看着两个被拖着走的新玩家，脸上露出悲戚的神情。西林则是咬牙切齿，胸膛剧烈的起伏，尤其是当威廉的眼神看过来的时候。看你妈呢！你们这群人渣！赵和抡着拳头就要往前冲，却被林峰和西林齐齐拦了下来。赵兄，别冲动，以后有的是机会报仇。林峰低声道。林峰说的对，你现在上去就是送。西林也给赵和降温。娘的！赵和愤愤地放下了拳头。要打也不是不行。老毛悠悠道，那玩意可以换我一次出手，亨利有10级，你们短时间内是报不了仇的。你能彻底打死他吗？只够打死一次。那有啥用？赵和道，他不是还能复活，但他会掉到9级啊。不干，我是冲动，但又不傻。赵和摇头。老猫被赵和逗乐了，背着手悠哉悠哉往连排房走去。回到住处，赵和和李秀成生火取暖，和老猫换东西的事则交给了林峰和西林。老猫直奔主题，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道：我这里有一份清单，你们弄到的原力结晶有12克，我不管你们清不清楚这个东西的价值，规矩都是一样的，3克换一次选择权。这清单上面的东西，你们可以任选4样。第20章，我信你。老猫的话说得很敞亮，他定下的规矩就是如此。你明白也是这个价，不明白也是这个价，省去了大家拐弯抹角相互试探的环节。老实说，这样也挺好的。接下来林峰只要看这个清单上的东西值不值，就能判断出老猫是否公道。如果黑心，大不了下次再有这种事就自己留着，对老猫也得长个心眼。如果公道，那这种交易以后可以常做下去。你先看吧，这字有点难以认清。西林把清单递给林峰，纸张不大，大概就半张 A4 纸，字写得歪歪斜斜的，辨认起来多少还有点难度。西林这句话多少有点不合适，于是林峰替老猫挽尊了一波。嗨，网络时代谁还用手写字呢？都一样，我字也差。话是这么说，但老猫的字真的一言难尽。林峰粗略看了一遍，在寥寥20项的清单上，还是有7、8行是认不出来的。我字是有些潦草，实在认不出的可以问我。老猫吐了口烟圈，他也不在意西林的嫌弃，人家说的确实是实话。这里写的什么 B 系还是8系动力机械臂？ B 系。第6行写的是应急医疗绷带。你少了个绞丝旁。第2排第3行是什么？抱歉，这我真认不出了。老猫有些惆怅地将纸拿过来，算了，还是我给你念吧。清单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基础生存资源，总共7项，包括食物、水、医疗物品，分别有2种不同的品质。比如这里，老猫用手指点了点，如果你选速食营养液和饮用水，我可以免费提供1个月的，你可以重复选择。如果4次机会全选它，你们可以在4个月不用做任何事，我包吃包住。如果是选能量棒，1次机会可以兑换15根，这玩意恢复速度更快，而且1根就能吃1天，还可以帮助你们加快速度达到瓦兰星正常人水平，也就是1到3级。能量棒比速食营养液大概快3倍，也就是说你原本要1个月到达1级，但现在只需要10天。医疗急救包1次机会兑换1份，它以半成品的原石为功能核心，你可以带下矿洞，利用它进行反复充能，卡勒特的士兵是不会管的。如果你不想掉级，那碰到损伤就得想办法治疗，而不是利用复活机制了。效果很不错，10级前的什么外伤、骨折之类的都可以秒复原。第2类是武器，老猫指了指清单第2排，我可以提供机械装备，蓝装只有1种，就是这套外骨骼装置，不过1次机会只能对应1个部位，战斗或者做事都相当不错。或者是白板枪支、手枪、冲锋枪、步枪、狙击枪，你要是买，我免费送你500发子弹。有原力枪吗？林峰突然问道。没有。老猫摇头，我也就弄到了1把，而且是拥有了卡勒特的士官军衔才分配的。莱恩对这个管得很严，游民拿白板枪，再多人也威胁不了他的统治，但原力枪，哪怕是手枪，也有可能杀死他。老猫解释道，我现在给你们，你们也用不了。原力枪的使用等级得7级以上，除了阵营身份的提升，还得有其他的前置要求。西林问道，什么要求？老猫微笑道，这就涉及到第3类了，情报攻略。我有办法让你们快速提升阵营身份，以及快速升级。这2个秘密是我独一份的，
军方都未必有。这是我能带领老乡会凌驾于猛虎帮和兄弟会的原因。如果你们要选这两种，12克的原力结晶只能换取大概1/5的攻略内容。我不建议你们换这个，因为选择这个，你们必然要支付剩余的4/5，否则前面就白买了。4次选择机会就1/5的攻略，属实有些浪费。你们还年轻，不用那么着急，可以按部就班的来嘛。不建议我们买，你放这清单上干嘛？此时生完火的赵和跑了过来，有些疑惑的问道。老猫笑而不语，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林峰一眼就看穿了老猫的算盘，要是普通的玩家，那他肯定不会这么说。这么说等于是反向推销，新人哪会舍得买这个呢？饭都吃不饱呢。但对身份有些来头的林峰和聪明的西林，这种反向推销的话，简直就是在诱惑他们买。老猫眼光毒辣，看得出林峰和西林都是那种心气高的玩家，不肯按部就班的升级，所以这波反向推销属实是切中了睾丸的心理。果不其然，西林听完就已经有些心动了，看向林峰的眼神都亮晶晶的，浑身上下都在表达2个字：买它。老猫说的对，我们确实还年轻，可以不用那么急。林峰平静道：情报攻略咱们不就不选了？西林疑惑不解，但并未出言反对。老猫则是笑容一僵，战术性抽烟。他不由得高看了林峰一眼。本以为林峰是那种有点背景的富家子弟，必然会大手大脚的花钱，选择这条捷径，没想到对方居然能忍得住。老猫对林峰的性格有了更深的认识，接下来他就不再多言，静待林峰做出选择。可以让我们商量一下吗？你随意。老猫耸了耸肩。林峰说完就起身往卧室走去。西林、赵和、李秀成连忙跟上。我想用2次机会换30根能量棒，1个医疗包，1把武器。林峰率先开口。我没意见，林兄你决定就好。赵和打了个哈欠。俺也一样。李秀成道。能量棒和医疗包我理解，武器有必要吗？西林道，如果不选老猫说的快速升级方法，那我们前期应该也用不到武器才是，老乡会的庇佑还是生效的。林峰微微偏头，给了个眼神示意门外的老猫在听着，因为我觉得有把枪防身也不错，万一碰到矿洞怪物呢，是吧？你信我？西林立刻会意，老猫可是13级呢，人家能守4钢板，就隔着一堵墙，能听不到几人说话吗？所以林峰这段话里前面都是假的，属于无效信息，只有最后5个字才是他想说的。好，我信你。西林点头。第21章，你们来帮我想个合理的解释吧。决定好了。等林峰出来，老猫问道。30根能量棒，1个可反复使用的医疗急救包，外加1把自动手枪。老猫闻言掐灭了雪茄，林峰的选择再次出乎了他的意料。老哥，我多嘴提一句，你如果不选攻略，那这个手枪是没必要了。你是老乡会的人，前期在矿洞和居住区，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安全。老猫还是有良心的，虽然买枪白送500发子弹，但这对老猫来说简直是零成本。他直接告诉自己，这并非最好的选择，这是没打算坑自己人。从老猫这句话里，西林也敏锐地判断出了一条有用信息，那就是如果林峰选择买攻略，就需要用到武器了。会不会林峰知道的东西和老猫有重合呢？也许老猫所说的独一份并非真正的独一份。我们决定了，矿洞之中没准会遇到随机事件，刷出地底怪物呢，有枪保命的本事总大一些。林峰还是这个理由。行，我多送你500发，总共1000发子弹。老猫不再劝阻，他知道林峰有出街射击术，不算白买。你对枪械是比较了解的，自动手枪你有中意的类型吗？有守望者系列吗？如果有，我想要守望者 M3 或者守望者 G4 里没有就卡勒特自产的制式自动手枪。老猫眉头一挑，你小子真会挑，行，我说到做到。林峰微笑道，多谢大哥。守望者公司出产的枪支是公认的最好， M3 和 G4 是白板枪之中威力最大的自动手枪，真算起来1000发子弹比枪都贵，林峰算是占了个大便宜。不过老猫居然同意了，他是没想到的，看来老猫的信用很坚挺，说到就会做到。至于为什么不选冲锋枪或步枪呢？主要是多方面考虑，首先在威力上区别并不大，以林峰的命中率，他有自信枪枪爆头。既然都是攻击弱点，那么步枪和手枪没区别，他又不用搞火力压制，再说一把也形不成火力压制，唯一的差别就是弹容量和射程。但林峰接下来要做的是，恰好不需要面对这种情况。再考虑到便捷性的问题，手枪当然就成了首选。行，我走了，东西明天送到你手里。老猫走到门口，却突然又停了下来，朝着西林道：对了，你字写得好看吗？西林面色一去，还以为老猫在意之前的事，其实我也。老猫笑道：没别的意思，如果你写得好，就麻烦你帮我写一份。今天又来了一些新人，我那几个兄弟都是大老粗，字也丑。西林迟疑道：好，我可以写写看。老猫从怀里掏出一支笔和小本子，
西林很快将他报的内容写了下来。西林的字写得很好看，瘦劲清俊，矫若游龙，老猫看完都得竖大拇指。到底是高材生，这才叫字啊！多谢。老猫吹了吹，才合上笔记本，走了，别送。目送老猫离开，林峰来到了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西林坐在他旁边，你要枪是用来干什么？林峰道，理由我不是说过了吗？西林诧异道，你真打算用来杀矿洞怪物啊？随机事件一年到头都碰不到几回吧？林峰摇头，其实这不是随机事件。从原石矿出现的表层算起，再挖到1000米以下，必出矿洞怪物，这是原力浓度达到一定级别导致的超自然现象。我们下7号矿洞的时候，我看了看标记，第7号矿洞的基层巩固工程已经做到了800米，最深处肯定要更多。这个规律在卡勒特的超自然现象研究部是有案例佐证的，没有例外。老猫未必知道，为了避免士兵产生恐慌畏惧心理，这条规律对底层士兵是保密的。我估摸着矿场村也就只有首领莱恩和2、3把手知道。西林盯着林峰，眼中的意思很明显，你怎么知道？林峰顿了顿道，我不想说谎，你们就别问为什么知道了，就当是我自己总结的吧。赵和严肃的点头，他其实根本没听懂林峰在说什么。总之这种动脑子的事，赵和一律物理动脑，点头就完事。李秀成就更加了，他对华夏语的理解本就不太清晰，见赵和点头，他也跟着点头。西林思索道，既然卡勒特的士兵们都恐慌，没理由你拿白板枪就能应付得了。你的真实目的是引起卡勒特的军官注意吗？林峰心中感慨，西林真是个聪明的女人，自己刚说完，他就快速反应了背后的用意。卡勒特现在处于人手紧缺的状态，如果一个荒民能够展现出和低级士兵同等的战斗素质，那么他们会吸纳这些荒民，给他们强化身体，再对其进行训练。我估计老猫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方法，但渠道和途径可能有些不一样。赵兄的武技和身体潜能是优势，我的射击术达到了初阶，上手实物可能还有提升。玩家前期和 NPC 的关系属于说什么都会被无视，有建议也不会被采纳的冷漠状态。毛遂自荐的几率太小，必须有特定的事件才能触发人物好感度，想要获得阵营声望那更难。如果矿洞发生超自然现象，秀成的初阶医术和你的通用语等级可能都派得上用场。要知道这些荒民和卡勒特的士兵可能有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你说莱恩要是赶到地方问发生了什么事，你赶过来翻译一波，这不就是被注意到了吗？西林低头思考，还真有可能。要是按部就班的干，他和李秀成基础优势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发挥出来。正常新手村谁会用到翻译？但处于特殊事件中，情况就不一样了。西林抬头看着林峰，眼中神采奕奕。我背过的攻略里提到过类似的思路，但你比我会抓机会，接下来都听你的。直到此刻，西林彻底确立林峰在自己心中的领导地位，背得多是一回事，能不能把知识利用起来又是一回事。被西林夸奖，林峰也没有骄傲，他能分析出这些，主要还是叔叔林启功给的资料里有这么一条。还有一件事，林峰指了指领回来的物资，撕开一袋营养液喝了起来。我今天去交任务的时候，领到了双倍的奖励，所以我们现在有45份食物，14份饮用水。什么？西林愣住了，赵和李秀成也有些懵逼，这什么情况？你进去的时候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西林问道。有，林峰点头。我在领的时候我也问了，那个登记员的原话是米克大人吩咐给你双倍的食物和水，然后就让我出去了。你们帮我分析原因，我当时没多想，现在感觉有点不对劲，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天赋石的简化功能无法告诉他们，但和大家相处，迟早会发现异常，不可能一直瞒下去。用谎言解释，不如奇特之处当成问题主动提出来，让大家脑补，帮自己找一个原因。林峰的这波操作等于是化被动为主动，我不知道怎么撒谎好了，我也觉得这件事挺奇怪的，大家来帮我想个合理的解释吧。你们接受了自己提出来的解释，那么以后我再出现这样的奇特之处，也就能很快接受了，不必我再说谎来骗你们了。众人沉思了片刻，赵和突然道，我来分析一下，大家看有没有道理。第22章星海狂热，北河崇拜。赵兄，你想到了什么？魅力啊！赵和指了指林峰，你俩昨天下车之前不是说过吗？魅力值会影响 NPC 的行为，如果魅力值太低，那么路过的 NPC 都得踹上一脚，反过来魅力值高，不是就会有好处吗？李秀成愣了一下，赵哥，你的意思是 NPC 米克喜欢峰哥吗？对他产生了好感。赵和拍了拍手道，不错，就是这个道理。林峰不禁无言以对，合着我是靠脸吃饭？李秀成疑惑道，这不对吧，我怎么记得老师不是这么说的呀？西林嗤笑道，分析得很好，下次不要分析了。星海的魅力值在前期作用不明显，靠脸吃饭根本不可能。赵和反驳道，这说不过去啊， NPC 是瞎吗？美丑都看不出来。荒民被辐射后的身体不能生育，机能衰败，
在正常人眼里根本不能算人。至于你说的审美，那也分情况。林峰道，就说咱们地球上的历史，某些朝代的胡姬很多都被当成了菜人呢。你能不能举个好点的例子？西林翻了个白眼。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林峰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这么说，魅力值低有坏处，魅力值高却不一定有好处，是这个意思吗？赵和问道。是。西林思索道，只有成为了瓦兰星的正常人，魅力值高的好处才会慢慢体现，身体素质也属于魅力的一部分。倒也是，我也不喜欢冰烟烟的。赵和理解了。也不一定吧。李秀成问道，听起来米克好像确实对峰哥产生了好感啊，否则不可能无缘无故给峰哥奖励啊，说不定人家就好这口呢。西林也有些犹豫了，他看了一眼林峰，发现对方确实挺帅的，难不成米克这个 NPC 有特殊爱好？西林思索片刻道，我觉得有3个可能，一是魅力值，这个概率比较低；二是林峰无意中触发了随机事件，产生了和米克相关的剧情，之后或许还能接到这个矿场村3把手的任务；三是林峰隐藏幸运值比较高，玩家在20级之后属性面板会有所变化，多出一个幸运属性。从林峰今天挖矿连续出货来看，我个人倾向于后2个因素的可能性最大。西林给出的解释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林峰也陷入沉思。本来他还没想那么多，经西林提醒，他现在觉得这个简化任务功能并不简单，会不会本质上就是影响了这几样数值呢？使得自己的魅力、幸运值在瞬间达到了峰值，进而触发了和任务发布者相关联的事件。真要是这样，那天赋石的功能比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别纠结这么多了，总之这是好事嘛。赵和笑道，如果能多来几次，咱们前期会拥有更多的生存资源，这可是大大的好事。对，赵哥说的对。西林叮嘱道，大家务必要保密，最好连老猫都防着，说不定我们能从后勤军官米克身上捞到大好处。你就放1万个心吧，我又不傻。赵和撇了撇嘴，俺也一样。虽然获得了超额的食物，但谁也说不准明天后天会不会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4人在聊了一阵后就下线了，在地球上恢复体力也更简单一些。林峰出现在射击馆时，没看到父亲和叔叔，只有父亲的另外一批朋友在吃喝玩乐，放松自我。看到林峰出现，顿时有几个长辈调侃，小林，去洗脚步，叔叔带你去见见世面，星辰华天里面的服务贼刺激，喝你的酒吧，别把小林带坏了。小峰，过来陪叔叔玩2把飞刀游戏不？解压。哈哈。啊，胡满你他妈飞刀往哪扔呢？都扎老子腿上了，操！多大点事，你上游戏修复一下骨体不就行了？你说得轻巧，老子好不容易凑齐一具黄铜骨体。林峰飞快地穿上衣服，火速逃离现场。话说这些叔叔伯伯们压力是有多大？蒙眼玩飞刀，真人头顶苹果互相对射，也太他妈吓人了。父亲林启明降临的地点不在瓦兰星，而是在一个叫做火源大陆的地方。这一批朋友里面有一些是和他一个地方的。火源星的玩家数量稀少，倒是很少有互相压榨的机会，但是也有另一种痛苦。据说火源大陆的规则完全不一样，玩家们进去都是一具白骨骷髅，连五感都没有，进游戏好像关禁闭一样，简直比满卡星那种茹毛饮血的部落生活还可怕。所以这些人一下线恢复了人类的感官，就只想着吃喝玩乐。星海万岁，北河帝国万岁。来到楼上打开电视看看新闻，林峰就看到某国的街头正有一群人游行，顶着一些牌子，赤身裸体的在街头狂热的喊话。星海带给人类的并非全然是痛苦，无论是植物人还是残疾人，或者是重病缠身的人，在第一次用链接时登录游戏后，可以选择用自杀复活的方式来修复身体，之后就会保持完整的躯体。这种仿佛以读取 DNA 为基础，无视后天残缺的复活方式，仿佛重生一般，给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于是地球上不少人对星海这个游戏产生了极端的狂热，对北河帝国也产生了信仰崇拜。尽管北河帝国的人从来没公开露面过，但这样反而为外星文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伟大的北河帝国是上帝的化身，他们带给了人类希望，我们应该反省自身的罪过，祈求神灵的宽恕。林峰看了一会，顿感无聊，于是躺在床上漫无目的地切换着频道，在电视噪音的陪伴下，不一会就陷入了睡眠。叮铃，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预设的闹钟响了，只睡了8个小时，但林峰决定提前上线，这也是约定好的，物资充沛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延长游戏时间，如此也可以更快过渡到瓦兰星正常人类水平。上线！林峰心中默念，下一刻他消失在了房间中，一堆衣服坠落在床上。第23章试枪。由于是提前上线，当前时段仍旧属于1天之内，所以在剩余的8个小时里，玩家是可以自由上下线的，不受限制。但只要到了第2天，就有8个小时是无法下线的。林峰上线后，房间里冷冰冰的，他穿好衣服后，跑到杂物间抱了一堆柴火，丢进壁炉点燃。等西林、赵和，
李秀成他们上来之后也不至于挨冻。在矿洞地下不觉得冷，但在上面活动还是有点扛不住，得问问老猫，看能不能用食物换几套暖和点的衣裳。林峰紧了紧麻布套装，走出了房门。老猫住的地方离这里并不远，就在联排房区的东南角。这里是卡勒特的军官宿舍，林峰无权进去，一旦强闯，就有可能被巡逻的士兵或者矗立在旁的自动枪塔射杀。不过华夏老乡会的成员发现了林峰，在通报过后，老四从一栋3层洋房中走了出来。老弟，今天上线有点早啊。老四就穿了件单衣，瓦兰星的凌晨地面上还有着一些霜冻，但他却毫不在意。对比之下，林峰就有些不堪了，腮帮子冻得僵硬，说话都有些颤抖。四哥，老猫在吗？老四点了点头，在屋里等着呢，就你一个呀？哈哈，快进来吧，看你冻得。老四领着林峰顺利进入了军官宿舍区。进门之后，顿时就暖和了，肩也挺直了。军官宿舍明显有比壁炉更高级的供暖设备，装潢和布置也更华丽。在上到2层的时候，透过窗户，林峰看到了洋楼方面居然还有一个花园和温泉，里面居然还有女人在泡汤。四哥，军官的待遇这么奢侈吗？老四笑道，你可别多想，我们可没那么奢侈。卡勒特再怎么拉胯，也不可能会给军官安排女人的，那是华夏老乡会的成员福利。你有空也可以来这里泡泡汤什么的，这都不是事，大哥欢迎你们来玩。看来老猫确实在这里混得不错，怪不得老猫的组织战斗力强。看看猛虎帮是怎么对新人的，再看老猫是怎么对新人的，就能理解老猫为什么受兄弟爱戴了。进去吧，他在房间里等你。来到一处书房门口，老四轻轻敲门，随后里面传来一声请进。林峰推门而入，靠近了之后，只见老猫正在书桌边上练字，对照的正是西林写的那一列清单。坐，就你一个人？老猫抬起头，合上本子。他们还没上来，东西都在这里了。老猫从书桌底下提起一个黑皮箱子，拍了拍，30根能量棒，一个医疗急救包，手枪和子弹我另外装箱，你可以打开验验货。不用了，我信你。老猫微笑道。行，那就去试试枪。我后面就是军官靶场。林峰扯了扯麻布上衣，能不能用食物和水的份额换几套衣服？这玩意不保暖。老猫笑道，好人做到底，我送你4套冲锋衣吧，你等一下。随后老猫拿起书桌上的一个电话，6子，去仓库里拿4套冲锋衣过来。收到。老猫在挂完电话之后嘟囔道，真是搞不懂，卡勒特明明有高端的火力武器，通讯方式却这么落后，居然还在用座机电话，你说这怪不怪？林峰摇头道，其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哦，怎么个情有可原法？老猫点上一根雪茄，又给林峰扔了一根，美美的吐出一口烟圈。主要是瓦兰星的背景。林峰拿着雪茄没点，联合政府在100年前抛弃了民众，打造方舟逃到了同步轨道，100年后见星球恢复了，又下来想收复失地。所以联合政府的真正大本营其实是在外太空，他们掌控着尖端科技，自然也包括卫星。别的东西都好说，但叛军是没办法自己发射卫星的，就算有这个能力，也会被联合政府打下来。想不被监控，就只能用比较原始的方式来进行通讯。联合政府与叛军们对抗的过程中，通过信息制霸权才能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估计矿场村的自动枪塔和电网防护应该都是局域网吧。老猫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什么情况，质控室除了莱恩和副官能进，其他人都不可能进去。不过情况确实是你说的这么个情况，卡勒特有些东西很高端，但有些东西又原始的令人发指。我还看到莱恩放过渡鸦，你敢信？咚咚咚，敲门声响起，送衣服的6子上来了，两人顿时结束了闲聊。大哥，衣服带来了，试试看怎么样？林峰点头，拿起其中一套，卡勒特的冲锋衣，等级5，品质白，效果卡勒特冲锋衣具有良好的御寒和防水效果，上身防御力+5。卡勒特的冲锋裤，等级5，品质白，效果卡勒特冲锋裤具有良好的御寒和防水效果，下身防御力+5。卡勒特的皮鞋，等级5，品质白，效果卡勒特的皮鞋具有良好的御寒和防水效果，速度+3。冲锋衣橙土灰色，难看是难看了点，但防寒效果很不错。上衣自带帽子，裹上之后在室内林峰还感觉有点小热。怎么样？还行吧？老猫笑道。确实不错，谢谢。林峰很满意。走，我带你去靶场。卡勒特给军官配备了射击靶场，这个时候是早上8点不到，人还是挺少的，只有零散的枪声响起。路过的 NPC 都忽略了林峰的存在，仿佛眼里只有老猫。但如果林峰敢一个人偷偷过来，那就会被射成筛子。就在这里试枪吧，被看到了也没事。老猫指了指前方。很多新玩家看到 NPC 就嗷嗷叫的冲上去，想要触发什么剧情任务，
但下场除了死亡不会有其他可能。在没激活人物好感度之前，玩家和 NPC 之间都是冷漠状态，除非该 NPC 本身就有发布任务的功能，否则玩家的一切举动都不可能被 NPC 重视。举个例子，就算林峰和老猫闹掰，他也不可能跑到首领莱恩面前说老猫他们吞掉了12颗初阶元力结晶。首先是不可能见得到，见到也说不上话，说得上话对方也不会信，最大的可能就是吃枪子。好，林峰打开武器盒，开始试枪。第24章赌注。林峰打开武器盒，却发现里面并非成品，而是散装零件。不过他也没有多想，立刻就开始进行组装。他拥有初阶射击术3级，基础枪械精通1级，哪怕是第一次接触实物，组装起来也丝毫没有难度。技能栏微微发亮，很快零件就逐渐组装成了一把银白色的自动手枪。你获得守望者 G4， 守望者 G4， 等级5，品质白普通，类别自动手枪，弹容量40发，有效射程100米，射速400发分，耐久度6000。组装完毕后，林峰就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把守望者 G4。瓦兰星上的常规枪支分为普通枪支和原力枪，前者和地球上的区别不大，唯一的差别是材质和世界规则不同。后者可以附带神奇效果，拥有超凡特性，比如无限弹药。林峰没想到老猫给自己准备的是守望者 G4， 这把枪就算是在瓦兰星的手枪体系里，也堪称是巨无霸。足足40发的容量，已经远超过手枪的范畴，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高弹容量却又没有严重影响手感，所以子弹只能装备专用的细长的穿甲弹，也就是说只能使用专用的弹夹和子弹。这把枪打有护具和防御高的目标会有优势，因为它的穿透力很强，但造成的伤口会很小，所以只能打致命部位才能发挥出守望者 G4 的威力。同时40发的弹容量也足够支撑起一场小规模战斗了，正常的手枪都只有6-7发。在官方论坛上，守望者 G4 的评价就只有4个字：高玩专用。如果不能保证致命区的高命中率，你拿 G4 打别人10枪，可能对方还能活蹦的，因为造成的伤口太小了。高射速导致细小的子弹在进入身体内不会造成横移，对身体内部的破坏力远没有其余类型的子弹大。林峰装弹后立刻对50米靶位射击，砰砰砰3枪，子弹准确的上靶，3环成绩都在7环开外。你这射击术不错呀。老猫挑了挑眉，倒不是因为林峰的成绩，而是林峰根本瞄都没瞄，几乎是抬手就打。初次使用守望者 G4 这把巨无霸，能够上靶就已经很不错了，居然还能这么轻松惬意。砰砰砰，林峰2度开枪，熟悉了一下手感后，他调整手部持枪位置，这一次的3枪成绩分别为7、8、9环。等到一轮弹夹打完，第2轮弹夹林峰基本能够保持在9环以上，后半段的成绩绝大部分都是命中靶心。可以呀，小伙子。老猫有点惊讶了。林峰的准确度提高了，但射速却并未减慢，还是抬手就打，几乎都没有瞄准这个动作。还行。林峰看了一眼面板，随着他试枪开始，技能面板上也有了一些变化。星海中的技能可以通过实战提升，也可以通过实战中获得。打过第1轮后，林峰的初阶射击术3级直接跳到了9级，随后在第2轮打完，来到了中阶1级。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经过实战检验后，技能等级判定开始向林峰在地球上的水平靠拢。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有这个水平，现在只是系统进行了一波自适应纠正。基础枪械精通来到了初阶1级，还额外获得了一个被动技能绝对枪感手枪。绝对枪感手枪，你的手枪射击天赋惊为天人，能够超极限发挥出枪械的性能。当你持有手枪武器，使用效率将获得爆发式提升。怎么是个限定版？林峰心中嘀咕了一句。他走到了旁边的靶道，这是个120米靶。G4 的有效射程是100米，超过这个距离，威力就会下降，命中也全靠天意。但林峰依然是抬手就打，依然是全部10环。我靠，真的假的？老猫看着旁边的计分器，眨了眨眼睛。你小子拥有绝对枪感，他就没见过有这么快和这么高准确率的。这操作属实是把老猫吓到了。林峰点了点头，他还指望老猫多让他打几枪呢。穿甲弹贵得很，现在是枪子弹钱是算老猫的，之后可就得自己花钱了。老猫卖给他 G4 也是这个原理， G4 的子弹可要比平常子弹贵多了。别停啊，再试试移动吧，我还没见过拥有绝对枪感的人呢。老猫见林峰停下，不由得说道。那这些子弹算我的。老猫很是豪爽，你放心是枪，我不是那么吝啬的人。行。林峰一口答应，人家出钱让自己长技能经验，这种好事哪里找。老猫领着林峰来到一条巷道，这里是模拟室内战的环境，
靶位会在射击者进门后开始突然出现并且移动。卡勒特的射击规则和地球上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区别在于它这里的难度更高。林峰正熟悉规则呢，老猫却在那边吆喝上了：“有热闹看，谁想赌2把的？我开盘。”什么热闹？哪里有热闹？怎么？老猫怎么赌？靶场有不少老玩家，此时听老猫一吆喝，顿时围了过来。老猫指着林峰道：“我这个小兄弟射击术不错，他1级都没有，就赌他在模拟室内战中的成绩。我坐庄赌他能拿10分以上，有没有愿意跟或者愿意对赌的？1级想拿10分，那得过第3关了。我不信，我赌10包松山雪茄。”给林峰送衣服的六子首先压住。嘿，收了。老猫乐呵呵的清了一张台子出来。我也不信，我赌5根能量棒。又有一个穿着卡勒特军装的男子走了过来。大哥要发福利，兄弟我就先笑纳了。老四走到台子前，笑嘻嘻的把东西一把匕首放在台上。我也压林峰输。台面一下子就搞大了，旁边顿时就有不少外国老玩家心动，立刻纷纷跟住。林峰算是看明白了，老猫这是借此机会薅外国玩家的羊毛啊。六子和老四刚才可是看自己是枪的，现在这不是妥妥的脱吗？不过还真有不少老外信，首先是基于老猫的人品，他是绝对不会作假的，也是守信的，说林峰0级那肯定是0级，且不存在赖账。就算是脱又怎么样呢？硬性条件摆在那，想要拿10分以上难度很大，多少老玩家都做不到的。还有没有人？没人就封盘了。等一下，我赌。突然之间，走廊外面传来一道蹩脚的华夏语。林峰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蓝眼高鼻梁、颧骨突出的外国人带着一群小弟走了过来。库涅兹。老猫道破了来人的身份，正是兄弟会的首领。老猫，我的朋友，你这里这么热闹，不介意我来玩2把吧？库涅兹微笑道：“当然可以。”老猫道：“你想赌多少？100克原力结晶。”库涅兹伸出一根手指，不过10分的要求没什么意思，赌12分，怎么样？老猫，你不会不敢接吧？林峰有些无奈，他就想低调的是个枪，结果闹这么一出，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老猫在林峰旁边附耳问道：“老外把我架起来了，你能不能行？如果你帮我教训教训这些自大的家伙，赢了以后祭祀的子弹你要多少我给多少。”林峰看了看周围一群壮汉，也低声道：“我要是帮你赢了，兄弟会的人得亏死，要是库涅兹打我黑拳怎么办？得加钱。”老毛一听就笑了，敢提要求那就是有戏啊，什么条件？再加1把祭祀。成交。老毛抬起头看向库涅兹，大手一挥：“亲爱的库涅兹，你的赌注我接了。”第25章绝对枪杆。库涅兹听到老猫的回答，明显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老猫会答应这个要求。此时的库涅兹颇有种砍价没砍到位的感觉，那么爽快说成交，总感觉人家在自己这里赚大了。但库涅兹又不能反悔，作为兄弟会的老大，如果当着小弟的面出尔反尔，那是砸自己的招牌，信誉没了，人心也就散了。老猫，你这个小兄弟真是0级，没有骗我吧？如假包换，不信你可以验验。库涅兹也不客气，朝着林峰伸出手：“小兄弟，我叫库涅兹·波奇，伊万诺夫。”林峰握手接触，稍稍用力便扣了一点生命值，算是触发了战斗机制的信息显示。库涅兹有15级，比老猫还高2级，不过由于属性差，林峰也就能看到等级。库涅兹却可以看到林峰的属性和技能，0级是不假，但当他看到林峰的绝对枪杆被动时，顿时就惊呆了。苏卡不列，你居然有绝对枪杆！苏卡不列是骂人的话，就和国内的卧槽、尼玛差不多。见林峰微微点头，库涅兹连东北话都出来了，这下完犊子了。老猫笑道：“库涅兹，我们那有个规矩，叫投降输一半，大家都是老朋友，就收你50克原力结晶，怎么样？”库涅兹当然不干，投降。俄国人的字典里没有投降2个字。他也不傻，老猫肯说投降输一半，那就证明这个挑战是有难度的，说的要求也不是白说的。客观来讲，4级的老玩家都不一定能完成这个挑战，只是大家都没见过绝对枪杆，网上传的比较神，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行，老猫也不再废话，拍了拍林峰的肩膀：“兄弟，看你表演了，不要紧张。”林峰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站到了模拟室内战的练习起点。准备好了吗？老猫站在计分器的旁边喝问。林峰比了个 OK 的手势。开始。老猫按下了计分器的按钮，咔咔咔机括转动，在一瞬间，林峰也冲进门内。射击者在室内是走一条直线，但模拟室内战的靶位是活动的，而且是分布在2旁。靶位出现的时间很短，方位不定，也就是说事前不可能观察到靶位在哪里，只有在进房间后才会突然出现。靶位停留的时间很短暂，留给射击者的反应时间并不会很多。一个房间算1关，击中所有靶位才可以进入下一关。
但只是上把不算得分，必须得8环及以上才算计1分。既考验射击者的命中率，又考验反应速度，对林峰而言难度更大，因为他是第一次来玩，并不熟悉靶子方位，而且还有赌注这个心理压力。是以老猫和兄弟会的人都有些紧张，要是林峰玩脱了，他们也会很肉疼的。啪啪，第一个房间2个靶位分别在一左一右。林峰进来之后看都没看，仅凭余光和感觉，抬手就是2枪。守卫者 G4 上的瞄准线根本没用上，林峰也没有去验证是否得分或者补枪，因为他看了说明书，第一个房间是固定靶位，虽然人是运动的，但靶位是固定，这样要是还打不出高分，林峰也愧对以前的练习和绝对枪感技能了。打完就立刻前往第2个房间，林峰凭借余光和靶位击扩的移动声，瞬间就判定出第2个房间有4个靶位，他们分别出现在了房间的上下左右4个角落，靶位停留的时间更短，并且在停留1秒后开始移动。啪啪啪啪，林峰的右手先是手臂微微后折，打掉右后方角落最先出现的靶子，紧接着手臂平移打掉右前方的靶子，身体微微偏移，右手反过来打掉左前方和左后方的靶子。所有的靶位都是在出现后还没有开始移动前就通过了这一关。库涅兹开始瞪大了眼睛，因为林峰根本就没有瞄准，或者说他瞄准了，但根本就看不出有瞄准的动作。而且林峰的脚步没有停，他是在移动中射击的，虽然只是走路的速度，但毕竟是在移动中射击啊。库涅兹转头看了一眼计分器，脸上露出了个见鬼的神情，因为计分器上显示的是6分，也就是说前2个房间林峰不但用时短，而且准确率高，全部上靶，而且是8环以上。林峰加快了脚步，因为射击者在一个房间中是有停留限制的，另外通关时间也有额外加分。进入第3个房间，难度再次飙升，虽然还是4个靶子，但却不似第2个房间是依次出现，而是同时出现，这对射击速度有更苛刻的要求。啪啪啪啪，林峰甩手射出子弹，在打到第3个靶子的时候，靶位开始加快速度移动，第4个靶子开始往内缩，显然第3个房间靶位停留的时间变得更短暂了。计时器上显示10分，外面观察廊道上的围观人群屏住了呼吸，林峰已经进入到了第4个房间。第4个房间出现了6个靶位，前后左右4个，在正前方的墙壁上还有2个电视屏幕一般的窗口，有2个靶子从窗口一闪而逝。林峰的压力骤然倍增，6个靶子一开始就是移动的，靶位本身还有上下起伏，就好像一条移动的波浪线，同时出现，且出现的速度快，窗口处停留的时间更短，几乎不足1秒。绝对枪感在技能栏中微微发亮。啪啪啪啪啪啪，6道枪声几乎连成一线，林峰整个人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身体的协调性达到巅峰。如果他此时有空看面板，就会发现他的体质和魂力在瞬间突破了峰值，体质从 10.5 飙升到了24，魂力从 9.7 飙升到了 21.8。林峰不知道这次的命中率怎么样，太极限了，导致他心里也没底。但室内没有出现电子合成音提示他闯关失败，那就代表着刚才的6枪至少都上靶了的，至于拿不拿分就不清楚了。进入到第5关，林峰一枪没开，直接站在了原地，因为他根本反应不过来，第5个房间里面有10个靶子，在他的感知里几乎是快成了残影，林峰连捕捉轨迹都很艰难，身体更是反应不过来，没法打，身体素质和神经反应速度跟不上，有绝对枪感也没用，林峰直接选择了放弃。练习结束，电子合成音响起，判定此次模仿室内战训练结束，不知道成绩怎么样。林峰心中想着，开始往回走。此时外面的廊道上爆发出了惊人的呼声。第26章常态与超态。林峰不知道这些呼声是来自兄弟会还是来自华夏老乡会的人，他自己回想了一下规则，前面3个房间靶位分别是2、4、4，拿满10分是没问题的，林峰这点自信还是有。第4个房间6个靶位，林峰觉得自己拿下4分不是问题，没什么理由，就是直觉。在那一刻他体会到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仿佛整个人都达到巅峰。如果是双枪，第4个房间的难度就没那么大了。林峰暗道，他有个特点，就是左手持枪和右手持枪没区别。他钟爱手枪，其实现在不算他完整的发挥，因为平时林峰都是拿双枪打，有了双枪才是他的完全体。这也是为什么林峰之前没要别的，而是朝老猫多要一把手枪。当林峰走出训练室的时候，外面的欢呼声更大了，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都是佩服，就连输掉赌注的兄弟会成员都是这样，因为林峰把他们打服了。枪械在10级之前是玩家们手里的主流武器，没有获得主职业之前，它依旧属于众生平等器。林峰虽然只有0级，但他的表现是很多5、6级玩家都做不到的，因为他最后的得分是21分，16个靶子全中，外加5分的基础分，苏卡不练。你真他娘的是个用枪天才！库涅兹夸奖着林峰。
100克初阶元力结晶虽然让人肉疼，但他对林峰的表现是真服气。因为库涅兹也是个狂热的枪支爱好者，否则也不会早上7、8点就跑过来玩枪了。作为老大，库涅兹还是挺有风度的，给林峰留下了挺不错的印象。林，你用的是守望者 G4 吧？这玩意挺笨重的，你居然能用它打出这么丝滑的操作。林，你背后是长眼睛了吗？你进第4个房间甚至都没看靶位啊！我压了6根能量棒，真是亏麻了。不过能目睹传说中的绝对枪感也值了。林，你能用卡勒特的双管猎枪不？我这有，和我切磋一下吧。林，我愿意出2根能量棒。周围的人七嘴八舌，仿佛林峰成了国宝一般，被众人围起来看。这种待遇看得老六和4哥羡慕不已。能征服这群爱枪的老外可没那么简单，有时候获得男人的认可比女人更难。而林峰就是试了一波枪就获得了如此殊荣，简直是没谁了。好了，大家别围着了，我兄弟有些累了，让他休息一下，以后有的是机会。老猫看出了林峰的不自在，连忙替他解围。都散了吧。库涅兹也发话了，临了他对林峰抛出了橄榄枝。林，有机会我们切磋一下，我在军官宿舍区的第9栋，随时欢迎你来找我。库涅兹这属于是当面挖人，林峰虽然欣喜这种局面，但他不会有点成绩就飘，只是微笑着点头和库涅兹握手，谢谢，有机会我会让大哥带我过去的。老猫咧嘴一笑，库涅兹，我亲爱的朋友，下次记得投降输一半啊。苏卡不列。库涅兹瞪了老猫一眼，骂骂咧咧的走了。等到人群散开，林峰感觉到身体一阵空虚，差点没站稳。老猫见状连忙扶着他坐下，六子拆1根能量棒。台子上一堆战利品，六子二话没说就拆了1根，递给了林峰。斯皮尔能量棒，等级5，类型高能运动营养食品，品质普通白，效果快速恢复20至100点体质，当体质上限低于20时，能量棒将沉积在身体内缓慢吸收，不会影响行动力。或许它不够美味，但它绝对能以最快的速度消灭饥饿。斯皮尔伯里，又是守望者公司出产的，卡勒特就没有自主研发的东西吗？林峰看到属性后忍不住想到。斯皮尔伯里是守卫者公司军事用品的研发主管，这个 NPC 也是个比较出名的人物，上能做激光炮，下能做高能运动食品，简直是个全才。林峰抓过来咬了一口，能量棒看起来硬邦邦的，但是入口之后迅速软化，吞咽了小半截之后，喝了一口水，林峰瞬间就感觉精神多了。剩下的半截林峰打算收起来，老猫却给他递了一杯水，别省，全吃了也没事，我再送你30根。他看得出来林峰是竭尽全力的，否则也不至于累成这样。打完枪出来，林峰的体质下降到了3，魂力也下降到了4。人家这么卖力，老猫也不会吝啬。更何况林峰要的本来就不多，对比100克元力结晶，老猫简直赚妈了，额外再送30根能量棒根本不算事。行，那我就不客气了。林峰很干脆地将能量棒全部吃完，再一看面板，属性果然在飞快地提升。不到3分钟，林峰就完全恢复如初。让他欣喜的是，体质提高了3.5点，魂力提高了5点。现在他的体质和魂力属性分别是14和14.7。在恢复的过程中，林峰在系统日志上还看到了一条让他十分感兴趣的记录：受绝对枪感手枪被动影响，你进入超越极限状态，魂力和体质突破峰值，即时数据21/2448，持续时长5.5秒。绝对枪感的超越极限状态，居然能让我的体质和魂力翻了1倍多，怪不得我在第4个房间时感觉完全不一样。林峰找出了分高的原因。原本他以为在第4个房间会丢分，但事实是他不但没丢分，而且超常发挥了。不过超越极限也不是没有代价，那就是消耗会很大。从进入室内开始到出来，总共也就20几秒，这么短的时间内，林峰却感觉比挖了1天矿还累。通过日志记录，他可以发现绝对枪感分常态和超越极限状态，但他也保不准什么时候会进入超越极限的状态。至于常态下的消耗还是很正常的，比挖矿轻松多了。必须得尽快提升等级了，让体质和魂力变得更强，否则真打起来我就只能做几秒钟的猛男。林峰默默想着。第27章医疗急救包。从靶场回来，林峰可谓满载而归。首先是从老猫那置换来的团体物资，一个急救医疗包，30根斯皮尔能量棒，一把守望者 G4，外加4套冲锋衣防寒套装。赢下赌局后，老猫额外给了他10根斯皮尔能量棒，第2把守望者 G4，以及1000发穿甲弹，4个备用弹夹，并且子弹是不限量供应的。老四站在2楼窗户边目送林峰满载离去，不由得疑惑问道：大哥，你为什么答应给他供应不限量的穿甲弹？不担心他搞事情吗？一些子弹而已，林峰现在才0级，每天的需求并不高。卡勒特有自己的军工厂生产线，白板枪支弹药成本很低，再说用手枪能打多少子弹呢？
老毛微笑道：“他现在又接不到别的任务，怎么搞事情？其实没有这个赌局，老毛本来都想给林峰无限子弹。狐狸说过照顾他一下，这句话在老毛心里还是很有分量的。不过太容易得到的，往往不会珍惜。有了赌局，那就顺理成章多了。发现林峰有绝对枪杆以及银库聂资的赌注，纯粹是意外之喜。大哥想拉他进咱们组织吗？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啊！”老四试探性地问道。他说的组织当然不是华夏老乡会，这只是表面上的松散玩家组织。老四说的是他们真正的组织——猫头鹰。老猫不置可否，再说吧。上午10点左右，林峰听到李秀成的卧室中发出声音，随后穿着麻布套装的李秀成走了出来。峰哥，你来这么早啊？这是什么？客厅内的桌子上堆着不少东西，尤其是那3套衣服最为显眼。找老猫要的，穿上试试，挺暖和的。谢谢哥。李秀成连忙欣喜地穿上，正开心呢，结果他突然之间往前一扑，飞了起来。42，阿达、赵和抬着脚出现在自己的卧室门口。林峰从沙发上站起来，愣愣地看着赵和：“你干什么？”“哎，林兄你在这？那这个灰不拉几的家伙是？”“是我。”李秀成躺在地上欲哭无泪。“啊，是小李啊。”赵和顿时尴尬了，连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我还以为是猛虎帮的那些杂毛在蹲我们呢。话说你怎么穿成这样了？阿西巴，你走开！”李秀成气呼呼地推开赵和的手，捂着腰在壁炉前蹲下，这一脚把他眼泪都踹出来了。“我找老猫要的。”林峰看着这一幕有些无语。“话说赵兄，你这警惕性有些过高了呀，赶紧给人家小李道个歉。”赵和这脚要是再重点，李秀成估计得嗝屁啊。“对不起，小李，你没事吧？”赵和连忙蹲下来，面板显示我肋骨断了，4处骨折，进入重伤状态。阿西吧。李秀成眼泪汪汪的。林峰不禁嘴角抽了抽，小李也太冤了，无缘无故被友军踹成重伤，这他妈找谁说理去啊？赵和道：“这个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怎么办？要不哥们帮你复活吧？我下手很快的，不会痛。”李秀成连连后退，听听这是人话吗？此时西林的房门打开，刚刚上线的他看到这一幕也愣了。你们在搞什么？林峰、赵和应激了，以为猛虎帮的人潜入咱们房子，把小李当敌人打了。西林跑过去查看李秀成的伤势，顿时惊呆了。赵和，你脑壳是不是有包啊？赵和也委屈，谁叫李秀成换了身皮啊？他穿的这套冲锋衣正和猛虎帮那些人差不多。包？对啊。林峰连忙打开物资箱，从里面掏出一个医疗急救包。小李，你不用死了，用这个。医疗急救包，类型医疗道具，等级10，品质蓝高级，效果快速恢复身体伤势，包括但不限于骨折、出血等伤势，是伤势消耗能量点数，能量1000-1000。把李秀成的上衣扒掉，随后给他翻了个身。林峰将急救医疗包贴到了他的身上。医疗急救包类似马甲式样，前后都有一个环形能量圆圈，其余区域布满了银白色仿佛符文一样的线路。给李秀成贴上后，差不多把他上半身都给裹住。随后林峰按下按钮，医疗急救包顿时开始发挥作用。不到10秒钟，李秀成就轻咦了一声，整个人面色红润了起来。他身上的负面状态没有了。西林握着李秀成的手看了看，原本的重伤、骨折、出血等状态消失不见，但体质还是降低至3点。星海的机制就是这样，伤好了，但体质不会马上恢复。之前林峰在靶场，他那不是受伤，只是体力下降，所以吃点东西就能恢复。李秀成这是受伤导致的体质下降，所以必须先疗伤才能恢复体力，就好像人大病初愈，还是有些用不上劲。吃点东西。林峰拆开了一根能量棒。谢谢。李秀成爬了起来，坐到了沙发上，很快他就完全恢复了过来。伤好了，体力满了。小李似乎也把刚才的不愉快丢掉了，他爱不释手地盯着医疗包左看右看。哥，这个东西真是神奇。西林冷冷地盯着赵和，是挺神奇，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用会是这种情况，现在充满能量还不知道要多久。赵和只能无奈地再次道歉，对不起，小李，我真不是故意的，哥发誓。李秀成露出洁白的牙齿笑道，算了，我相信赵哥不是故意的。西林指着冲锋衣和明显多出来的能量棒问道，老毛说的物资送过来了，这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情况？林峰简单的把靶场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换好衣服的李秀成顿时敬佩不已，峰哥你也太厉害了，居然赢了这么多东西回来。西林也有些震惊，你居然获得了绝对枪杆，我只在网上听说过这个技能，没想到他真这么厉害。赵和一脸羡慕，我去，林兄牛逼啊，在这么多人面前装了个大的，想想都刺激。
你才是枪神。林峰微笑摆手，只是限定款，我这只能用手枪才能触发。赵兄，你的功夫练了这么多年，按理说武者职业应该也有类似的技能强化吧？第28章再次简化升级。听林峰说起这个，赵和点了点头，但应该没林兄你这个绝对枪感好使。西林问道：你是练长枪的吧？你好像还没在星海摸过这类武器，怎么判断出来的呢？赵和笑道：我是没摸过，但我师父师叔他们摸过了呀，他们的功夫比我厉害多了，而且已经出了新手村。我师父师叔他们有的练8极拳，有的练杨氏太极枪，有的使的是五郎八卦棍，面板上虽然没有这些名字，但前期的格斗术和转职后的武技，他们练起来速度很快。比如我小师叔吧，他转职成了武者，学了一门雷霆枪，据他说，他学习雷霆枪第1天就入门了，半年后施展起来的威力就要比教给他的 NPC 施展威力要大了。说起武功，赵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都兴奋起来。更牛逼的是我的三叔公，他已经60岁了，没想到居然在星海中练出传说中的内功。他能发出剑气，你敢信？没错，就是像以前电视里演的那样，剑气。西林插嘴道：那他们在瓦兰星吗？赵和摇了摇头，大部分的都不在，好像就我小师叔在瓦兰星，我师父和师叔他们在一个叫天河界的地方。我在网上查了查，根本没这方面的资料。天河界？林峰皱了皱眉头，他好像听叔叔提起过这个地方，不过林峰也不确定是不是自己记错了。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赵和的家族也不简单啊，能被他叔叔林启功挂在嘴边的，不会是等闲之地。赵和摊了摊手道：总而言之呢，武者前期作用肯定是没使热武器的强，我练过的什么枪法、棍法、拳法都没出现在面板上，统合成了初阶格斗术5级。正所谓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林兄现在一枪就能把我撂倒，不过总算比以前好多了。老子以前练武总是被人嘲笑什么大人，时代变了，气得我啊！等老子出了新手村，一定要用拳头狠狠地打他们的脸，告诉他们时代没变。林峰给赵和比了个大拇指，有理想啊，赵兄，苟富贵，勿相忘，以后起飞了别忘了兄弟。俺也一样。赵和拱了拱手，好说好说。西林翻了个白眼，3个幼稚鬼，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前脚还吹着牛逼呢，后脚4人就在后勤登记处领了任务下矿洞了。虽然说目前4人组的基础生活物资储备不少，但毕竟不能坐吃山空，总共40根能量棒，也就能够4人用个10天的，即便算上速食营养液，也多撑不了几天。懈怠是不可能懈怠的，还得付房租和保护费呢。眼下又接不到什么别的任务，就算有他们这些0级玩家，估计也是做不了的，所以矿还得挖，而且得狠狠的挖。第2次下7号矿洞，林峰他们花了8个小时，总共挖了189斤原石，没有再发现原力结晶，比起上次的225斤运气要差一些。再挖会还是收工？西林问道。再挖会吧，凑个整，不然就得被米克氏抹零了。林峰想起那个后勤主管米克定下的苛刻规定，不足30斤的原石不算一分，直接充公，资本家看了都得直呼卧槽。要我说，咱们别1到8小时就下线了。赵和边挖边道，我们现在有老猫庇佑，起点也比其他新玩家要高，就这么下线多浪费啊！早点升级，早点升阵营身份完事，我可不想一直挖矿，像老猫那样多爽。我同意。李秀成率先举手赞成，满状态下线，我一点都不累，睡也睡不着，不知道干什么。大韩民国现在经济萧条得很，医馆根本都没什么人来了。我也没问题。西林也点了点头，他看起来也是条件比较好的，无需为生计担忧。林峰更是没意见，他一家子没什么别的亲人了，都在星海里面，上没有老人，下没有小孩，不像有些人下线是要考虑这2个因素。行，那就这么定了，适当延长一下时间。又挖了2个多小时，4人凑齐了240斤原石，收工回到地面。任务材料交给林峰去提交，在去往登记的途中，林峰再次启动了任务简化功能。简化之后，这个30斤拿1份奖励的任务又变成了15斤换1份。为什么给我这么多？这是米克大人吩咐的。他为什么会对我额外照顾？这是米克大人吩咐的。你算了。林峰本想着和这个登记员交流一下，看能不能获得更多信息，结果这个登记员虽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但来回就是这么一句话。为了不惹出什么问题来，林峰也就放弃从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 NPC 嘴里套信息的打算。这次林峰得到了48份速食营养液，16份饮用水，由于之前的都没用完，他没有当即领取，直接存在了卡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他来回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在里面也没见到米克。我去，还真是双倍奖励啊，给大佬跪了。赵和知道结果后，不由得啧啧称奇。西林也越发坚定了之前的猜测理由。林峰见众人开始习惯，也放心不少。这个任务还带来了一些迷惑性，
由于可累计提交，看上去林峰就是领到了双倍奖励，而不会想到其实是任务被简化了。4人组统一延长了上线时间，接下来的6天，所有人都至少上线了15个小时，只留9个小时在现实中。林峰更长些，他每天都会上线20个小时，多出来的时间全部用于靶场练习射击术，免费的子弹不蹭白不蹭。在此基础下，林峰的技能熟练度蹭的往上涨，期间也出现过几次超限状态，体质和魂力都得到了提升，努力很快有了收获。第6天，在7号矿洞吃东西恢复的时候，赵和的身上突然亮起了一阵白光，他挺直了腰子，欣喜道：“芜湖，哥们升到1级了。”话音刚落，又一道白光亮起，林峰也升级了。第29章，1个月，林峰，种族人类，等级1，主职业无，副职业矿工，体质体力、敏捷、力量、抗性的综合素质24/24，魂力、精神意志、反应速度、思考与学习能力综合21/88，魅力、形体、气质、颜值、仪表等综合数据80/89，生命值、可承受伤害上限、魂力与体质的综合数据229/229，位阶学徒1阶，你的身体经过微弱原力的改造，开始了进阶之路，但在这条进化之路上，你仍旧只是最低级的学徒。技能：瓦兰星通用于5级，基础格斗术3级，中阶射击术3级，初阶枪械精通5级，基础驾驶1级，简单缝合术1级，简单车辆维修1级。绝对枪感、自适应人物等级和枪支类技能等级。你的手枪射击天赋惊为天人，能够超极限发挥出枪械的性能。当你持有手枪武器，使用效率将获得爆发式提升。1级的标准是生命值达到200以上，魂力和体质相加后乘以10再除以2就是生命值。这几天来，林峰他们一直摄入的是斯皮尔能量棒，所以升级速度比吃营养液的0级玩家更快。正常来说，只吃素食营养液得1个月左右才能升到1级，服用能量棒大概是10天。赵和原本的基础就高，所以他只花了6天就到了1级。林峰的基础比不上赵和，但他每天多花了5个小时去靶场练习，身体在消耗恢复的过程中，摄入的食物能量变得更充分，所以他也赶上了赵和的进度。林兄，你居然也这么快1级了？你这每天加练效果可以啊。林峰微笑道：“还行，没白浪费掉那些子弹和吃的。打枪也是很累的，也要多消耗食物。不过努力终究是有回报，他现在不止等级升了，射击术也从中阶1级提升到了中阶3级，初阶枪械精通1级提升至了3级，魅力的提升倒是不大，就提升了一点。至于西林和李秀成，在吃完今天的能量棒份额后，依然没有变化，还是凡人，没有到达学徒位阶。”赵和挥舞了一下拳头：“嘿，哥们感觉现在身体壮得像头牛，对比刚进游戏那会强了1倍不止啊！现实中也能变得更强，活得更久了。”林峰也点了点头，他们2人终于切实地感受到了游戏的好处。虽然现在还不明显，但是10级呢，100级呢？那个时候在现实中就会变得相当明显了吧？当然，前提是20年后人类还没灭亡。达到1级，在 NPC 眼里我们就算正常人了。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阵营、势力加入，继而解锁阵营身份、声望、人物好感度。林峰道：“西林、秀成，你们这几天再加个班吧，不用管食物消耗，争取加快速度升级，等级越高，加入卡勒特的希望也越大。1级够呛能加入卡勒特的阵营，因为这是瓦兰星正常人类的最低水准，到达3级才保险。7号矿洞的深度又下降了几十米，随机事件随时都会发生，到时候咱们能有个2级，就算死一次也有机可调，只要不归零，那一切都好说。”好，西林和李秀成都点了点头。赵和林峰的升级让西林和李秀成也变得更加奋进。在第9天，他们俩也达到了1级，能量棒也在这一天都消耗完了。在卡勒特的后勤处，可以用10份素食营养液的价格来兑换1根能量棒。由于有着林峰的好运，他们每天挖矿的收获都比别人要多很多，这样的兑换比例也完全能接受。于是，在林峰的建议下，众人决定把素食营养液换成5级的能量棒。前期1周攒下来的，加上每天的挖矿任务所得，4人组在第2周继续保持了能量棒的摄入和高强度的体力消耗。第2周结束，林峰和赵和到达2级。第3周初，西林和李秀成到达2级。第3周末尾，林峰和赵和达到了3级。第4周初，全员3级。联排平房内，4个人再度上线，不过这次却没有急着去矿洞，而是先开了个小会。达到3级后，能量棒的摄入只能作为恢复体力的食物，而无法继续凭借它升级。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能量的摄入也变大了，素食营养液补充起来太麻烦了，
我想把全部的积蓄都换成方便携带的能量棒。林峰首先开口。西林问道：我记得卡勒特有比斯皮尔能量棒更高级的食物，能够让我们继续升级，能换到吗？林峰摇头，换不了。这些物资属于战略性质的，卡勒特要掌控底层士兵，就必须控制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加入卡勒特阵营，新手村有名的 NPC 也都是冷漠关系，没这个资格。正常流程加入卡勒特要等半年一次的新兵招募，我们进入的时间点不对，现在离卡勒特下一次招募还有5个月。7519矿场村的情况特殊，还不知道会不会吸纳人。西林微微点头，1个月里他们也搜集到了更多有用的消息。7519不是卡勒特的屯兵练兵之地，而是资源采集地。这里或许缺劳动力，但绝对不会缺兵。好处是7519的物资比别处的新手村更丰富， NPC 上限更高，获得的好处更大。别的新手村就一个有名字的 NPC， 等级也就10来级，但在7519已知的就有首领莱恩、后勤主管米克、技术主管克里斯汀、巡逻队长卡尔，而且都是高等级的。坏处就是他们想要走正常流程加入卡勒特也更难。看来我们还非得走随机事件这条捷径不可了。赵和问道。还有老猫这条路，但代价肯定也不小就是。林峰道。我们也没有吸引老猫的东西了。1个月的时间里，林峰他们除了最初获得过12克初阶原力结晶，之后居然就获得了8克，而且是慢慢积攒的，要不是有面板提示，他们估计还找不到那么细小的东西。看来那一次真的是运气问题。峰哥，你说的随机事件它还要多久出现？李秀成问道。快了，卡勒特已经打进1000米以下的原石矿，而产量却没有多少减弱，证明这座矿远没有挖完，这样的地方绝对会出现随机事件。林峰十分肯定道。所以我建议从今天起，我们每次下矿都按照今天会发生随机事件的设想做好准备工作，期间尽可能的不要下线，以免错过机会，大家同意吗？同意。西林点头。冲冲冲！赵和挥舞了一下拳头。我听峰哥的。李秀成道。好，那就带上武器、食物和医疗急救包，我们出发。第30章枪声。1个月的时间，林峰他们除了升级还攒了不少东西。西林、李秀成都配备了一把守望者 M3 用的气缸子弹，威力大，即便准头不够，但杀伤力也很足。因为 M3 的口径要比 G4 大一些，弹头也比 G4 用的穿甲弹粗，不过弹容量要比 G4 少一半。赵和的武器是卡勒特的霰弹枪，也就是俗称的喷子，为什么不给他配守望者系列呢？因为赵和打枪的准头实在是太差了。西林和李秀成都拥有业余级的水平，但赵和在枪支上完全是菜鸟。老猫看了都觉得辣眼睛，没办法，只能给赵和推荐霰弹枪。急救医疗包增加到了2个，子弹没额外收钱，这些东西也把队伍里的8克原力结晶花光了。老猫的清单兑换不接受速食营养液和饮用水，剩下的东西林峰只得在后勤处兑换。便携式水壶、能量棒、金刚匕首、医疗绷带，再算上武器和弹夹以及挖矿的工具箱，4个人身上的负重都超过了30公斤。你们带武器干什么？在托老四带武器下7号矿洞的时候，老四不由得纳闷，是要在矿洞下找人干架吗？完全没必要啊，我罩着，猛虎帮不敢找你们麻烦，兄弟会那就更不可能了。提防矿洞怪物。林峰说道。啥矿洞怪物？7519有大半年都没发生过超自然现象了，你们想的也太远了吧？以防万一嘛，要是调级了还是蛮不容易练上来的。见老四一脸不信，林峰也不再多说，他1个月前就是这个理由，现在也还是，至于老猫他们信不信就不关他的事了。至于1000米原石矿以下必出怪物这条规律，他是不可能白白说出来的。行吧，随你们了。老四将东西交给林峰，你也别主动去招惹猛虎帮的人，老大和人有过约定，当然要是出了好货那就当我没说，比如大家都发现了原力结晶什么的，你可以往死里抢。平常老猫、亨利、库涅兹都会约束底下人不搞义气之争，主要杀来杀去的也杀不死，顶多就是等级归零，白白浪费彼此的时间，但要是有大利益，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明白，多谢四哥帮忙。小事。老四摆了摆手，巡逻去了。有了3级的属性，这些负重对林峰几人来说就不算什么了，其中林峰还多背了10公斤的弹夹，赵和甚至多背了20公斤。到了碎矿区，4人组依旧照常的挖掘矿物，有了更多的体能，效率也提高了不少。如今林峰已经是高级挖矿技巧，这个技能到了高级又提供了3点体质和3点魂力，总共提供了6点体质和3点魂力。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面板上显示该技能到达上限，无法继续提升。正挖着呢，李秀成突然走到林峰和赵和旁边低声道：赵哥，峰哥，有人在看咱们。哪呢？4点钟方向。林峰不着痕迹地看过去，发现远处有个矿堆旁有几个白人和黑人在朝自己这边张望，
看不出是休息时的无意识凝视，还是故意盯着。谁啊？这也不认识啊？小李，你搞错了吧？赵和问道。哥，你们没发现吗？那是和我们一起进村的新玩家。李秀成道。黑人麦克，白人亚当，还有他们的同伴，总共4个人。麦克和他的同伴当时还被峰哥你给干掉了，是吗？赵和疑惑地看了一眼，但他没看出来。林峰也没看出来，对于黑人和白人，他都是有点脸盲，分不清谁是谁，除非长相非常有特征。考虑到李秀成的国家文化比较亲欧美，他能准确认出黑人或白人的长相并不奇怪。真的，我可以肯定。李秀成道，我抓药从来不会抓错，五加皮和香加皮我都认得出来，你信我？他们有什么异常吗？林峰问道。在不在的其实是次要，就怕有人想打自己的黑枪，要是不小心被干掉一级，就算事后老猫帮忙杀对方一次，那也不值当啊。异常倒是没发现，不过我总感觉他们鬼鬼祟祟的，没怀什么好意。李秀成道，我们可以换个地方，如果他们跟过来了，那就有问题。西林道，可以。林峰点了点头，率先朝着另一个矿堆走去。碎矿区的游民有不少，但并非全是玩家，其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属于原住民。这些游民大多都是面黄肌瘦，甚至还有老人、妇女、小孩。卡勒特士兵对于玩家和土著是有差别的，玩家杀死玩家，卡勒特会忽略，因为总数没变。但玩家杀死土著游民，他们是会感觉到了少了人。杀死1个2个的没事，因为他们也没把游民当人，但多了还是不行。再加上压榨他们的油水并不多，不像玩家可以无限复活，所以亨利、库涅兹、老猫都没有尝试去控制他们。在靠近某个矿堆的时候，突然有10几个穿着麻布套装的游民慢慢靠拢过来，死死地盯着林峰4人，他们一脸警惕，眼中充满敌视。叽里咕噜噪音，其中一个中年壮汉挥舞着矿镐，居高临下的朝林峰喊话。这是一个2级游民，周围的游民也有零星的1级，但辐射在他们身上更加明显。这些人的脸上和手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他在说什么？赵和有些纳闷，因为他听不懂。瓦兰星通用语4级，大概只能让他听懂简单的语句，并且得是标准发音。眼前这个2级游民的发音显然不标准，甚至有可能是方言。他在说让我们滚，这里是他们的地盘，这是通用语体系下的纳西族语言。西林翻译道，不愧是通用语8级，林姐牛逼。李秀成佩服道。现在怎么办？要不换个地方？赵和问道。他们能听懂通用语吗？林峰看向西林。不清楚，理论上来说可以，就像你是5级通用语也能懂他们的意思，只是不会说纳西语而已。那就好办了，让我劝一劝他们。林峰看向那个2级游民，通用语，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来这里挖矿，请让一让。壮汉沉默了一下，随后快速带着自己人离开。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林峰的礼貌感动了他们，而是林峰在说话的第一时间就掏出了双枪。看不出来你还挺幽默，你这叫劝一劝吗？西林翻了个白眼。我有吗？林峰微微一笑，收起枪。就在他们准备在这里扎根时，一道枪声突然响起。啪！第31章随机事件。谁开的枪？林峰陡然打了个激灵。有枪声吗？我怎么没听到？赵和一愣，再看西林和李秀成的表情，明显也是没听出来。7号矿洞内的噪音很多，倾倒石块，机器运作，挖砸矿石，总之声音环境是不太好的。啪啪！林峰竖耳倾听，很快又收集到了2道枪声。他毫不犹豫地拔出双枪，做好战斗准备。枪声是从钻矿区出来的。我去，真的假的？赵和一脸惊奇，这种环境下他都能分辨出是不是枪声。西林什么话没说，学林峰猫着腰爬上矿堆。他一旦相信了林峰，对他就不会有怀疑。赵哥，小心无大错呀！李秀成也从腰间的枪袋中迅速拔出守望者 M3。赵和抱着霰弹枪也快速靠近，不过他没趴着，而是背对着坡度。在4人组里，每个人各有分工，他是负责队友后背的。啪啪啪啪啪，枪声再度响起，这次变成了一连串。此时就算是赵和也都听出来了。林兄，什么情况？都跟放鞭炮似的了。赵和问道。林峰眼神凝重地看着左前方，由于他们爬到了矿堆顶部，所以看得也更远。3级的体质让他的视力能够看清到1000米之外人员动作。此时在碎矿区旁边的钻矿区，有一伙身穿卡勒特军装的士兵正在持冲锋枪扫射。这伙人见人就杀，无论是游民 NPC 还是已经获得阵营身份的玩家，全部都倒在了他们的枪口下。什么情况？林峰也不知道，距离太远，他不知道这伙人是 NPC 还是玩家。他看了一眼系统日志，没发现有什么异常。那么这伙人是在干什么？怎么突然之间跟发疯似的？
无差别攻击。啊！啪！又一道枪声传来，不过这一次却是从身后，而且距离极近，绝对不会超过100米。子弹的落点甚至出现在了距离林峰他们只有20米的地方。操！有卡勒特的士兵杀人了！赵和连忙缩了缩身体。林峰转过身来，只见有8名巡逻队的士兵开始对着一群荒民扫射。正在挖矿的荒民因为枪声受到惊吓，一下子散开奔跑。是那西族的那伙人，他们被杀了。西林紧张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有游民暴动？”应该不是，先隐蔽看看再说。林峰带着3人跳到一个小坑洞里，这是一个天然的战壕。啪啪啪啪啪，更多的枪声响起来了，仿佛四面八方都是枪声。林峰往不同的方向看了一眼，发现到处都有卡勒特士兵在杀人，枪声仿佛有感染性，游民矿工疯狂逃窜，就仿佛丧尸潮爆发了一样。难道真发生暴动了？赵和问道。可能性不大。林峰思索着否定了这个猜测。卡勒特的军队虽然良莠不齐，但对待游民的政策并不苛刻。正常情况下，游民干8个小时活就能够获得1天的食物和水，这比游民们自己在荒野上朝不保夕要好太多了。还记得我们进来的第1天吗？莱恩给每人发了3份速食营养液和饮用水，还安排了住处，这比古代赈灾的官员都仁慈多了。赵和点了点头，那倒也是，卡勒特的士兵也从来不会乱杀人，除非违反了这里的规矩，反倒是玩家们内部自相残杀情况更严重。攻略里提到的暴乱情况虽然很少，但也不是没有，会不会有什么枭雄人物组织暴乱？西林问道。林峰摇头，那老猫他们不会一点消息都收不到，现在的情况是卡勒特的士兵在杀人，成组织的游民一伙都没有。要说游民暴乱，那也得有一个团队组织吧。然而林峰目光所见之处，只看到了卡勒特的士兵在杀人，完全没有遭到像样的抵抗。内乱呢？比如说2把手想夺权什么的，有一定的可能性。你们有没有收到面板提示？没有。没有，那就奇怪了。林峰喃喃自语。此时趴在坑洞边缘看着周围的赵和突然道：“4哥过来了，我们要不要过去？他在干什么？”林峰立刻伸出脑袋查看，只见在矿堆底下，4哥正端着步枪瞄准前面的一伙矿工，而后准确地将8个人击毙。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朝着前方继续追击。林峰看得很清楚，那死掉的8个矿工是玩家，而且是华夏老乡会的玩家。古怪，太古怪了。如果说卡勒特的 NPC 士兵杀人还说得过去，那么老4作为玩家居然对同为老乡会的成员射击，就太诡异了。林峰死死地盯着老4，而就在这时，被他盯着的老4仿佛有所察觉一般，突然转头和林峰目光对视。只见他此时像是换了个人，表情冷漠，眼神中泛着诡异的红光。而当他看到林峰的这一刻，立马就抬起枪扫射。哒哒哒，子弹在前方溅射起一阵灰尘。他过来了。只见李秀成惊恐地看着老4脱离了巡逻者队伍，开始爬这座矿堆。他完全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这么做。操，我中弹了！赵和的手臂上汩汩流血，头顶上不断地冒出10的数值。秀成，给他打医疗绷带。西林，反击！林峰也顾不得问为什么了，立刻就开枪反击。啪啪啪，守望者 G4 双枪齐射，瞬间就击中了老4。3发子弹全是冲着头去的，但效果却不怎么好。3枪空了1枪，2发击中了对方右肩。此时林峰的面板上魂力数值剧烈跳动，这是因为第一次实战产生了紧张的情绪，导致实战发挥失常。西林也还击了，但他更不堪，根本就没打中。然而就是这2枪，让林峰知道了卡勒特士兵胡乱杀人的原因。面板上跳出了一道提示：你进入战斗状态，对敌人造成121点伤害。你卷入随机事件矿洞幻兽。矿洞幻兽，原石矿中出现了一批幻兽，他们拥有操控意识的能力，将生命体转化为幻兽傀儡，请远离或击杀幻兽。击杀幻兽可获得奖励。此时赵和也低吼道：是随机事件，我被一种叫幻兽傀儡的怪物攻击了。第32章幻兽傀儡刘四合。刘四合，幻兽傀儡，等级7，体质8395，肌肉撕裂，流血状态，魂力5878，异常，生命值723872。穿戴装备：卡勒特的军服白，防弹背心白， K2 冲锋枪蓝，防弹头盔蓝，护目镜白。职业：卡勒特的中阶士兵。主职业无。技能：中阶射击术1级，中阶枪械精通2级，中阶格斗术5级，初阶车辆维修1级，中阶车辆驾驶1级，初阶工程机械4级。特殊状态：幻兽寄生5级。意志迷失：寄生后，玩家的意识将被幻兽主导，魂力属性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导致动作僵硬，死亡后脱离。嗜血杀戮，被幻兽寄生后，将会本能性的渴望杀戮与鲜血，痛感将大幅度降低。死亡后脱离。由于触发了战斗，林峰也得到了四哥的详细信息。原本是因为未知而产生的紧张情绪，现在知道了自己卷入随机事件，那就没什么好慌张的了。林峰只是看了一眼，就迅速冷静了下来。等到刘四合开始第二波攻击，林峰听声辨位，判断对方已经离只有30米不到。由于是仰射，自己又在战壕中，刘四合没有再打中人。3、2、1，就是现在。K2 冲锋枪的弹夹数量正常规格是50发，但林峰看过刘四合持枪，那是经过双倍扩容的，所以总共有100发。但冲锋枪的射速更快，在爬进30米以内时，对方就得换弹匣了。也就是这个间隙，林峰起来朝着刘四合的方向开了3枪，随后又快速下蹲，整个过程不足1秒。你对刘四合发起了攻击，经防弹面罩削弱，本次只产生动量伤害24。你对刘四合发起了攻击，经防弹面罩削弱，本次只产生动量伤害21。你对刘四合发起了攻击，经防弹面罩削弱，本次只产生动量伤害11。靠！林峰骂了一声。正常来说，在守望者祭祀面前，防弹背心和防弹头盔都是无效的，可刘四合戴的都他们是蓝装，防御力高了一个档次，恰好能防住。刘四合疑惑林峰他们为什么下矿洞要带武器，结果他们的自己搞得跟个乌龟壳一样，林峰不由得无言以对。至于西林的 M3 效果更小，造成的伤害只有个位数，都是因为子弹本身的冲击动量造成的伤害。怎么办？西林大声问道。林峰低吼道：必须要有人吸引火力，我可以打中他没保护的部位，但至少需要为我创造2秒空档，否则全得死在这。我来。李秀成二话没说，立刻就跳出了坑洞，朝着前方一跃。哒哒哒，冲锋枪对准李秀成扫射，还没落地，李秀成就化作了一道白光，只留下一堆物品掉在地上。也就是这个时候，林峰出手了。精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林峰眼前所有的障碍物都消失不见，他的眼中只有刘四合的脖子，这是防弹衣和头盔之间露出的不足4厘米的缝隙。啪啪啪啪，双枪同时开火，在这一瞬间，林峰开了4枪。刘四合的身体瞬间化作一道白光。你对刘四合发起了弱点攻击，喉部穿甲弹造成暴击伤害249。你对刘四合发起了弱点攻击，喉部穿甲弹造成暴击伤害357。你对刘四合发起了弱点攻击，喉部穿甲弹造成暴击伤害428。日志上只有3枪的记录，因为致命部位伤害会暴击，所以前3枪刘四合就挂了，第4枪纯属鞭尸。林峰的绝对枪感让他保持了惊人的命中率，3发子弹落点位置偏差不会超过2厘米。在这种复杂地形和移动的过程中开枪，还能干掉一个7级并且穿着2件蓝装的老玩家，换成其他人根本做不到。也就林峰拥有绝对枪感，在这一瞬间超越了极限，才能把握住短暂的射击时间。但凡慢一点，刘四合的枪口都会偏移，打到林峰的身上。就是快这么一点，让林峰完成了射击和下蹲的动作。而刘四合死后，残余的神经扣动扳机扫射到了他身前的碎矿。石子箭射的伤害让林峰头顶出现了2个个位数的伤害，但好在没有直接被子弹扫射到。呼呼，林峰剧烈的呼吸着，主要是后怕子弹擦着头顶飞过，即便可以无限复活，但这种刺激紧张的感觉也太真实了。好在结果是刘四合倒下，自己没事。能量棒，西林立刻拆掉了一根斯皮尔能量棒递过来。没人注意到我们这边。林峰立刻接过就咬了一口。其实刚才体质下降的不多，大概也就10来点，他现在有45点体质，根本不算多累。不过这会也没谁节省食物了，保持满状态是最重要的。要是掉1级，那就更亏。卧槽，林兄牛逼啊，四哥被你解决了，你才应该叫枪神啊。赵和的手臂打上医疗绷带后已经不流血了，但痛还是痛的，脸色都有些苍白，流汗不止。别扯了，省点力气。西林张望了一下，然后快速从背包中拿出急救医疗包给赵和用上。刚才情况紧急，没办法只能用一下医疗绷带，现在就不能让赵和带着伤行动了。可惜小李就这么挂了，他咋不知道拿矿工工具箱当个盾牌呢？这玩意还挺坚固的。赵和指了指工具箱，那上面有不少弹印，但是没被打穿。哪有那时间？刘四合距离咱们只有10几米了，那现在怎么办？不知道。林峰摇了摇头，先等小李和四哥复活了再说。玩家死亡后就可以摆脱幻兽控制，那么对矿洞熟悉的刘四合就是个助力。现在的情况正在往混乱的局势发展，莱恩他们还不知道要多久才发现这里的异常，在上面的人赶过来支援之前，总得活下来才行。能不掉级就不掉级，要是归零了，练到3级也要个把月呢。不一会，李秀成率先复活，
他光秃秃的，复活后抱着衣服就跳进了矿洞。小李，好样的！赵和恢复完毕，对着他竖起大拇指。赶紧穿衣服。西林别过头，比亚内，我马上穿。后脚，刘四河也复活了，他似乎站在原地愣了一下。我他妈怎么到这了？操，老子掉级了！四哥，四哥，快过来！坑内，林峰朝刘四河招了招手。第33章，撞击。林峰，你们怎么？刘四河也没多想，抱起地上的装备就跳进了坑里。四哥，不好意思。林峰第一时间道歉，你刚才被幻兽控制了，我不得不这么做。幻兽？你在说什么？刘四河穿衣服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经过短暂的迷茫之后，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结合面板记录和提示，知道自己卷入了随机事件，也知道了自己是被林峰干掉的。真对不起，四哥。西林道，我们也是没办法。刘四河沉默了一下，随后苦笑道，不怪你们，是我太菜，被幻兽寄生了。5级幻兽的属性还没我高，即便拥有2个特殊技能，也不应该让我完全没反抗机会。哎，到底是安逸久了呀？幻兽是钻进你的体内？西林好奇问道。刘四河指了指自己刚才死亡的地方，他有实体，不过我被攻击的时候没有发觉，所以他应该还会隐身。林峰，你击杀我之后，幻兽也一起死了，有没有什么提示？有。林峰点头道，系统提示我杀死了一头5级幻兽，吸收了5点元力能量，我的面板上出现了一个进度条，满了就可以升级。没有幻兽的具体属性？刘四河问道。没有，只有幻兽傀儡的属性状态。林峰摇头，怪了，我也没有。刘四河疑惑道，你杀死了幻兽，我被幻兽寄生，都没有看到详细的属性。有一种可能，西林分析道，林峰杀死的是寄生体，也就是四哥你的身体，所以他能看到你的属性和傀儡带给宿主的特性，但由于他不是直接杀死的幻兽，所以无法看到他本身。没道理啊。刘四河茫然道，我和幻兽有直接接触，他都寄生我了。西林道，战斗触发属性详细是有规律的，如果是单方面碾压，那就不算战斗。你没有对幻兽造成任何伤害，是看不到属性的。刘四河，嗨嗨，林峰提醒了一下西林话，不要说的那么直白。没事，确实是我猜。刘四河有些惆怅道，我都不知道啥情况就被偷袭了，直到死亡一次才恢复这一段被控制的记忆。说起来，你小子可以啊。刘四河拿着防弹头盔看了看，我穿着蓝装防弹头盔，还有防弹背心，居然被你用守望者祭祀给干掉了。林峰对他造成的命中伤害总共有8次。第一次的2枪打中了肩胛骨靠脖子的位置，虽然不是致命部位，但也打掉了他100多生命值。第二次的3枪全部命中头部，由于头盔的保护作用比防弹衣更好，所以只打出了2位数的伤害，但从头盔上的弹印来看，命中的全部是脸部三角区。最后结束的3枪就更让他惊讶了，头盔和防弹衣之间的缝隙就那么点，他居然能找到机会连续3枪都命中弱点部位，简直是神乎其技。林峰谦虚道，我占了地利因素，如果调换个位置，估计死的就是我了。刘四河是从矿堆下往上攻，所以他是仰射，头盔和防弹衣之间露出的范围比较大一些。如果是换作刘四河处于战壕中，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林峰只能打手。穿甲弹的弹头细小，就算打穿了刘四河的手臂，以他7级的属性影响也不会很大，至少短时间内是不会丧失行动力的。刘四河也赞同林峰的分析，但战场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战场就是唯结果论，结果就是他倒下了。刘四河原先就是退伍军人，后来被重召进猫头鹰组织，眼光还是有的，很清楚这样的难度有多大，换成自己在林峰的位置，他自认为做不到的。四哥，我们现在怎么办？林峰问道，他想听听刘四河的意见，这场矿洞幻兽随机事件是机遇也是危险，我从未见到过如此诡异的超自然现象，这次幻兽比之前几次都要强。击杀幻兽是可以升级不假，但现在的情况不太妙。你们看，那些游民都是安然无恙的，证明幻兽选择的都是4级以上的士兵。我估摸着现在7号矿洞的卡勒特士兵全部被操控了，虽然人数少一些，但算上工程队和巡逻队，至少也有200-300人。矿工虽然数量多，但等级低，普遍缺少强力武器，肯定不会是对手。我们搞不好就要等级归零，之前辛勤付出全化为泡影，现在最好是上到地面去，再随援军一起下来。刘四河的发言老成持重，林峰认可的点了点头。说实话，现在这情况和他预料中有很大出入。设想中，卡勒特的士兵应该是对抗地底怪物的主力军，自己这些小虾米在一旁边缘 OB 刷点存在感，捡捡漏什么的就行了。结果现在刷出来的怪物是可以操控意识的幻兽，7号矿洞的生力军现在反而成了敌人。这样一来，计划就泡汤了，继续留在这里，等级归零是迟早的事。能不能下线躲避？赵和问道。不能。
林峰摇头道：“别说我们还不到8个小时的下线时间，就算是到了，卷入随机事件也下不了线。危险和机遇是并存的，星海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度过危机。”操，这游戏也太难了！咔嚓，刘四河拉动了一下机括，郁闷的发现自己的冲锋枪没有子弹了，弹匣已经打光。你们有带步枪弹匣吗？制式的弹头就行。没有。林峰摇了摇头，匣弹枪的子弹也配不上。四哥，你用我的。赵和把匣弹枪直接给了刘四河。行。刘四河毫不犹豫的把蓝装冲锋枪给扔掉，减少负重。你们跟着我，不要乱开枪。现在我们往升降区摸过去，晚了要是被破坏了，就出不去了。走。林峰4人紧紧地跟在刘四河的身后，他也算十分仗义，即便掉了1级，他还有6级的属性，速度是远超林峰这些人的。不过他刻意放慢了速度，没有落下林峰他们。论地形，刘四河更熟悉，5个人在矿堆中间绕来绕去，仿佛翻山越岭一般，出了碎矿区居然没有碰到任何敌人。就在他们即将到达升降区时，突然轰隆，一辆 B 系产运车以极快的速度撞向了升降梯，重达几10吨的庞然大物直接整个都撞进了梯井内，火花四溅，升降梯内的灯光瞬间黑暗。轰轰轰轰轰轰，更多的重型车辆撞向升降梯，林峰他们眼睁睁看着升降区堵死的堵死，被毁的被毁。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第34章塌陷与母体。糟了，我早该想到的。看着眼前这一幕，刘四河喃喃自语。回想一下被幻兽控制之后的行为模式，他甚至还会换弹匣，还有躲避动作，证明在被操控的时候并非行尸走肉。面板数据上也佐证了这一点，魂力虽然下降了1/4，但并不算很严重。幻兽傀儡保留了高智慧，他早该想到会炸掉升降梯的，不该心存侥幸。四哥，四哥！见刘四河慌了神，愣在原地，林峰跑过去拉他。由于噪音很大，林峰不得不贴在他耳边喊：“还有其他通道吗？”有。刘四河回过神来，7519的7个矿洞都是双通道并行。升降梯并非是最先挖通的，它是后来建造，方便人员进出的小型通道。还有2个斜进式矿道，都是轨道载运通道，专供原石运输。那2条通道很宽阔，不可能被载具堵住的。堵不住也可以炸掉吧？他们有被炸毁的可能性吗？赵和问了一句。刘四河脸色一变，拔腿就跑。看他这模样，就知道可能性有，而且不小。众人也不敢怠慢，谋足了劲跟上去。地底的空间很大，碎矿区、升降区只是一部分，还有掘进区、工程区、维修区等。跟着刘四河7拐8拐，很快众人来到一处停放着许多载运车和履带机械装置的地方，同时前方还出现了一个约莫10米高的隧道。洞口的轨道被拆毁了一部分，几辆产运车和装载车挡住了入口，但就像刘四河说的那样，不可能完全堵住，空余的缝隙完全能过人。问题是隧道口有人把守，有3个班组的卡勒特士兵挡在了前面，正在无情扫射着想要从此处逃到地面上的矿工们。自动枪塔发射，白光四起，玩家纷纷掉级，游民 NPC 则是鲜血四溅。除此之外，前方还有火蛇喷射，这一幕看得林峰目瞪口呆。靠，矿洞内为什么会准备重机枪阵地啊？蓝装重机枪至少有10挺，这种武器别说是打头了，擦边而过都得掉一块血肉，打中身体，半边身体就没了。防弹衣和头盔根本扛不住，这种火力网之下，10级以下的来多少都没用。保护运输轨道，防止暴动用的。矿洞内的士兵只有50个，算上技术兵种也就200人，不用武器怎么镇得住上千的矿工？听到刘四河的解释，林峰无言以对。李秀成问道：“四哥，还有别的通道吗？比如紧急避险的逃生通道什么的？”刘四河摇头：“没有。莱恩能让人挖3条通道，全部是出于效率考量，根本没有所谓的逃生通道。就算有，现在卡勒特的士兵们都被操控了，也肯定被堵死了。”赵和看了看四周，这里有监控的对吧？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等莱恩发现这里的异常派人来不就行了？除非他们炸了通道。轰！话音未落，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从隧道内传来，巨大的冲击力带起一股灰尘，这也使得机枪组暂时哑火。整个矿洞都似乎摇晃起来，头顶上不断的掉着碎石，设备砸得稀巴烂，地下的照面灯光也变得摇摆不定。林峰看向赵和，无言以对。西林狠狠瞪了赵和一眼。李秀成感慨道：“哥，您真是个乌鸦嘴。”赵和尴尬的挠头：“这也不能怪我呀。”矿场村地面，首领莱恩的营房内，他的副官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长官，大事不妙，地下矿洞出事了，升降梯坏了，2个运输隧道也终止了运行。”什么？莱恩猛地从书桌旁站了起来，作为25级的原力武者，他的气势压得副官喘不过气来。怎么会这样？
给我调来地底监控。副官在手腕上的装置按了按，顿时出现了一道虚拟投影，上面显示着卡勒特士兵屠杀矿工、破坏升降梯、炸掉隧道的过程。看着这一幕幕诡异的情况，莱恩眉头紧皱，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去通知米克和克里斯汀过来，让卡尔管好地面上的治安，加强戒备。通知我的卫兵团在青石广场集合，把5号和6号的工程部队全部调过来，查看通道的毁坏程度，尽快修复。1小时后，我要看到具体的统计情况。是。副官连忙跑了出去。莱恩在房间内来回踱步，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作为7519的全权负责人，他是知道原石矿1000米以下必出超自然现象这个规律的。在此之前，有3个矿洞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莱恩是年初才调到这里来的，之前的负责人就是因为没处理好地底危机才被调走的。矿场村首领这个位置油水多，他还不想离开，怎么能不急呢？很快，原石处理厂的技术主管克里斯汀到场。见到克里斯汀的刹那，莱恩急躁的心突然冷静了许多。他发生了，是吗？克里斯汀问道。他有着金色短发，嘴唇微厚，纹理分明，气质有些清冷。让人奇怪的是，阴天也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克里斯汀没有穿制式军装或者迷彩，工作期间也是一套黑白条纹相间的运动服。说话的语调很平静，甚至可以说冷漠。在上司面前这样的举动和打扮无疑是不礼貌的。不过莱恩却没有丝毫的不满，语气反而有些卑微。是的，它发生了。克里斯汀，请你帮帮我。克里斯汀嘴唇微起，原力幻兽，心灵类，母兽有23级，它可以分化出很多幼体，能力是操控心灵意志。莱恩没有问为什么克里斯汀知道，似乎早就清楚这个漂亮女人的神奇之处。你能对付她吗？克里斯汀转身离开，清冷的声音传入莱恩的耳中，这要看你能什么时候打通地下通道了。它能够吸收恐惧和地底的元晶进化，如果它进化到30级，我也帮不了你。我建议你还是马上上报。足够的恐惧。莱恩看着监控里四处逃窜的荒民和肆意杀戮的卡勒特士兵，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出于前车之鉴，他到任后给7号矿洞的武器部署加强了好几倍，现在倒好，一点用处没派上不说，还极大的帮助到了那头怪物。希望时间还来得及，莱恩默默地想着。第35章定计。希望救援的时间来得及，不然我们等级归零是迟早的事了。刘四和叹了口气。7号矿洞内此时已经是一片哀嚎，出不去，逃不掉。对于玩家来说相对还好点，对于土著游民真的无比绝望。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刘四和道，你们手里还有多少食物和水？林峰轻点了一下，还有42根，谁每人就只带了1壶。刘四和道，躲在这里，食物是够用了，光吃能量棒不喝水也没事。我不战斗的话，每日1根也能维持，这么算下来，我们大概能坚持个1周左右。西林皱眉道，就怕这里不安全。刘四和道，放心，这地方是废弃矿井，隐蔽性很强。林峰摇头，四哥，西林不是质疑你，而是随机事件的特性所致。刘四和不解，哦，有什么说法？随机事件有多种类型，意外型随机事件、剧情式随机事件、个体随机事件、群体随机事件等等。西林解释道，你要是一个人在荒野上走着走着摔一跤，这就是个体随机事件、意外型随机事件。但你要是突然被 NPC 使坏摔了一跤，触发了剧情，那就是剧情式随机事件。群体随机事件那就是 NPC 让所有人都摔了一跤。刘四和问道，有什么区别吗？有。西林道，像这种禁止下线而且附带某些好处的情况，它会按照既定的剧情走向进行。说详细点。林峰补充道，简单来说，如果矿洞的幻兽有某种目的，那么我们躲在这个范围内的哪个地方都会被找到，不存在绝对安全，因为我们已经卷入到了这个事件中，不可能轻易逃过一劫，也不可能白白获得好处。赵和也有些没听明白，林兄你是怎么判断出那个什么幻兽是有目的性呢？林峰指了指刘四和道，刚才从碎矿区开始走过来，我就没看到有被操控的低级游民，我猜测幻兽奴役的目标都是有条件的，至少3级以上，而且他们还懂得摧毁通道和升降梯，这显然不是普通怪物的范畴了，至少可以判定是智慧型怪物。刘四和突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后像是在倾听什么，片刻后他脸色一变，有人来了。还没等林峰询问，刘四和抄起霰弹枪，推开掩体的门板，砰砰就是2枪。当刘四和让开视野，林峰看到有3名穿着工程服的 NPC 倒在血泊中，之所以判断出是 NPC 而非玩家，是因为他没看到白光。刘四和脸上惊疑不定，真被你给说中了，这3个人的脚步直奔我们躲藏的地方来，都不带犹豫的，看来矿洞内真没有所谓的安全区域了。地上有武器，我去捡过来。李秀成和赵和屁颠屁颠的去摸尸，但在这时，刘四和却突然吼道，小心！只见在倒地的3个 NPC 胸口
突然有什么东西蠕动，随后一道淡银色的影子破胸而出，直奔赵和和李秀成的脑袋，还有另外一个朝着刘四合飞来。砰砰啪啪，刘四合用喷子连开2枪，和他速度一样快的是林峰，分别击中了李秀成和赵和身前的那2团东西。赵和一个铁板桥躲过垂落的银白色物体和洒落的粘液，然后惊魂未定地跳到了一边。操，什么东西？吓老子一跳！李秀成则没那么快的反应，被黏糊糊的液体给洒了一脸，后知后觉的怪叫退开。你们没事吧？没事。X2，刘四合试探性的踢了一脚地上的尸体。没错，就是这玩意，寄生兽。我想起来了，我就是这么被偷袭的。好家伙！赵和直呼好家伙，爆脸虫版本的寄生兽是吧？太他妈吓人了！西林思索道，看来寄生兽对待 NPC 和对待玩家是有区别的。四哥死亡的时候，寄生兽也直接死了，但 NPC 死亡，这些寄生兽还拥有2次甚至多次寄生的能力。林峰喝道：“你们2个太冲动了，有四哥的本事吗？就敢冲过去？以后没四哥的命令不要乱动。” OX2，刘四合叹了口气，这游戏真难玩，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灵活。从西林和林峰的身上，竟然有种自己老了的感觉。不是说大学生的眼神是清澈且愚蠢的吗？这2人怎么不一样？西林眨眼间就分析出了寄生兽的门道。林峰枪快，心眼也多，他这是怕自己嫌弃李秀成和赵和，先一步把2人骂了一句，顺便还捧了自己一下。但一看李秀成和赵和乖乖听劝的模样，他心里又平衡了一些，还是有正常的呀。四哥，接下来怎么办？你们2个有什么想法？刘四合询问2人的意见，他开始把林峰和西林都当作可以并肩作战的战友了，而不再是抱着那种提携后备成员的心态。西林沉吟道：“搜集物资，等待救援。”林峰给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动出击，解放玩家。听到西林的意见，刘四合没吭声。林峰说完，他笑着点了点头，正合我意。玩家死一次就能清醒过来，虽然会掉级，但拥有弱一点的盟友也好过面对强一点的敌人。我们的人可以越打越多，左右出不去，等也有风险，还不如主动出击，干他一票。我同意。赵和立刻就表示赞成，枪又不会打，只能东躲西藏的等死，他可憋屈坏了。赞成。李秀成举手，西林则默默点头。刘四合见意见统一，突然笑道：“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什么地方？地下矿洞的装备库，里面就有蓝装级别的防具和武器。刘四合拍了拍自己的防弹衣，这玩意平时你们捞不到，现在可是个机会。娘的，差点忘了。刘四合一拍脑袋，还有原石结晶储存库啊！老子搬个1-2箱藏起来，等事过了再找人偷偷运出去，血赚啊！第36章淘换装备。放在平时，给刘四合100个胆子，也绝对不敢打矿洞装备库和原石储藏库的主意。卡勒特对这个东西管控相当严格，老猫他们也只敢从玩家手里搞一点点，偷偷的运出去。中饱私囊可以，明抢绝对不可能。但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不搞，更待何时？矿洞那么大，搬他个几10斤出街原力结晶藏起来，只要事后不被发现的带出去，那绝对是血赚。林峰疑惑道：“上去的时候不是会有搜查吗？那么多怎么运出去？”刘四合也交了底，少搬点就行。老六和大哥就是负责搜查的。林峰也是开了眼，还能这么玩？四哥厉害！嘿嘿。接下来几人没有再闲聊，开始在刘四合的带领下开始往装备库摸去。装备库在矿洞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一个，储存库则是在隧道的附近。按刘四合的说法，原石因为量大，一般挖出来经过整理后，当天就直接运了上去加工了。原力结晶因为数量少，一般得存个100公斤左右才会运上去，几克几10克的太麻烦了，不方便技术不说，也没那么多的特制容器，因为本身就是成品，不用急着加工赶效率。再说谁还能从这里抢走不成？所以说碰到随机事件危险很大，但好处也不少。刘四合带人来的是东边的装备库，因为距离最近，卡勒特的巡逻士兵们本身就会在这里补充弹药，所以他也是熟门熟路。幻兽或许是没想过还有人能反抗他，或许是觉得胜券在握，又或者是忽视了装备库居然没人看守。刘四合刷个卡就进去了，毫无阻拦。大门打开，一排排柜子映入眼帘，上面摆着武器、防具、各类军事装备，白板是没有光泽的，蓝装却是能看到微微的毫光。林峰等人顿时激动了起来，虽然这里是一个临时补充点，比不上地面上的后勤处库存，但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就是一个宝藏啊！随便挑，别跟我客气。刘四合豪爽道：“这种情况下，账是坏定了，完全不用担心。”客气？这个时候没人会讲客气。林峰进来之后，二话不说就脱衣服，防弹背心、防弹头盔，先整上一套蓝装防具再说。
防弹背心和防弹头盔都是7级的，不过这个级别不是使用等级，而是价值等级。怪不得打不穿，原来是7级物品。林峰暗道，比起冲锋套来说，虽然重了很多，但还在接受范围内，在场也就只有李秀成的行动力稍微有所影响了，毕竟他才2级。我给你拿背包。赵和接过李秀成的物资背包，谢谢赵哥。嗨，跟哥客气啥？赵和大大咧咧，居然有动力靴。林峰激动地看向货柜上的一角，那里有几双样式古怪的靴子。它之所以是靴子，是因为它的覆盖范围差不多到了膝盖。林峰记得老猫的清单上就有这个部件，动力靴属于外骨骼套装中的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嚯，5个巡逻队长的备用动力靴，我平时都没资格穿，正好，1人1双。刘四合将靴子分给了众人。到手之后，林峰仔细一看，巡逻队长的动力靴，品质蓝，等级10，能量值3000-3000，承重值300斤以下。效果：铭刻了微型能源矩阵的动力靴可以吸收空气中的能量因子自动充能，也可以镶嵌微量的初阶能源物品进行快速充能，提供20点跳跃力、10点行动力，最大充能状态下可满负荷运转1小时。动力靴是10级装备，穿上之后不但没有笨重感，反而走路变得更轻盈，无论是跳跃能力还是移动速度都增加了很多。这里的跳跃力20点是指穿上之后能跳至20米，这个高度在10级以下基本可以忽略玩家本身的跳跃能力了。10点行动力对于10级以下的玩家来说，在原本的移动速度基本要翻个倍，具体则是因个人的体质而定。以3000点的满充能为例，它可以支撑300斤的胖子跑跑跳跳1个小时，但林峰只有140来斤，所以他穿上后这个持续时间差不多能翻1倍。赵哥，你不用给我背了，我自己能行了。李秀成欣喜道。林峰替他拒绝了，秀成，你就别背了，先熟悉动力靴吧。你只有2级的魂力了，适应动力靴有个过程。魂力包含身体协调性、神经反应速度、精神意志、学习能力等等。魂力越高，装备上手越快，技能也能更快学会。在场的人除了刘四合，都要有个熟悉动力靴的过程，但怎么都得比李秀成快了。好，我明白了。李秀成点了点头。林峰，你武器换不换？这里有 K2 冲锋枪。刘四合问道。林峰摸了摸枪，随后摇头，算了，我还是习惯手枪。接触到冲锋枪的那一刻，他的技能栏里绝对枪感，手枪版就变成了灰色。也就是说，这个限定款技能是不适用其他类型的枪械。守望者祭祀的穿甲弹威力不比 K2 冲锋枪差，也就是射速上有点区别，但对于玩家来说前期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没必要换。战术手套有人要用吗？卡勒特的军刀呢？防毒面罩呢？刘四合给其他几人安利装备，不用成本的人情，不做白不做。不过林峰比刘四合更门清，我们带个便携式夜视仪吧。刘四合疑惑道，夜视仪？林峰解释道，要考虑照明消失的情况。哦，我就不带了，你们配一个吧。刘四合耸了耸肩，我6级的体质，拥有微光视觉，只要不是绝对黑暗，对我影响不大，还要带什么？西林问道，是不是带几个对讲机？外面噪音太大了。刘四合摇头，不用，头盔自带这个功能，我告诉你们调频就行，使用的时候注意保持频道清洁，不然容易干扰队友。还有什么吗？信号枪、闪光弹、手雷。你会用？刘四合诧异道，这里的和地球上的可不一样。我会用。林峰点头。成，你们呢？刘四合问道。其余3人皆是摇了摇头，现在想学也来不及了。OK 了吗？刘四合问道，他已经有些等不及去储藏室了。等等。林峰从柜台上摸了一把，可以了。刘四合看清之后愣了一下，随即竖起大拇指，你居然还能想到这个。 OK， 我们出发。频道调至319，目标储藏室，收到请回复。收到。第37章。林峰升级。7号矿洞的装备库无人看守，但储藏室却有人驻扎。靠近之后，刘四合先侦查了一波，很快返回隐蔽角落。外面15个，里面6个等级7到9级，外面的全是高级士兵，里面的全是卡勒特的工程兵，不是玩家。好消息是门禁和激光切割网已经失效了，我们不用费心思硬闯。那坏消息呢？赵和问道。坏消息是比预想的多，原先这里最多就7个人，现在却翻了3倍，而且这些人全副武装，对付起来有点难。21个，这也太多了。西林皱眉，是有点多，我们还是放弃吧。刘四合侦查完情况，已经想撤退了。他们就5个人，除自己外，也就林峰能够威胁得到这些工程兵。西林、赵和的优势无法应对这种场面，李秀成就更不用提了。本来也是顺带的好处，捞不着也没事，走吧。4个等等，
你看他们在干什么？林峰突然指了指前方。刘四河看过去，只见储藏库里的人扛着几个箱子出来了，似乎是打算离开。奇了怪了，这些幻兽傀儡扛元力结晶干什么？难道说他们还能吸收不成？不到10级这玩意根本无法直接吸收啊！有没有可能幻兽的等级也有超过10级的？赵河道，你们都看过异形吧？那些抱脸虫就是异形皇后产的卵，这些幻兽寄生体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母体？赵兄说的有道理啊！林峰眼前一亮，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幻兽只有5到10级，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智慧，怎么着也要超过10级才能配得上这场超自然现象。没错，赵河说的对。西林眼睛一亮，这些傀儡很有可能就是把东西搬给母体去享用的。赵河嘿嘿地笑了2声，被西林赞同可真难得呢。刘四河无奈道，就算我们知道了又怎么样？人数差距和实力差距都太大了，我们怎么抢过来呢？林峰沉吟道，四哥，咱们可以试一试引怪的方法，逐个击破。即便不行，咱们跟着他们也能确认母体的藏身地。你说莱恩他们下来之后，我们誓死保卫储藏室，并且告诉了他的母体的大概范围，是不是大功一件呢？西林道，没有大功也总得长点好感度吧。刘四河心动了，虽然说这样有些危险，但现在这个情况哪里都不安全啊，搞不好还能来个灯下黑，跟着这伙人说不定更安全。可以试试，我来当这个引怪的。刘四河也很果断，既然决定了，他便承担起了计划中最危险的部分。我有6级，还有动力靴，速度是最快的，对地形也最熟悉。你们跟着保持距离，一旦成功引过来，你们就开火。如果失败了呢？李秀成傻傻地问道。刘四河咧嘴笑了笑，那情况必然很混乱，大家就各自逃命吧，事后回到我们第一次躲的那个矿井汇合，也不用救谁或者等谁复活什么的了，反正最多就是等级归零，死不了。简单的制定了一下计划，刘四河就猫着腰在障碍物之间不断挪移。林峰、赵河、西林、李秀成跟在后面，开始了这场以小博大的狩猎。21人的幻兽傀儡队伍，15个高级士兵将6个扛箱子的工程兵保护在里面。林峰仔细观察着这伙傀儡，高级士兵都穿着防弹背心和防弹头盔，不过他们的头盔不戴防弹面罩，也就是说脸部三角区是露出来的，包括林峰他们现在穿的也不戴。头盔本来就重了，还加装的防弹面罩会严重影响射击视野，增加负重。正常卡勒特士兵的战术套装没这个标准。刘四河之所以有，纯粹是这老哥过于稳健，他自己把头盔爆改了一波。至于工程兵的装备就更加简单了，他们没武器，也没穿防弹背衣，头盔倒是有，但不防弹。工程兵在卡勒特阵营的地位中高人一等，老爷干的是技术活，怎么会跟那些苦哈哈的大头兵一样在外巡逻呢？人家都是坐办公室的。控制他们的幻兽显然也没想过要这些工程兵换个衣服，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运送这些东西去某个地方。一路上碰到其余逃窜的矿工，他们都是熟视无睹，除非是靠得太近或者挡了他们的路，否则是根本不会攻击的。跟了个700-800米，见时机成熟，刘四河开枪了。他首先瞄准的是队伍最后面的2名高级士兵，子弹打在2名傀儡的大腿上，腿部是不防弹的，子弹的冲击动量让2人的身体打了个趔趄。-44、-38，2道伤害从头顶飘起，这点生命值损失对7级体质来说不算什么，但导致了2名傀儡的行动力受创。在幻兽的控制下，他们的身体无视了疼痛，开始朝刘四河的方向还击。1、2、3、4，总共有4个傀儡被吸引过来了，四哥成功了。林峰看到有4道身影脱离队伍，其中就包括2个腿部受伤的。刘四河见状，顿时借助障碍物往后撤，时不时的拿着冲锋枪往后一顿乱扫，也不管打没打到，先引过来再说。在脱离队伍大概100米后，这4人居然不再追击，放慢了速度。一个人引4个怪，脱离队伍100米就会返回，必须得出手了。林峰立刻从另一侧站起身来，双枪齐射，在4名傀儡转头调转枪口之时，穿甲弹准确地命中傀儡的面门。子弹在穿过头颅后，由于无法穿透蓝装防弹盔，于是在里面进行了2次弹射。-725、-821、-742、-733，4个傀儡瞬间毙命。他们连枪都没开得出来，就被林峰给爆了头。噗噗噗噗，尸体倒下后，由于周围没有可寄生的目标，体内的幻兽在钻出尸体后迅速死亡，化作了一股白烟。林峰本来还想补枪，但突然之间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热，就仿佛被人泼了一大盆温度适宜的热水，滚烫的热量瞬间洗刷全身。我升级了，林峰欣喜不已。第38章以小博大的狩猎。之前升级是潜移默化的水魔功夫，这次升级进程相当的明显，甚至可以说剧烈，因为是在一瞬间就完成了体质和魂力的双重提升。达到4级后，
林峰的体质来到52点，魂力达到了48点，生命值达到500。在热量退散之后，林峰感觉自己的手脚更加灵活，也更有力量，耳清目明，浑身舒畅。一瞬间击中4名行动力在7级的傀儡面门，活该你小子升级啊！刘四河心中万分感慨，他刚才也打出了不少子弹，但除了偷袭的那一下命中，之后的跑动过程中就再没打中过。当然，林峰这也算是突然袭击，可人家用的是手枪啊，而且是在一瞬间解决掉4个7级，比不了，真比不了。赵和嘀咕着，他们还没开枪呢，林峰就打完了，美式居合，太酷了！李秀成兴奋不已。超态下，林峰使用守望者 G4， 体质和魂力翻了1倍，完全不输于傀儡的属性，他们甚至都没看清楚林峰的拔枪动作。继续干活。刘四河撕掉一根能量棒，咬了一口，随后启动动力靴，朝着前方的护卫部队跟上去。由于战斗解决得很快，再加上地下矿洞的噪音本来就大，所以根本没有碰到其他的幻兽傀儡。就算是肆无忌惮的开枪，也没什么稀奇的，局势本来就已经很混乱了。刘四河率先行动，林峰也边走边拆掉一根能量棒咬下，恢复体力。然而就在这时，他的胸膛一震，仿佛被什么撞了一下。由于在运动中，他身体顿时失去了重心，中弹了。这是林峰的第一反应。第二反应是开枪还击，魂力在翻倍的情况下，他立刻就计算出了子弹射出的来源方位。在身体失去平衡的同时，林峰一个侧空翻，同时在视野中的捕捉到了一个异常轨迹运动员，手里的守望者 G4 立刻就开了火。啪啪啪！林峰在侧空翻落地前连续3枪，你对目标造成了234、205、301弱点部位暴击伤害，你击杀了玩家威廉6级。空翻落地，林峰顺势躲在了一堆轮胎背后，在距离他的方位70米处，黑人麦克有些惊愕地看着威廉化为了白光。后里线，他是怎么做到的？麦克和同伴顿时缩在障碍物后面，满脸的震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同伴神色慌张。另一边，察觉到异常的刘四河停下了脚步，在通讯频道中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中弹了。林峰回复，不过被防弹衣挡了下来，问题不大。什么情况？碰到幻兽傀儡了？不是，是猛虎帮的威廉，而且他是清醒的，没有被幻兽控制。林峰眼中有着一丝怒火。操，这小子在哪个方位？刘四河顿时怒了，敢打老猫看中的人黑枪，简直没点逼数了。他被我干掉了，5点钟方向，大概100米。干掉了。刘四河愣了一下，不过想想也是，和林峰对枪那不是妥妥的找死吗？10级以下的都不要来，除非是射程和装备碾压，否则在短距离上没人是林峰的对手。帅，太他妈帅了！赵和忍不住在频道中惊呼了一声，他就在林峰的后面保持着几米的距离。刚才的一幕他是完全看在眼里的，林峰在中枪后的同时侧空翻调整身位，稳稳落地，还在半空中开枪还击，并准确命中了敌人，太帅了！这家伙还是人吗？西林也被震撼到不行，他的射击术现在也有出阶了，很清楚林峰刚才这一波操作的难度。保持频道清洁。刘四河提醒了其他人不要说话，随后道：林峰是追幻兽傀儡，还是先把威廉他们干到等级为0？你说了算。林峰现在是计划中的主力军，伤害全得靠他打，单靠刘四河是没办法一点点吃掉这伙护卫傀儡的。先放过他们，继续追。林峰回复道：杀威廉他们是浪费时间，杀一次还要等对方5分钟的复活时间，威廉现在还有5级，就算能蹲点杀，也要花上半个小时。原地等半个小时，那护卫傀儡人影都没了，再说待在原地也不安全。好，事后我会告诉老猫的，你放心，这口气绝对会给你出的。刘四河也挺生气的，他气的是威廉这个人脑子瓦特了，要是被寄生也就算了，可威廉是清醒的。都他妈什么时候了，玩家还互相打黑枪，简直是又蠢又坏。林峰等人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执行引怪，对傀儡护卫队进行蚕食。5分钟后，威廉光秃秃的从白光中走出来，脸上满是惊讶。法克，我怎么反而被他打死了？面板记录里面显示的是林峰单独击杀了的自己，刘四河和其他人根本就没开枪。威廉怎么也想不通林峰是怎么做到的。老大，衣服。黑人麦克舔着脸给威廉这个白人穿衣服。你们两个废物，就这么干看着？威廉一脚踢在麦克身上。对不起，对不起，麦克只能不停的道歉来平息威廉的怒火。哼，威廉也没时间继续教训他们了，但回去之后必然要好好拿他们出气，因为他本来是没想要对林峰动手的，架不住这两黑鬼一直撺掇，又主动去盯梢，平时没什么机会，现在是动荡中，那亨利和老猫的不成文规定也就作废了，于是才有了威廉刚才那偷摸的一枪。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威廉心中那叫一个后悔啊！他本来是7级，
被寄生后死了一次，掉到了6级，现在又死一次，只有5级了。很明显，他接下来在猛虎帮的地位会下降很多。你们2个去给我当诱饵，吸引一头幻兽傀儡过来。威廉阴沉着脸，反正你们都是0级，事成之后我会好好奖励你们的。OK， 谢谢威廉老大。麦克顿时带着黑人小伙伴光秃秃的冲出了障碍物。另一边，林峰和刘四合在动力靴的帮助下，也追上了傀儡护卫队，开始了第2次猎杀行动。第39章，干票大的。击杀幻兽傀儡会导致幻兽间接死亡，可以积累元力能量。林峰第一次获得元力能量是在击杀刘四合的时候，当时5级的幻兽只提供了5点能量值。第2次是在矿井碰到3个工程兵的时候，林峰击杀了2头幻兽，依旧是5级幻兽，但却给了20点。那时林峰就发现了规律，击杀傀儡而没杀死幻兽，只能得对应的幻兽等级点数。如果在击杀傀儡后补刀幻兽，没有让他们找到第2个寄生体，那点数会翻倍。刚才这一波击杀4个，林峰完成了补刀，根据幻兽的等级提供了44点能量值，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林峰获得的总点数为69点。从3级升到4级之后，消耗掉了50点，面板上的进度条又变成了灰色，显示1960，也就是说距离下一次升级需要41点。这种肉眼可见的升级方式让林峰干劲十足，缺点就是只有完成最后的击杀的人才能获得点数，无法共享。西林和刘四合发现这条规律后都没说什么，因为能够做到击杀的就只有林峰了。至于说让人头，本来就是以小博大的冒险之举，哪有这个能耐？就算林峰不开枪，他们也做不到啊。李秀成和赵和则根本就没发现这条规律，跟着冲就完事了。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林峰来了！刘四合拉住4个幻兽傀儡，不断的往回狂奔。在刘四合过去之后，林峰立刻从一侧寻找射击视野开枪，射距离只有20米，且方位都不同。啪啪啪啪，林峰双手交叉，在傀儡反应过来之前就干掉了对方。枪声过后，傀儡倒地，林峰补枪完毕，获得了48点能量。一股热量袭来，他再度升级，达到了5级。此时面板上的元力能量进度条又发生了变化，770。靠，又升级了。林兄，好歹给哥们让个人头啊。赵和羡慕的不行。让给你，你能打中？西林皱眉道，这种情况下林峰不开枪，我们全得死。赵和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但他这话会不会导致刘四合心中有什么想法？西林他们没出什么力，刘四合可是拼命引怪了。赵兄说的有道理。林峰开口道，我可以尝试看看能不能废掉这些傀儡的手脚，让他们失去行动力，剩下的由4哥补刀。你确定能做到？刘四合有些诧异，这样太冒险了吧？我们不是正在冒险吗？不必冒更大的风险。刘四合笑道，小林，格局放大点，我多这么个1级2级的没什么用，杀怪主要还是看枪法。你快速把等级升上来，作用比分给我们大多了。等你级别上来，做掉这波之后不是随便乱杀，到时候我可不跟你讲客气，哈哈哈。要不怎么说刘四合是老乡会的骨干成员呢？这思想觉悟杠杠的。林峰还没说话，西林连忙抢答，好，那就听4哥的。李秀成也趁机说话，4哥说的对。林峰见大家都没意见，顿时也不再说什么了。刘四合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自己拥有绝对枪感，超态下属性翻倍，枪在手，只要不是被围死，10级以下还真的没什么对手了。当然，刘四合也是不想节外生枝，好几箱元力结晶在那呢。现在就剩7个高级士兵，6个工程兵了，再来几波就能拿下了。到时候把元力结晶到手，还要啥自行车？想到这，刘四合也是干劲十足。我休息好了，林峰，你可以了吗？可以。刘四合再度朝着前方冲去。此时护送元力结晶的护卫队却发生了变故。当刘四合靠近后，他们居然就地寻找掩护对射，不再追击。看样子人数已经降低到了危险性下，连续2波断后，掩护没起到效果，也不得不停下来了。靠，这些家伙的行为模式变了，他们不追了。刘四合在语音频道中骂骂咧咧，有人在靠近。7点钟方向，赵和趴在一个石头后凝视。10点钟方向也发现了3个人。4哥小心！林峰神色凝重。西林忧虑道，不是傀儡的行为模式变聪明了，而是背后的母兽给护卫队提供了支援，他可能有某种办法监控这里的举动。啪啪啪啪，剧烈的枪声瞬间压过了一切，刘四合所处的方位顿时冒起了浓烈的沙尘。战斗区域内眨眼间就多了几十个幻兽傀儡，开始与护卫队一起朝着刘四合合围。富贵险中求，这个危险到底还是来了。母兽既然看中元力结晶，自然不会白白坐视他被人抢走。
刘四河缩在一辆报废的工程车后面，密集的火力压得他抬不起头，他根本无力还击。我中弹了。刘四河的声音在头盔内响起，行动看来是失败了。林峰，带着大家跑吧，没必要为了我白白掉级。滋滋滋，子弹打在刘四河的头盔上，子弹的冲击力虽然没有击穿头盔，但冲击力却震碎了内置的耳麦。后方，西林看向林峰，正想问他往哪撤，结果却发现林峰跳上了旁边的一辆产运车。轰隆，发动机轰鸣，2米高的轮胎在地面剧烈的摩擦，朝着前方冲了过去。峰哥，赵哥，我和西林姐还没上车呢。李秀成有点懵，你们待在这里，视情况射击，吸引火力。林峰的声音从头盔内传来，赵和，你来开车。驾驶舱内，赵和摩拳擦掌的和林峰换了个位置。OJBK， 混蛋，你们要干什么？西林在后方大喊，这个时候是施展英雄主义的时候吗？他们居然想去救刘四河，干票大的。林峰淡淡道，你刚才分析得很对，既然母兽已经注意到了这里，那么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与其唯唯诺诺，不如重拳出击，就看是他把我先杀到0级，还是我先升到足够威胁他的等级了。赵和，把动力档推到底。嘿，还用你说？赵和有初级驾驶技能，立刻就麻溜的拉动操纵杆，随后一脚油门踩到底。好，重达40吨的产运车发出一声爆鸣，如同狂暴的机械巨兽，猛然冲向了傀儡群中。第40章战斗领悟，听声辨位。林峰不是个冲动的人，但他现在确实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逃跑确实是一种选择，不过却并非最好的选择。西林的分析给林峰提了个醒，如果母兽注意到了这里，又这么迫切的需要原力结晶，那么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跑到储藏室，而是要让小弟护送呢？会不会母兽根本没有战斗力能力，所以才需要小弟出马呢？就像是蚁学的蚁后，臃肿难以行动，没什么战斗力，唯一的作用就是产卵。又或许他有战斗力，但母兽在担心什么？可如果满足某种条件，他就不再惧怕。总而言之，无论是哪种情况，林峰都认为不能让原力结晶轻易的到达母兽的手里。什么都不做，选择逃跑，可能会晚点死。冲过去，以林峰现在的超态发挥，他能媲美10级的属性，可能等级归0，也可能更上一层楼。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这才是林峰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英雄主义，不是什么热血上头，非要去救刘四河。好吧，确实有一点还人情的想法，但归根究底，还是这一路收集了诸多信息后才做出的决定。在经过几场实战检验和升级后，林峰的想法已经变了，他不再满足边缘 OB 浑水摸鱼捡捡漏的做法，他决定彻底的参与到这次群体随机事件中来，甚至改变事件的走向。赵和就不一样了，他纯粹是热血上头，只觉得这件事非常刺激且有趣。芜湖，吃爷爷一铲。产运车是轻装上阵，后面的挂载没有装任何东西，这个大家伙在推到最大动力的时候，速度也是无比迅捷。呲呲呲，轮胎在沙子路面上疯狂摩擦，这个家伙居然在100米冲刺之后来了个急转弯，林峰一个没站稳，差点被他摔飞。赵兄，你在搞什么呀？林峰有些懵逼，你这么一搞，地上全是灰尘，我还怎么射击？话音未落，林峰却发现赵和身上白光迸发，他升级了。哈哈，看来这招神龙摆尾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哥们连升2级，我也5级了。赵和大笑着，神龙摆尾。林峰愣了一下，他朝着后视镜看过去，只见产运车后面的履带钢架已经甩到了一边，长50米的钢架履带携带本身的重量，在这么横扫的情况下，直接将合拢过来的幻兽傀儡碾死了一大片。林峰看懂这波操作之后，不得不直呼赵兄牛逼。但问题是，幻兽固然死了一堆，刘四河也没了。刚才这么一甩，同样也把刘四河给送走。林峰看到了在那挂在履带钢架下的一抹白光余韵，和刘四河的位置是对得上的。赵兄，你把四哥给碾死了。这个是失误。赵和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你牛逼！林峰再次高呼牛逼。我也！砰！玻璃碎裂，子弹打进驾驶舱。林峰立刻弯腰，而赵和也打开车门往下跳。车是不能开了，因为赵和是规避前方的障碍物才急刹车的。这么一甩是固然效果不错，可车辆也报废了。西林、秀成，你们在外围能看到人吗？看不到，你们我看不到，敌人也看不到，全是灰尘。很好，很好。好在哪里？西林一时没反应过来，想点办法帮忙在外围制造更多的烟尘。产运车你们要是开不了，旁边有军用卡车是自启动的。收到。西林连忙寻找军用卡车，而李秀成也有样学样。找到了。李秀成欣喜地喊了一声，但没人回应他，不过他依旧执行了这个指令。烟尘迷雾内，
林峰和赵和已经分散了，能见度太低，他也看不清楚赵和在哪个方向，只能从耳麦中听到赵和在哼哼哈哈的怪叫声，似乎已经打了起来。这样也挺好，赵和到达5级，近身肉搏反而对他更有利。至于林峰，他手持双枪自然垂落裤腿边，开始调整呼吸，身体放松后，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周围的声音仿佛变得有规律起来。绝对枪感，超态启动，砰！下一刻，林峰抬手往右边开了一枪，子弹射入灰尘中，随即一道闷哼传来。你对幻兽傀儡造成723点暴击伤害。弱点攻击，你击杀了幻兽傀儡，7级，获得7点原力能量。似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直奔林峰而来。砰！林峰再度开了一枪，随后仿佛有粘液泼洒到了脚下。你击杀了7级元兽，2次寄生，获得7点原力能量。你在战斗中获得初阶技能听声辨位，当前等级1级。砰砰砰！林峰连续开枪，他干脆闭上了眼睛，双手交叉，不断的射击，整个人陷入一种玄妙的状态。心跳声、脚步声区别于其他的声音源交错，这些声音源在林峰脑海中清晰地勾勒出一幅轮廓。他甚至听到了赵和的心跳声，区别于幻兽傀儡，赵和的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蕴含着某种规律。砰砰砰砰砰砰！林峰手中的守望者 G4 开始快速开火，他并不能次次都做到一击必杀，第一次击杀纯粹是运气使然。由于某些幻兽傀儡身上还有蓝装品质的防弹衣和防弹头盔，后面的许多枪都只造成了子弹冲击带来的动量伤害，或者是穿甲弹打穿白装防弹衣后的正常伤害，非弱点部位。体质在此时对枪支的威力也没有什么加成作用，林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如果能判断出呼吸声就好了，这样一来必然命中脸部三角区，可以省许多子弹。林峰打完2个弹匣，开始快速更换。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开枪，但幻兽之间似乎不会攻击，烟尘内完全只有林峰在射击。原本有些脚步声已经远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又折返，也不知道是西林和秀成起了作用，还是母兽的命令是必须得到原力结晶。越来越多了。林峰估算了一下自己的杀敌效率，如果不能做到一击毙命，全靠动量伤害，我携带的6个弹匣会在3分钟后打光。呼吸声，我必须捕捉他们喘气的声音。林峰的面板上魂力在不断跳动，仿佛在突破某种桎梏。在某一刻，装好弹匣迟迟未开枪的林峰终于再度扣动了扳机。砰！第41章，我和林兄嘎嘎乱杀。你对幻兽傀儡造成711点暴击伤害。弱点攻击，你击杀了幻兽傀儡6级，获得6点原力能量。中了！林峰嘴角扬起一丝弧度，他把握住了这种玄妙的感觉。砰！没有犹豫，林峰再度开枪。你击杀了6级幻兽，2次寄生，获得6点原力能量。破体而出的幻兽会发出尖锐的爆鸣声，这可比傀儡的呼吸声容易分辨多了。幻兽像是某种极端形式的加点，其寄生手段诡异莫测，7级的魂力都挡不住，但体质却不行，只要被穿甲弹打中，那就仿佛充满气的气球一样爆开，浑身都是弱点，基本是一击毙命。难不成母兽也是这样？所以才不敢现身。林峰若有所悟，但此时击杀的样本还不够多，他也不敢断定。你在战斗中有所领悟，听声辨位达到初阶5级，你的绝对枪感手枪获得增强，你可以任意切换超态和常态。战斗中悟到这种事，林峰没少听说过，也不新鲜。不过一下子从初阶1级提升到5级还是挺夸张。他猜测这是绝对枪感带来的变化，超态下导致他听声辨位这个技能进展神速。砰砰砰砰砰！林峰一边调整方位一边开枪，在掌握了技巧之后，他的每一发子弹都能造成高额伤害，几乎全部是打脸部的致命区域。身处烟尘区域，敌人没有视野，但林峰却能准确找到敌人的位置。碍于母兽的命令，幻兽傀儡不敢胡乱开枪，再加上林峰翻倍的属性，战斗很快变成林峰单方面的屠杀。他在风沙中舞动，双枪不停开火，母兽不断的号令傀儡往这边抢夺原力结晶，完全成了添油战术。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林峰就杀了20多名幻兽傀儡。某一刻，烟雾内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一个声音，那就是赵和的。烟雾内的幻兽和傀儡都死光了，也包括最先的护卫队。卧槽，林兄，是你在开枪吗？赵和的声音在头盔里响起，就在刚才，和他交战的一名傀儡被爆了头，这也是烟雾内最后一个。是。林峰手持双枪从烟雾走来，出现在赵和的面前。靠，你就不怕把我给打死了？你死了吗？没有。那不就得了。林峰吹了吹枪口，你要相信我。赵和无言以对，随后抹了抹脸上的粘液，这个逼我还是装不过你。突然一道白光在两人旁边浮现，
光秃秃的刘四河有些懵逼的看着林峰和赵和，你们，嗨，好多灰，这什么情况？四哥，我们来救你了！赵和得意洋洋的指着地上的尸体，看到没？我和林兄嘎嘎乱杀，把他们都干掉了。救我？刘四河一愣，那怎么我的面板记录上显示是你开车碾死了我？这个……林峰打断道：“四哥，快点穿衣服，一会再说。”刘四河点头，好。啊！砰！耳麦中突然传来尖叫声，随后就是一阵爆鸣。怎么回事？林峰、赵和、李秀成死了！西林的声音响起。你情况怎么样？林峰问道。外面没有敌人了，我开车来接你们，快出来！好。林峰、刘四河、赵和一人提着2箱子原力结晶，飞快地跑出烟雾区。果然，外面已经没有站着的幻兽傀儡了，而李秀成开的军用货车翻倒在地上，冒着浓烟与火光。我看到了。西林的声音响起，随后他驾驶着卡车急速而来。3人奔跑着跳上卡车的驾驶舱。卡勒特的军用卡车有点像是火车的厢式结构，车头和后挂完全是可以脱钩的，内部空间不小，参考《流浪地球》里面运载伙食的车。但在3人上来的时候，西林突然转头邪魅一笑，对着赵和的脑袋抬手就是一枪。砰！枪声响起，但倒下的却是西林。赵和呆呆地看着西林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细小的孔洞，在他往旁边倒下的时候，脸上似乎还有些惊愕。我操！刘四河惊得往旁边一跳。砰！林峰对着西林的尸体再开一枪，准确地将他胸口蠕动的部位打烂。随后在西林还没化作白光之前，林峰就飞快地将他的尸体挪开，流畅地操控卡车转了弯。至此，刘四河和赵和也明白了西林为什么突然开枪的举动。他被控制了，但可惜的是，在林峰面前打枪，他还不够看，哪怕是突然袭击。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赵和后知后觉，听出来的，他的语气和用词还有逻辑都不对，外边也不像他说的没幻兽傀儡了。林峰控制卡车拐弯之后，前面的路段豁然开朗，从后视镜里，赵和可以看到大概有一群眼睛冒着红光的幻兽傀儡正在疯狂追来。还真有！赵和倒吸了口凉气。靠，怎么这么多了？刘四河也是吓得不轻，这感觉就像是拍丧尸片一样，一大堆7、8级的傀儡在后面追你，能不怕吗？林峰瞄了一眼，我估摸着守隧道口的那些傀儡也追了过来，隧道已经塌了，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守了。刘四河此时还是有点弄不清楚状况。等一下，不至于这么多吧？不是一个人最多吸引4个怪吗？我们这就3个人，犯不着吧？这个，林峰拍了拍装原力结晶的箱子，原力结晶对母兽的重要性恐怕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刘四河道：6箱全部被我们扛走了，母兽不会发疯吧？四哥是想丢掉？丢掉的话，我估计是有可能摆脱追兵。不丢。刘四河摇头道：打死不丢。赵和道：我看还是丢吧，死了不照样会被抢走吗？这刘四河纠结了，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不舍得就要往窗口上丢出去。先等等。林峰出言阻止道：等什么？第42章监控室的震惊。是啊，林兄，等什么？赵和纳闷道：既然迟早要丢掉，我们干嘛费力搬上来？这玩意还挺沉的呢。测试一下母兽的反应。林峰目不转睛，看看到底是命重要还是原力结晶重要。赵和似懂非懂，刘四河则一脸茫然，因为他错过了林峰之前和西林的对话，所以现在等于是一头雾水。另外他也发现林峰没有把卡车的速度推到极限，似乎有意吊着后面的追兵。之前他们是狩猎者，拼命追幻兽傀儡，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他们被傀儡追。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啊？算了，就听林峰的吧，反正已经掉到5级了，也不在乎了。行，你安排，我先休息一下，被寄生后脑壳有点发昏。刘四河也是心大，居然闭上了眼睛睡觉，一副要死卵朝天的架势。地面上7519矿场村的指挥部，莱恩正召集着自己的副官、后勤主管米克、治安队长卡尔在商议对策。除了 NPC 之外，兄弟会的库涅兹、华夏老乡会的老猫、猛虎帮的亨利等一干军官级玩家都在其列。会议厅内乱糟糟的，库涅兹扯了扯老猫的衣角：老铁，发生了什么事？矿洞塌了。老猫抽着雪茄：我知道矿洞塌了，这不明摆着吗？库涅兹小声道：但如果仅仅是塌方这种工程事故，怎么会把巡逻团、警卫队、军官们都召集起来？莱恩的副官腿都快跑冒烟了。你问莱恩，我咋知道？兄弟，你真不知道？库涅兹有些疑神疑鬼：干，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0级，要是碰到事可真会死的。你就一点不担心吗？你别问我，我真不知道。老猫掐灭了雪茄：等莱恩通知吧，召集我们不可能坐这里喝茶的。
此时，莱恩和副官以及米克还有几名工程兵交流完后，走到了会议台前。我们遇到麻烦了。莱恩脸色阴沉，7号矿洞发生了超自然现象，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怪物，他们可以操控心灵，正在对我们的人进行杀戮，制造恐惧。升降梯已经被堵死，2条运输隧道被炸毁，技术部门告诉我，最快也要1天时间才能打开一个小型通道。现在，矿场村将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外出，要做好下矿洞战斗的准备。当通道打开，除卡尔负责的治安队外，其余警卫团和巡逻团将全部投入战斗，包括所有军官。当然，表现出色者也将会获得组织的丰厚奖励。会议室内有些躁动，玩家们脸上也有丝惊慌，这不是装的，因为能混到卡勒特的军官身份都超过了10级，也就意味着如果当天死亡超过3次，那就是真死了。与此同时，玩家们也都接到了莱恩发布的任务，矿洞幻兽任务已激活。任务说明7号矿洞出现了超自然现象，诞生了许多幻兽。作为卡勒特的一份子，你被要求参与到本次随机事件当中，你可以放弃该任务，但任务由阵营长官发布，拒绝任务将遭遇不可控后果，请谨慎选择。任务内容：当通往7号矿洞的通道被打通，请根据莱恩的吩咐前往矿洞内杀敌。任务奖励：击杀幻兽可积累元力能量，达到一定数量可获得等级晋升。卡勒特的阵营声望根据击杀数量进行最终结算，莱恩的好感度根据任务中的表现进行最终结算。军工可在卡勒特的兑换清单中兑换宝物。注：参与随机事件后无法下线，直至随机事件结束或脱离随机范围。谢特，真是随机事件。心灵类的怪物，听起来就很麻烦啊，怪不得这么大张旗鼓。嘿，莱恩这次要下血本了，好机会，说不定可以兑换到稀有装备。任务发布后，玩家们态度不一，有人看到了机遇，有人看到了危险，尤其是超过10级的玩家都很担心这次任务的危险程度。老猫，你怎么看？库涅兹问道。你会带人下去吗？要不然你还能怎么办？老猫淡淡道。你也可以试试能不能在死第3次之前跑出去。跑？你当我库涅兹是软蛋吗？我的意思是合作。库涅兹看了亨利的方向一眼，我们还可以趁机。库涅兹在咽喉前比了一下。老猫眉头一挑，合作可以，别的看看情况再说。我们还不知道下面是个怎么回事，听莱恩怎么说。果不其然，在骚动过后就立刻有人提问了，大家很明显都十分关心自己的安危。长官，请问我们有敌人的实力和数量情报吗？7号矿洞目前的状况如何？目前可以断定3级以上的士兵们都遭到了控制，但幻兽的数量未知，实力未知。至于目前的情况，雷副官。莱恩招了招手，随后副官就打开了身后的屏幕，7号矿洞内部的监控画面顿时被切割成几十个方块呈现出来。老猫抬头看去，只见7号矿洞内一片惨象，火光、白光、烟尘、枪声、嚎叫声交织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矿洞下的情况不容乐观，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等等，那是什么？莱恩正发言呢，突然旁边的后勤主管惊愕的出声，指向其中某一块屏幕。米克的发言顿时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莱恩挥了挥手，放大这一块工程区的画面。画面的中央有一块操场大小的区域，浓烟滚滚，里面不断有枪声传出。与此同时，周围还有2辆卡车在外围疯狂旋转，制造更多的烟雾。更诡异的是，居然还有更多的幻兽傀儡从4面8方朝着这里围了过来，钻进了烟雾中。他们好像在包围什么东西。米克指了指屏幕，随后看向旁边的雷副官。我记得那一块地方的监控有多功能扫描，还在生效吗？是否能看透烟雾内的情况吗？可以。雷副官在手腕上操作一番，随后画面变得清晰起来。只见那些幻兽傀儡钻进烟雾后，便朝着原力结晶箱子冲去，而其中有2道格格不入的人影在阻止他们，一个在近身肉搏，一个手持双枪，不断射杀傀儡。在观看了一阵后，米克眼睛一亮，盯着其中一个人影赞叹道：好枪法！长官，看来地下矿洞还有人在奋勇抵抗。就这么一会的时间，他已经击杀了10名被控制的傀儡了。被米克这么一说，其余人的注意力也放到了这个持双枪的身影上。老猫仔细地打量了一会，脸上有些惊讶，怎么这么眼熟？不会是他吧？库涅兹也很快认出来了，猫，是他。没办法不认出来，因为一开始这人的表现还一般般，打了好几枪才倒下一个，但在换了一次弹匣之后，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枪爆头，一击毙命。会议室内的人，无论是 NPC 还是玩家，都被这一幕所震惊。莱恩更是惊讶地看向自己的副官，竟然如此勇猛，这是谁的部下？第43章，任务触发，莱恩的号召。长官，我辨认不出来。雷副官摇了摇头，能够多功能扫描仪能够还原人的轮廓已经相当不易，更何况林峰还戴着头盔呢，再要求看清楚脸那就过分了。老猫认出来了，
库涅兹也认出来了，但他们不会这个时候说什么，因为林峰之前只是游民身份，没有正式加入卡勒特，这个时候说话就有冒功的嫌疑，会引来莱恩的不满。不过没多久，莱恩还是看到了林峰的脸，因为他们从烟雾中跑了出来，并且开着车一路狂奔，身后是大批的幻兽傀儡在追逐，还有四面八方的幻兽傀儡在朝着卡车赶来。会议室内的全体军官都见证了这壮观的一幕。是他，林峰！米克心中一惊，他认出来了。林峰，米克，你认识？莱恩问道。是的，米克点了点头。他是1个月前加入我们的荒民，叫做林峰。顿了顿，米克补充道，他的表现很不错，在矿洞的时候每天都在辛勤工作，而且他恢复得很快，已经差不多到达了正常人水平。米克的这番话让老猫眼睛微微眯起。正常来说，后勤主管绝对不会关注一个游民在没正式加入阵营之前开启不了 NPC 的好感度。按理来说，冷漠关系的状态下，米克不该为林峰补这么2句褒奖的话。难道说这小子还另有奇遇？米克，他可不像3级的正常人。是的，他应该是在超自然现象中获得了一些好处。不，莱恩笑道，我的意思是，他的表现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卡勒特战士。您说的是？米克点了点头。莱恩有意要把林峰当成英勇作战的典型来激励属下，顿时道，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他一样毫不退缩，奋起反抗，那么再强大的敌人在卡勒特面前也是脆弱的。雷副官，打开矿洞内的通讯装置，告诉所有人，凡是奋起反抗者都将成为我卡勒特的一员，事后都将获得正式成员的待遇。是。林峰还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已经悄无声息地产生了某些影响。原本莱恩不会寄希望于矿洞底下的人们做出反抗，也不会看重矿工们给他们加入卡勒特的机会，即便有，那也是事后核算，论功行赏。但现在莱恩在看到林峰的表现之后改变了主意，这个门槛降低扩大到了游民们，条件也放得更宽，只要奋起反抗就行。此时的林峰已经开着车从工程区来到了深井区边缘。不能再往前开了，前面是矿井，打得很深，掉下去我们会摔死的。刘四和提醒道。而且追兵越来越多，再不拐弯来不及了。话音刚落，林峰一个急刹车，卡车横在了悬崖边。赵兄，你来开车，只要别冲下去，随便往哪开。好嘞。赵和立刻换到驾驶位。林峰打开箱子，开始在里面摆弄着什么。刘四和终于忍不住问了，话说你咋知道这玩意怎么开的？四哥，你给我展示过。我什么时候？哦，你挖到12克原力结晶那次是吧？那你每次扔箱子都往里面塞鬼雷，有什么讲究吗？这玩意炸不死人的。林峰头也没回，咱们丢的6个箱子都在矿井区，属于不同方位。我记了一下时间，如果爆炸了，可以通过起爆器察觉到。察觉到又怎么样？推算出母体的准确方位。刘四和沉默地盯着林峰，表情像是看怪物一样。你脑壳到底怎么长的？去装备库的时候还知道拿巡逻队长的万能钥匙，还能计算出这些东西来？你是刚才想到的吗？我怎么感觉你盘算了很久？林峰谦虚的一笑，四哥，我就是多读了几本书，至于方位什么的，这不难计算，除了母体，谁会打开箱子呢？那么爆炸必然是母体导致的，只要记忆清晰，高中生都会算。我也是刚想到的。这话一半真一半假，计划确实是开车的时候想的，但林峰图谋随机事件却是足有1个月了。刘四和一愣，高中生都会算？赵和，你会吗？赵和茫然回头，算什么？你们在聊什么？就是通过记忆丢下箱子的位置，再通过起爆的时间来。算了，你安心开车吧。刘四和一看他那清澈的眼神，就知道自己算是白问了，这活不是谁都能干的，就是可惜了这些原晶啊，一个箱子200多斤呢。娘的，那些杂毛也太懒了，居然在地下存了1000多斤还没运上去。刘四和骂了2句，他总感觉自己的等级白掉了，现在啥也捞不着，属实是空欢喜一场，只能骂 NPC 出气。林峰见刘四和一脸肉疼的模样，想了想，从箱子里面摸出了1块丢给他，四哥，咱们留2块。刘四和眼睛一亮，能行吗？不怕母体追了？林峰耸了耸肩道，就留2小块母体，应该不会继续和我们拼命了。之前3级的时候可以拼命，反正也没几级可掉，现在林峰赚麻了，他已经达到了7级，等级一高，他也得想想怎么保存胜利果实了，总不能白干不是。原力结晶的大头都丢在不同地方，应该可以拖延母体不少时间，林峰觉得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留这么2小块，应该不至于再被针对。2小块？嘿，1块10斤呢，这可不算小了。刘四和抱着2块原力结晶，迅速装到了一个小盒子里。卡车里面有这种保存的装置，倒也不用另找。刷林峰火速关上箱子，打开窗户，
猛地朝着悬崖下方扔了出去。做完这一切之后，赵和拐了个弯，开始加速。没有了箱子，后面的追兵肉眼可见的减少了，都往悬崖下扑。林峰三人总算是松了口气。然而就在这时，车厢内的通讯装置自动亮起绿灯，随着滋滋滋过后，里面传来了莱恩的声音。喊话的内容大概是上面的救援队伍只要1天就能打通他方的隧道。莱恩号召矿洞下清醒的人对敌人进行反抗，只要进行反抗者都可成为卡勒特的成员。如果击杀幻兽还能计算军功，可以兑换奖励，请大家坚持到援军到来云云。在听完莱恩的讲话后，林峰的眼前突然弹出一道任务提示：莱恩的号召任务已激活，基于你击杀幻兽的数量，你已自动截取该任务。第44章任务与黑暗。任务说明：为了生存，也为了卡勒特的荣耀而战，请抵抗幻兽的入侵。任务要求及奖励：一、对幻兽或幻兽傀儡造成1点以上伤害，即可在随机事件结束后加入卡勒特的阵营。已达成。任务要求及奖励：二、击杀1到3级的幻兽可获得1至3点军功，击杀4到6级的幻兽可获得40至60点军功，击杀7到9级的幻兽可获得700至900点军功，击杀10到20级以上的幻兽可获得1至10万点军功。军功可在随机事件结束后前往卡勒特的后勤处兑换奖励。当前可简化任务为莱恩的号召，该功能每日限1次，是否立刻使用该功能？林峰忽略了这条提示，没有立刻使用简化功能，因为他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出更有价值的任务。我接到任务了。刘四河道。我也有。赵和欣喜不已，自动接取了。看来大家都有，而且和击杀幻兽、积累元力、能量升级不冲突。林峰陷入思索，不过为什么没有出现击杀母体的奖励？难道说我们猜错了，根本就没有母体吗？不一定。刘四河道，也有可能母体的等级更高，所以莱恩根本没考虑过让其他人去击杀母体。说的也是。林峰点了点头。赵和嚷嚷道：林兄，情况还是不太妙啊。如果10到20级的幻兽都只能算小怪，那么母体的等级未免也太高了。靠，这游戏也太难了。不怪赵和抱怨，下矿洞之前他们才3级，然而任务中已经提到了20级。再想想玩家升级的艰难，星海的难度，简直了，是不太妙。林峰又看了一眼任务，从任务内容中分析出了更多的信息。你们看，任务要求中的幻兽等级跨度变大了，之前我们都没碰到10级以上的幻兽，也没见幻兽奴役3级以下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赵和问道。现在出现在了任务要求上，那就代表着幻兽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会增加，到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更多更强的傀儡。林峰一看这个任务就知道真正凶险的时候还没来。现在矿洞底下还没有超过9级的幻兽，不是没有，估计是没有好的寄生傀儡在拱卫着母体。等到救援队下来，到时候可能会有一场恶战啊。刘四河思索道，也不一定，我们不必战斗到最后。林峰想了下，点了点头，也是，如果25级的莱恩下来了，我们估计也就可以撤退了。四哥刚才说的没错，莱恩既然没打算让我们对付母体，那他到时候就会下令让等级低的人撤到地面上去。这也是林峰没有立刻使用简化功能的原因。要是到时候能接到和母体相关的任务呢？赵和，问题是我们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驾驶舱顿时变得安静了下来。没把握，真的没把握，谁也说不准自己的等级会不会归零。而一旦归零，到时候要再靠杀怪升级就更难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呢？走一步看一步吧。刘四河笑道，升2级血赚，死一次不亏。总之咱们可以无限复活，疼点就疼点，怕个鸟。赵和哈哈一笑，十分赞同。林峰却有更多的担忧，他现在已经7级了，如果到了10级，他就不得不考虑彻底死亡的问题。轰！突然一声炸响传来，打断了林峰的思考。随着赵和一声卧槽，林峰的眼前视野也突然暗淡了下来。通讯器中莱恩的声音也中断，林峰朝着外面看去，各个区域开始失去了光源照明。不到10几秒的时间，周围就完全暗淡了下来，只有一些紧急照明灯还在运转。操，停电了！赵和气急败坏地踩下刹车，然后摸索着打开了车灯。应该地底的光源功能总控室被破坏了。刘四河道，赵和，把车灯关了，我们会成为活靶子的。哦，赵和刚打开的车灯立刻又熄灭，他干脆熄了火，这样一来，驾驶舱内就变得黑黝黝的。林兄，四哥，现在咋办？刘四河问道。我虽然掉级，微光视觉这个技能还在，影响不是很大。你们2几级了？赵和，我5级，再杀一个5级幻兽或傀儡我就能到6了。林峰，我7级了。刘四河沉默了一下，黑暗中他的瞳孔微微发亮，在被他盯着的时候，林峰有点发毛。四哥，你看我干啥？有问题吗？刘四河悠悠道，
你俩刚才到底是杀了多少怪啊？我死之前，你们一个3级，一个4级，现在一个5级，一个都7级了。你们知道我花了多久才到7级吗？1年，整整1年啊！四哥，我们也就是运气好，碰上了。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多了嘛，也没那么全的攻略，啥都要自己摸索。林峰安慰道，他也是走了捷径。1年前可没这么多攻略，当然也离不开自己有个上校叔叔。行了，你不用安慰我。刘四河感慨了一下，很快收拾了情绪。你们也不用担心黑下来了怎么办，微光视觉这个技能很好获得，只要等级达到4级以上，在黑暗环境中保持精神紧绷就有几率获得，等级越高越容易刷出来。赵和问道，大概要多久？看情况，你可能要1-2个小时，林峰1个小时以内吧。刘四河起身，别待在车里了，不安全，我们下车。3人沉默地下了车。车外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偶尔有光亮闪过，但范围都不大。由于功能被破坏，地底下的温度也迅速降低了下来。林峰脸上的皮肤甚至还感觉到了丝丝的寒意。如此险境，也不知道西林和李秀成怎么样了。紧挨着我走。四哥，咱们去哪？林峰出声道，我们第一次待的矿井吧。西林和秀成如果复活了，应该也会去那里。先前说好的约定地点就在那。刘四河道，太远了不适合吧，况且黑漆漆的，他们能找到地方吗？林峰沉吟道，西林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他。刘四河犹豫了一下，行，我们就去那里。第45章微光视觉。林峰先前在装备库中拿了夜视仪，他想是想到了类似的情况，但可惜还是没用上，因为夜视仪在战斗中被打烂了，他之前也挨了不少子弹，防弹衣防弹，但夜视仪顶不住。赵和的则不知道丢到了哪里去，想来也是在激烈的肉搏中丢失。乌漆麻黑的感觉很不好，让人有种不安全的感觉。听声辨位只能判断活体的方位，对于自身在黑暗中行走的帮助却不是很大。林峰相当不适应这种战斗环境。好在刘四河能看到，林峰的听声辨位能够隔着老远就辨别出哪个方向有敌人，拍一拍刘四河的肩膀就能让他改变位置。两人这么配合下来，走出大老远，倒也没再碰到一个敌人。大林峰脚下一滞，踢到了块石头，差点撞在刘四河身上。赵和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有林峰和刘四河在前面探路，这种情况他能反应过来。咱们到碎矿区了。刘四河道，再有一段距离就能到地方。林峰，你怎么样了？还没刷出来。赵兄你呢？林峰努力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别提了林兄，我眼睛都瞪酸了，感觉自己现在就像个瞎子摸着石头过河。赵兄，我比石头还是好一点吧？嘿，你比石头硬多了。总之都戴着头盔，也不怕声音被传出去。两人聊一聊，心里的恐惧就没那么强烈了，紧绷的神经都舒缓了许多。四哥，话说我们真的能在黑夜中失误？赵和问道。这什么原理啊？我到现在还没半点感觉。当然有，只不过你们的体质还需要时间来适应环境。刘四河道，我听狐狸和老猫聊过，说是5级以上的体质本来就有这种能力，只是没有特意去开发出来。你升级后是不是能看得更远，听得更清？微光视觉也是如此，放1万个心吧，肯定会有的，让视力飞一回。林峰道，狐狸和老猫有说过怎么样能快一点获得这种能力吗？没有，就是黑夜以及战斗环境刺激。那你往3点钟方向走，那里有2名敌人，我和赵和练练手。林峰能听出来幻兽傀儡是因为被寄生的人体内有一强一弱2种心跳，他实在不想这么摸黑走路了，因为时间接近1个小时了，他还没掌握微光视觉。他怀疑刘四河判断有误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和赵和和他有区别。刘四河是慢慢升级上来的，而自己和赵和都是击杀了幻兽，吸收的元力能量快速升级，1天之内就到达了这个级别，体内的潜能没被彻底开发出来，干脆找点战斗刺激，看能不能让身体更快适应。行，刘四河没拒绝，这么走向扶老奶奶过马路似的步履蹒跚，走得太慢了，他也有些受不了。在越过一个碎石堆后，林峰就看到黑夜中有2双绿色的瞳孔在低空漂浮着，显然这2个傀儡是拥有夜间视物的能力。啪啪，林峰双枪交错，瞬间打掉这2人手里的武器。他能听出运动体的轨迹，所以这是不影响开枪的，只是自己不太方便走。但这时候得逼自己一把，林峰启动动力靴，猛地一跳，挥拳砸向那2点绿光。赵和也有类似听声辨位的能力，否则他也不可能在烟雾中和人搏斗而自己无伤了，他也同样冲了过去。砰，一拳砸空，林峰落地之后受到了严重的反震力，头顶冒出了32的数字。如果正常起跳，能够看见，心里有所准备，再跳高1倍都不至于反震到自己，可如果闭着眼睛跳，哪怕只有半米也可能会被震伤。大意了，怎么忽略了这种细节？林峰心中懊恼，飞快地转身捕捉敌人踪迹。
砰！还没找到，他的脑袋上就遭遇到了重重一击，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87点生命值的代价。对方是5级的幻兽傀儡，这种级别按理说根本不可能打赢林峰，但一个没视野，一个有视野，林峰接下来就纯粹是被单方面蹂躏。砰砰砰砰砰！林峰不断招架，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一转眼就掉了1/8的血。好几次他都想抽出手枪给对方来一下，但还是忍住了。这样做没有意义，刷不出微光视觉，还有可能引来更多的敌人。砰！胸口传来巨震，林峰被彻底打飞，撞到铁架上，眼中金星直冒。林峰，别把自己逼太狠了。刘四河在旁边观战，忍不住提醒道：“四哥放心，我有数。”林峰站起来，好在他穿着防弹衣和头盔，挨再多的打也不会伤筋动骨。砰！劲风袭来，一道光芒突然映在了林峰的眼眸中。军刀，这可不能硬接了。在这一刹那，林峰的精神高度集中，他拼了命想要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当军刀划过他的鼻尖时，林峰眼前突然出现了军刀的全部轮廓，随后就是幻兽傀儡狰狞的面容，以及他身后的背景板、碎石堆和一辆小型铲车。天色仿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林峰的瞳孔中浮现出一抹绿色，下一刻他一脚戳出，砰！幻兽傀儡松开了军刀，痛苦的舞荡后退。你在战斗中获得初阶技能微光视觉，视力加70。狗日的，揍了我那么多拳，现在轮到你了。林峰反应快速，在军刀落地之前反手抓住，随后快速的上前，一个膝撞顶在对方的下颚上，咔！直接把对方下颚骨顶碎，力道之大，直接把对方原地顶飞了起来，身体都绷直了。噗嗤！反手军刀从敌人的咽喉划过，一道576的数字从对方头顶出现，血光乍现，弱点攻击下，这一刀直接暴击，将对方送走。此时林峰才看清楚，倒在地上的居然只是个6级的工程兵。有了微光视觉果然不一样，黑暗环境下战斗力要比高级士兵弱1级的工程兵都能压着我打。林峰心中暗道，不过好在总算把自己的潜力逼出来了。再看另一边，战斗也已经结束，一道身影缓缓倒下，露出另一道杀气腾腾的身影，正是马步半蹲，保持长拳直冲姿势的赵和。见林峰看过来，赵和吹了吹拳头，眨了眨绿色的眸子，林兄，哥们这招称锤帅不帅？帅！林峰看着地上尸体冒出的数字，不由得有些惊讶。赵兄，你打人肚子也能打出这么高的暴击伤害？嘿嘿，我沧州枪神岂非浪得虚名？力不外泄，道而不退，我这一拳的力量全部为他身体内了，他不死谁死？赵和自得地拍了拍手，打倒和打退那可是两回事。8级拳的入门和小成区别就在这上面。牛逼牛逼！林峰由衷的称赞。过奖过奖。赵和拱了拱手。走过来的刘四河看了看林峰的眼睛，又看了看赵和的眼睛，也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你俩真是我在星海见过的最强学生了。赵和、林峰，你俩想当入组织部？第46章，老猫、亨利、库涅兹，我们不是已经加入华夏老乡会了吗？赵和蹲下来摸尸，很快就从军用背包中掏出了半截能量棒。刘四河笑道：嘿，华夏老乡会只是一个松散的玩家组织，我说的是国家建立的官方组织，有什么区别吗？赵和在尸体上掏了掏，没发现有好东西，于是站起身来。有啊，当然有了。刘四河指了指上面，华夏老乡会是玩家自发性的公益组织，但我们只能保证玩家的基本安全，更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管的。而国家建立的官方组织就不一样了，好处可多着呢。四哥，你说半天，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啥组织呢？赵和问道。刘四河开口，林峰应该知道雄鹰之家吧？知道，那我就不多介绍了，我们就属于雄鹰之家麾下的一个机构，代号猫头鹰。果然啊，叔叔说的没错，老猫他们就是猫头鹰组织的。不过林峰没有多问什么，只是听着。赵和问道，猫头鹰这个部门是干啥的？有什么好处不？刘四河正想说，林峰却笑道，赵兄，人家这是需要考核的，咱俩还不一定能进呢，你倒是先问起好处了。我看这个时候还是先关心关心眼下的局面吧，也许咱们等级归零了呢。林峰这话也让刘四河犹豫了一下，他刚才也是被赵和和林峰的表现给惊艳到，现在想想还真是不能这么冲动，自己还没这么大权力决定招不招人呢。要是夸下海口说能进，结果又被上面否了，那多不好。说的也是，猫头鹰组织的正式成员在这边不到10个人，那就等这件事结束再说吧。总之我不会害你们。地面指挥部营房，莱恩结束了会议，各级军官也从会议厅走出来，各行其事。会议结束后，库涅兹来到了老猫的住处，1个小时后他又悄悄离开。库涅兹前脚走，
亨利孤身一人来到了老猫的住处，没过多久，他又出来了。又过了1个小时，亨利到了另一个地方。哟，稀客呀！库涅兹看着亨利，你不去完成莱恩的任务，组织人手，居然还有空来我这。库涅兹，我们合作吧。亨利很直接，等隧道打通，你和我联手干掉老猫他们。之后，华夏老乡会的人，你我各自接收一半。库涅兹皱着眉头，我凭什么相信你？亨利道，很简单，我们3人里面，老猫最强，你第二，我最弱，我只能依附你们其中一个才能活。肤色和观念决定了，我不可能和老猫混到一起。而你，我的兄弟，我们有着同样的肤色，兄弟会在佛州也同样有分布，我甚至可以解散猛虎帮，加入你的兄弟会，奉你为老大。库涅兹没有立刻接亨利的话，而是陷入了沉思。亨利见状，立刻道：你还在犹豫什么呢？我知道你和老猫肯定商量了要对付我，但是你觉得我死了之后，你能对付得了老猫吗？莱恩肯定是要被调走的，矿难出现后，最高长官有很大的几率会换人，到时候说不定玩家有机会掌管7519的资源。老猫的阵营身份在你我之上，他不死，你永远都没机会。库涅兹诧异地看了亨利一眼，这家伙不像平时表现的那么愚蠢，居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思索片刻后，库涅兹道：也不是不行，我要你把3个原力战甲的部件放在我这里才能考虑，你必须得让我见到你的诚意。亨利先是一喜，随后愣了一下，断然拒绝道：法克，这不可能。库涅兹，这3个部件是我保命的东西，我不可能给你。库涅兹道：空口无凭，我怎么相信你不会被刺我呢？如果我不提这个要求，你敢信我吗？亨利脸色阴沉，纠结了一阵后，他点了点头：好，我可以答应，但我只能放1件，不，我直接送给你1件。库涅兹再度震惊于亨利的魄力，不过表面上却没有显露出来，只是点了点头道：晚上10点之前，你派人悄悄地送过来，我会告诉你合作细节。伯恩，去送一送亨利。亨利起身道：不用了，人多眼杂，东西我会在天黑后送过来。待亨利离开，库涅兹躺在沙发上思索着，而旁边的伯恩小心翼翼地问道：老大，你真的要收下亨利吗？库涅兹嗤笑道：怎么可能？亨利可是杀了之前的老大上尉的，虽然他做得很隐秘，但我恰好是知道的。这种人就像豺狼猎狗一样阴狠狡诈，不择手段，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收他当小弟，我是嫌自己命不够长吗？那刚才为什么答应他？库涅兹摊了摊手道：我有答应他吗？我说的是考虑，考虑你明白吗？那就是有可能答应，也有可能不答应，但他得先送东西过来，我才会考虑。伯恩挠了挠头道：老大，那你这不是骗人吗？库涅兹骂道：卡苏伯列，你怎么那么不开窍？这叫智慧，你懂个屁！伯恩有些不解，不过亨利虽然人不怎么样，但我觉得他有点说得对，如果猛虎帮不存在了，那我们可就任由老猫揉捏了。还有驻地长官的职位，老猫的优势也更大，我们真的要选择和老猫合作吗？库涅兹淡淡道：老猫是强大，但他讲规矩，有信用，而且他很聪明，不是亨利这种目光短小的聪明。亨利虽然有野心，但他的目光就只有矿场村这点利益了。你去给老猫打个电话，把这里的一切告诉他。对了，重点提一下原力战甲部件的事，他会知道我的诚意。好的。亨利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一个10级的白人立刻就找到他询问情况。怎么样了，亨利？库涅兹答应了吗？亨利点了点头，他和老猫都答应了，但我要付出1件原力战甲的部件。什么？那可是你好不容易拿到的，就这么送出去？等等，什么意思？库涅兹和老猫都答应了？亨利冷笑道：相信他。库涅兹和老猫，我一个都不信。第47章，是兄弟就来砍我。军官宿舍区，老猫的书房内。好，我知道了，稍等一下。陈留挂掉了电话，随后转身看向沙发上的老猫。库涅兹打来电话，说亨利去找他谈合作了，商量着怎么对付我们，而且还愿意送给库涅兹1件原力战甲的部件，怎么毁？老猫吐了口烟圈，不由得笑了。老六，告诉库涅兹，那个家伙也答应给我送一份礼物，我们俩肯定是同一样东西，而且今晚肯定会出点意外，那玩意到不了我和他手上，让库涅兹自己去评里面的意思。实在弄不懂，就下线去翻翻我给他推荐的那几本华夏古书。陈留点了点头，如实转述，随后挂掉了电话。我记得亨利只说送礼，大哥怎么确定就是原力战甲的部件？老猫懒洋洋道：想都不用想，原力战甲3部件是亨利的立身之本，他会送1件出来。亨利想割这玩2桃杀3士，让我和库涅兹互相猜忌。不过在我们华夏面前玩这套，他还是嫩了一点。他要是今天就宣布解散猛虎帮，然后向莱恩申请并入我和库涅兹中任何一个，那我还高看他一眼，可惜他还是太年轻。陈留笑道：这小子年纪轻轻，手段属实阴狠啊，还得是大哥，一眼就看破了。老猫笑道：
少拍马屁，你稍微动动脑子也能看出来，只是你懒罢了。我呢，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这次随机事件难度不小，玩家们应该集合力量干怪物才对。不过他既然要上来送，那就顺手干掉吧，反正迟早也要统合矿场村的力量。陈留问道：那是不是给狐狸打个电话？老猫摆了摆手，不用，莱恩此时会很敏感，这个时候不能让外面知道这里的事，谁干谁就会被莱恩记恨上，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当正常下本就行。陈留点了点头，可惜已经和下面断联，不然可以问问四哥下面的怪物情况，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老四现在和林峰那小子待一起，你不用担心他。大哥对林峰那么看好？老猫笑道：一半一半吧，老四跟在一起，无非两种情况，要么等级归零血亏，要么升级血赚。之前会议上你也看到监控了，老四是想不出这种法子的，我琢磨着他血赚的机会更大一些。吐出最后一口烟圈，老猫起身将雪茄掐灭，通知兄弟们今晚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有场恶战要打。是。撕拉，西林从一具尸体上摸出一根能量棒，小心翼翼地撕开包装，将其切下一小节咬入口中，又将剩余的给包了起来，塞进怀中。李秀成猫着腰，手里提着个麻布袋子，林姐，我摸到了半根能量棒，2袋速食营养液，还有一件防弹衣，给你。西林摇头，又想起现在李秀成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动作，于是低声道：你穿吧，我爸手里这一件就是。你还找到了什么武器？我找到了2把卡勒特的自动手枪。李秀成从麻布袋子里摸出来一把，递给西林。有头盔和夜视仪吗？没有。尽量别开枪。西林道：实在没办法，子弹留给自己。为啥呀？李秀成不解。有光的时候都打不准，更何况是现在呢？武器对我们没用，找食物就行。如果遇到寄生幻兽，我们就自杀，这样一来不会被奴役，我们有缓冲时间走到约定地点。懂了，不过我们怎么去？现在这么黑了。西林道：先联系上林峰，只要我们能找到内置对讲机的头盔就行了。还记得我们在装备库的调频频道吗？记得319。车辆和其他设备上的通讯功能虽然没有了，但头盔内置的对讲机是可以短距离沟通的，不会被影响。所以只要找到头盔，我们就能联系上林峰他们。李秀成，如果峰哥他们的头盔掉了怎么办？又或者……西林道：不会的，我相信林峰，就算掉了，他也会想到这个办法，再找一个的。噗嗤！林峰一刀剖开幻兽的脑袋，随后一股热量进入体内，面板上也出现了数道提示：你击杀了5级幻兽傀儡，获得5点元力能量；你击杀了5级幻兽，获得5点元力能量；你击杀了5级幻兽，获得50点军功，累积军功9193，元力能量85210。击杀幻兽傀儡不算军功，只有击杀幻兽本身才算军功。虽然是被控制，但到底是自己人，莱恩不可能再拿自己人当功劳来计算。但元力能量的积累似乎是涉及到能量转移的问题，幻兽和傀儡都携带这种元力能量，所以击杀之后可以得双份经验。当然，前提是不能让幻兽破体而出，寄生到别人身上去。任务发布之前，林峰就杀过不少7级的幻兽，所以累积的军功相当多。因为7级的幻兽贡献的军功就有700点，现在林峰的军功即将破万，赵和也有大几千的军功。至于刘四和就很少了，他才100多军功。咔嚓！赵和扭断了一名卡勒特工程兵的脖子，随后在幻兽破体而出之前，反手将刀捅了进去。老兄，得罪了，你被寄生了，不能怪我砍你。赵和对着这名工程兵煞有介事地拱了拱手，装备我就不拿你的了，食物我就拿走了。红色的血液中渗透出绿色，旋即尸体化为了白光。显然，这是一个被寄生的玩家。赵和的效率很快，在近身格斗上，刘四和与林峰加起来都没他快。为了不吸引注意力，林峰也没开枪，所以反而不如他。不过他每杀完一个玩家，就这么煞有介事的拱拱手，让刘四和很是纳闷：你对玩家作揖干什么？他又不是彻底死了。赵和认真道：我太师父说，武者必须要有慈悲之心，不得已而为之时，更要注意分寸，收敛杀心，不然很容易走火入魔，变成漠视生命的怪物。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杀了人家一次，拜一拜也没啥，说不定少能沾点杀戮业力。他这种奇奇怪怪的仪式感，很快感染了刘四和林峰，不管有用没用，信一点又不耽误事，当即就有样学样的拱手拜了起来。刘四和拜完之后，觉得自己这腰杆有些滑稽，不对啊，我这是帮他解放，人家还得谢谢咱呢，我拜个毛啊。林峰也打趣道：不错，如果这些被寄生的玩家能说话，恐怕会直呼是兄弟就来砍我。刘四和是90后，对这个相当有共鸣，顿时就笑了：哈哈，贪玩蓝月是吧？大家好，我系渣渣辉。第48章目的。黑夜中前行，林峰几人的速度却并不慢，
很快就穿越碎矿区和工程区，抵达了初次躲藏的废弃矿井。林兄，没人。赵和作为探路先锋进去看了看后，很快又出来。会不会是他们找不到地方了？这处废弃矿井已经被改成了休息区，还是很有特点的。如果他们有办法，肯定能找得到。刘四和说着，林峰则四处打量着，看有没有记号什么的，结果一无所获。看来西林和秀成还没到，等等吧。他是相信西林能找到这里的，这点小事难不倒他。不过等了许久都没看到人来，刘四和坐不住了。我看就先别等了，我们有能力杀怪，现在抓紧机会先去捞点经验，留个记号，等西林他们到达这里再商量怎么会合。林峰点了点头，也行。他们的通讯频道一直保持在319，但迟迟没有西林和李秀成的声音，要么就是西林离得很远，要么就还没搞到头盔或者对讲机。总之干等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先升级吧。地底矿洞进入到黑夜阶段，死伤反而变得更少。幻兽控制的傀儡同样也有等级之分，如果没有微光视觉的人被寄生，在黑夜之中也会使无头的苍蝇变得行动不便。林峰三人一路从碎矿区走过工程区，抵达了初次躲藏的废弃矿井，也只碰到了4波怪，等级都不高，全是7级以下。此时赵和与刘四和都到达了6级，林峰则离8级还差一点。林兄，我怎么感觉怪变少了？走那么老半天了，没再碰到3级以上的怪了。是变少了。林峰道，矿洞事件已经发生很长时间了，差不多有10个小时了。玩家可以复活，但 NPC 不会，杀一个就少一个，被寄生的等级是会越来越低的。不是说有高级怪吗？赵和问道。任务内容里面写得很清楚啊。要时间。林峰在身上拿出一个起爆器，上面显示可起爆数量4。你们看，我之前丢在原力结晶箱子里的鬼雷已经有2个被引爆了，这能说明什么？刘四和问道。我怀疑那些高级的幻兽是聚集在母体旁边守卫它的，一旦母体吸收了结晶，实力变强，它就不需要那么多拱卫的力量，那么它就会放出一部分守卫离开。林峰道，那时才会进入到随机事件的第2阶段。不对啊，林兄。赵和摸了摸下巴，做出思考状。可供寄生的生命体数量在不断减少，等级也在降低，那么这些高级怪即便放出来，不是也没寄生目标了吗？10级幻兽难道要寄生3级的小卡拉米？林峰，所以幻兽应该也是有类型之分的，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无需寄生就有作战能力。就比如蚂蚁巢穴里面有蚁后，工蚁负责寻找食物，铸造蚁巢，兵蚁负责拱卫蚁后，护士蚁负责照顾幼崽等。还真有这个可能。刘四和惊道，炸毁隧道，切断供应能源，驱赶杀戮，幻兽的分工相当明确。这么说来，等第2阶段，母兽不需要那么多护卫，就会出动这些实力强大的幻兽了。我看这母兽也没有你们说的聪明啊。赵和突然道。赵兄有何高见？林峰看向他，你看啊，他要吸收原力结晶，干嘛非得杀人呢？直接操控储藏室的人给他送去不就完了？如果非要杀人，又为什么还把灯给关了？黑不隆冬的杀人效率还降低了。听着赵和的话，林峰也不由得陷入思索。第1阶段母兽应该为了收集能源之类的东西，这个优先级是最高的。从当初林峰抢夺原力结晶时，母兽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自己拿着的时候不顾一切的追杀，自己丢掉之后就对自己不管不顾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林峰升级之后感知变得更加敏锐，他发现矿洞下的矿工数量并没有减少太多，刨去可以复活的玩家不谈，原住民似乎也没死太多。就像赵和所说的，如果母体有能力，为什么不控制所有的人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吸收能源了？真要这样，莱恩他们要发现地下的异常，还不知道要多久呢。除非母兽需要的能源不止原力结晶，所以不得不这么做。林峰脱口而出，但紧接着他就眉头紧皱，可到底还有什么呢？一时间，林峰也想不出来答案来。此时起爆器上显示可爆炸的鬼雷数量变成了3，这意味着又一个箱子被打开了。怎么了，林兄？赵和看着林峰，神色有些不对。我们得加快步伐升级了。林峰表情有些严肃，如果不到10级，很有可能等不到莱恩支援的时刻，等级就会归零，并且之后也无法再参与进来，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啥？等级归零？不至于吧？赵和一愣。刘四和道，是不是太夸张了？林峰却开始检查起子弹和弹匣。我先前想错了，以为接下来到处躲着就可以等到援兵降临，再跟着大部队顺手牵羊。哪有这么简单？以这游戏的难度，怎么可能简单的就让玩家们跨越式升级呢？如果是正常的玩家，那么等天亮后，所有的玩家都只能拿到最低奖励，那就是卡勒的阵营身份这一点奖励。击杀幻兽的军功和等级，哪有那么好拿的？寄生操控意识，我明白了。林峰手持双枪，
母兽需要的能源不只是元力结晶，它还需要情绪能量。围而不杀的原因是它需要恐惧情绪，所以才会大张旗鼓的控制最高的一批战力胡乱杀人，但又没有全部灭绝低等级的矿工们，包括现在的黑夜也是如此。这应该就是第一阶段的目的了。而第二阶段，母兽吸收了元力结晶，出动高等级无需寄生的幻兽，目的是为了把所有人都杀光，让人产生无处可逃的绝望。玩家想要保留在这场随机事件中的等级，唯有一条路，那就是在第二阶段之前达到10级以上。第49章分头行动。如果你猜错了呢？听到林峰的分析，刘四河半信半疑。他现在背着5公斤元力结晶，又到了6级，已经有些舍不得冒险了。就这么被动型杀怪，他觉得挺好的，碰到了就杀，没碰到就躲着等待地面部队救援。要是主动去寻找怪物，说不定又得掉级，还有可能搞丢这些元力结晶。林峰问道：四哥的想法是？刘四河沉声道：我的意思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你和赵河出去，我带着元力结晶在这里躲着。西林和秀成如果回来，也正好有个接应。不管你的判断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至少我们能在事后占到一样好处。林峰见状点了点头，好，赵河，把那块元力结晶给四哥保管。赵河二话不说，将背包递给了刘四河。这样一来，如果林峰判断错误，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从这10公斤元力结晶中分到好处，事后也能快速的恢复等级。如果判断正确，带着元力结晶战斗也不太方便，万一搞丢了，那真是找都没地方找，还不如让刘四河带着去找个隐秘的地方藏好。我会保管好这些东西的，你们保重。四哥你也小心，我们走了。看着林峰和赵河离开的背影，刘四河神情有些感慨。就算林峰判断正确，就算他们能快速到10级，可一旦到10级，当天复活次数只有3次，在这种随机事件中，还是有可能彻底死亡的。机遇往往伴随着风险，刘四河自己不打算继续冒险了，但他却很佩服林峰和赵河的勇气。年轻真好啊！刘四河喃喃自语，随后往相反的方向走去。赵河在前，林峰殿后，在黑夜中前行了一阵后，赵河突然停下脚步。赵河的目光落在了远处大概100米位置的塔吊下，那里聚集着3名游荡的幻兽傀儡，看衣服像是工程兵，但他们身上的心跳和气血流动都更有力。在感知中，这3人的等级至少是7级，其中为首的一个心脏跳动如重鼓，在赵河启用听声辨位技能后，他是那么的突出。林兄，这3人至少都是7级，其中一个甚至很有可能是9级，是打还是绕过去？赵河问道。进入黑暗之后，幻兽傀儡的行为模式也有些变化，他们不再主动出击，而是在原地无意识的游荡，仿佛在等待某种命令。所以说，玩家还是有一定的主动性。打！林峰果断道，7级以后升级需要的元力能量越来越多，越级击杀有额外的加成，杀低级怪积累的则越来越少。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升级的机会是越来越少的。玩家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出击快速升级，等到第2阶段的母兽护卫队出现，那就毫无还手之力了。9级的交给我，吸引过来之后，你进行偷袭，2个7级的你能拖住一个，我就有把握搞定。行。赵河猫着腰前进，他不时地回头看一下林峰和自己的距离，很快就跑到了理想伏击位，随后给林峰比了一个准备就绪的手势。此时3名傀儡工程兵的位置距离赵河只有30米，但距离林峰有50米。砰砰！林峰毫不犹豫地开枪，2发子弹全部奔着那名9级傀儡的面门而去。就在子弹即将击中目标时，正在游荡的9级傀儡工程兵突然毫无征兆的偏头，噗！当！第1颗穿甲弹从下颌骨左侧进入，从右脸颊穿透而出。第2颗穿甲弹则因为这次偏头打在了头盔上。224 15。9级傀儡头顶冒出2个数字，紧接着开始有5的流血伤害冒出。你对幻兽傀儡造成224的穿透伤害，15点动量冲击伤害，流血伤害5，每秒5点，持续3秒。你进入战斗状态，获得了敌人部分属性信息。卡勒特的高级工程兵幻兽傀儡，等级9，体质83105，肌肉撕裂，流血状态，魂力8895，异常，生命值7451千。穿戴装备：卡勒特的防护服蓝，防弹背心蓝，工程师的扳手白，防弹头盔蓝。职业：卡勒特的高级士兵。主职业无。技能：初阶格斗术5级，中阶工程机械精通1级。危机本能初阶1级，长期和原石接触的工程师，经过元力能量的潜移默化改造，对危险的感知变得异常敏锐，面对未知来源的伤害，可提前做出不同程度的预判。肌肉神经掌控初阶5级，初阶肌肉神经掌控，能够在极短时间内闭合伤口，
阻止毒素、流血等异常状态的恶化。特殊状态：幻兽寄生9级，意志迷失，寄生后意识被幻兽主导，魂力属性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嗜血杀戮，被幻兽寄生后将会本能性的渴望杀戮与鲜血，痛感将大幅度降低。跳跃寄生，幻兽在宿主死亡后将迸发出全身的能量，破开原宿主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寄生下一个宿主。林峰看了一眼属性，随后果断的后退。9级可以说是一阶段最难缠的怪物，不过他没想到工程师居然拥有出阶危机本能，能够对危险做出预判规避，导致刚才的2枪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且伤口的流血在3秒后就已经停止了。坏消息是，工程师似乎比卡勒特的普通士兵更难缠，因为他们身上的防御等级更高一些。好消息是，对方的武器不是枪，而是一把巨大的扳手，这样一来，对方得先追到跟前才能造成伤害。9级傀儡总血量有1000，到现在仅仅掉了不到1/3的生命值，他的速度比我要快，在被追上之前我只能再开3枪。砰砰砰！退后的同时，林峰又开了3枪。7级傀儡在往自己这边冲的时候，都是微微低头，用手臂横挡着，只偶尔露出眼睛来。至于9级傀儡，则完全看都不看，毫无破绽。所以这3枪林峰全部给了其中一个7级傀儡，3枪被挡掉1枪，其中2颗则射进了对方的右眼。噗！子弹在穿透脑袋后，又在头盔内部弹射。这名7级傀儡顿时应声倒地。唰！此时9级傀儡已经靠近林峰身前，他猛地挥舞扳手，将手里的钝器砸向林峰的脑袋。砰！这一砸穿过林峰的身体，落在身后1人高的巨石上，巨大的石块顿时裂开。第50章战斗本能与杂音。林峰的身形出现在傀儡左侧10米处，由于早就判断出来了彼此的属性差，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发动了绝对枪感的超态。林峰的体质和魂力都是79，超态下魂力翻了1倍，体质则提升了 50%。 以前是统统翻倍，现在等级到达7级，这个技能对体质的加成有了递减，但仍旧让林峰的体质超过了9级傀儡。高额的体质加成配上动力靴，林峰快到出现了残影，所以刚才傀儡根本没打中他。你怎么突然？傀儡不知是愣了一下，还是被砸中巨石后的反震力给搞懵了，居然转过脑袋往林峰这边看去。砰！林峰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扣动扳机，穿甲弹准确钻进9级傀儡的眼眶，子弹在头盔内跳动。负712。随着一个猩红的暴击伤害值浮现，9级傀儡轰然倒地，幻兽破体而出，疾驰而来。林峰立刻补枪，将幻兽解决。一股炽热的感觉包裹林峰，身上白光亮起。他升到了8级，刚才消耗的体力也在瞬间恢复。没有耽误，林峰立刻看向赵和所在的战场，准备帮忙。由于9级傀儡和7级傀儡之间的速度差，导致2名7级傀儡是落在9级的身后。9级傀儡只用了3秒不到就跨越了这50米的距离，而7级傀儡无论是反应速度和行动力都要慢一些，所以这边林峰已经把9级傀儡杀死了，赵和才和最后一名7级傀儡交上手。呵呀！赵和怪叫一声，从岩石后面突然窜出，如同一发炮弹，从侧面撞在了7级傀儡的腰身上。赵和的时机抓得很到位，他这一顶正好是7级傀儡起跳换脚还没落地的时刻，在吃了这一击后，7级傀儡整个人在半空中就被顶成了一个侧 V 型。325，猩红的数值出现，这意味着打出了暴击伤害。从那身体扭曲程度，林峰就知道这名7级傀儡的肋骨被顶断了。扑通倒地之后，傀儡滚出了10几米远。赵和身形不停，立刻跟着猛地一脚踏在傀儡的咽喉处，给爷死！大脚落下，地面震动，灰尘往周围扩散。377，7级傀儡毙命。幻兽破体而出，还没来得及提速，就被赵和用军刀轻松割掉。林兄，我这一招铁山靠。大哥，都什么时候了还显摆呢？摸完尸赶紧撤。林峰打断了赵和的发言，这小子打完不说上2句不痛快。哦，赵和在尸体上掏了2把，随后跟随着林峰快速离开了现场。10秒后，听到动静的幻兽从周围冒出，但这里只剩下2具残缺的尸体。林兄，你猜摸到了什么？元力结晶。你咋知道的？我又不瞎，刚才你摸尸我看到了。林峰嚼着半根能量棒，笑着回了一句。嘿嘿。赵和摊开手心，上面露出拇指大小的蓝色晶体。这些工程兵也不是什么好货啊，还偷偷自己藏了点。林峰没说话，继续啃着能量棒，不一会一根就消灭完了。林兄，你咋吃这么多？赵和只吃了半根。我动用了超态，消耗大。林峰道。赵和干掉7级傀儡没费什么劲，对方在进入到了赵和的伏击范围时，拢共就花了2招，自己可是在开枪的时候就开启了超态加成。
面对9级傀儡的追击，主要压力都在林峰身上，又要计算，又要开枪，还得躲避，消耗量就更大了。不用超态，越级杀怪还是有点难度，9级怪的速度太快了。林峰感慨道。为了保证守望者祭祀的杀伤力达到最大化，他不得不逼近50米内再开枪。如此一来，以9级傀儡的速度到自己身前只需要3秒不到。如果不开超态，以7级的体质，行动力即便配上动力靴，也是拉不开和9级工程兵傀儡的距离。7级傀儡，林峰有信心谨慎搏斗，9级就完全不用想了。别看只差20几点，但那是全方位的碾压，无论是反应速度、行动速度，还有力量本身的判断力和肉身的掌控以及防御，都不是技巧能够弥补的，至少他林峰不能。下次9级的让我来试试。赵和自信满满。林峰摇头，你别拖大，9级工程兵傀儡拥有危机本能，7级的却没有。刚才第一波预判挡掉了我一颗子弹，后面在冲锋的过程中更是毫无破绽，还是对方攻击力道用喽，我才找到破绽一击毙命。你要是偷袭9级，说不定会被提前发现。这游戏真变态。赵和也感慨道，工程兵抡扳手砍人，还他们拥有预判技能，找谁说理去？林峰笑道，人家没开高达，轰你就偷着乐吧。9级工程兵的身份卡几乎能刷矿洞下的所有机械设备了，你想想你之前是怎么开铲运车撞人的？那倒也是。赵和悻悻地摸着头，恢复体力，复盘战斗，两人又继续寻找合适的怪物下手。在经过2个小时的战斗后，赵和终于到达7级，林峰则离9级还有一半的距离。林兄，赵和兴奋道，哥们获得新技能了。林峰凑过去问道，什么技能？有什么效果？战斗本能，被动技能，效果和之前我们杀死的9级傀儡相似，我可以对提前到来的危险做出预判，而且进入战斗后还会提升 20% 的体质和 10% 的魂力。牛蛙赵兄，林峰捧哏的竖起大拇指，嗨，还是比不了林兄的绝对枪感的，你那加成可是100%。赵和人情回夸。林峰摇头道，我的绝对枪感出现了递减，7级的时候对体质的加成只有 50%，8级的时候就只有 45% 了，魂力也只有 95% 的加成，这玩意还能递减？赵和吐槽道，什么垃圾游戏，这合理吗？也许是我们想错了，你面板上有提到 20% 和 10% 的这个具体数值吗？林峰问道。没有，是我自己算出来的。赵和摇头，那就是了，100%加成也是我自己根据数值总结出来的效果。反过来想想看，我0级的时候，绝对枪感给我带来了体质和魂力翻倍，但实际加成的数值只有10点左右。现在我8级了，绝对枪感带来的体质加成有40多点，百分比虽降低了，但实际数值高了啊。赵和托腮道，这么说来，无论是你的绝对枪感，还是我的战斗本能，还能跟上咱们的升级速度，发挥出巨大效果，已经是很牛逼了。话说这技能会不会升级啊？林峰思索道，有可能，星海中没有标注等级的被动技能可以进行深度开发，好像是天赋一样。或许我的绝对枪感本身就在升级中了，因为我之前在战斗中因为它获得了听声辨位的技能。你的战斗本能可能也是如此。赵和挠了挠脸颊，想了一下，随后选择放弃思考。既然你说会那就会，总之刚才我说的重点不是哥们现在又变强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加快一下效率了？我要打10个。林峰。就在这个时候，头盔内突然响起一阵杂音，随后一道低语逐渐变得清晰。第51章联络。林峰，林峰，我是西林，收到请回答。头盔内的声音断断续续，时远时近，仿佛有人在不停地走动，在试探稳定通讯的范围。赵和兴奋地捂住嘴巴，一顿大喊，西林，我是赵和，我听得到你，你听得到吗？喂，哈喽。噪音消失，耳边陷入沉默，仿佛彻底断联了一般。就在林峰和赵和都以为西林和他们擦肩而过时，头盔中再度响起了西林的声音，你鬼喊鬼叫什么呀？差点把我耳朵都震聋了。嘿嘿，我这不是激动的吗？小李子呢？赵和问道。你跟他在一起吗？他就在我旁边，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头盔。林峰呢？我在。林峰开口回复。你们在哪？有没有碰到4个？话说你们又没有微光视觉，怎么在黑暗中行走的？还有，赵和，你能不能先别问这些废话？西林喝道，我有重大发现要告诉你们。赵和嘀咕着，这小妞还是那么暴的脾气，到底还是安静了下来。林峰沉吟道，西林，你发现了什么？我猜测随机事件分几个阶段，母体麾下还有好几种幻兽等待出动，根据不同的行为结合任务内容可以推测出来。另外，我认为母体的图谋不是纯粹的杀人，它除了收集原力结晶，还在收集情绪能量，比如恐惧、愤怒、绝望，
这些最容易产生也最有力量的情绪。林峰闻言一愣，西林竟然也得出了这些结论。他可是和自己分开了很久啊，居然这么快就猜到了吗？赵和则忍不住又说话了，绝了，你和林峰分析的一模一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另一头听到声音的西林嘴角露出一丝笑容，看来你也猜到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是被寄生了2次之后，感觉到了一些魂力异常的波动才发现的。对了，你们现在怎么样？我7级了，林兄已经8级了，怎么样，厉害吧？赵和笑道。西林又沉默了，他确实没想到赵和和林峰进步这么快。林峰则是关心道，你和秀成待在一起是吗？能不能给一具体的坐标，我来找你们。西林，不用了，我和小李就不来拖累你们了。母兽在1阶段扩大了寄生范围，我们通过击杀1到3级的幻兽，我现在有4级，秀成有3级。对了，我见过四哥了，已经知道你的决定。林峰道，那你有什么建议吗？西林沉默了一下道，你分析的很有道理，玩家左右摇摆的话是保不住等级的，我估计能够得到的好处就只有军工和阵营身份。2阶段过后，母兽必然会发动一波群体攻击，清理所有矿洞中的生命，好安心迎接与地面部队的战斗。我们无所谓，死亡只不过是等级归0。你们如果想升10级，可能会，我建议你还是以稳妥为主，可能会彻底死亡。林峰想到了西林没说出来的话，西林的态度还是偏向于让林峰他们放弃等级，只拿军功就好，之后可以按部就班的来升级，没必要冒这个险。林峰却有自己的考量，每次遇到危险就想逃避，能躲到什么时候呢？10级迟早是要达到的，不止如此，我还要越升越高，坐等全人类80%的人到达50级，又或者有人到达100级将我捞走，还不如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命由我不由天。但话到嘴边，林峰却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西林沉默了一下，我相信你。随后对面传来一阵摩擦声，似乎是西林脱下了头盔。下一秒，李秀成的声音响起，赵哥，峰哥，你们还好吗？见对面换成了李秀成，赵和又开始吹嘘，那当然，沧州枪神，武术冠军，岂非浪得虚名？我和林兄一次都没死过，都快10级了，可惜你没在旁边啊，不然我和你峰哥高低也给你整个7、8级。频道内开始传来赵哥牛逼、卧槽之类的词汇，夹杂着几句韩文。林峰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算是看出来了，赵和是一天不被人夸浑身不舒服，李秀成夸他几句，他就开心的要飞起了，什么哥带你升100级，称霸星海的许诺不要钱的往外倒。也不知道他以前到底受过多严厉的训练，怎么就这么喜欢听好话呢？赵兄，差不多得了，人家秀成一口一个哥，那是他们的文化，逮着年上的都叫前辈和大哥，你也别老掐着这个聊啊。是吗？赵和狐疑地问道。小李，你是真心信我牛逼的吗？对，我真的觉得峰哥和赵哥牛逼。你看，他说他是真心的。赵和指了指耳朵，林峰不由得扶额。你说华夏人不骗华夏人，华夏人不骗华夏人？不对，你丫只能算1/4的华夏人，说这话不能算。你说男人不能骗男人。林峰，赵和和李秀成胡扯了一通，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挂掉了通讯。待走出一段距离，通讯中就再度响起了滋滋声，直至彻底失联。在黑暗中进行高强度的战斗和厮杀，总会让人神经紧绷，情绪低落。和西林、李秀成联系上后，林峰发现一直没能满的魂力值居然达到了满状态，甚至还提升了一点。面板上的魂力值后面有一条说明，你的精神处于舒缓安宁的状态，魂力值达到满值。赵和也发现了这点，他把这个归功于之前的聊天。林兄，你看，多聊聊天也是有道理的啊，母兽都从咱俩身上吸收不到负面情绪了，时刻保持巅峰状态。林峰笑着点了点头，赵兄说的是。所以说我上次杀完怪，那可不是显摆。我跟你说，上次那一招叫做铁山靠，我被师傅逼着装了好几年的沙包，我师傅那个人吧。听着赵和在耳边絮絮叨叨，林峰也莫名其妙的觉得安心多了。从这一刻起，竟然真的没有再出现过非战斗状态下降低魂力的情况。滴滴滴，林峰掏出起爆器一看，鬼雷的数量显示2，又一个元力结晶箱子被打开了。林峰在脑海中推算了一番，很快得出一个结论。第52章中度厌恶。按照这个速度，母兽在4个小时后就能吸收完所有元力结晶了，到时候就是第2阶段的大屠杀。莱恩说过1天就能挖通，也就是24小时能等到援军。从我收到任务时算起，已经过去了19个小时，所以这中间应该有1个小时的时间差。林峰暗道，按照目前的猎杀速度，林峰估计自己那个时候是能够达到10级的，能在第2阶段坚持到隧道打通不掉级，那就是血赚。有动静！赵和突然停住脚步。林峰迅速趴在废墟上，朝着前方探头。他们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碎矿区和深井区的交界处，
在前方500-600米左右的空地上，有几十对绿色的光点在游荡，眸子发绿光，那至少是获得了微光视觉的傀儡，也就是说，这里有几十个5级以上的幻兽傀儡。好家伙，这是一个工程队吧？全是扳手怪！赵和兴奋道，他已经很久没找到工程兵傀儡了，而这种傀儡一般等级高，给的原力能量点数也多。赵和林峰一个7级，一个8级，现在杀5级以下的怪，进度条都不怎么见长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伙高级怪，当然不想放过。试试。林峰当即点头，老规矩，我拉怪过来，你找伏击位。妥了。赵和翻过废墟，顺着斜坡往下，在不同的巨石中寻找隐蔽位置。啪啪啪，林峰在距离100米左右开枪，第一枪穿甲弹准确地命中傀儡的脑袋，另外2枪则命中寄生体内的幻兽。扑通，这名5级的幻兽傀儡顿时倒地，化作了一阵白光。你击杀了玩家侯赛因，幻兽傀儡，获得5点原力能量。你击杀了5级幻兽，额外获得5点原力能量。不是所有傀儡都有蓝装头盔和防弹衣，所以林峰的穿甲弹直接送走了目标。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倒地并没有引发骚动，游荡的傀儡们只是看了一眼，就继续漫无目的移动。啪啪啪啪，一连5个幻兽傀儡倒地，但这一群傀儡就跟智障一样，完完全全忽视了同伴的死亡。不对啊，玩家死亡被忽视也就算了，可是我刚才杀的里面也有不是玩家的，怎么会没动静？林峰有些纳闷，怎么回事？这群傀儡怎么不过来？赵和问道。不清楚，可能是枪声隔得比较远，再加上矿洞内本身就有很大的噪音，所以他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林峰推测道。我再试试。啪啪啪啪啪，枪声交错，林峰每次出手必然命中，直到双枪的2个弹匣都打完，傀儡都倒下去了，差不多20个，原力能量的积累进度条都涨了一大截，这才引发了傀儡的追击。赵和看完都惊呆了，我去，要么不动，一动就全动。林兄，我顶不住啊！跑！林峰手枪开始跑路，人数太多，里面还有7级以上的怪，别说赵和一个人，加上他也是顶不住的。但这一跑又出现了个问题，由于赵和选择的伏击位不和林峰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当2人暴露身形开始跑路时，追兵选择了更近的赵和。呼啦啦的一帮幻兽傀儡全往赵和那边去了。靠！怎么都追我？我他妈都没动手啊！赵和欲哭无泪，他一点经验没捞着，仇恨却全在他身上，还有王法吗？啪啪啪啪啪，林峰快速移动，开始给赵和打掩护，迟滞对面的追击。有4名速度极快的8级怪，当场就被林峰的子弹穿透了下肢，行动力骤然下降。不过追击的数量仍旧有几十，当赵和从林峰身边跑过的时候，林峰也不得不撤退了，因为他得换弹匣，不可能保持无限火力，而稍微耽误点就有可能被围。溜了，林峰启动动力靴，快速跟上赵和的脚步。操，林兄，前面也有！赵和气急败坏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林峰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也有10几对绿色的眼珠子。换方向！林峰脚底冒烟，高速运动的身体顿时打了个弯，往左边跑去。结果刚翻过一个矿堆，脚底下又有一伙绿光抬头。靠，这边也有！林峰当头就是2枪，打掉正在攀登的2名6级傀儡，往最后一个没有追兵的方向跑。动力靴的能量不要留了，赶紧跳！说完，林峰就奋起一跃。动力靴带来的高额行动力和跳跃力，瞬间就让林峰跨越了30米的高空，从一个矿堆山头跳到了另一个矿堆山头。哒哒哒哒哒，在林峰跳跃之前的原地顿时留下一排子弹。赵和慢了半拍，在半空中就中了10几枪，好在防弹衣和头盔还戴着，所以只是受了一点冲击伤害，但也掉了近百的生命值。我特么！赵和一个驴打滚，翻起身来，这什么情况？林峰此时也发现了不对劲，因为面板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提示：你击杀的幻兽达到临界值，激活心灵蠕虫人物关系，好感度100，当前好感度心灵蠕虫160，中度厌恶。心灵蠕虫，这应该是母兽了，我居然激活了它的人物关系。NPC 人物关系不只有好感度，相对应的也有仇恨值。正常情况下 NPC 和玩家基本都是冷漠关系，即当你不存在，由于瓦兰星的背景，这个冷漠关系还有点点偏负面，但还属于正常范围。但某些行为也会引发程度不一的后果。如果是正面行为，那么就会增进人物关系，层次分别是普通、友善、热情、崇敬、至死不渝。如果是负面行为，那么就会带来仇恨值，层次分别为冷漠、厌恶、敌视、仇恨、不死不休。冷漠程度的关系还算正常，至少稍微有点偏负面，比如刚进游戏时，卡勒特的士兵会因为林峰手脚不利索，顺手就揍一下，但程度非常轻微，不能算是针对你。达到厌恶程度，
相关 NPC 就有几率对玩家进行针对，甚至采取行动。从敌视开始 ，NPC 就一定会行动，但这个行动还会遵循一些理性，会计较得失。比如某个 NPC 要杀玩家，但会导致他自己重伤，那么此时他会选择放弃行动，等待时间。仇恨开始就会逐渐失去理智，即便付出代价也要杀。至于不死不休，那就会令 NPC 完全陷入疯狂，不计一切后果的报复了。好感度为负的5种关系中，也就只有不死不休，没有轻度、中度、重度分级之说。林峰道：我激活了母兽的人物关系，不过是负面的，他现在已经对我产生了中度厌恶。我怀疑刚才是母兽给我们设计的陷阱，毕竟我杀的幻兽太多了。如果击杀幻兽有个排行榜，那林峰绝对能登顶。不是，母兽厌恶你，这些怪为什么第一反应追我？赵和有些郁闷，可能是你隔得近，又和我是一起的，一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赶，顺手的事。操，又追过来了。赵和回头看了一眼，脸色一变，只见身后的追兵求追不舍，居然从矿堆上跳了下来，继续追击。往那边跑，那边有人。林峰指了指一个方向，拔腿就跑。第53章，倒霉的猛虎帮。撕拉，麦克撕开一根能量棒的封条，小心地蹲下身子，举过头顶。威廉接过能量棒，一口咬下，随后伸出一只脚，踏在另一个黑人玩家的膝盖上。对方很懂事的开始为威廉做起马杀鸡。老大，你太厉害了，刚才那2个怪物一下子就被你干掉了。小弟麦克谄媚地吹捧威廉，只不过他纯粹是媚眼抛给瞎子看，就那黑脸，威廉即便有微光视觉，在矿洞内也根本看不清他的表情。不过威廉确实被他吹舒服了，懒洋洋道：麦克，看在你这么忠心的份上，一会如果有2级幻兽，就交给你来解决。麦克闻言大喜，谢谢，谢谢老大。威廉摆了摆手，随后看向另一名白人，巴布里，他们复活了吗？巴布里有5级，此时点头道：已经复活了。威廉阴笑道：让那几个刚复活的去开那辆卡车，继续让他们送命，就像刚才那样。总之他们是0级，死了也没等级可掉，无非就是痛一下罢了。巴布里点头，明白，我这就去安排。威廉吃完一根能量棒，又喝了点水，整个人都舒服了很多。在下矿洞之前，威廉是7级，被寄生后死了1次，掉到了6级，被林峰干吊死1次，只有5级。但在之后，威廉又找到了不少猛虎帮的成员，利用他们做诱饵引怪，杀了不少幻兽，所以威廉现在又有6级了。我手里已经聚拢了15名猛虎帮的成员，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我马上就能恢复到7级的等级，甚至还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威廉幻想着未来，不由得露出了笑容。猛虎帮老大的位置，亨利坐的，我威廉就做不得。大，停在不远处的卡车打开了灯光，威廉远远地躲着，盯着卡车的方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威廉却突然听到背后传来动静，他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随即瞪大了眼睛。沃特发，怎么那么多怪物过来了？黑暗中出现了几十对绿油油的眼睛，正在急速地朝着自己这边扑过来。在看清楚身后的动静后，威廉立刻就跳了起来，直接跑路。他连成员都没提醒，完全就是想利用队员拖延时间。咦，好像是猛虎帮的人，那个家伙好面熟啊。赶过来的林峰有些疑惑地看着前方，不过他不确认，还是用英语喊了一句：威廉。威廉听到有人喊自己，下意识地回头，果然是你。林峰笑了，立刻就跟着威廉身后跑去。而威廉在看清楚林峰和他身后的情况时，一下脸都绿了。法克，你不要过来啊！威廉，别走！林峰见威廉拐了个弯，他也立刻跟着拐了个弯。欧谢特！此时巴布里等人也发现了这一幕，不过他们的反应太慢了，等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逃跑，直接被追兵淹没。猛虎帮的成员们顺手就化作了白光。林兄，前面那是威廉。是他刚才回头了。林峰道：娘的，好机会啊，不能放过他。赵和也加快了脚步。威廉，你不要跑，我们聊聊。林峰抄起一个手电筒，照在了威廉的身上。三偶伏必迟。威廉破口大骂，碰到谁不好，碰上这么个灾星，还聊聊？你这是和我来聊天的吗？你他妈是来找替罪羊的吧？威廉，你就这么抛弃的猛虎帮的成员跑路，你还是人吗？威廉，林峰不断的加速，身形越来越近。在即将超过威廉时，林峰从他身上一跃而过，将几个信号弹往他身上丢过去。红光照亮了威廉惊恐的面容，林峰又开了2枪，准确的将威廉的腿打断。法克油！威廉中弹后速度锐减，瞬间就被身后的傀儡追上，他绝望的朝着林峰怒吼。而林峰和赵和已经远去，没入黑暗中，只留下一句英文飘荡在威廉耳边：法克有土。下一刻，威廉被一群傀儡湮灭，追兵被分走了一大部分，
毕竟只是中度厌恶，还没到不死不休的地步。眼见数量变少，林峰和赵和又放缓了脚步，开始猎杀追兵。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有动力薛加成和林峰神乎其技的枪法，他们是完全掌握了主动权。5分钟后，威廉复活，气急败坏地从白光中走出来。该死黄皮猴子，该死的，该死的！别落在我手里，否则我定然叫你生不如死。威廉弯腰开始捡装备，傀儡们是不会带走死人的装备，而早死早复活的猛虎帮成员也没人敢来捡威廉的。掉了1级的威廉，此时也仍旧有5级，能轻松干掉他们。巴布里，检查一下人数，有没有人走散？巴布里，你在看什么？威廉正冲着巴布里问话呢，结果巴布里傻傻地望着威廉身后。你后面！威廉转头一看，整个人都麻了，因为林峰带着一部分追兵，拐了个弯，又从他这里经过了。威廉，我又来了！林峰毫不客气地给了威廉2枪，又把他腿给打断，然后从容地越过了猛虎帮成员的头顶。威廉举着枪躺在地上骂骂咧咧，他根本还击不了。一是他枪法没那么准，二是林峰的速度太快了。于是他和猛虎帮的成员再度被轮了一遍。啪啪啪啪啪！在对身后的追兵进行几轮射击之后，林峰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烫，身上亮起微微的白光，随后感觉自己的气血雄厚了许多，心跳也变得更加有力。升级了，达到9级，动力穴的帮助已经变得很轻微了，被我本身的实力所抹平。林峰感受着自己的强大，又看了看身后的追兵。此时7级以上的傀儡只有零散几个了，倒是有不少的低级怪被吸引而来。赵兄，我们再杀回去找威廉。林兄，是不是有点不当人了？对于你这种极其卑鄙的行为，我只想说，请带上我。第54章10级。林峰的骚操作又持续了5波，前几次他都是直奔威廉而来，然后打掉他的行动力。后面2次林峰都没再额外出手，因为小怪就足以把猛虎帮的人淹没了。等威廉再一次从白光中走出来，他发现自己已经骂不动了，周围总算平静了下来。他下意识地想去捡装备，但一股久违的沉重感从身体深处袭来，让他连捡装备这个动作都有些吃力。防弹衣和头盔加一起的负重不低，武器和食物算一起，负重得有50公斤。原本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现在却不行了。威廉再一次感觉到了瓦兰星的重力异常，要不是卡车的灯光还开着，他甚至都看不清楚周围的环境。因为等级掉落，他的微光视觉技能也消失了。好在背包里是有夜视仪的，接下来还能够行动。混账，你们愣着干嘛？还不过来给老子帮忙！林峰走了，威廉有气没处撒，只能把怒火倾泻在小弟头上。但小弟们没有动弹，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威廉，诡异的气氛在黑夜中蔓延。麦克，你过来！威廉又喊了一次。好。麦克走了过来，威廉没注意到麦克的语调已经变了。你替我背着这个，我们……威廉话音未落，就只见眼前一黑，额头遭受重击，猛地仰倒了下去。法克，你竟敢！给我闭嘴！麦克手里持着一根铁棒，模糊中威廉只能看到他那森白的牙齿和冰冷。你现在也是0级，没资格使唤我。你真以为我们被你驯服了？你这个……砰！麦克又狠狠地向他的头颅砸去。我说了，闭嘴！闭嘴！闭嘴啊！威廉的脑袋彻底被砸烂，抽搐了几下，就化作了白光。麦克气喘吁吁地站起来，随后看了一眼周围的人，从威廉的包中掏出一部分食物，撒向他们。巴布里本来想制止麦克，但一切发生的太快，周围的人对威廉也是仇视的目光，于是他也收起了心思去抢这些食物。滚开！这是我的！你给我去死！哎呀呀！麦克背着包迅速跑开，剩下的人则是疯狂地哄抢着食物和装备。赵兄，我没子弹了。林峰检查了一下军用背包，你那还有吗？赵和也摸了个空，没了，我之前替你背的都给你用光了。哦。林峰掏出一根能量棒补充体力，那我必须要补充子弹了。去装备库？赵和问道。那里应该还有，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你要用的穿甲弹。守望者 G4 必须要用细小的穿甲弹，别的粗糠他还吃不了。林峰也不是不能换别的手枪，但守望者系列是威力最大的，如果换别的可没能力打穿防弹衣和头盔。要是换步枪，那绝对枪感又不会生效，因为它是限定款，只有在拿手枪的时候有用。这个技能加成大是大，但局限性同样也不小。那我们就去一趟。赵和道，没林峰的枪法，他别说升级了，恐怕现在早归零了。而现在他已经8级，林峰则是到达了9级的一半。军工方面，林峰已经突破5万大关，赵和也破万了。滴滴，起爆器响起，上面显示鬼雷只剩下1个。赵兄，按照母兽进食的速度，我们还剩下2个小时，成败在此一举了。林峰起身，林兄你放心，
我赵和跟你干到底。赵和也飞快跟上。地面会议厅内，莱恩的副官正在汇报着。长官，根据掘进工程队的进度，预计2个小时后，我们就能挖出一个可供单人通过的小型隧道。之后的加固和拓宽还需要时间。莱恩点了点头，够用了。只要人能进去，之后的加固和拓宽可以慢慢来，也不用运送什么重武器。我会和克里斯汀一起下去。雷副官眼神有些诧异，您说动了他？是的，莱恩感慨道，我上任的这1年里，对克里斯汀尊敬有加，他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满足，而我从未要求他做过什么。父亲曾说人情要用，就要用到需要的地方，不要乱用。现在我总算体悟到了，克里斯汀没有拒绝我的请求。不提这个了，昨晚营地有什么异常吗？雷副官迟疑了一下道，昨晚警卫团出现了一些争吵，不过当我赶到的时候已经平复了。莱恩皱眉道，因为什么？您的警卫副队长亨利似乎是因为丢了什么东西，不过他没说具体丢了什么，但看起来相当气愤。是不是叫他过来问一下？莱恩摆了摆手道，战争前总会有些骚动，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冷静，只要没出现逃兵就不用理会，可以事后再说。林峰和赵和回到了装备库，这里比之前乱了一些，很明显有人来过。幸运的是，装备库的东西足够多，即便是有人来过，但他们也带不走所有东西。防具已经空了，武器也少了很多，不过子弹箱还有不少。很快，林峰就找到了一箱穿甲弹。嘿，还有1箱可以用。林峰立刻装包，运气真不错。赵和笑道，倒也不纯粹是碰运气，在选择武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威力更大的步枪、冲锋枪，手枪的反而没什么人选。这也是林峰为什么会折返来的原因。我帮你背一点。好。两人补充完弹药，立刻离开了装备库。时间流逝，随着林峰和赵和大开杀戒，原力能量和军工都在蹭的往上涨，一个9级，一个8级，已经是一阶段的顶配了。随着不停的杀戮，被解放的玩家也越来越多，等级高一点的幻兽都变少了。1个小时后，赵和身上率先亮起白光，到达9级。又过了40分钟，林峰才升到10级。终于10级了，感受着身体内的热量涌动，林峰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面板上弹出数道提示，林峰还没来得及细看，黑夜之中传来一声尖锐的爆鸣声，一股蓝色的能量从矿井深处爆发，瞬间扩散到了整个7号矿洞。扑通，赵和毫无征兆地倒在了地上，化作了白光。第55章魂力冲击。你受到心灵蠕虫的魂力冲击，魂力下降 30%， 持续时间5分钟。基于你的初阶精神韧性技能判定，魂力冲击的效果降低至 15%， 持续时间3分钟。你进入战斗状态，基于属性差距，你获得部分攻击者的信息。心灵蠕虫，等级26，体质227，魂力。林峰感觉脑袋有些沉重，同时身体出现恶心反胃的情况，就像是晕车了一般。不过持续时间很短，他很快恢复了正常。我掉了10点体质，22点魂力，这就是来自母体的攻击吗？林峰稳住身形，立刻查看自身的状态。在升到10级后，面板上有数条提示。你的瞬时魂力达到175，你获得被动技能初阶精神韧性。初阶精神韧性，面对心灵、意志类攻击将获得额外的抗性加成。林峰看了看自己的魂力值103、125，常态的魂力值是125，但我有绝对枪感加成，在升级时峰值达到了175，获得了精神韧性这个技能，扛住了母兽的冲击。他尝试着进入超态，果然面板上的魂力数值跳到了175的上限。你的等级达到10级，已脱离新手保护，当日可复活上限次数3。你的等级达到10级，退出游戏时实力将保留 10%， 包含部分技能。你的等级达到10级，面板属性新增元力。当前元力10点，掌握元力可对体质与魂力进行额外强化，包括攻击、防御，但你未掌握相关技能无法使用。你获得技能元力感知。元力感知基础，你可以感应到元力的存在。位阶学徒1阶，你的身体经过微弱元力的改造，已经可以感应到微弱的元力，但你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在这条进化之路上，你仍旧只是最低级的学徒。5分钟后，白光亮起，赵和复活。卧槽，我他妈被秒了！林兄，你怎么样？林峰将装备丢进白色光柱中。我只是受了点冲击，魂力下降了 15%， 没死。赵和穿好衣服走出光柱，一脸震惊，怎么才 15%？ 我的面板上显示我的魂力降低了 100%， 所以直接死亡了。等级差，属性差导致的抗性。可我不是只差了你1级吗？这是关键的1级，有很大的区别。林峰飞快道，总而言之，10级就活，10级以下就死，没有半死不活的中间状况。赵兄，你现在有2个选择。你说。在母兽下一波冲击到来之前，
到达10级，这样你就能扛得住魂力冲击，又或者什么都不做，等级归0，但这样会安全一些。赵和没有犹豫，当然是选择冲10级。不过下一波母兽冲击是什么时候？林峰摇头，不知道，应该会很快。不过你如果选择冲击，我会帮你。干！赵和端起枪，杀气腾腾。我们走。母兽终于吸收完元力结晶的能量，开始向世界彰显它的存在。第2阶段开始降临了。黑暗中亮起了几百道白光，不只是赵和被秒，其余玩家也在这一波范围攻击中挂掉。林峰选择的方向是深井区，自从鬼雷爆炸后，他也确定了母兽的大概方位。如果要刷出高等级怪物，必然会在这个方向。呵呵呵呵，咔咔。在奔跑的途中，林峰突然察觉到原本的低级幻兽也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原本寄生的傀儡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纷纷从宿主的体内冲了出来，就仿佛冲破了蛋壳一般，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原本幻兽只有一个大脑袋和尾巴，但从宿主身上破壳之后，它们就长出了躯体、双足和锋利的前肢。砰！林峰朝着其中一个怪物的头部开了一枪，穿甲弹命中后得到了怪物的信息：刀锋战士，等级6，体质95，魂力25，技能坚韧之壳，刀锋尖刺。受到母体的增益，幼小的幻兽进化为刀锋战士，拥有强横的防御和超高的攻击力，悍不畏死。3级的傀儡身上破壳而出的幻兽变成了6级的刀锋战士，体质居然这么高。赵和用散弹枪击杀了一个，在发觉看到属性后不由得一惊。8级的人类才有这个体质吧？只需接受母体的命令，要不了那么高的智慧。看来是进化方向的不同选择了。林峰说道。进化的方向有所不同，像自己的叔叔林启功就是魂力数值远高过体质，自己的面板上魂力有125点，体质只有105。魂力是这些刀锋战士的弱点，但现在他也没什么好的手段可以对付。赵兄，你现在是8级，我尽量给你找9级的怪，我打掉他们的行动力，你补刀。那边就有一个，砰！好！林峰朝着左前方一头刚刚进化完成的9级刀锋战士开枪，一枪打在他脆弱的后肢上，让其行动力受损。赵和抱着散弹枪冲进身前，一枪爆头。呵呵呵呵，死卡！难听的声音从4面8方传来。林峰他们现在都不用特意找高级怪了，因为目光所及全都是5级以上的。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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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双枪齐射，他每开一枪都能准确地打掉目标的行动力。6点钟方向2个，4点钟方向3个，11点钟方向5个。赵和补刀的速度完全跟不上林峰开枪的速度，因为散弹枪威力虽然大，但距离也要靠得比较近才行。林峰打完了一个弹匣，开始换弹，而赵和则补刀的不亦乐乎。靠，这也太爽了！我又9级了！赵和兴奋不已。现在的情况是林峰帮他把怪打残，他只需要跑过去简单的开一枪就行。别废话了，还差几个？林峰环顾四周，一边问道。5个，再找5个9级怪，我就能到10级了。赵和补完刀后飞快地跟了上来。林峰飞快地跳跃，不断地变换方向，寻找着9级怪。随后他跳上一辆侧翻的车辆，双手交错，砰砰砰砰砰砰，搞定，刚好有5个9级。赵兄，快！林峰朝着前方看去，一道淡蓝色的半球光体仿佛在酝酿着什么，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察觉。母体的第2波攻击要来了，快啊！赵和无心回答，现在就是抢时间。他的动力靴运转到了极限，脚底下摩擦得快冒烟了。就在魂力冲击到达赵和身前的那一刻，砰！枪声响起的同时，赵和身上开始冒出白光。嗡！魂力冲击掠过赵和，但他仍旧矗立在原地。第56章隧道打通。林兄，我10级了。赵和欣喜地搓了搓手，哈哈，我扛住了。魂力下降了多少？林峰问道。30%，持续10分钟。你没有获得精神韧性吗？赵和好奇道。精神韧性，那是什么？我只获得了一个叫做气血沸腾的技能，能够让我的体质在短时间内提升。看来每个人获得的不一样。林峰道。我获得的是精神韧性。我们现在怎么办？退回隧道口。赵和愣了一下，咱们不找怪杀了吗？林峰摇头，哪还用得着咱们自己找？怪物会上门的，任务面板上可是显示有10到20级的怪物。你我现在估计是7号矿洞下唯2的10级，太显眼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撤回隧道口，成为第一批被救援的人。该莽的时候得莽，该怂的时候也得怂。第1阶段怪物的极限就是9级，那个时候林峰和赵和联手，除非是数量太多，否则是根本是不怕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9级满地走，10级不如狗，还敢胡乱晃悠，
那就和宋没什么区别了。碰到20级的，3条命根本不够死的。好，我们走。老规矩，赵和在前，林峰殿后。两人开始往他方的隧道口狂奔，刷刷刷！就在两人狂奔至升降区时，3道黑影拦在了两人身前。吼！狂暴的怒吼声伴随着粘液喷洒，3头背部充满着尖刺，胸前有着鳞甲，头部则是狰狞壮角的直立怪物，朝着赵和怒吼。砰！林峰瞬间开了3枪，分别打在了3头怪物的头颅上。然而得到的结果却让他心中一沉。你对独角刀锋战士10级，造成58点伤害。你进入战斗状态，获得目标的属性信息。独角刀锋战士，等级10，体质155，魂力45，生命值2000，技能嗜血狂暴，坚韧之躯，刀锋尖刺。穿甲弹打头部都没有暴击伤害了，这怪物的血量还高得吓人。按理说，生命值是魂力和体质的平均数乘以5，但在独角刀锋战士的身上似乎变得不一样，也不知道计算方法是不是和人类有所差别。赵兄，曲线跑位，他们的反应速度没我们快。林峰开始在障碍物中挪移躲闪，对方的体质高，跑直线很容易被追上，但怪物的魂力低，魂力包含着神经反应速度和智慧、判断力，独角刀锋战士的体型还要比他们大一些，要拐弯也没那么容易。收到！赵和往旁边一闪，立刻躲到了一辆铲车的底盘下。2米高的轮胎，赵和猫着腰就能冲进去，速度丝毫不减。但独角刀锋战士却不行，他就这么直直冲了过来，试图把铲车撞翻。砰！独角刀锋战士撞得脑壳发昏，40-50吨重的铲运车可不是他能撞动的，破坏都很勉强。如此强大的冲击力，车体也就变形了一点。好，2头怪物往林峰这边扑来，他的压力明显比赵和更大，因为母体对他的好感度现在已经达到了-500，从中度厌恶已经变成了重度厌恶，所以他面临的是2头独角刀锋战士的追击。现在林峰也有赵和当时的感觉了，之前我只是打掉刀锋战士的行动力，都是赵和补的刀，但母体对我的好感度反而降低了这么多。林峰有些无奈，好在还有赵和给他分担1/3的仇恨。如果是面对3头怪物的围堵，那还真有点麻烦。现在只有2头，他在发动绝对枪感的超态后还有机会开枪。啪啪啪，穿甲弹打在对方的身上不痛不痒，伤害值就没有上百的。打头部还有可能上2位数，打别的部位那就更加低了，完全只有个位数的伤害。这些家伙身上的鳞片防御都堪比蓝装防弹衣了，即便枪命中头部，要解决1头独角刀锋战士也得打光一个弹匣。必须要找弱点部位。林峰从一辆工程车上跳下去，自由落体的同时转身攻击。2头怪物凌空扑来，如同泰山压顶。砰砰砰砰砰砰砰，守望者交替开火。此时林峰不再节省子弹，开始朝着2头怪物疯狂射击。2秒钟内28发子弹倾泻了出去，一大串伤害值从怪物的头顶上冒出来。林峰后背着地，就地一滚，双腿发力，迅速弹开10几米远。砰！扑通！2头独角刀锋战士落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其中1头却再也没有站起来，因为刚才的林峰瞄准了不同的部位，其中1枪射进了独角刀锋战士的眼睛中，在一众小额伤害中，3位数的暴击伤害显得无比起眼。找到你的弱点了。林峰站在原地，面对冲锋过来的独角刀锋战士，他没有再动，只是冷静地打出1枪。砰砰！穿甲弹从独角刀锋战士的2只眼睛中钻了进去。-647，-633，暴击伤害出现。扑通！剩余的独角战士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林峰仔细看了一眼，发现这家伙的眼睛长的位置还挺特殊，都在靠近头顶的独角位置，也就只有这一块是没有鳞甲包围的，乍一看就好像在翻白眼似的。赵和，他的弱点是靠近独角位置的眼睛，对着那个部位。林峰还想说提醒赵和怪物的弱点位置，就只见升降梯旁边一道灵活的身影，正手持一把像是铁棍的武器，对准怪物的身后疯狂捅着。借助升降梯旁的应急照明灯，林峰可以看清楚赵和对准的位置是独角刀锋战士的菊花。独角刀锋战士最终含恨而死。林峰赶过去一看，这才发现赵和已经解决了战斗。林兄，他的菊花也是弱点。赵和嘿嘿一笑，从怪物身上抽出钢筋，还好找了一根钻孔钢筋，不然我还真对付不了这家伙。牛逼！林峰竖起大拇指，赵兄的枪法真是不拘泥于形势，别具一格。哈哈哈！医疗包还有充能吗？我刚才挨了一下子，背部出血了。有。林峰扒开赵和的衣服，上面有3道深可见骨的血痕。撕开医疗包裹住他的背部，赵和的面板上体质在快速的提升。快走！伤好后，2人飞快地靠近隧道口，
然而在接近隧道口时，却听到了一片低沉的赫赫。等到看清楚隧道口的情况后，赵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密密麻麻的独角刀锋战士围着隧道口在不停的嘶吼，少说也有7、80头，在那其中甚至还有体型超过4米高、浑身布满狰狞尖刺的怪兽。靠，怎么这么多了？赵和不由得骂道。我们还怎么过去？林峰在仔细凝视了片刻后，反而露出喜色。我们不用过去，隧道打通了。话音刚落，突然一道火光从深邃的洞口中激射而出，长长的焰尾将地面照亮，随后在半空中炸开，凝聚成了一副战刀和步枪交错的标志。林峰欣喜道：战刀和步枪，这是卡勒特的旗帜，是信号弹。莱恩他们把隧道打通了。第57章疯狂刷好感。信号弹落下，紧接着里面就飞出一道浑身冒着光芒的男人。他身上披着的机械战甲散发着紫色光芒，战甲的胸前有圈圆在发光，仿佛 LED 灯一般。胸口的核心处有无数的紫色细线顺着战甲上的微型能量矩阵扩散全身。他漂浮在半空中，仿佛周围空间都渲染成了紫色，原本头部也被面甲包裹，此时却突然打开，露出真容。莱恩，果然是他。赵和也激动起来，帅，这套装备也太帅了呀！莱恩来的也太早了，第2阶段都没持续多久。林峰有些疑惑，但紧接着更让他疑惑的事情发生了。面板上突然闪过一条记录：心灵蠕虫对你的好感度降低1万，当前关系重度仇视。我操，离了个大谱啊！林峰吓了一跳，母兽的好感度突然降低了1万，直接从重度厌恶跳过了敌视，来到了重度仇视。怎么了，林兄？我也不知道，赶紧跑去莱恩那边。此时的莱恩眼神阴沉地扫视了四周，随后掌心朝下：去死吧，你们这些怪物！轰！手掌上紫光凝聚成团，光柱瞬间落在了兽群中最高大的怪物身上，吃怪物瞬间融化。林峰的穿甲弹连10级的独角刀锋战士的鳞甲都打不穿，这头明显更为高级的怪物却就这么融化掉了。好！密密麻麻的兽群跳跃着冲向半空中的莱恩，然而莱恩不但不躲，反而猛地俯冲，好似一颗垂落的紫色流星。轰隆！地面上紫光燃烧，冲击波往周围扩散。待到烟消云散，莱恩完好无损地站在地面上，而刚刚那上百头的怪物却全部不见了，连残骸都没有。卡尔，你带领巡逻团去寻找活着的成员。雷副官，你派人去修复能源室，看看能否让武器系统恢复运转。警卫团分5队，清理碎矿区、工程区、矿井区、升降区。米克，你带人守在这里。莱恩站在一块巨石上，正在发号施令，他身边就只剩下米克和克里斯汀，身后源源不断有卡勒特的军官和高级士兵冲出来开始行动。克里斯汀，你能否找到那头母体的存在？莱恩看着旁边的白衣少女，我找找，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克里斯汀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莱恩却看到有2道身影正在快速靠近，不过他们马上就被雷副官给拦了下来。是他？米克眼睛一亮，莱恩也看到了，他没想到林峰还活着，立刻招手道：雷副官，让他过来。长官！林峰飞快地跳上巨石，给莱恩敬了个军礼。旁边的赵和有样学样：你就是林峰？没想到你不但活下来了，实力还提升了不少。莱恩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卡勒特的一员了。你已加入卡勒特阵营，阵营声望开启，人物好感度已开启。莱恩对你的好感度加500，米克对你的好感度加500，雷副官对你的好感度加200。面前的4个人，除了克里斯汀的好感度没动之外，其余3人都是蹭蹭往上涨。阵营声望则是要等莱恩在事后确认军功之后才生效。谢谢长官，我有重要的情况汇报。林峰连忙道，他得抓住机会，因为莱恩旁边这个叫克里斯汀的闭着眼睛，像是在施法，搞不好就是在找母体的位置。如果不提前说出来，这个情报就没什么用了。请讲。莱恩此时显得很宽容。长官，我和同伴发现了母体的大概位置，在深井区的第3至第5个井洞内。林峰道：对，就是那里。赵和点头。哦，莱恩有些诧异，林峰不但立了大功，居然还能发现母体的位置。你确定吗？我相当确定。林峰解释道，母体之前夺取储藏室的原力结晶，被我和我的同伴们发现了。我们奋力作战，抢回了装箱的原力结晶，但我们保不住，于是我只能在6个箱子内放置了远程遥控鬼雷，丢在了不同的方位，然后经过爆炸的不同间隔和方位，计算出了母体的大概位置。米克流露出一丝欣赏之色，莱恩则是有些疑惑地问了旁边的副官：雷副官，这样是能计算出来吗？林峰，感情莱恩这个驻地长官也是个仗义啊，就这还要问属下。米克率先开口道：
不会错的，长官，这个少年做得很好。莱恩这才点了点头，很好，你能够在危险的情况下守护卡勒特的财产，挺身而出，值得表扬。林峰道，属下惭愧，我们奋不顾身的厮杀，最终还是没保护住他们。莱恩道，但这不是你的错。赵和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好感度蹭蹭往上涨，不由得惊呆了。就这么一会的时间，几个 NPC 对他的好感不断飙升，显然这是林峰刚才和他们对话所致。话说林兄，你也太能吹了吧，我们明明是去抢了，占为己有好不好？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奋不顾身的保护卡勒特的财产了？重点是莱恩和米克还真信啊。赵和不懂，但大为震撼。此时旁边的克里斯汀突然睁开了眼睛，他说的不错，母体确实是躲在那边。说话间他还偏着头看了一眼林峰，母体的情绪中对他有着强烈的憎恨，他确实做了刚才说的那些事。克里斯汀好感度加100，当前关系轻度友善。林峰也看了过去，他不知道这个漂亮的短发美女是什么来头，就他的好感最难刷。莱恩他们的好感度都到达热情了，就他还才刚刚脱离普通的范畴。莱恩好奇地问道，憎恨？为什么会憎恨他？克里斯汀道，由于林峰拖延了母体获取元力结晶的时间，导致他吸收元力能量的时间比预估的要慢很多，结果他还没来得及吸收足够的负面情绪，我们就打通了隧道。现在他不过27级，远不是你我的对手，他当然会恨。林峰恍然，原来那1万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第58章矿洞战神。就在林峰和莱恩、米克、克里斯汀交谈之时，头盔中传来了西林的声音，在看到信号灯后，他们两人也跟着过来了。反而是刘四和一直没接入频道，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隧道口有好处，速来。林峰简短的说了一句，就见旁边的米克投来询问的目光，你刚才是在说什么？长官，是我和同伴的密语，一门比较偏僻的语言，没有被纳入通用语之内。我的同伴也在这次行动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掌握了一些消息，我想让他们过来汇报给长官。莱恩点了点头，可以。米克却突然问道，林峰，你原本是哪里人？艾欧尼亚，长官。艾欧尼亚？米克一愣，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地方？你能听过才有鬼了。林峰面不改色道，是一个很小的聚集地，后来被炮火毁掉了。你的家人呢？林峰面色黯然地摇了摇头。米克眼中的同情之色愈浓，抱歉，我不该提这些的。抱歉。这话一出，旁边的莱恩、雷副官都惊讶地看了一眼米克。这个家伙向来是不近人情、冷面无私的，所以才能身居后勤长官的职位，现在对林峰也过于热情了吧？米克解释道，我有一个弟弟，和你长得很像，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也有你这么大了。不过他和我都是塔城孤儿院出身，可能因此我看到了你就觉得有些亲切的感觉。林峰心中一动，装作受宠若惊的样子道，长官，您不必抱歉，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能被卡勒特组织收留，是我最大的幸运。来到这里后，我没有再饿过肚子，我对这里的人都充满了感激。赵和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真是顺着杆就往上爬呀！不只回应了米克的问题和情感流露，还把莱恩等人给包了进去。如此一来，林峰的情感流露就不显得突兀。我对米克感觉到亲切，可不是说的假话，因为我感激你们所有人。论忽悠，还得是你啊，林兄。米克看着林峰，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这个场合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收敛了情绪道，好了，以前的事就不要再回忆了，从今往后，我们都是卡勒特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林峰，你的朋友们什么时候能到这里？林峰转身望了望四周，随后确定了一个方向，长官，他们来了。再次见到西林和李秀成，两人的状态很不好。由于幻兽的蜕变和母兽的范围攻击，李秀成和西林的等级都只剩下1级，不过还好，比刚进游戏的时候还是要强，也算是瓦兰星正常人水平了。按理说，西林和李秀成根本没多少军功，即便加入了阵营，也无法被莱恩接见。不过有林峰作引，莱恩还是很大度的让他们过来见了一见。李秀成身上平平无奇，倒是西林让莱恩颇为感兴趣。你说你有通用语8级的水平？是的，长官。西林点头，我曾在荒野上碰到了一些游商，跟着他们我看过不少书籍，也学会了不同族群的语言。莱恩欣赏道，很好，你可以当我的翻译员。本来他是用不上西林的，但在这件事发生后，莱恩已经决定扩招卡勒特的兵员，也就是那些矿工游民。游民们来自四面八方，语言各异，莱恩肯定要去伤兵营慰问一下的，所以西林马上就能派上用场。至于李秀成，他的出阶医术在卡勒特并不罕见，但莱恩在简单的询问几句后，也对他做出了安排，被派去地面医疗小组待命。莱恩已经下达了命令，低于10级的都要第一时间撤走。西林和李秀成就这样退出了7号矿洞，因为他们的等级太低了，根本无法参与到接下来的行动。这也意味着他们两人已经脱离了随机事件。至于林峰和赵和则另有安排。
赵和被编到了卡尔的巡逻守备团，守卫隧道口。就目前来看，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守备团的作战序列非常靠后，待在这里，赵和是没机会跟着大部队去杀怪了。赵和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莱恩看了他一番后，笑着摇了摇头：“我理解你建功的想法，不过有更好的杀敌方式，就不需要你去冒险了。留在守备团对你而言是最好的选择。”林峰的待遇则完全不同，他被编到了警卫团，也就是莱恩的亲兵。理由是林峰的射击术和枪械精通等级都很高，符合接下来的作战方式。10级以上的杀敌任务也不是谁都能接的，赵和上那就是送死，但林峰就不一样了，他能够发挥出作用。赵和听明白了，醉了，莱恩嫌弃我枪法菜，哎。林峰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道：“也不是件坏事，你好好休息休息，以后肯定有你发挥的机会。”得了，你不用安慰我，我去找卡尔报道了。赵和摆了摆手：“你自己小心点。”放心。林峰转头也去找警卫团报道。由于之前他被老猫接收，安排在了联排平房居住，所以他被分配到的也正是老猫指挥的警卫队。林峰是在隧道中和老猫碰面的，作为精锐兵种，警卫队是压后上阵的，不会当成先遣队。此时隧道内有很多卡勒特的军官在忙碌，在指引下，林峰在其中一个角落找到了整装待发的老猫。林峰还看到了库涅兹以及亨利，他们3人各自带领一排精锐，不过气氛似乎有些凝重，库涅兹、亨利很明显有些戒备的意思。林峰的到来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在库涅兹龇着牙竖起大拇指：“林，干得漂亮！没想到你居然创造了一个奇迹。”哼！亨利一脸阴沉，虎视眈眈。库涅兹，林峰点了点头，他不明白库涅兹为什么这么夸赞自己。这种情况还不单纯只在库涅兹脸上可以见到，无论是华夏老乡会这边的成员，还是 NPC 军官，都是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6个，我脸上有东西。林峰问领路的陈留：“嘿，你抢劫傀儡护卫原力结晶的操作已经被地面上的监控看到了，你现在可是出名了啊！在7号矿洞从3级杀到10级，这么恶劣的环境，几乎没人做到，已经有人称呼你为矿洞战神了。”矿洞战神？林峰面色古怪。林峰，快过来！老猫在一堆武器箱子前招手，这是警卫团的装备清单，上面有的你都能装配，你有5分钟选配时间，如果有什么额外需要的就快点说，我让老6给你弄来。时间不等人，估计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第59章外骨骼套装。警卫团的装备清单上有很多好东西，蓝装起步，等级7-20，且全是配套的，这上面的紫装也能选。林峰愣了一下，因为他看到清单上还出现了紫装，警卫团的队长级别才能装配紫装。你现在多少军功？老猫问道。林峰看了一眼任务面板，超过5万了。有名的 NCP 好感度都到什么级别了？莱恩是中度友善，雷副官是轻度友善，米克已经达到了轻度热情，克里斯汀刚到友善。米克对你的好感居然达到了热情。老猫面色古怪地看着林峰，有什么问题吗？米克作为后勤官，他的好感度是第2难刷的，仅次于克里斯汀。你到底干了什么？他居然这么欣赏你？我也不知道。老猫思索道，你军功是弄了不少，但离警卫队长的阵营职位晋升还差点距离。可米克对你的好感度是热情，这里面就有文章可以做。不过你现在应该用不上吧？你看看后面的详细要求。林峰将目光落在清单上，紫装只有一样，卡勒特的原力枪，类型步枪，品质紫，稀有，等级15，最低装备等级10，最低装备原力值30，原力运转，每开一枪将消耗1点原力值，3点魂力，6点体质，基础射程400至1000米，基础射速600、2000分，效果强袭、爆裂。强袭消耗额外的原力值，可提升射程、速度、威力，对目标增加额外伤害。最低消耗10点原力，最高消耗100点。爆裂消耗额外的原力值，可令子弹附加爆裂效果，击中目标后造成爆裂杀伤。最低消耗10点原力，最高消耗100点。用不了。林峰有些遗憾，原力枪已经涉及超凡力量，每开一枪都要消耗1点原力能量，1点魂力，3点体质。因为他的子弹就是原力形成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带弹药，原力就是弹药。要是原力值够高，持有原力枪就等于无限弹药，还能附加各种神奇效果，什么穿甲、爆裂、强袭都只是最基础的，强横的甚至能做到无视障碍物、必中、子弹拐弯、锁定追击。他的原力值才10点，根本不满足装配条件，一般的人根本承受不起，开10枪自己就得抽干了。没有原力手枪吗？林峰问道。老猫诧异道，谁会打造一把原力手枪？
那玩意造价更昂贵，除了贵族用来搞无聊的决斗，军队是不会装配的。林峰点了点头，也不觉得可惜。既然用不了，那就先放弃。这玩意即便申请到，也是租借状态，还是属于卡勒特的，用完要收回去的，以后离开阵营也带不走。看之后能不能找人定制一把。那就外骨骼装置来一套吧，我要暗影3系。陆地机甲玄火神5系重装型的，武器搭载雷蛇双管机枪，弹药链条左右各5万发，小型火箭弹满配30发，战场立体投影仪。再给我配一把步枪，50发轰天雷，50发强光弹，3箱弹药，座舱应该能够放得下吧？林峰这要求直接把老猫给整无语了。你怎么不说再给你装2发激光炮？有吗？我去你的吧！老猫笑骂道：你想跟着大部队过瘾也不是这么玩的，都像你这么玩，我这点家底会被造光去。林峰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他确实是有这个想法。既然是团队作战捞油水，那直接搞成重装战士过把瘾好了，碰到怪物就轰他娘的。老猫在清单上画了画，莱恩给我们警卫队长的弹药是有配额的，我这总共就分配到了5架火神号。再说你也没操纵过陆地机甲，玩不转火神号，换成羽系吧。武器系统我给你配多点机枪弹药，够你过瘾了。火箭弹你就别想了，轰到自己人，你那点军功不够扣的。给你10颗轰天雷，10发强光弹，步枪和弹药你自己随便搬，我只有一个要求。林峰诚恳道：请说。别误伤自己人。林峰有些惆怅道：行，我在没玩转陆地机甲前绝对不乱开火，不是怕你搞坏，就算你暴击了我也不会找你麻烦的。羽系我可以找莱恩报销，主要是怕你误伤兄弟们，10级之后练1级可不容易，又不像你运气好，进游戏没多久就能碰到这种随机事件，你小子走大运了。明白了。老猫欣慰的点头，成，六子你带他去上机。对了，老四已经回来了，你小子这次简直赚妈了，回头咱们再分账。外骨骼装置是10级的蓝装套，其中就包括林峰之前已经获得过的10级动力靴，总共6件装备，另外5件装备是背部的动力推进器，前胸的能量缓冲甲，左右手的动力机械臂，头部的神经操控头盔。背部的动力推进器能够提供前冲的力量，也是核心能源所在，搭配动力靴几乎可以短暂飞行了。5件装备连成一体，动力靴的跳跃力、行动力从20升到了100，直接翻了5倍。前胸的能量缓冲甲可以形成一个透明的全身盾，还附带消减冲击力的效果，本身就具备防弹衣的效果，子弹打过来单凭冲击力是根本造不成伤害了。动力机械臂提供了上半身的攻击力，如果需要近战搏杀，动力机械臂能够穿戴着一拳砸碎巨石。手臂的外侧还各有5发袖弹，功效不一，有穿甲，有火焰，有闪光，近战的时候如果突然打出来是能起到很好的偷袭效果。由于是特殊的合金制造，关节处是完全软化的，不会影响行动。全套穿戴之后，林峰几乎感觉不到负重，体质仅仅下降了5点，倒是魂力下降了15点。因为装甲的操控完全是链接使用者的神经元，如同身体的一部分那样。穿戴完毕，林峰感觉自己并没有多臃肿，就仿佛只多穿了2件衣服。雨季陆地机甲。陈留走到一个4米多高的支架面前，拍了拍座舱玻璃：你有驾驶技能，很容易上手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还有任务安排，你自己看说明书。行。林峰顿时钻了进去。第60章机甲警卫队出动。从4米多高的脚手架上到座舱里面，林峰才发现这个家伙比想象中的还要大一些。羽系陆地机甲说是座舱位置处于机甲的上半部分，前面是一块透明的防弹玻璃，视野很宽阔。由于已经穿戴外骨骼套装，林峰直接接入了机甲的操控系统。连接之后，视野的周围出现了3个操作模块：动力模块、武器模块、防御模块。林峰首先熟悉的是动力模块，这也是操控陆地机甲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连动都不会动，那就别说什么战斗了。前进。林峰下意识地动了动右脚，但机甲却只是摇晃了一下，并没有迈出脚步。神经元反馈操作失败。有意思。林峰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因为他是坐着的，但机甲却是站立姿态。当他的大脑发出指令时，突然出现了2种感觉，一种感觉是自己的右脚动了一下，另一种微弱的感觉则是从神经元头盔上传来的外部反馈。想要操纵羽系机甲，就需要忽略本我的身体反应，强化外部神经系统的反馈，妥妥的精神分裂，魂力不过100，还真的做不到这一点。林峰是在攻略上看到过陆地机甲资料的，但亲身体验又是一回事，要换成以前，他的魂力只有几点，就算明白怎么一回事，也做不到。操控机甲的原理等同于是让自己的大脑成为机甲的处理器，而且还不能受自身身体的干扰，因为自身躯体的优先级是高于任何外物的。操纵机甲的时候，大脑发出的信号必然是本身的身体先接收并做出动作，不只是要求一心二用，在一心二用的时候还要求不受到强干扰。
现在对于林峰来说，他自己的身体反而成为了强干扰源。出右脚，林峰屏气凝神，再度发送指令。第二次，他的右脚没动，但机甲的右肢动了。还是很简单的吗？感受到反馈，林峰玩得不亦乐乎。不到5分钟，他就能控制羽系机甲在原地蹦跳了。法克，他真的是第一次操纵陆地机甲。库涅兹旁边看着，惊讶不已。陆地机甲的操作难度相对简单，但新手怎么也要学个大半天吧。库涅兹以前还是飞行员呢，第一次驾驶的都花了个把小时才做到迈出右脚。林峰这才5分钟，已经可以操纵机甲跳迪斯科了。站在不远处的陈留见状，也忍不住摇了摇头。大哥，看来你这具机甲肯定要被他开上战场了。原本陈留是没指望林峰能开着机甲参战的，在这隧洞附近转悠转悠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他是真能开。老猫道，本来想着这次情况复杂，他留在后面会安全点，这也算是随了他的愿了。要不劝劝？别，18、19岁的小伙子，你越劝越上头，一会你看着他点就行。简化母体任务。原本7号矿洞是漆黑一片，但现在已经有数个区域恢复了照明功能。莱恩首先让先遣队伍修复了能源供应区的设施，然后层层占领要地，比如工程区。同时，他还安排了人手先进行救援，把仍旧活着的矿工撤退回地面上，这样尽可能的减少7519的人手损失。他在前期没投入机甲警卫团这种重火力队伍，也是基于对矿洞下的工程进行保护。莱恩不想要一个被打烂了的7号矿洞，那样一来损失太大，即便杀死了怪物，他也得被上面惩罚，平掉都是最好的结果，甚至可能会被降职。他通过在高处和克里斯汀、米克一起观察怪物的分布点，对进攻队伍进行了调整。直到此刻，母体也投入了15级以上的属下，他才调集最珍贵的重火力队伍上阵。好，呵呵。林峰跟在陈留的身后，很快就越过升降区、工程区、碎矿区，来到了深井区。从地下爬出来了许多比独角刀锋战士更为高大、强横的怪物，正在肆虐之前派过去的先遣队士兵。大量白光亮起，尸体横飞，皮糙肉厚的怪物对这些卡勒特的先遣队瞬间造成了大量伤害。莱恩向公共频道中下达了撤退指令，先遣队后撤，警卫队向前。火神机甲开火，羽系待命。在距离还有500米时，老猫的火神1号左右武器就喷出了火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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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排冒着火光的子弹划破黑夜，几乎连成了一条直线，仿佛激光一般打在了那些15级以上的怪物身上。200多头怪物在一轮扫射后还能站起来的已经不多，90%都死在了冲锋的路上。真猛啊！林峰落后一个身位站着，看着这道火力网。火神号机甲高10米，满配全重有36吨，左右2只手势筒状，单发子弹的口径只比婴儿手臂略小，完全是炮管，1分钟能发射2万发，而且还可以调整角度仰射。这么一轮齐射下来，光是动量冲击伤害都足以堆死怪物。只5具火神号机甲就完成了火力覆盖。6、7、8、9号补刀。老猫的命令从队伍频道中传来。200头怪物没有全死，还是有7、8头通过跳跃，借助障碍物躲闪，灵活地绕开了火力扫射。火神号是重装机甲，虽然可以调整角度仰射和低射，但还是有漏网之鱼的。这个时候就轮到机动型的羽系机甲上阵，也不是近身肉搏，就是进行精确补刀。火神号和羽系机甲就相当于机枪组和精确射手的区别。砰砰砰砰，剩余的几头的怪兽也倒了下来。队伍里的9具羽系机甲继续前进，对倒在地上哀嚎但未死的怪兽进行补刀。火神号则进入自动换弹装填。林峰本来想问怎么不让自己这个10号也过去，但下一刻老猫的声音就响起：10号你也去。同时火神1号也调转了身位，面对背后警戒。收到。林峰操纵着机甲开始清理战场，15级以上的怪物给的原力能量和军工都很多。林峰在补完第8头怪物的时候就升到了11级，和他一样升级的还有不少人，只不过只有玩家身上会亮起升级的白光。报告莱恩长官，警卫一队清理第4矿井区完毕，请指示。就地警戒，守住洞口。是。第4矿井区打得比较浅，往下也只有40米左右，从这里爬上来的怪物只有200只。陈留往地底发射了几枚扫描飞灯，很快林峰从3D 战场扫描仪上看到地下50米处有很多个洞口，并且往四周蔓延，地洞错综复杂，延伸了很远。母兽把地底都渗成了筛子了，它是怎么做到不被发现的？陈留惊讶地看着逐渐完善的地洞情况。按说在地下出现了这么多通道，怎么也该被打井的工程师们发现才是。老猫分析道，恐怕早就有一部分工程兵被控制了，母兽出现的时间比想象中的要早，只是一直隐忍不发。随机事件是昨天发生的，但不代表
母兽也是昨天才出现的，希望母兽别从咱们这个洞口逃，那家伙估计得有20级以上了。有队员说道。保持频道清洁，老猫提醒道，专心一点。是。接下来警卫一队就守着第4矿井区，围成了一圈，主要警戒地下再爬上来怪物。之后的10分钟里，又有零散的怪物小队从第4矿井下冒头，不过都是刚出现就被秒杀。连续3波过后，第4矿井下不再出现怪物。没办法，老猫这边的火力太强了，光火神号就有5具，羽系机甲有10具。母兽也不是傻子，这里火力猛，也不会白白派过来送死。其余几处矿井在绝对的火力面前也完全没有什么风险，简直就是白给。莱恩甚至都没有派老猫这么的人去支援，克里斯汀已经把母体的想法摸透了。难道第3阶段就这么简单？林峰看了一眼身后，矿洞内的灯光逐渐明亮，在半个小时后连武器系统都恢复了。看得出来，莱恩已经掌握了大局，第3阶段进入的玩家简直是在收菜，这没道理。此时高台上的克里斯汀突然对莱恩道，母兽准备逃跑了，必须要下到地下去围堵，我需要你清理掉拱卫他的护卫，并且牵制他的精力，才能做到一击必杀。莱恩点了点头，随后打开了耳麦，警卫团全体随我进入深井区内击杀母体。与此同时，林峰、老猫等玩家收到了任务提示，莱恩向你发布了任务，击杀心灵蠕虫。任务说明，心灵蠕虫决定逃离7号矿洞，并命令所有守卫掩护他撤退。任务要求及奖励，进入地下参与击杀母体，按照对母体造成的伤害来计算奖励，每1点伤害值计算10军功，完成最后一击将获得额外的奖励1000万军功，1万阵营声望，紫色装备任选。当前可简化任务为击杀心灵蠕虫，每日限1次，是否立刻使用该功能？林峰没有犹豫，立刻做出了选择。是。简化成功。击杀心灵蠕虫内容已变更。任务说明，心灵蠕虫决定逃离7号矿洞，并命令所有守卫掩护他撤退。任务要求及奖励，请跟随在克里斯汀身边，直到母体死亡。母体死亡后，你将获得1000万军功，1万阵营声望，紫色装备任选。这林峰愣了一下，奖励没变，但原本要求对母体完成最后一击，变成了只需跟在克里斯汀旁边。全体都有，依次进入第4矿井。老猫开始号令队员，但在这时，莱恩化作一道紫光降落在了第4矿井旁边。7519中传来莱恩的声音：林峰，你有另外的任务，不用跟随警卫一队行动，到我身边来。老猫、亨利、库涅兹，第62章任务完成。林峰凭什么能待在上面？论军功、论声望、论好感度，都有比他高的，他居然不用下去冒险。警卫团的玩家们心中都升起了这股念头。至于 NPC 军官倒是没想这么多，因为在他们眼里，林峰本身也是临时编进来的，都还不熟呢。但所有人无暇顾及这些，因为命令就是命令，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质疑莱恩。我们下去。老猫很快带着队员跳了下去，真是个神奇的小子。库涅兹嘀咕着也跳进了坑内，可惜还打算在地下做到他的。亨利冷冷地看了一眼，其余的警卫队成员也开始行动。林峰依言来到了莱恩和克里斯汀的身边，从机甲中跳出来。长官，他没有问为什么，克里斯汀似乎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他依旧戴着墨镜，穿着白色紧身服，与周围格格不入。还是莱恩主动道：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待在克里斯汀的旁边。就这么简单。林峰愣了一下，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是，长官。待在上面总比去下面好得多。矿场村有名的 NPC 都在这里，没有比这更安全的了。不过莱恩似乎要下去，他转身对米克和雷副官道：他们2个的安危就交给你们了。是，长官。雷副官慨然道：除非我死，否则我一定不会让怪物伤害到他们。米克也是点了点头。莱恩又看向克里斯汀：克里斯汀阁下，拜托你了。克里斯汀清冷的点了点头。等莱恩朝着地底一跃而下，他突然看向林峰：脱掉动力机械臂，把手给我。林峰头上冒出一个问号，迟疑了一下，把身上动力机械臂递给了克里斯汀。我是说你的手。哦。林峰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他的手有种冰凉的感觉，而且是非常冷。林峰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仿佛从灵魂深处一般感觉到了寒冷。克里斯汀盯着他：我没睁开眼之前，你不能松开我的手，能做得到吗？林峰握紧他的五指，认真的点头：可以。克里斯汀对你的好感度加50。咦，这样也加好感？林峰还想说什么，就只见克里斯汀偏过头去，显然不想多说。接下来的一切显得十分正常。矿洞内部除了深井区，其余地方已经恢复了平静，矿工和伤员得到了安置，唯有深井区内偶尔会传来空旷的嘶吼声，甚至有卡勒特的记录员开始对受难者进行拍照或者采访。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总要有值得弘扬的英勇事迹，挑选合适的素材呈报上去，或许能够让驻地军官们的失职不那么明显。林峰成了这次重点的关注对象，不只因为他在会议厅内监控中出色的表现，还因为在幸存者中有不少人都提到了林峰的名字。第4深景区的悬崖边上，一对男女手牵着手矗立，前方的照明功能还未恢复，但后面已是一片灯火通明。咔嚓，这一幕被记录员抓拍了下来，兴奋地在小本本上记录了此时的感想。他们并肩面对黑暗，他们共同守护光明。由于克里斯汀的要求，林峰一直是侧着脸注视他，从记录员的拍摄角度来看，就好像林峰带着微笑在深情凝望着爱人。战火中的爱情。记录员又兴奋地写下几个字，但想到克里斯汀的身份，又觉得这样写恐怕会被认为在非议长官，于是又悄悄删掉，只能自己在心中八卦。克里斯汀的手冰冷得不像话，林峰感觉自己都快冻僵了。要是他知道后面有记录员能这样八卦，说不得要给他2个大耳刮子，老子那是脸部肌肉都被冻麻了呀，混蛋！魂力和体质都在下降，林峰甚至感觉克里斯汀是不是在吸自己的阳气，要么就在发动某种技能。林峰好奇地看了一眼面板，发现上面有克里斯汀的属性信息，但只能看到克里斯汀的等级为29，其余的一概是问号。好家伙，比莱恩还高4级，怪不得莱恩都对他客客气气的，怪不得好感这么难生。就在这时，克里斯汀的眉头紧皱，脸部颤动，胸膛剧烈的起伏，一股斥力在疯狂地排斥着四周，周围仿佛出现了海啸，又如同巨兽在怒吼，种种异象都证明他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而林峰牢记任务要求，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同时也启动了绝对枪杆。持续了足足5分钟后，克里斯汀的身体终于不再抖动，一切异象消失。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打湿了他的短发。克里斯汀的身体往后软倒，林峰连忙揽住他的腰，将其抱住。墨镜都被抖落了，林峰直接将其摘下，顺手帮他捋了捋发丝。等克里斯汀睁开眼睛时，他才发现对方竟然是一蓝一绿的一瞳。你在干什么？你没站稳，长官，把墨镜还我，扶我起来。好的。克里斯汀站起来后，米克和雷副官欲要来扶他，但通通被拒绝。林峰扶着克里斯汀在一块巨石上坐下，此时他发现克里斯汀手掌又变得滚烫，甚至于他自己也被感染了。克里斯汀分予你部分原力能量，你已达到12级，我怎么就升级了？林峰愣了一下。克里斯汀看向林峰，好好吸收，这是你应得的，我会在之后向莱恩说明你立下的功劳。功劳？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克里斯汀似乎能看出林峰所想，母体对你的仇恨导致他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你身上，我利用了这一点，强化了他的这一情绪。你之前感受到的寒冷就是来自母体的杀意，效果很好，没有你他很有可能逃走，我也不可能轻易杀了他。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一头巨大的蠕虫从第3矿井处被拖了出来，扛着它的正是莱恩。扑通，心灵蠕虫被莱恩扛着扔到了地面上，随后他当场宣布这次的怪物首领已经死亡。此时林峰的面板上也出现了提示，你已完成莱恩发布的任务，击杀心灵蠕虫，你获得1000万军功，1万阵营声望，紫色装备任选。随机事件矿洞换兽结束，下线功能已恢复。就结束了？1000万军功，1万阵营声望，紫色装备任选的奖励就这么到手。林峰愣了一下，随后内心止不住的狂喜，这次赚大发了。第63章全线狗。心灵蠕虫的死亡意味着7号矿洞内的危机事件彻底结束，很多玩家在这次随机事件中等级归零，长时间的努力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但也有一夜暴富的，就比如林峰。下矿洞之前他只有3级，2阶段结束他达到了10级，后面更是躺赢。在克里斯汀击杀心灵蠕虫之后，分给他一些原力能量，直接让他又升了2级，更别提还有1000万级军功和声望以及装备奖励。在这次随机事件中，林峰可谓是赢妈了。莱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伤亡统计、设施恢复、损失评估、安抚人心、论功行赏肯定是要放到最后。警卫一队的成员从矿井中上来了，老猫的火神1号机甲直接废了一条手臂，座舱的玻璃镜面也充满了划痕。一队的5具火神号机甲报废了一辆，陈留是空人上来的，羽系的也好不到哪里去，10架报废了5架，剩下的也个个带伤。显然，对于第3阶段才参战的玩家们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度过的事，没有白得的好处。库涅兹也暴击了，连外骨骼装置也受损多处，他还受了伤，是被人搀扶着上来的。6哥，这什么情况？林峰迎了上去，他打量了一下，按理说不该这么惨啊。陈留低声道，我们和库涅兹联手做掉了猛虎帮所有10级以上的家伙，包括亨利，猛虎帮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亨利被干掉了。林峰看向警卫团的成员，果然警卫3队少了很多人，
全剩下 NPC， 没有玩家了。老猫从机甲中跳出来，点上了一根松山雪茄。不要觉得我们狠，是亨利自己要作死。下去之后，他主动攻击的我们。林峰，我没有这么觉得，不过亨利怎么敢的？库涅兹趴在队友背上凑了过来。嘿，我演的好吧，老猫。亨利那个蠢货还真信我和你干上了。不过你这家伙也真是不留情啊，你得赔我这肩膀治疗的汤药费。老猫爽快道：没问题，你赶紧去休息吧。你和兄弟会的人消耗都算我身上。林峰听明白了，看起来像是三伙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后的斗争结果就是猛虎帮不存在了。库涅兹却趴着没走，他找老猫要了一根雪茄，龇着牙道：老猫，干脆我带着兄弟们加入进来吧，我知道你是干大事情的，你接手我们也更方便做事。林峰瞪大了眼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库涅兹要解散兄弟会，加入到老猫的队伍里面来。老猫道：我现在没办法答应你，还得有人点头才行。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会促成这件事，而且不会趁机干掉你们的，我拿人格担保。嗨，我没想这么多，你看你走了，谢谢你的雪茄。库涅兹心满意足的走了。陈留笑道：大哥，你让库涅兹看咱们的史书，他是真看进去了，他是不是以为你会狡兔死，走狗烹啊？刚上来就迫不及待的表忠心了，他纯粹是多想了。老猫笑了笑，看向林峰，不提这些破事了，你在上面怎么样？莱恩没给你安排什么危险的任务吧？你又升级了？老猫眼中有些诧异，而陈留也惊讶地看着林峰，你12级了？林峰一脸疑惑道：我也正想请教一下，莱恩叫我待在克里斯汀旁边，然后克里斯汀就吩咐我一直拉着他，期间他对我的好感度一直在涨，母体对我的仇恨也在涨，最后他击杀了心灵蠕虫，分给了我一些经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老规矩，把不知道怎么解释的问题丢给别人，让怀疑的人帮忙想一个合理的解释出来。老猫和陈留一听，顿时就顺着林峰的话陷入了沉思。你完整的熬过了1、2阶段，并且破坏了母体的意图。克里斯汀是心灵能力者，和母体的能力重合，也许他是在利用母体对你的仇恨，帮他拉怪。你获得的奖励应该不少吧？林峰乖乖点头，是不少，还有军功和声望。老猫，对于完整参与了3个阶段的玩家，并且改变了随机事件重大环节的人，奖励是很丰厚的。你有运气，也有胆气，还有实力去做，并不算奇怪。说到这里，老猫也忍不住多看了林峰一眼。对比之下，老四就差了点眼光，为了2箱元力结晶就放弃跟林峰跟到底，要不然刘四和现在也应该10级了。陈留竖着大拇指道：好小子，看来恩那态度，你这次肯定发财了，上去之后你得请客啊。林峰笑道：那也是多亏了4哥和老乡会的帮忙，6哥放心，领完奖励我肯定请大家聚一聚。老猫拍了拍林峰的肩膀：走吧，别站在这里聊了，收尾的工作用不着军官，上去休息一下，等领奖吧。从矿洞下上来，林峰先行回到了住处休息。至于赵和、西林、李秀成还在矿洞底下忙活，因为事后还有一些小任务，比如西林接到了翻译任务，李秀成接到了伤兵任务，赵和接到了巡逻值守任务，这些都是有一些小奖励可以拿的。蚊子再小也是肉，1分钱也是爱，自然不会放过。烧起壁炉，然后回到房间下线，林峰给家里报了个平安，然后又匆匆上线。这个时候要休息也是在游戏里休息，莱恩随时都可能颁奖，他当然得随叫随到。睡了4个小时，林峰听到外面有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4名卡勒特的士兵。为首的高级士兵此时显得十分恭敬，低着头道：林长官，莱恩长官请您过去一趟。我知道了。林峰关上门，点了其中一个士兵道：你就在这里等着吧，我的同伴回来通知他们一声。是，长官。被点到的士兵老老实实的在门前站起了岗。这么听话，等级和阵营声望上来了，就是爽啊。林峰想试试自己的权限有多大，又朝着2名士兵道：你们2个去一趟47号谷仓，给我找几个人，威廉、汉克、麦克。算了，别这么麻烦，你们去把47号谷仓的人员全部看管起来，理由是我怀疑他们通敌叛乱，等我回来处理。是，长官。2名卡勒特士兵持着枪，立刻就往47号谷仓而去。第64章兑换清单，人物好感度面板：不死不休，负10万；仇恨5000，敌视1000，厌恶100，冷漠0，普通100，友善1000，热情5000，崇敬1万，至死不渝10万。莱恩4500，重度友善；克里斯汀1050，轻度友善；米克5150，轻度热情；雷烈2170，中度友善；卡尔1540，轻度友善。在去见莱恩的路上，林峰看了看矿场村 NPC 的人物好感度，至于心灵蠕虫已经确认了死亡，那就不会再出现了。莱恩达到重度友善提升的很缓慢，这也很容易理解，作为矿场村的一把手，
他再怎么样也只能对属下达到友善这个层次了，除非林峰突破身份和等级桎梏。至于米克，则附加了个人因素，所以达到了热情的程度，以后从这个 NPC 身上说不定还能捞到一点好处。雷烈这个副官则是因为莱恩的态度，至于巡逻队长卡尔略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接触的少了，道听途说来的好感度总是慢一些。其实林峰更想提升克里斯汀的好感，这个女人明显拥有心灵类异能，而且来历不凡，可惜她达到轻度友善就不再上涨，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好接近的。好感度的两个极端都要10万起步，但重劲对应的仇恨却更容易达到，看来让人恨比让人爱要更容易啊。林峰默默想到，他又转头看向另一个功能，阵营面板。当前阵营卡勒特抵抗军，阵营声望10356， 3阶，阵营所属地荒野之岭碎岩山脉7519矿场村，隶属分支摩恩集团军813山地部队，阵营军衔中尉，阵营职务暂定，阵营履历心灵蠕虫驱逐战29级1阶勋章，阵营任务暂无接取，阵营声望破百为第1阶，之后的千为第2阶，万为第3阶，以此类推。它的作用是隐性的，代表着人物在该阵营内的认可度，结合阵营履历能在某些时候起到很大的帮助。比如像现在林峰是没有被确定具体职务的，但因为履历和声望，他照样能够指挥洞矿场村的卡勒特士兵。又比如在一场大战中，如果出现了上级死亡，而副职有好几个的情况，则声望更高，履历更丰富的人就更容易获得临时权柄。当然，阵营声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脱离了原有阵营，声望就会大跌，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被扣光。军衔代表的是待遇，比如军官宿舍、薪资、武器配备等，还影响接取任务以及知情权限等等。职务则是具体的权限和管辖地盘。至于军功，则被折算成了1级勋章，包含在了履历里面。这里的千万军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水分，因为它是莱恩许诺给矿工们的，为了激励底下人画的饼和卡勒特的规章制度不能一概而论，奖励也只能通过莱恩这一级来兑现。你在摩恩集团军813部队立的功，跑到别的部队是没办法获得赏赐的。人家认可你的履历和功劳，但不会给你发工资或者奖励，这是权属问题。别说不同集团军，就是在集团内部换个营地都够呛。考虑到卡勒特只是一个反抗军组织，而不是一个已经建国的国家，规章制度粗糙一些也很正常。说他有水分，则是因为莱恩只是卡勒特的一个营长，驻地又是在矿场村，兑换宝库有个上限，奖励多半还要从莱恩自己的家底里面掏一掏，他要保自己的职位嘛。另外，矿场村这件事吹得再厉害，也不过是只消灭了一头20几级的怪兽。不过对于林峰这个情况来说，能够从莱恩的家底里面挑东西也很不错了，尤其是紫色装备任选这一点，更是给予了充分的选择权。他甚至是可以通过莱恩来获得一些兑换清单上没有的奖励，网上申请，或者利用莱恩的人脉和渠道关系，都是一个思路。抵达莱恩的营房后，他的猜测也得到了验证。在简单的客套后，莱恩直奔主题，谈起了随机事件。林峰，这次你立了大功，7号矿洞要不是有你，恐怕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林峰谦虚道，为了卡勒特，这是我应该做的。莱恩道，有功必赏，鉴于你出色的表现，我已经向上面申报了你的功劳，上面嘉奖你中尉军衔和1枚1级勋章，情况特殊，授勋仪式就从简了。至于职务，我这里只有一个警卫队长的空缺，这对你来说太过屈才，所以得等上面做出安排。莱恩将2样东西推到了林峰面前，一套卡勒特的卫官制服，1枚1阶勋章，没有实际的功效，但这是身份的象征。多谢长官。莱恩摆了摆手，你不用谢我，这是你应得的。另外，之前我许诺过，凡是反抗怪物即可获得军功，现在米克和雷副官已经统计出来了你的功劳，你看看有没有异议。林峰接过清单来看，活面板上对了对，丝毫不差，我没有异议。莱恩点了点头，又递过来一份清单，这份清单是我刚你的，你是头功，你先挑，上面有的你都可以兑换。另外，你可以额外获得一次稀有装备任选的权利，包括定制武器或者某样宝物，哪怕这上面没有，我也可以给你弄来，这是我个人对你的感谢，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果然和自己猜想的一样，这些奖励里面估计有一部分是莱恩从自己的财产里面拿出来的。多谢长官。林峰接过清单开始浏览起来，入眼的第一行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地级基因觉醒原液，使用后将有 75% 几率获得地级异能， 15% 几率获得 C 级异能， 5% 几率获得 E 级异能， 5几率获得 B 级异能。份数5，兑换200万军功分。注：概率无法叠加，仅限20级以下为觉醒者使用，以觉醒者使用将造成不可控的后果。第65章。
全是宝物。基因觉醒原液。看到这个的时候，林峰愣了一下，自己还是低估了莱恩啊。在瓦兰星上，D级及以上的基因药剂是很难获取的，制造技术掌握在政府军阵营，叛军阵营中只有守望者公司掌握，而且规模不大。推测，严格来说，守望者公司都不能算是叛军，他们是啥生意赚钱卖啥，谁有钱卖给谁的资本家组建起来的财团。至于 EFG 这3个级别，卡勒特就能造，不过风险很大，而且拥有副作用。能够在新手村看到觉醒原液，简直跟在大山中看到世界顶级超跑差不多，还只要200万军工一份。莱恩是真的有良心啊，在联邦阵营渠道购买，至少都500万联邦币一份了。林峰为自己低估了莱恩的实力和道德操守而惭愧，他完全可以把军工贬值1点，比如1点军工就等于1联邦币，但他却没这么干。跟在 D 级觉醒原液下面的还有 E、F、G 3个级别，价格分别是20万、2万、500军工。E 级和 F 级还有使用等级，一个是7级以上，一个是4级以上。觉醒概率分别为 30%、15%， 并且不像 D 级觉醒原液还有概率跳级觉醒。至于最低的 G 级，完全没提概率，名字也不同。G 级力量原液都称不上觉醒了，只是让细胞变得更强韧，增加的也只有力量，在联邦那边甚至都无法划分到异能行列。林峰暗道 G 级力量原液大概也就是强化版的斯皮尔能量棒，还带点毒性。不过价格确实很低廉，只要500点军工，恐怕还是会有很多赌狗玩家去尝试。林峰没有决定买，继续往下看。货币类，守望者公司不记名账户，1军工兑换4联邦币。原力结晶出街10万军工兑换1克。原力武者，原力潮汐诀残篇 1-3， 包含1至3阶的原力修行方法，附赠2门原力战技，兑换所需300万军工。原力战技紫电风行残篇 1-3， 身法类战技，学习后可极大的行动力、闪避率，单独购买50万军工。原力战技叠浪斩残篇 1-3， 兵器战技，学习后可施展出剑气、刀气，单独购买30万军工。冷兵器类，风暴之刃稀有紫15级，攻击时会触发风刃效果，兑换军工30万。咆哮恶灵甲稀有紫15级，被攻击时将触发恶灵怒吼，以独特的声波攻击敌人，兑换军工50万。血影长枪稀有紫20级，进入战斗状态，长枪附带血色光影效果，迷惑敌人视野，兑换军工60万。热武器类，血腥猎手双管猎枪10级，原力枪之一，攻击附加撕裂、流血、追踪效果，兑换军工100万。灰烬步枪15级，原力枪之一，攻击附带燃烧效果，命中后覆盖区域将自燃，兑换军工120万。毒蛇狙击枪20级，原力枪之一，附带感知延伸、毒素、穿甲效果，兑换军工200万。紫月机甲部件20级，胸部核心，兑换军工500万。莱恩给出的清单上东西不多，但在林峰看来全是好东西。由于底气足，所以蓝装他都没怎么看，全看紫装去了。莱恩大概也是知道这点，他给出的清单上对那些蓝装都只是粗略一提，根本没详细列出来。看来这还是给林峰搞的专属兑换清单。长官，这上面怎么没有机甲？就只有一个部件？林峰问道。陆地机甲不算，像火神号和羽系都不能飞，不能飞那能算吗？莱恩不由得笑了，真正的机甲十分稀有，我也就只有1套紫电，当初在购买原力修行法和战技的时候配套购买的，几乎掏光了我家里的积蓄，我可不能拿出来。抱歉，长官。没事。莱恩对林峰很宽容，在他看来，林峰之前在荒野上流浪，哪里懂这些东西的价值？有疑惑很正常。稀有类宝物里面，机甲最贵，原力枪械次之，冷兵器再次。因为机甲是超自然材料和人类智慧的巅峰技艺，原力枪械也同样如此。冷兵器就好做多了，有时候甚至都不需要怎么处理，在击杀了那些超凡怪物之后，利用他们身上的特性，简单的缝制压铸就做成了。其中冷兵器里面，一般又是饰品贵于防具，防具贵于武器。莱恩侃侃而谈，当然，我这里的定价还考虑了一些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因素，就比如双管猎枪，那是我从一个落魄贵族手里淘来的，据传那是他祖父用过的枪，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原来如此，林峰恍然。老实说，如果不是这次出事，我未必会拿出来。莱恩神情突然有些沮丧，但这次的事，如果我早做打算，或许不会到这一步。长官，您尽力了。林峰安慰了一句，他估计莱恩是知道矿洞1000米以下必会发生超自然现象的规律，但他大意了，
没有做好预防措施，导致现在心生愧疚，就把自己的一些珍藏拿出来作为奖励了。又或许还有别的隐情，比如即将调走之类的可能性，所以有点自暴自弃。当然这都是林峰的猜测，他和莱恩的关系只是友善，还没到掏心掏肺的地步。好了，不提这个。莱恩很快整理了情绪，甚至还开了个玩笑，你想好选什么了吗？哦，你好像都不用怎么选，以你的军功，差不多可以换走我大半的珍藏了，哈哈。长官，我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吗？林峰问道。当然。莱恩点了点头，不过你要尽快，我接下来会很忙，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得尽快告诉我，不然我很有可能没办法帮到你。明白，谢谢长官。林峰敬了个礼，迅速返回了自己的住处，来到自己的房间，默念下线。随后他立刻找到电话，给自己的叔叔林启功拨去，他打算问过叔叔的意见后再说。第66章分赃。你是说，你不但在7519的随机事件中升到了12级，而且还拿到了1000万军功？视频的另一头，林启功的脸上有些震惊，因为前天他还和侄子聊过，那时林峰是3级，结果一天过去，侄子就12级了，还获得了这么大的好处。是的，莱恩给了我一份兑换清单让我选，不过我还没选。林峰点头，下线之后我已经将清单抄了一份发过来了，叔你看看。林启功低头仔细看了看，嚯，这个莱恩的好东西还不少，你这次没白奋斗。说，那我怎么选？林启功道，元力武者的进阶途径，你肯定要拿下的。元力潮汐诀在瓦兰星上都属于高级功法，虽然是残篇3章，但足以修炼到30级了，更何况莱恩还配套了2门战技，换他绝对是最划算的，要是单独买，价格估计要贵1倍。林峰道，为什么不选地级觉醒元业？异能职业要比武者职业强吧？林启功摇头，那是相对而言的，前面看起来异能职业是强横，不过后续升级更难，而且局限性很大，除非是天生的异能觉醒者，否则依靠元业觉醒的会有一些后遗症。从进化的道路上来讲，觉醒元业相当于揠苗助长。考虑到叔叔是这方面的专家，林峰听从了意见，将这个选项排除。其实他心里也不是首选地级觉醒元业，毕竟这玩意还有5%的概率出现1级的异能，如果脸黑觉醒了1级异能，那就亏待了。还有707万军功换什么？紫月机甲的胸部核心，外加灰烬元力枪。林启功道，你的绝对枪感目前只对手枪生效，但这个技能是可以通过练习提升生效范围的，军部有人测试过，你现在就可以考虑练习步枪了。剩下的87万，我建议是搞个守望者公司的不记名账户。你现在有了脱离新手村行动的能力，在荒野之岭的各个城市，守望者公司都是有分布的，无论是买卖还是存放都会用得上。至于紫色装备任选，我估计这是定制武器的机会，你可以让莱恩给你定制一把元力手枪。林峰有些疑惑道，叔，我不换点冷兵器什么的？林启功道，目前为止，元力枪的威力远超冷兵器，除非是有了机甲保护，武者才有近身厮杀的机会，否则有异能者和元力枪在，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因为有了元力枪械，机械体系才算作是一个单独的职业体系。武者的技能和枪手的技能都基于元力提升威力，区别在于枪手职业的加成主要来自元力加魂力，武者职业主要来自体质加元力。林峰明白了，元力在武者体系和机械体系是通用的力量源泉，自己现在修行功法主要目的是提升元力值，而不是去战斗。武者技能积累元力更快，但同等元力消耗下，枪手技能伤害更高。目前来说，主要还是依靠元力枪更靠谱。既然如此，练习元力修行法，拿蓝装还是紫装兵器没什么区别。重新上线，林峰迅速找到莱恩兑换。你获得了元力潮汐诀残篇1-3。元力潮汐诀残篇1-3包含1至3阶的元力修行方法，附赠2门元力战技。元力战技紫电风行残篇1-3，身法类战技，学习后可极大的行动力、闪避率。元力战技叠浪斩残篇1-3，兵器战技，学习后可施展出剑气、刀气。你获得了灰烬元力枪。灰烬步枪15级，元力枪之一，攻击附带燃烧效果，命中后覆盖区域将自燃。你获得了紫月机甲部件，胸部20级。除此之外，林峰还找莱恩定制了一把元力手枪，但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货，矿场村可没有枪匠，必须得去碎岩城才行。还剩87万军功，先问问西林、赵和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林峰没有忘记自己的小伙伴们。此时，西林、赵和、李秀成都已经回到了住处。随机事件结束后，赵和的阵营军衔达到了少尉，属于军官级别。西林和李秀成是高级士兵，和原先的刘四和一个级别。赵和的军功有5万，西林、李秀成的军功原本只有几百，但在第3阶段大战结束后，接取到了一些小任务，积攒了到了上千。
他们三人见到的兑换清单和林峰完全不一样。赵和道：“我的兑换清单上只有一件紫装，一件10级的极刑之靴，刚好5万军功可兑换。”西林，我根本看不到紫装，最高级的就是蓝色高级外骨骼套装。李秀成道：“我和西林姐一样。”当林峰把自己清单上的东西一说，西林和李秀成还好，赵和羡慕的不行，两眼放光。我去，怎么你的兑换清单上有这么多好东西？西林道：“林峰的清单是莱恩给的，你的是米克罗列出来的，我和秀成都是制式清单，当然不一样了。”哥们服了。赵和是陪伴林峰一路打到底的，林峰什么操作他是亲眼见证，林峰获得这么多的好处他是服气的。赵兄，有把紫色冷兵器血影长枪，详细介绍里10级就可装配，你的体质应该是能使得动的，你要不要？要我就给你换了。林峰问道。赵和下意识点了点头，随后又有些犹豫的摇头，算了，60万军功呢，我换不起，也不能白要你东西。林峰微笑道：“你换得起？你忘了咱们在矿洞底下弄到的原力结晶？”刘四和猫在角落硬是把他守住了，已经通过老猫运了上来，我们4个都能分一分。赵和眼睛一亮：“是啊，哈哈，我都快忘了。你把原力结晶按价给我，我帮你兑换。西林、秀成，你们有想要的也可以。”李秀成愣了一下：“我也有吗？我可什么都没做呀。”林峰：“当然，你和西林开车制造迷雾障碍，怎么能说什么都没做呢？”西林问道：“10公斤原力结晶，我们能分多少？”林峰：“我从莱恩那里出来的时候和老猫碰了个头，他的意思是64开。刘四和那边6公斤，我们这边4公斤。我当时没说话，说要问问你们的意见。”西林皱眉道：“刘四和就一个人，他占6公斤是不是有点多了？”赵和道：“按人头分每人2公斤，人家也不会答应吧？”李秀成没开口，他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事，不好意思参与这种分配讨论。西林看向林峰：“你是怎么想的？”第67章比例。林峰思索道：“是不能按人头算，考虑到储藏库是刘四和带我们去的，事后也是从地下运送上去，也有老猫出了力，所以人头均分是不用想了。要这么算，那事后处理赃物时出了力的老猫和他的人是不是也得算上去？”想了想，林峰道：“我觉得老猫这个按团体64分的方法还算公道，给我们4成已经很多了。没刘四和，我们未必会想到去抢储藏库，即便后面想到了，母体指挥的傀儡护卫队也早把东西运走了。事后也是刘四和去引怪，为此还掉了级。虽然是我和赵和冲过去抢了箱子，但后面也是刘四和保住了这10公斤的存货。没老猫的渠道，我们就算拿了10公斤原力结晶也运不上去。再者，如果大家要兑换东西，我留着87万军功估计还少了，估计还得找老猫他们帮忙的。”林峰觉得老猫还是讲公道讲情义的。退一万步说，老猫现在把这10公斤原力结晶纳为己有，一克都不给，他们有办法吗？有，但会闹得很难看，并且胜算也不大。所以林峰心里觉得这个分配很合理，甚至老猫还很厚道。你说服了我。西林道：“听你的。”赵和笑道：“4公斤也不少了，4000克呢。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分这4000克？”林峰扫视了一眼伙伴的神情，不动声色道：“我看就平分吧，每人1000克。”不行。西林和李秀成同时开口了：“除非你想大家各奔东西，否则就绝不能平分。”西林道：“我和李秀成出力最少，根本不应该平分。队伍要按劳分配，才能长久走下去。分赃的时候不该依据情义，而是规矩。最合理的规矩就是按劳分配。”李秀成点头道：“是的，峰哥，西林姐说的没错，你不应该平分给我们俩。”赵和挠了挠头道：“我也觉得西林说的对，林兄你出力最大，没道理平分的。”林峰仔细看了看几人的表情，心里松了一口气。如果3人都答应平分，那么他这次确实也会按照刚才自己所承诺的平分。但这个小团体也就该到此为止了，之后大家各安天命，林峰不会继续和他们一起行动。刚才就是一次试探，看看这结交了1个多月的朋友，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否能够保持理智。好，那我来说个分配方案。林峰道：“我拿2000克，赵和拿1000克，西林和秀成各500克，如何？”同意。我没问题。我也一样。呼林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行，既然定了，我们就一起去找老猫。走了，分赃喽。赵和笑着起身。军官宿舍，老猫的别墅。林峰、赵和、西林、李秀成来时，正好碰到刘四和在门口晃悠。4个 X4， 哎，你们来了呀。刘四和扭头露出了笑脸。4个干嘛呢？赵和问道。在适应新等级。刘四和苦笑道：“我现在等于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刘四和原本是7级，被寄生后让林峰杀了一次，掉到6级，在引怪的时候被赵和开车撞死，掉到5级。之后母体的2波范围攻击让他掉到了3级。如此大的落差，很多技能都用不出来了，面板上会显示封印状态，比如微光视觉，技能还在，但是灰色的。嗨，早知道你该跟着我和林峰一起杀。赵和大大咧咧道，要不也不至于只有3级了呀。林峰拍了一下赵和，少说2句。没事。刘四和倒是没介意，小赵说的也对，我要是跟着你俩，说不一定也10级了。不过如果再选一次，我可能还是会选保那10公斤元力结晶。人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不一定每次都能利益最大化，只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也没什么可后悔的。林峰微微点头，四哥说的有道理，受教了。刘四和拍了拍他的肩膀，快进去吧，老猫在书房等你们呢。上到2楼的书房，林峰敲了敲门，请进。推门而入，老猫从书桌后面起身，招呼4人坐下。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林峰点头，就按照你的意思办，我们拿4成。老猫笑着倒了4杯酒，爽快，来试试这个莱恩的珍藏旧时代的果酒，100年份的。赵和端起来尝了一口，眼睛一亮，猫哥，这里有没有花生米？大哥，这里是瓦兰星，哪来的花生米？你倒是不客气，还挑上了。西林翻了个白眼。老猫沈然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一包东西来倒在碟子上，花生米没有，果干倒是有一些，口味还不错，试试。嘿，那我就不客气了。赵和自顾自地品起来。正式谈拢了，气氛自然很融洽，大家也都拿起酒杯喝了起来，就跟在清吧聊天似的。老猫，兑换清单都看了吗？军功不同，兑奖清单也不同，我可以帮你们兑换一些好东西，军功不够可以拿元力结晶折算。什么价？老猫竖起食指，1克折1万军功。扑林峰嘴里的酒差点没吐出来。你怎么了？老猫诧异地看了一眼林峰，旁边的队友也有些不解，有问题吗？林峰的表情更惊讶，有问题？太有问题了，1克怎么能只抵1万军功呢？明明是10万军功好不好？此时他也忍不住吐槽了，老猫，你这价格压的也太离谱了，10万军功对1克元力结晶的价格，你压到，就算我们拿了元力结晶不好处理，也不是这么压价的吧？什么？西林、赵和、李秀成大惊失色，各自都放下了酒杯。赵和和李秀成吃到嘴里的果干都吐出来了。老猫面色有些古怪，他看了林峰一眼，随后问道，怎么，莱恩给你兑换的条件是10万军功可换1克元力结晶吗？你到底在这次随机事件里赚到了多少军功？林峰愣了一下，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等等，难道你们不是吗？老猫指了指，当然不同，你可以问问赵和，看他的比例是多少。我估计西林和李秀成是没有这个选项的。第68章，老猫的忠告。赵和想了想道，我的兑换比例好像是12万军功兑换1克元力结晶，记不太清了。老猫点了点头道，10级以上的人有足够的军功才有这个选项，比例从10万至15万1克各不相同。你算是比较合理的兑换价格，但别人就不是了，如果要拿军功买元力结晶会贵一些，所以说明白人都不会换。赵和纳闷道，那不更扯了吗？最高15万军功换1克元力结晶，证明元力结晶珍贵啊。反过来，1克元力结晶可以换15万军功，你这里居然1克才换1万军功。老猫摇了摇头，账不是这么算的，莱恩的兑换清单上并没有互换的说法，你可以用军功换元力结晶，但反过来却不行，等于说没有兑换渠道。元力结晶是珍贵不假，但玩家们在矿洞底下挖了这么久，谁没点存货？但它属于战略物资，卡勒特是明令禁止私藏的，发现就要被问罪，这属于是黑钱。在玩家们这里，他们不缺那么几颗元力结晶，但却缺军功去兑换好东西，相比之下，军功就变得更值钱了。西林摇头道，但1克兑1万的军功，价格还是太低了。军功1点等于4联邦币，元力结晶1克最高可卖出50万联邦币，按照你这个比例，相当于元力结晶只有4万块了。以往元力结晶也属于黑钱，但价格也没掉得这么离谱。老猫慢吞吞道，你说的那个50万的成交价格是在联邦阵营内出现的，而联邦没有稳定的元力结晶原产地，大多都掌握在叛军手里，这是联邦政府为什么要征讨荒野之岭的原因之一。在叛军势力范围内，这个价格没那么贵，平均成交价稳定在15万1克，要是量大，价格会更低。其次，你知道价格没用，这里是新手村，根本就没有一个成熟的市场。你想用元力结晶买东西，那你得去几百公里外的碎岩城。当然，你们可以自己留着，奔波几百里去碎岩城买东西，我不强迫你们。平心而论，老猫说的有道理，以前也是这么贱卖的，12克就换了一些能量棒和医疗包，还有武器。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莱恩这个参考，大家都觉得老猫的价格给的太低了。归根究底，
还是供需不平衡，现在是他们求着老猫换，而不是老猫要求他们。另外，能有大量军功的也就老猫这伙人了，库涅兹都认靠山了，根本没第二个选择。林峰倒是可以留着，他不缺军功，问题是西林和赵和他们需要。林峰问道：价格这么低，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吧？老猫吐了一口烟圈，心灵蠕虫吃掉了几百公斤的库存，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莱恩需要想办法弥补这个空缺。这个时候谁藏元力结晶谁倒霉。林峰恍然，他倒是没想到这一点，不过也是，莱恩怎么不会知道底下人有中饱私囊的情况呢？之前不管只是不愿意管罢了，现在恐怕得来一波严查了。看老猫的样子，显然是有把握保管好的。林峰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狐狸，或许猫头鹰组织有一个完整的销赃渠道，上次狐狸来可能就有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可以换。林峰看向队友，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好，我换了。西林也点头表示接受。赵和和李秀成也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换吧，总之把钱变成实力要紧。我还可以帮你们把元力结晶换成别的，比如换成联邦货币账户，25%的手续费。老猫道：没花完的可以存起来。谢谢。即便是一刻换1万军功，西林和李秀成也能换500万军功，赵和更是可换1000万军功。不过大家都没打算全花光，而是一部分换成了钱，一部分换成军功，以后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发财了，得省着点用。条件谈妥，把兑换的事宜聊清楚，接下来就轻松多了。大哥，这里有温泉呢，你们要不要去泡一泡？泡着温泉喝酒，美滋滋啊！赵和问道。李秀成立刻端起酒杯，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嘿，我早就想去试一试了。西林点了点头，跟着两人一起出了书房。老猫看林峰没动，不由得笑了笑。你不去试一试？林峰摇头，我没什么兴趣。老猫问道，你们怎么分这4000克的？我拿50%，赵和拿25%，西林和李秀成各12.5%。见老猫没有说话，林峰问道，有什么问题吗？老猫摆了摆手道，没什么问题。你把他们当朋友，这么分没关系，但如果以后你管理一个团队或者自己当老板，就千万别这么分。那该怎么分？你应该自己拿70%以上，其余人给固定的价格，是功劳情况来给予额外奖励，而不是这样和大家按比例分。林峰面色一去，他没想到居然该这么分，不过听起来好像又很有道理。老猫话锋一转，你还年轻，这些可以慢慢学，有没有兴趣加入猫头鹰？你家里有个在雄鹰郡当上校的叔叔，也算半个自己人，入了组织也正好。林峰思索片刻，军队不是个讲究来去自由的地方，你让我再想想，而且我也得问问家里。老猫掐灭雪茄道，这一点你可以慢慢想，但有一些忠告我得和你说清楚。请说。老猫严肃道，莱恩、米克、克里斯汀这几个 NPC 对你的好感度已经很高了，而且你还拿到了卡勒特阵营的中尉军衔，但你的阵营职务并未确定。莱恩要走的可能性很大，7519的驻地长官就会空出来，目前这个职位最有希望接替的人是我，库涅兹根本没有竞争力，但你不一样。老猫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林峰，你拿到了上面的1级勋章，而且还深得莱恩和米克的喜欢，小概率的情况下，驻地长官这个职位会落到你身上。如果你不加入组织，我希望你放弃掉这个职位。第69章，晴天霹雳。不会吧？林峰有些愕然，轮得到我？小概率，但也不是没这个可能。老猫道，我提出这个要求也并非出自私心。星海的环境之恶劣你也看到了，我们要尽量减少你在47号谷仓中的那种经历，那就需要国家来建立一个完善的组织来维持秩序。我们在这里已经运营了很久，还涉及到一些机密，如果你不加入组织，我希望你能放弃这个职位。当然，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会对你进行补偿。我同意。林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如果我不加入猫头鹰，我不会妨碍你们的计划。老猫微微颔首，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加入的，你的表现很出色，加入国家组织总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面对老猫的劝说，林峰还是没松口，这个我真没想好。行，那你考虑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做你的推荐人。老猫起身朝林峰伸出右手，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叫你一声同志。谢谢，会有这个机会的。林峰微笑道。花了3天时间，林峰把军功兑换完毕。现在他总共获得了如下几样东西：元力潮汐诀残篇1-3，元力战绩紫电风行残篇1-3，元力战绩叠浪斩残篇1-3，风暴之刃稀有紫15级，咆哮恶灵甲稀有紫15级，灰烬步枪稀有15级，紫月机甲部件20级，胸部核心。由于其他人从老猫那可以兑换军功，所以林峰并未借军功出去。剩余的87万军功，他拿下了咆哮恶灵甲、风暴之刃这2件冷兵器装备。
另外还有一些零头的军功，就用来购买了一些食物和日常用品。赵和同样换了元力潮汐诀，但战绩则是额外选择了另外2种。他还拿到了血影长枪，外加一件青灵之靴和重山甲。这家伙完全存不住钱，原本他还打算买一把紫色的战刀，还是林峰及时劝阻，否则他的1000克元力结晶就得用个精光。不过最终也只剩下了200克，其中50克打算通过老猫换成了钱，在守望者公司开了一个账户，扣掉手续费之后，里面还有450万联邦币，另外150克则用来日常修炼。是的，达到10级之后，获得修行功法就可以吸收元力结晶的能量了。林峰拥有的2000克元力结晶，其中1000克也打算通过老猫存到账户里面， 1.2个亿扣除手续费之后，也还有9000万呢。剩余的1000克则用来日常修炼，但平时是放在老猫那里保管。至于西林和李秀成，没有去买紫装武器，而是选择了蓝装为主，并且主要都用来购买升级物品，又要升级，又要考虑装备和技能的购买，所以他们2人是没剩什么。然而还没等存钱开户的事情开始，接下来的几天，矿场村开始发生动荡。事情果如老猫所料，莱恩为了补缺口，开始对底下军官进行严查，无论是警卫团、巡逻团，还是工程部、后勤部，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受到了单独审问。刚刚立过功的林峰也接受了盘问，因为他曾经接触过保留在储存库的元力结晶。世上没有白拿的好处，林峰他们在此次事件中受益巨大，就必然要遭受更大的怀疑。对此，林峰的宗旨是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雷副官，这是我重复的第3次了，我没有拿，也没有私藏储存库的箱子，全部丢掉了。雷烈摊了摊手道：抱歉，林中尉，你打开过箱子，还在里面藏了鬼雷，我相信你，但这个流程必须要有。那就快点开始吧。林峰有些不耐烦了，搞这个什么审查，已经耽误了他很多功夫了。请稍等。雷烈打开房门，随后有2个人走了进来，赫然是米克和克里斯汀。看到克里斯汀的时候，林峰心中一个咯噔。克里斯汀可是心灵类异能者啊，他要是问自己能经得住询问吗？好了，我们再来进行一次例行询问。雷副官坐下之后开始问话：林中尉，在7号矿洞中，你是否有私藏元力结晶的行为？请回答有或者没有。没有。这个问题不需要撒谎，因为林峰还真没有。那是刘四和拿的，关他什么事？第2个问题，你是否有通过同伴或者其他行为私自隐藏了元力结晶？没有。林峰放在膝盖上的手掌不着痕迹地移动到枪带上，开启了绝对枪弹。魂力和体质飙升之后，他竭力控制自己的心跳，血压处于之前的正常频率，同时脑海中不断回想把箱子丢进悬崖的一幕。克里斯汀看向林峰的眼眸微微一动，但当雷烈转过头来询问之时，克里斯汀摇了摇头，意思是他没有说假话。雷烈又看了看米克，后者同样摇了摇头。我看林峰就不必接受问询了。雷烈点了点头，随后朝着林峰伸出手：抱歉，林中尉，您可以出去了。好的。林峰心中松了口气，走出审讯室，但他悬着的心仍旧没有落下来。他不担心赵和、西林、李秀成，因为他们不可能遭到有克里斯汀陪审的待遇。他们才来多久？要贪也没这个机会，根本不在莱恩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莱恩查的主要还是来了1-2年的老人们，林峰主要还是因为情况特殊才有这么一遭。他担心的是老猫那一伙人，自己等人的元力结晶可都在他手上，如果老猫或者他手下有人扛不住，被查了出来，那可就凉了。办理账户的事情也凉了不说，还会有其他不可控的后果。阵营惩罚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好感度、降低军衔、剥夺职位等等。老猫，你可要挺住啊！你要是挺不住，咱们这波就白折腾了。林峰心中默默想到。然而世事总是事与愿违，当天晚上林峰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陈留的副队长职位和库涅兹的警卫队长统统被撸掉。第70章元力潮汐诀。什么情况？房间内，西林、赵和、李秀成匆匆赶来。赵和一进门就连忙问道：陈留和库涅兹都被革职了，老猫会不会有事？我们的钱咋办？面对赵和的询问，林峰苦笑道：不知道，我不比你们知道的多。西林问道：你呢？你自己没事吧？我应该是没事了。3次问询，最后一场还有克里斯汀和米克陪审，这应该就是最终审问了。峰哥，你居然能扛过克里斯汀的检查？李秀成惊讶道：不是说克里斯汀是比心灵蠕虫还强的异能者吗？林峰摊了摊手：我真不知道，我怀疑克里斯汀察觉到我说了谎，但他当时并没有向雷副官说明情况。赵和警惕地看着窗外，话说这些家伙不会玩什么套路吧？先假意放你放松警惕，然后偷偷地干掉你？不会。西林摇头，林峰的等级虽然高，但在雷烈、米克他们面前根本无法反抗，如果要动手，直接就动手了。看来克里斯汀是真的放过你了，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你的好感度不过是轻微友善吧？要说米克还有可能。赵和打断道：“先别分析这个了，现在的重点是老猫，还有我和林兄的财产。”赵和倒是还好，他大部分元力结晶都换成装备了，留在老猫那里的就200克，林峰可是有2000克在那呢。老猫肯定不会牵连林峰，但要是这2000克没了，林峰真的会心痛。这可是新手村发的最大一笔横财啊！3年都难得碰一次这种情况。老猫那边的军官宿舍都禁严了，卡尔亲自守着，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真是急死人了。别急，林峰笑道，急也急不来，都先坐吧，别站着聊天了。林兄，我真佩服你，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赵和竖了个大拇指。那能怎么办呢？赵和，只要咱们人没事，钱随时都可以赚回来。你反而安慰起他来了。西林也笑了。林峰还真不是安慰，他就是这种性格，家里也算富裕，从小就没缺过，对钱财方面的事他看得挺开的。莱安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们这个时候千万别做什么其他举动了，顾好自己，等结果出来就行。他不可能一直这么搞下去，事情迟早会结束的。西林赞同道，莱恩估计是离职离定了，他这种为了私心的严打严查，不得人心啊。就算能留下来，底下人肯定也会对他不满了。林峰，我怀疑莱恩根本就没打算留下来，他只需要能对上面有交代就行了，补足一部分损失，那他还有可能保住军衔平调。他在摩恩集团肯定也是有人的，只要明面上能说过得过去就行。赵和听了半天，忍不住道：靠，瓦兰星的 NPC 也搞勾心斗角啊，这游戏太变态了。严查持续了10天，期间林峰很少外出，就待在自己的房间内修炼元力潮汐诀。残篇3章为入门级修行法，由于魂力够高，且拥有基础技能元力感知，林峰入门很快。第1天就运行了一个元力循环，第3天面板就显示他已经完整的掌握了第1篇。到第10天的时候，林峰体内的元力值已经从最初的10点来到了100点。林峰盘膝坐在地上，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潮汐诀前3篇，第1篇元力循环，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受到元力的加成。左手食指的指尖散发出一丝光团，随后这光团突兀地转移到了右手手指。噗！林峰右手食指轻轻往地上一戳，坚硬的地板顿时出现一个洞，就仿佛戳的不是地板，而是豆腐。怪不得老猫13级的时候能够做到手撕铁门，原来是这么回事。拥有元力之后，举手投足之间都能拥有巨大的爆发力、行动力、防御、力量、反应速度等等，是全面的提升。同级的情况下，掌握元力可以吊打没掌握元力的人，一个打10个都不过分。修炼元力潮汐诀，掌握第1章，元力在全身循环，积累足够，冲开了右手上的元力节点，便升了1级。林峰闭上眼睛，身体仿佛是一片星空，只是这片星空是灰暗的，唯有手部的部位有一颗星星十分明亮。只是比起杀怪升级还是慢了许多，不过过渡更为平滑，不会身体出现发烫的情况。在地底杀怪的时候，每次升级，林峰是感觉到自己身体会变得滚烫，有一刹那的僵直影响，无法动弹，但以元力潮汐诀修行，身体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瓦兰星上的升级渠道多种多样，修行法是最为平和稳定的一种，元力在自然界中分布，可以通过修行来吸收，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很慢，如果有元力结晶配合，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第2种杀怪升级，如地底矿洞出现的幻兽，杀死之后就掠夺了对方的元力，这是粗暴的吸收之法。优点是快速，缺点是有副作用，即升级的那一刻出现僵直和发烫，不同的怪物有不同的副作用。第3种瓦兰星上的科技力量，最为常见的就是各类基因药剂、身体改造，这是最剧烈的升级之法，但副作用也是最大的。3种升级方法各有优劣，修行法耗时耗钱，对玩家来说，修行法有上限，比如我最多依靠潮汐诀达到30级，但毫无副作用。第2种方法简单粗暴，但有危险，有副作用，但较小。第3种是一条捷径，像地级觉醒原液，10级服用，一下子就能到达20级，还能获得强大异能，但之后升级更难，副作用也更大。林峰不是目光短视的，他决定以后就选第1、第2种升级方法，至于第3种，除非碰到极为罕见、毫无副作用的珍贵药剂，否则绝对不碰。我的体质和魂力上升了不少，这个时候如果能外出修炼战绩，可能进度更快一些，也不知道莱恩这个严打严查什么时候结束。林峰暗道。就在这时，门铃声响起，随后就是一名卡勒特士兵的声音：林中尉，莱恩长官请您去一趟。第71章，我成了驻地长官。长官，林中尉来了，请进。林峰看了一下面板，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之处，随后走进了会客厅。莱恩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面容显得有些疲惫。长官，坐。
待林峰坐下，莱恩给他倒了一杯茶。我要走了。林峰装作有些愕然道：长官，怎么突然？莱恩平静道：因为心灵蠕虫吞掉了几百公斤的元力结晶，虽然击败了他，获得了一些珍贵材料，但这不足以弥补损失，而且矿洞之下的工程机械损坏严重，这是我的重大失职。林峰静静听着，此时的莱恩需要一个倾听者。赫连将军把我放到这里，本来想期待我做出一番功绩，明知道矿洞会出现超自然现象，但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没有时刻警惕。我不但没有做好，反而导致了重大损失。很多人借我的是攻击将军，我必须要调走才能平息这一切。听到这里，林峰心中有些诧异，他猜到莱恩上面是有靠山的，但没想到竟然是一位将军，但是不知道属于哪一派了，是摩恩军团还是别的派系的将军。莱恩很快做出了解释：我说的赫连将军，他曾是碎岩城指挥部高级参谋，全名叫赫连烈，我的父亲曾是他的卫兵，不过将军现在没有任何职务，在碎岩城中休养。林峰恍然，原来是无职务的将军啊，那就正常了。如果是在职的将军，那莱恩的来头也太大了。莱恩将军虽然因为一些事情暂时没有职务，但他一直是我很尊重的人，得到他的推荐，我才能成为7519这个资源型驻地的长官，不是退休，而是停职，并且拥有很大的能量，可以影响职务调动。林峰心中品着莱恩话语中的信息。7519矿场村及碎岩山脉南部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里有大量的原石矿，就目前开采的情况来看，1000米远没有挖空这些宝藏。资源型驻地是一个很肥的官职，碎岩城不少人对我产生了质疑，认为心灵蠕虫根本不应该吞掉那么多元晶，我必须前往碎岩城接受调查。哈，他们质疑是对的，连一个警卫队长都能在2年内侵吞50公斤的元力结晶，就别说驻地长官了。林峰听出莱恩意有所指，难道说的是陈留和库涅兹他们？50公斤也太多了吧，卧槽！这个时候林峰得说话了：长官，清者自清，您一定会没事的。莱恩自嘲道：我倒希望我真贪了，或许我就可以补上这次的缺口，不至于让将军受此诋毁。又一次提到了将军，林峰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就在他想听更多消息时，莱恩突然摆了摆手：算了，不说这些了。叫你来呢，也不是听你安慰我的。我想问你，你是否愿意接替我的职务，成为7519的临时长官？林峰愣了一下，这次可不是装的，而是真的。他没想到竟然真让老猫说中了，自己真有可能接替莱恩的职务。长官，我何德何能担此重任？论资历，也该是米克或者克里斯汀或者卡尔队长，甚至是警卫队长。卡勒特不看资历，论能力，我只有13级，比我强的人也比比皆是。原先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有能力不代表能做好长官的职位。比如陈海，他手下的副队长居然贪污了这么多元力结晶，而他竟然不知情。林峰想了好一会，这个陈海是谁，后面才恍然发现陈海是老猫的本名。长官，我不明白。林峰还是没立马答应，为什么选我？他生怕这里面有坑，不肯轻易跳进去。因为你干净。莱恩给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理由。林峰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自己手脚干净，没有贪污私藏，还是说来历干净。这个位置我们不愿意让别有用心的人来管，与其拱手给别人，不如交给你。林峰听明白了，莱恩后面的靠山没办法继续往这里安排人了，因为莱恩没办好。但是呢，他们又不想把这里拱手让给别人，让另外的派系占了便宜，所以这10天的决力结果是找一个干净的人来临时充当驻地长官，不是赫连烈将军的人，也不是别的什么派系的人。林峰获得了1级勋章，军衔是中尉，要当驻地长官还差点意思，但当个临时的就没问题。而临时的也方便调动，以后要是上面分出个胜负了，再安排也很容易。问题是，自己要是答应，是不是就代表加入赫连烈将军的派系了？会不会引发什么高级 boss 仇视？莱恩没有让林峰为难，他微笑道：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很突然，你可以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我至少还会在这里停留10天左右，等你有了答案再告诉我。说完，莱恩就端起了茶杯，显然是打算送客了。是，长官。回到房间，林峰就匆匆下线，由于他到达了10级，所以特地和家里人同步了上下线的时间。这个时候林启功必然是在的，即便不在，只要电话打过去，也能在不久之后收到回信，因为在瓦兰星叔叔也混得不错，线下的人收到信息后会上线在游戏内通知林启功。小峰，出什么事了？林启功的脸很快出现在视频面前。叔，莱恩要调走了，他让我接替他的职务，成为7519矿场驻地长官，我想问问您，要不要接下这个职务？林峰把谈话的内容详细的复述了一遍。听完后，林启功果断道：接。为什么不接？这是好事，你能够掌握一处能源型新手村，简直是天大的好处。什么派系之争，什么顾虑，在这种好处面前都不值一提，更何况我还在瓦兰星呢，你怕什么？
听林启功这么一说，林峰心中就安稳多了。还有一件事，猫头鹰组织在7519的负责人说，他们盯这个位置很久了，如果我接，必须要加入猫头鹰，否则就得让出来。听到这个，林启功反而陷入了沉思。瓦兰星上的势力，他可以不管，怎么着也不能影响地球上的情况。但猫头鹰隶属于雄鹰之家，这是国家的组织，同一个军队系统的，他们的意见就得考虑了。猫头鹰是情报组织，他们如此看重这个位置，必然有道理，甚至是比较危险的任务要点。林启功皱眉道：“你等我一会，我去查一下。”2个小时后，林启功重新拨通了林峰的电话：“小峰，我已经查清楚了，但这个保密等级很高，我不能告诉你具体内容，只能给评估了一下风险。我认为你可以加入猫头鹰，接下这个担子，具体的你可以和老猫谈。”第72章，可曾听闻诚信互刷？莱恩的审查严打在第15天结束，老猫被关了起来。华夏老乡会和兄弟会等一众军官骨干都遭受到了或轻或重的惩罚，最严格的当属库涅兹和陈留，2人的阵营声望被清零，职务没了，莱恩的好感度也没了。由于私藏的元力结晶数目不小，这2人是被莱恩拉到青石广场公开处决的。期间林峰一直跟在莱恩左右，连雷副官都落后他半个身位，俨然成为了莱恩之下第一人。处于阵营事件莱恩的严查中，陈留和库涅兹的复活被延迟，可以自主决定复活时间，最长不超过24个小时。林峰按照吩咐把这2人给扔到了野外埋了。当天晚上2人复活，暂时躲在了一个山洞内。等事件结束，2人可以再回来， NPC 的脑海中就会当第一次见到这2人。在结束之后的第2天，莱恩领着林峰来到青石广场，当众宣布了穗岩城指挥部对林峰的任命。林峰以中尉的军衔临时接替7519矿场村的驻地长官。第3天，林峰释放了被关押的军官们，包括老猫在内。莱恩还真是看中你，先把手底下的人都严打一遍，然后让你来释放这些军官们，坏人都让他做了，好事都落你身上。老猫走出关押室，见到林峰后颇有些感慨：“我也没想过会这样。”林峰有些不好意思：“如果我没出现，那你就是接替这个职务的第一人选，库涅兹和陈留也是不用死一次了。这你倒是想错了。”老猫笑了笑：“就算没有你，陈留和库涅兹也要死一次的。我们这2年搞的元力结晶太多了，只要一查，肯定得有人出来背锅。一个声望8000、军功100万的副队长，外加一个声望1万、军功500万的警卫队长，刚好够分量。丢军保帅。”老猫穿上了林峰递过来的外套。假设没有你，我要当这个职务，也得丢弃一部分这2年来的财富，还要有人来顶罪，否则莱恩心有疑虑，不可能向赫连烈将军举荐我的。也就是说，陈留和库涅兹怎么都会掉一级，可能惩罚会轻一点，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老猫道：“所以你出不出现，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过现在你当上了也不错，相比我，米克和克里斯汀对你更有好感，你上任后要更顺利一些。”从关押室来到别墅，老猫先行洗漱了一番，他已经有10几天没洗澡了，而且也没下过线，胡子拉碴的自己都受不了。待到老猫洗漱结束出来，他衣冠整洁的走到林峰面前，重新认识一下魔都军情局第9大队队长陈海，隶属于雄鹰之家麾下第49号情报站，组织代号猫头鹰，个人代号老猫。我的上级联络员是狐狸。在7519这里的小组成员只有15个人，在前几天你找我之后，上面已经批准了你的加入申请，所以你是第16个成员。老猫朝着林峰伸出手：“现在我们是同志了。”林峰握着老猫的手，心情有些复杂，有激动兴奋，也有茫然不安。不过想到叔叔林启功的话，他心中又平静了许多。坐吧，我简单介绍一下组织的任务和目的。好。老猫给林峰递过来一根雪茄，见他不抽，则自己点上。我们为雄鹰之家服务，但不必听雄鹰军指挥。严格来说，我们也不属于雄鹰军的一员，是一个单独的系统。这点能够理解吗？林峰点头，能。游戏里游戏外不是一样的，雄鹰之家是一个联合组织，里面不单单只有雄鹰军，这点他叔叔早就讲过。你加入的是猫头鹰组织，而不是现实中的军情局，所以组织对于成员的要求相对宽松一些。复杂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你记住一条就可以了，只要你的个人行为不和国家利益有所冲突，我们不会管，还会给予你帮助。就比如这次的驻地长官职位，你现在领的只是临时职务，如果想要做实扶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否则等穗岩城的政治争斗结束，随便给你下达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就会被撤职或调走。林峰点了点头，我明白。老猫问道：“你答应了莱恩，就代表着目前来说你算是赫连烈将军一脉的人，但这只是他很不起眼的一步闲棋，对他来说，你的作用还是太弱了，只是临时顶替。如果想要做正，一是要快速提升等级，二是要立功，三是要继续攻略莱恩、赫连烈这条线。我该怎么做？”老猫微笑道：“第一点简单，坐拥7519矿场，你根本不会缺元力结晶，升级会相当的快。
等等，林峰不解道：“你的意思是我贪污矿场的产出？这样做不会有问题吗？莱恩可是最恨贪污的吧？我这么做不会降低他的好感度？”你在说什么？老毛诧异道：“你以为莱恩没捞吗？太天真了吧！我统计过这2年矿场村的产出和实缴比例，几乎有一半都进入了莱恩的腰包。当然，这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吃的，赫连烈这一条线上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分这个利益。但莱恩绝对不是干净的。1年前莱恩来的时候还只有15级，现在他都25级了。他又没怎么出去杀怪过，难道是天赋异禀吗？卧槽，居然是这样的！林峰感觉自己的三观有点炸裂。当初莱恩喊他谈话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什么我要是真贪了就好了，这样就不会给将军抹黑。之后莱恩又严打严查，搞得林峰还以为莱恩是个嫉恶如仇人，结果就这，感情贪一半，在莱恩眼里不算贪是吧？还是说莱恩根本就把矿场当自己的了？你上任后，莱恩肯定会暗示你往穗盐城送钱的，也就是原金，到时候你照做就行了。而第2点立功就更简单了。老毛笑了笑道：“可曾听闻诚信互刷？”第73章再见狐狸。诚信互刷。林峰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这是星海论坛上的一个梗。由于星海的各个地图上都有对立的阵营，而玩家们发现自己接到的阵营任务很难的时候，就会在论坛上发帖求助。以瓦兰星为例，联邦阵营和叛军阵营是对立的。假如叛军玩家接到的任务是打听联邦阵营的某些军事行动，而这个任务又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时候，怎么办？下线，找该地区的联邦玩家，让他给自己提供任务材料或者情报，就可以轻松完成任务。作为回报，叛军玩家也要提供相应的报酬。于是就诞生了诚信互刷这个常用名词。至于本阵营出了什么问题，那关我什么事呢？我自己获得好处就行了。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会有一些风险，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你不会是想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刷卡勒特的军功吧？林峰瞪大了眼睛。为什么不可以呢？老毛摊了摊手道：“只要操作的好，完全可以互利互惠啊。要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的获得7519的长官职位？以前这里的驻地长官是莱恩，是一个 NPC， 我们操作起来困难，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就是最高长官，米克会支持你，克里斯汀不会反对你，雷副官随莱恩走了，卡尔只是一个巡逻队长，我已经把玩家统一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干。”林峰无言以对，好像还真是这样。问题是，这附近有可以刷的目标吗？我怎么记得全是卡勒特的势力？老猫从抽屉中拿出一份地图摊开，有，而且有很多。穗盐山脉为什么要驻扎摩恩集团军？当然是因为这里有利可图，而且也有敌对势力。穗盐山脉连绵万里，这条山脉几乎把荒野之岭的东部一分为二。由于穗盐山脉多原始森林和超自然现象区域，所以他们的根据地多在穗盐山脉东边，少部分在南边。林峰点了点头，这张图他看过，只不过没有那么详细。叛军为了躲避政府军的围剿，基本都会寻找山林茂密或者超自然力量影响的区域。自从西部这里发生了多处超自然地狱，出现了大量的原力矿脉，各路叛军和联邦政府军签订了穆尔法公约，和平了5年。也是在5年前，摩恩军团才从南部的老巢越过山脉往西推进，于是也就有了7519矿场村。无论是银色骑士团，还是乌塔联盟，还是其他叛军势力，都在争取休养生息的机会，壮大自身。但扩张就难免会有冲突，和平不是瓦兰星的主旋律。实际上，无论叛军还是联邦，都在紧锣密鼓地为下一次大战而准备。老猫点了一处画了圆圈的标记点，我们所在的矿场村，往北有乌塔联盟，往西有政府军，往东有守望者公司扶持的树火中等叛军势力。除了往南的后方是安全的，其余3面只要走个几百公里都是能碰到敌人的。林峰疑惑道：“敌人是有了，那我们主动搞事会不会有问题？”老猫笑盈盈道：“问题肯定是有的，就看怎么操作了。我们这点人小打小闹的，不至于上升到阵营对立的程度，只要能把事情干得漂亮，满足另一方的需求就不怕。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这个临时长官主动打下来另一座敌对势力的矿场，掠夺了丰厚的资源，那穗盐城的指挥部是会奖励你还是惩罚你？你把进贡给赫连烈将军的好处翻个倍，你说他会不会死保你这个位置？甚至更进一步。”林峰眼睛一亮，说的也是。他一直以个人玩家的心态来玩游戏，但现在经老猫一说，看法就不一样了。老猫卷起地图，慢悠悠道：“原本7519在猫头鹰的计划中是属于被攻打的目标，狐狸多次前来考察，我又迟迟没办法拿到主官的位置，玩家势力也不统一，所以这个地方在计划中是被刷的一方。但现在不一样了，既然我们已经掌控了这里，那就不能轻易的丢掉。”林峰陡然一惊，他想起第一次和狐狸见面的情况，怪不得对方看起来根本不在意这里的情况，原来根本就是准备把这里打掉的。
而叔叔所说的任务内容保密程度高，恐怕也是指的这点。老猫没瞒自己，看来是真把他当自己人看了，不是忽悠，也不是说说而已。要是自己当时没答应，情况会是怎么样呢？可能老猫不会对自己怎么样，但会任由自己在大势之下自生自灭。所以说那句话不是威胁，而是真的忠告。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林峰松了口气，个人玩家在国家组织面前还是太渺小了，计划也不可能因为小部分人就动摇，除非你是自己人，这是应该的。对于自己的国家，你要有信心，我们不会害自己人。老猫似乎看出了林峰的后怕，我们不是卡勒特，我们华夏的军队是有信仰的部队。你如果当时不接受，我也会在行动之前让你离开这里。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等莱恩走后再说。好的。从老猫的住处出来，林峰感觉心中轻松了许多。第3天的时候，7519来了4辆军车，是穗岩城派来的军官，他们是来核对7519的战损，带走莱恩，顺便颁发书面任命。林峰早早的在门口迎接，从第1辆军车上下来的军官是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林峰第1天见到的狐狸何书长。莱恩上尉，请协助我们接受调查。狐狸不着痕迹的看了林峰一眼，随后带人走到了莱恩面前。好的。莱恩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上了车。林峰中尉。狐狸又走了过来，这是穗岩城指挥部对你的临时任命文书，从今天开始生效，你可以履行7519驻地长官的职责了。是，长官。林峰接过狐狸递过来的文件，在接到文件的一刹那，他的阵营面板光芒流动，出现了新的变化。第74章阵营职务与任务。你获得了阵营职务：摩恩军团813山地部队第6旅第7519营营长。摩恩集团军取消了师级编制，被重组为合成旅，取消了团级编制，改为合成营。这样一来，缩短了指挥链，能够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当然，在卡勒特的某些部队还是有保留师团编制，甚至有些兵员明明不足，却也自称一个师的。原因是卡勒特疯狂扩张人数，招人不设门槛，造成人虽多，但指挥体系和编制上的混乱。但无论如何，林峰现在就是一个营级长官了，而且是加强营。7519现在的兵员数量和玩家在内有3000多人，比之前莱恩时期还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莱恩之前在随机事件中下达的命令是，只要攻击幻兽就能加入阵营，所以在场灾难带来的人员损失虽然不小，但林峰掌控兵员反而还多了。当然，战斗力肯定是不如之前的，而且还会面临诸多问题。只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你获得了阵营任务1，恢复生产，点击查看详情。你获得了阵营任务2，训练士兵，点击查看详情。你获得了阵营任务3，招揽游民，点击查看详情。你获得了阵营任务4，探索驻地外围，点击查看详情。你获得了阵营任务5，清理荒野怪物，点击查看详情。一下子刷出5个任务，林峰心中既欣喜激动，又忐忑不安。他很想现在就看看任务详情，但狐狸还在这里，大庭广众之下，还是要走完流程再说。属下一定不负所托。林峰伸手敬礼。何书长点了点头，随后道：第2件事就是核查矿场的损失，林中尉，请你派人协助我带来的人，这事还需要你好好的配合。林峰听懂狐狸的意思了，于是立刻道：是，请长官里面详谈。克里斯汀地位超然，这次的迎接他只是露了个面就回去了。米克和卡尔随同林峰左右，但米克和卡尔也很快被林峰支开，所以在会议厅内商议的就只有林峰、老猫以及狐狸和他身后的卫兵小五4个人。林峰又见面了。何叔常用华夏语说着，没想到这才1个多月过去，你就13级了，而且还成了7519的驻地长官，得多谢领导栽培。林峰谦虚道：哈哈，都是自己人，就别打什么官腔了。何叔常爽朗笑道：咱们搞情报工作的，相互称代号就可以了。行。林峰点了点头。老猫提醒道：那你得先给自己取个代号，3天了，想好没？林峰挠了挠头道：是不是都得用动物的代号？何叔常摆手：那倒没这个规矩，个人代号全凭自己喜好，你想取什么都行。那就叫灰烬吧。林峰摊了摊手道：我的原力步枪名字就叫灰烬，实在懒得费劲取代号了。灰烬。何叔常点了点头。那后以后组织内你的代号就叫灰烬了。闲话聊完，几人开始聊正事。何叔常低声道：7519的矿场损失核查工作有文章可做，我带来的人会把损失往大了报一些，这样一来补充的时候你也能够多要一些东西，比如羽系机甲、火神号机甲、装甲车等等，多要些东西也能帮你尽快恢复生产，扩充7519的势力。林峰道：我需要做什么？老猫笑道：你只管签字就行，后勤主管米克对你的好感是热情级别，所以
你签完字，他基本不会反对了。林峰有些犹豫，这样一来，我不是捅了莱恩一刀吗？莱恩报上去的要是和核查的对不上，自己签字不会降低莱恩对自己的好感度吧？定制手枪，莱恩还没给自己搞定呢，这个时候得罪莱恩。何书长摇头道：你不用担心，莱恩不会怪你的，因为这都是上面默认的，赫连烈的反对派系肯定要做点文章。莱恩本身就不可能完全被摘出来了，多点少点又有什么关系？莱恩不会认为是你捅刀子，他不会相信你真能拿到多余的补贴，这多算出来的部分肯定是被敌对派系吃了。你只需在给莱恩去信的时候说自己是被迫签字的，然后把锅甩到一个叫莫洛的 NPC 身上就行。老猫在一边补充道，莫洛是狐狸的上级，也是另外的派系，和赫连烈属于敌对关系。得，这内部的诚信互刷也已经开始了。狐狸不属于赫连烈一脉，但他现在却帮着自己这个赫连烈派系的捞好处，玩家们赚个盆满钵满，只有 NPC 被蒙在鼓里。要换成别的玩家肯定不好操作， NPC 也不是傻子，离谱的操作是经不起调查的。但有组织的就是不一样，而且狐狸的等级超过了20级，军衔也很高，带来的 NPC 对他基本是尊敬级别的好感，玩家也是自己人，操作起来简直不要太简单。事情还真就像老猫说的，只要自己签字就行。唯一算是难点的地方就是米克这个后勤主管，但林峰签字了，米克就不会管，所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你接到的阵营任务应该有5个，有什么不懂的问老猫就行，要是老猫下线了，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你现在是主官，这里的通讯设备你都可以用，不过你别用公用线路，我给你一个加密频道转接到我的私人金腕。好，林峰立刻记住了联系狐狸的方式。恢复生产、训练士兵、招揽游民，这3个任务都是非战斗任务，等你做到第4个任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计划了。狐狸拍了拍双腿起身，我现实中还有点事，在你这里下线一趟，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可以。林峰也起身，他对狐狸的感官非常好，因为聊天的全程他都是和自己商量，老猫全程没发表意见。问自己而不是问老猫，就代表了一种尊重，证明何书长没有把他这个主官当成摆设或者傀儡。把何书长安排好后，林峰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仔细查看起阵营任务来。第75章，还能这么玩？第一个阵营任务是恢复生产。任务说明，第7矿洞的挖掘开采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请合理利用物资装备人手，重新恢复机器运转，继续开采原石矿。任务要求，将第7矿洞的开采量恢复至破坏前的水平。任务期限30天。任务奖励1万阵营声望。任务惩罚，限定期限内未完成该任务，声望降低5000，临时职务将被撤销。莱恩时期的日均原石开采量是1200吨，也就是说，只要恢复到这个标准，就算完成了任务。这个任务并不算难，有狐狸的帮忙，碎岩城会补助一批开矿设备和人手，30天的时间绰绰有余。第二个任务是训练士兵。任务说明，7519营的兵员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但整体战力低于原有水准，各班组成员极不平衡，请利用现有资源合理训练士兵。任务要求1比3级以上的技术兵种500人，7级以上的技术兵种50人，10级以上的技术兵种5人。任务要求2比3级以上的战斗兵种2000人，7级以上战斗兵种500人，10级以上的战斗兵种50人。任务期限60天。任务奖励5万阵营声望，卡勒特高级将领好感度。任务惩罚，限定期限内未完成该任务，声望降低1万，临时职务将被撤销。由于矿洞幻兽事件，大量的技术兵种死于非命，导致现在7519极度缺少技术兵种，战斗型兵种又多为矿工转化而来的新兵，所以这个任务有很大的难度。第3个任务是招揽游民。任务说明7519矿场的劳动力严重不足，请迅速招揽劳动力。任务要求总人数增加至1万人。任务期限90天。任务奖励5万阵营声望，卡勒特高级将领好感度。任务惩罚，限定期限内未完成该任务，声望降低1万，临时职务将被撤销。7519矿场目前的总人数在3000-4000左右，但莱恩当时许诺，有大部分的矿工变为了卡勒特的低级士兵，吸纳成了兵员，导致矿工的数量远远降低。短时间内，林峰可以让等级不足的卡勒特低级士兵继续干矿工的活，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又要训练又要务工，士兵的体力也不可能跟得上。第4个任务为探索驻地外围。这个任务要求是对驻地方圆100公里进行探索，分为2个部分，一是搞清楚周围的小势力分布图，侦查敌情上报给碎岩城；二是探测有无新的资源矿脉。林峰当初被卡尔抓进新手村，就是因为莱恩在做这个任务。第5个任务是清理荒野怪物，击杀因为超自然现象或辐射变异产生的怪物，
把探索区域变成卡勒特统治的属地，减少不稳定因素。第4、第5个任务没有具体的要求，需要出去了才会触发，属于你不做没事，做了事情况给予功劳。看似简单，实则危险重重。据老猫所言，莱恩之前的几任军官都是在进行第4、第5项任务的时候，战斗减员过多，导致撤职。所以说5个阵营任务全特么有撤职的风险。林峰心中有1万口槽要吐，当个叛军主官属于是如履薄冰了，还没有感受到当驻地长官的快感，难点倒是不少。先用简化功能试试。总之每天有一次机会，不用白不用。今天的机会当然是给第1个任务，恢复生产是重中之重。矿场要养活人，不止上面的，还有驻地的食物和日常用品等等，也得依靠产出来购买，自给自足。不恢复生产，产出收益，什么都是白搭。简化功能启用后，阵营面板上文字如同波浪一般晃动，3秒后重新变得清晰。恢复生产。任务说明：第7矿洞的挖掘开采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遂盐城派来了1名高级工程师，请合理利用物资装备人手，重新恢复机器运转，继续开采原石矿。怎么没变化？难道这个任务没办法简化？林峰皱眉看着，任务期限、任务要求、任务惩罚都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等等，有变化，在任务说明里面。林峰重新看了一遍，发现任务说明这一项多了一句话：遂盐城派来了1名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还能这样？林峰想了好一会，发现是自己陷入误区了。他原本以为简化功能就是把任务要求降低，这个理解不能说错，毕竟之前都是这样的，但不完全准确。简化功能的作用是降低任务的难度，让我更容易完成任务，功效不一定是降低具体的要求。某些任务的要求本身对我是会产生益处的，就比如恢复生产。如果降低了要求，实际上开采量不达标，受损的还是我自己。降低任务难度不一定非要降低要求，可是光给1名高级工程师就能降低难度了。林峰有些狐疑，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名工程师得很强才行啊。面板上显示这个任务还能继续简化，明天再试一次看看。狐狸当天就走了，走之前他告诉林峰，补助物资和技术支持后天就会到达。林峰有些漫不经心地问道，话说遂盐城会不会给我派一些很厉害的人过来，比如高级工程师什么的？狐狸笑道，你想多了，高级工程师哪里都不够用，怎么可能派给你？7519才多大的点地方，上面怎么可能派高级工程师来？你这个恢复生产的任务期限是30天，我给你打的核查报告补了不少物资差额，你完成任务肯定是没问题了。我就算能请到高级工程师，也不会放你这里来啊，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也就是说，不是狐狸安排的？林峰点了点头，没再多问。等到晚上12点1过，他忍不住又对这个恢复生产的任务进行了2次简化。第76章，给老子等着！恢复生产任务说明：第7矿洞的挖掘开采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遂盐城派来了2名高级工程师，请合理利用物资装备人手，重新恢复机器运转，继续开采原石矿。变成2名了。林峰面色古怪，也不知道这2名工程师到底降低了多少难度。他本想继续简化这个任务，却发现第3天0点过后，这个任务不再出现在简化列表中，于是只能作罢，将这次的机会用到了训练士兵任务上。和恢复生产任务一样，训练士兵的数量要求并没有减少，变动出现在了任务说明上。任务说明：7519营的兵员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但整体战力低于原有水准，各班组成员极不平衡。莱恩忧心你无法镇住场面，特地为你举荐了1位武者，协助你训练士兵。林峰有些纳闷，莱恩走的时候也并没有提过这件事啊，这也太突然了吧。可没过几分钟，他旁边的电话就响了。叮铃铃，古老的座机轻轻震动，林峰面色古怪地拿起电话。喂，哪位？是我，莱恩。长官，晚上好。林峰，我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你不必称呼我为长官。莱恩纠正道，但在我心目中，您就是长官。林峰语气诚恳，虽然看不到莱恩的表情，但在说完这句话后，电话那头的莱恩声音明显多了几分愉悦，而且并未再继续纠正。我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是想和你说一件事。长官请讲，你有任何吩咐我都听着。我走后的这2天，一直担心7519的兵员配置问题。你知道，我在那场战斗中许诺了很多游民士兵的待遇，这在长远来看绝对是有益处的，但短期来说，对你和7519却是一个负担。所以我想为你举荐一个人，他叫拓森，是我在凯宾城读书时候认识的校友。他在毕业后当起了佣兵，也曾自己建立过佣兵团。不过后来他负伤丢掉了1只手就退休了，但他绝对是一个很合格的教官。如果他不是受伤落下了残疾，我都不是他的对手。莱恩的话语中对拓森很是推崇，林峰当然没有理由推辞，
于是一口答应下来。谢谢长官，真是太感谢了，我正需要这样的人才。能问一下这位佣兵团长有多少级吗？他曾经有29级，不过现在应该只有21级了。21级？林峰心中欣喜若狂。矿场村里面最高级别的，除了米克、克里斯汀和卡尔，其余人都没到20级呢。这个时候能多一名战斗型的高手，绝对是一大助力。他多久能到这里来？林峰问道。最多7天，不过请他的价格不低，你得为他准备军官待遇，而且他接受的工作范围只有训练，但就我看来，你赚大了。是，我明白，多谢长官。好了，不要这么客气，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长官晚安。天色破晓，矿场村外驶来了一列车队，来自穗岩城的物资补助和技术支援队伍抵达了7519。林峰收到消息后，和老猫一同跑过去迎接。很快，当头的卡车上就跳下来2个军官，踩着高帮军靴走了过来。其中一名金发碧眼的青年军官看到满是泥泞的道路，有些嫌弃的在鼻子间扫了扫，随后有些高傲的盯着迎接队伍。奉军部的命令，我们来给7519派送物资和人手，哪位是林峰中尉？我就是。林峰上前一步，看了看对方的肩章，发现这也是个中尉，不过对方身上光鲜亮丽，神态高傲，说话姿态间仿佛是自己的上级一样。当自己伸手过去问候之时，对方竟然连白手套都不脱，仿佛怕脏了手。林中尉，签收吧。白手套军官将一份文件递给林峰，又从胸前掏出一支笔。这就很不懂规矩了，连名号、部门都不报一个就算了，老子还没清点呢，就让签收？要是货对不上怎么办？不过林峰还是心平气和道：“请几位兄弟进去休息休息，喝口热茶。”不必了。白手套淡淡的摆了摆手道：“我们还有任务在身，烦请林中尉签字吧。”那就请几位稍等，容我派人清点一番。林峰挥了挥手，顿时就有人开始卸货。白手套很是不耐烦，眉头一挑：“车和货都是一起的，除了我们坐的这辆，你们直接开进去就可以了。怎么这点小事还要耽误我们的时间？耽搁了我的任务，你一个中尉担当得起吗？”林峰心中冒起一股无名火，妈的，搁这跟谁装逼呢？他把文件往老猫的怀里一拍，把手放在枪带上：“让你们等，就给老子等着，懂不懂规矩？警卫队，请这2位长官去车里坐着，没清点完不准走。”金发军官目瞪口呆，似乎不敢相信林峰会这么跟他们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咔嚓！警卫队的10几名军官直接提枪上膛，金发军官硬生生把后面的话给憋了回去。莫利尔对你好感度300，当前关系中度厌恶300。莫利尔，别跟这些不识好歹的乡巴佬一般见识，我们回车上。旁边副官轻声说着，拉着脸色铁青的莫利尔回到了车上。林峰也是扭头就走，根本没再理会这个突然冒出来装逼的 NPC。老猫抱着文件走过来道：“我刚核对了一下，这个人叫莫利尔，是莫洛将军的嫡孙。怎么搞的？人不应该是狐狸派的吗？”林峰问道：“怎么还冒出个将军的孙子？”老猫也有些纳闷的翻着文件：“我也不清楚，狐狸说的随行名单上没这个人，另外工程技术部派来的人里还莫名其妙的多出来了2个人，说是什么劳务派遣工，不在军队编制里面。”林峰看着他点的那2个名字，心中一动，顿时问道：“文件上给出的理由是什么？”老猫道：“说是通过穗岩城的市政厅任务接的单，我估计是哪个环节出了点问题，这样我把他们叫来问问。”第77章唐纳德与卢萨。我叫唐纳德，是一名山地工程师，我是从市政厅接到的任务。他们说有个矿场出现了塌方，很多机械都受到了破坏，需要人维修，不赶工期，活还简单，于是我就接了这个任务。我的机械维修水平有中级，基本上中级的山地机械装备，不管哪个组织出产的，我都能维修。但我没有证书给你看，如果你们不要我，可以派辆车送我回去。林峰看着眼前这个啤酒肚身材、满脸络腮胡的秃顶男人，不禁皱了皱眉头，因为这个家伙一身酒味，说话食味贼大。现在是什么时候？天刚亮，一大早起来就喝酒，那这人得多嗜酒如命啊！而且他说的内容还有些矛盾。维修军方设备是需要持证上岗的，市政厅的任务也不是谁都能接，但这家伙没有证，却接到了市政厅的任务，就很奇怪。不过他没有立刻发言，而是看向另外一个高高瘦瘦、穿着黑色皮衣的老者：“你呢？你又是为什么来这里？”不料这个老人很是倨道：“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叫你们的最高长官出来。”林峰一听这话就火了，怎么又来个和莫利尔一个德行的？他很想拔出枪给这老家伙来一发，但想到这可能是个高级工程师，顿时就忍住了。面对富贵公子哥的臭脾气，林峰那是没什么好话讲，但面对技术大佬，他是可以忍一下的。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的就是7519的驻地长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军衔？林峰，中尉军衔。哦，你就是米克提到过的那个小家伙。老人打量了一眼林峰，微微颔首，
还算有点气量。我叫卢萨，高级工程师，米克是我的学生，他写信请我来帮一帮他。怎么，他没通知你我要来？原来是这样。以卢萨的身份，往这支运输队列里面加个人一点难度都没有，怪不得米克并没有通知我，可能他想等您来了再告知我。那就通知他过来吧。请您稍等。林峰态度飞快转好，这可是搞技术的大佬啊。卢萨，你是卢萨？一旁的唐纳德不禁惊讶出声，曾参与创建了摩恩集团军第9军的微型原力矩阵部，主管过能量机械工程部、机甲研究部的卢萨大人。您退休后不是成了科尔将军的私人顾问吗？怎么会来这里？卢萨微微偏过头，唐纳德，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你是不是雪莉家族的那个小儿子，问题少年唐纳德？是我。唐纳德激动道，没想到您居然知道我还会在这里遇见您。卢萨打量了一下唐纳德，你不是在东部的塔格军团吗？怎么到南边来了？还有你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唐纳德整理了一下衣冠，有些不好意思道，说来话长，我在塔格军团犯了一些错误，后来转去了穆里军事学院当老师，不过又出了一些意外，导致被吊销了职业证书。卢萨点了点头，没有多问，显然唐纳德是在东部混不下去了，才来机会更多的南部。问题少年如今也变成了问题中年。林峰心中也很是好奇，他现在可以确定这个唐纳德应该也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了，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没再多问，人家连证都丢了，再问就不礼貌了。至于旁边的老猫则是听得目瞪口呆，好家伙，7519矿场村这座小庙一下子居然来了2尊大神。高级工程师必然要掌握一套完整的高级知识，他和武者不同，武者掌握一个高级技能就能称之为高级武者了，但机械体系那至少得掌握3个以上的高级技能，以及数不胜数的中低级技能才能称之为高级。唐纳德先不说，卢萨绝对是大佬中的大佬啊！签字，赶紧签字，快点接收了！老猫拉着林峰到一边，疯狂催促，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淡定。老猫，不需要再问问内情吗？还问个锤子啊！赶紧先收了！老猫两眼放光，你不知道高级工程师有多难得。我打个比方吧，如果我掌管一方军团，让我拿出100个高级武者去换一个高级工程师，我都是愿意的，而且我还会觉得血赚。尤其是咱们还在叛军阵营，就更加难得。你明白这其中的含金量了吗？我懂了。林峰点头。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2个高级都是有实现性的，恢复生产的任务一结束，他们就得走了，所以你之后得疯狂刷他们2人的好感，能留一个是一个。卢萨我看有点悬，但唐纳德有很大希望，实在不行咱们先爽了再说。行。见老猫这么激动，林峰也爽快地签了字，放那个莫利尔的车离开，然后就命令其他人将车队开进矿场村。至于唐纳德、卢萨，则是由林峰亲自开着一辆皮卡，米克陪同，请进了居住地。随后林峰鞍前马后，把最豪华最舒适的2栋房给腾出来，给唐纳德和卢萨住上，又安排了几个卫兵照顾起居。一顿操作下来，唐纳德的好感度倒是涨了100点，脱离了冷漠，达到了普通级别，但卢萨的好感度却仍旧只有20多点。等深夜回到自己的住处，林峰不由得感慨，看来卢萨要强唐纳德好几倍啊，有米克这层关系，居然都只涨了这么丁点的好感。老猫笑道，唐纳德26级，卢萨却有52级，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跨了几个大级别呢，能涨个几点都不错了，你就知足吧。正聊着，西林从隔间走了进来。林峰，有岗哨通报，外面来了一辆陌生的车辆，说是要见你。老猫诧异道，大晚上的怎么还有人来？怎么回事？有验明身份吗？西林摇头，没有，对方只通过无线电说了这么句话，就保持了静默，赵和在职岗，没有轻举妄动。林峰猜测这应该是莱恩推荐的教官到了，走吧，去见一见。第78章，拓森和波伦。我是7519的驻地长官林峰中尉，前方车辆请跟在指引车辆下进入。林峰站在一个碉堡内，看着监控画面，拿着对讲机喊话。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7519的自动枪塔都是运转的，可以覆盖村外的2000米范围。除了进出的主路之外，两旁的荒地还布有雷区，更远处的高地也有无人哨塔，指引炮阵落点。所以说没人指引，进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等待了一会，对讲机内很快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收到。很快，陌生车辆跟随接引车穿过雷区、电网以及机枪组和发炮班组，来到住宅区。灰色的皮卡上下来了2个人，都穿着全套的防弹衣，只不过一人背着刀，一人则是背着枪。为首的一个寸头青年没有右手，他的左手并只在眉间挥了挥，给予了林峰佣兵之间的礼仪。林中尉你好，我叫拓森，这位是我的副手波伦，他是一个狙击手。莱恩说你这里有很多活干，我想你应该不介意多一个人。不介意，
欢迎欢迎。林峰表现得十分热情，主动地和两人握手。这样做也是为了打探两人的虚实。在接触之后，他就获得了两人的等级信息。拓森断了一只右手，但仍旧有21级，并且显示的几个技能全部是中阶7级以上，有武者技能，也有枪械技能。波伦四肢健全，级别也不低，有18级，主要是枪械技能，而且他用的是原力狙击枪。两位，请进去商谈。请进会客厅落座之后，林峰便直奔主题。我这里的确有很多任务，两位请说一说各自的擅长，我们好确定一下具体的工作内容以及报酬。拓森道，我和波伦只接新兵训练的活，这也是之前莱恩和我们之前聊过的。你这里游民居多，想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很困难，但我保证，只要你提供的营养跟得上，那么最多3个月，我可以让所有游民都成为4级以上的合格战士。注意，我指的是4级以上的战士，不是只有能量反应达到4级。他们会接受我和波伦包括战术类、枪械类、格斗类、侦察类各类武器使用的技能训练，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我们全部精通。如果你给出的酬劳在接受范围内，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待1年以上。林峰点了点头。你们能接受的最低酬劳是多少？拓森脸色有些奇怪。你是雇主，你不该问我们价格，而是应该你出价，我们只需要决定是否接受。林峰还真不知道佣兵团是怎么个行情，于是只能先起身，请稍作休息，喝口茶，我需要和人商量一下。请便。林峰和老猫来到隔间，能问的也就老猫了。招揽佣兵是个什么行情价，他还真没学过，尤其是该怎么给20级的全能佣兵团长出价。老猫指头轻扣，思索了片刻道，以联邦币为结算标准，20级的佣兵年收入肯定是过了1000万，像拓森这种佣兵团长属于精英了，全年收入应该是能过亿的。不过他已经是退休状态了，价格就要大打折扣，如果只要求他训练新兵的话，开个500万年薪差不多了。至于波伦，拿300万吧。林峰诧异道，这么少？换算成原力结晶，拓森也就是50克吧。老猫摇头道，不少了，这是个安稳的活，又不是让他去刀口舔血。而且你不要小看联邦币的购买力啊，你觉得少，是因为你抓住机遇发了一笔大财。你要是在正常的新手村，你看你能不能见到这么多的原力结晶？没有人会奢侈到拿原力结晶来修炼的，就像现实世界能天天吃豪华大餐的也只有少数人。拓森这种退休佣兵1年能攒1把紫装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他冒险的时候是赚得多，不过现在也不比之前了，他就算想冒险，发财的机会也少了。林峰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顿时问道，为什么这么说？老猫也不吝啬，5年前联邦政府和各路叛军签订了穆尔法公约，荒野之岭已有5年整体和平，佣兵们接不到任何一方的任务，即便有，也只有一些散活。原本很多大型的佣兵团都转型了，没什么名气的大多只能做一些私人保镖或者运输的活。500万年薪要放5年前，拓森这样的不会多瞧一眼，但现在的大环境，我估摸着还能杀点价。林峰摇头，还是别杀价了，这样的人作用不小，咱们以后战斗说不定能用上，一个20级，一个18级，小规模团战，佣兵比军队的效果可能更好，我还指望他们给我完成战斗任务呢，钱不给够怎么收买人心？老猫笑了笑，行，那你也别开高了，咱们现在虽然有矿，也得省着点花，7号矿洞还没开工呢。我懂。简短的商议，林峰又走了出来，让两位久等了。我愿意给拓森先生开出500万的年薪，波伦先生300万的年薪，按月或按年结算都可以，货币以联邦币为基准，当然也可以给你们换成别的币种，看你们方便。如果完成我的训练目标，每个月还有额外的奖金，在这里的住宿、吃饭等日常待遇对标卡勒特的士官，假期1个月3天。不知道两位能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林峰现在也不差钱，料想以后也不会差，所以按照训练士兵上的分级任务说给了拓森听，奖金都是10万起。拓森和波伦对视一眼，而后双双点头，我们答应了。果然，就像老猫说的，这个价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就是商量训练细节。林峰问道，两位还有什么建议或者问题吗？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拓森道，林中尉，训练的时候是否能给予我们一定的伤亡名额？第79章经理。面对拓森的问题，林峰沉吟道，我可以允许意外，但不会给你伤亡名额，我会给新兵提供医疗组和充足的医疗物资，配合你的训练，但不希望出现非战斗性减员。简而言之，我不希望两位通过练死练残来展现你们的训练能力。我这么说能够理解吗？拓森点了点头，你是雇主，你说了算，我们会有分寸的。林峰转向一边，波伦先生还有什么要求吗？波伦摇了摇头，来之前他们通过莱恩了解大概的情况，这个活对他们来说相当不错了。这年头佣兵难混，林峰对他们有商有量的，1个月还给3天假期，已经是很不错的雇主了。好，今天不早了，
2位请先去休息，明天会有人带你们熟悉地方，住处我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你们不喜欢被打扰，我不会给你们安排卫兵。谢谢。送走拓森和波伦，林峰看了看时间，已经过了0点。每日的简化功能次数又刷新了。林峰瞄向了任务面板，探索驻地外围和清理荒野怪物没有出现在可简化的列表里面，也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前置条件，所以目前就只剩下招揽游民这任务可以简化。林峰启用了简化功能后，面板上的任务便发生了变化。阵营任务：招揽流民。任务说明：7519矿场的劳动力严重不足，请迅速招揽劳动力。西边有3个游民聚集地，或许可以从这里招揽到足够的人手。任务要求：总人数增加至1万人。任务期限：90天。任务奖励：5万阵营声望，卡勒特高级将领好感度。任务惩罚：限定期限内未完成该任务，声望降低1万，临时职务将被撤销。这次的简化变动的仍旧是任务说明那一栏，简化的力度似乎并不大，只告诉了林峰西边有3个游民聚集地，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因为林峰上次在老猫的地图上也看到了地图标注，终归还算是降低了任务难度，至少有了方向，不至于瞎找。而且这个任务还可以继续简化，明天再看看是什么情况。林峰看了一眼，就将任务丢到了一边，倒头睡去。第二天，林峰在自己的会客厅开了个内部会议，成员包括西林、赵和、老猫、陈海、陈留、刘四和、库涅兹等人。林峰率先发言，从今天起，7519就是玩家的根据地，至少是短期根据地。前几天忙不赢，今天把大家叫来开个会议，我和老猫商量了一下，决定对玩家进行一些人事安排。我现在拥有任命玩家卡勒特阵营职务的权限，从今天起得规范一下玩家们的行为，尤其是现在7519有近1000名玩家，以后还有可能出现，组织架构必须要明确。成为驻地长官后，林峰不能给予别人军衔，但可以给予玩家阵营职务。和老猫商量了之后，决定对玩家内部定一些规矩，方便做事。首先是老猫，他原来是警卫团的一队队长，现在是7519合成营的副营长，也就是我的副官。我不在线时，一切听他安排。老猫还没说话，旁边的库涅兹就吹了个口哨：“哇哦，老猫你升官了，恭喜恭喜！”老猫看了库涅兹一眼，从座位上起身，一改往日松散的姿态，笔直的向林峰敬了个礼，然后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不苟言笑。嗨嗨，库涅兹顿时收起笑容，将雪茄掐灭，不再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他意识到老猫认真了，那他就得改变心态，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林峰第二个点的就是库涅兹。库涅兹，你原本是警卫2队的队长，但你和陈留都死过一次，声望清零了，一切都得从头再来。现在让你到警卫2队当个高级士兵，队长由声望仍在的伯恩担任，等你把声望混上来，再调你去3队当队长。库涅兹和伯恩都站了起来，学着老猫一样朝林峰敬了个礼。库涅兹还大声喊道：“是，谢谢长官。”林峰补了一句：“3队原本是亨利的班底，亨利虽死，但那些 NPC 和装备还在，之后我会进行调整，补充到你原来2队的战力水平。1队队长由萧天明担任，副队长刘四和担任，陈留也进1队，等声望刷上来再安排。”又有3个人站起来敬礼。接下来叫到的人名基本都是华夏老乡会的人，分别填充进了警卫团的10支队伍里面。至于原本的兄弟会10级以上的人本就不多，大部分人还有待考察，就只安排了库涅兹和伯恩，其余人都是原归原位。赵和，你仍旧待在治安巡逻团，你的声望还有点低，就不做额外安排了。你跟着卡尔刷他的熟练度，争取多学他几个技能，副队长的位置给你留着。没问题。赵和点了点头。西林，你有8级语言技能，你当7519营副参谋。是。西林也起身敬了个礼，带着几分感激之色。其实西林是感激错人了，这并不是林峰安排的，而是老猫要求。他不知道的是，他被老猫纳入了观察名单，和赵和一样，是猫头鹰组织看好的备选人才。至于李秀成，他1不能打，2不会写，等级又低，这个会议他没资格参加，不然就太刻意了。于是林峰早前就安排他进了7519的医疗组去学医疗兵技能，这正合了李秀成的意。会议的第2个内容，老猫你来说吧。林峰开了个头，主要是他能任命职务，其他的事还是老猫来做更有经验。老猫扫视了一下众人，缓缓道：7519有近1000玩家，有些玩家在残酷的环境中已经迷失了心智，习惯于混乱的秩序，变得麻木。华夏老乡会原本的成员还好，但猛虎帮原来的那批人是不能再用了。库涅兹、伯恩，你们手底下的有些人也要清理掉，我给你一个筛选标准，有过凌辱、欺压、刻意折磨他人的玩家都需要被驱逐出去。第80章训练。库涅兹和伯恩脸色一变，兄弟会的秩序是比猛虎帮要好一些，但按照老猫这个标准来，也得赶走1半的玩家。老猫，不能给底下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库涅兹问道。你知道之前的情况不一样。老猫，可以，人我是交给你来筛选的，你留下的人要是出了问题，那责任就在你。库涅兹刚松了口气，不料老猫又补充道，不过你得想清楚，你那些所谓的兄弟是不是真的会听你的改邪归正？现在我只是驱逐，因为那些人等级低也杀不死，但要是之后再出现问题，那等待他们的就是彻底死亡。你加入了我的组织，你就该明白组织有组织的规矩，我不想你将来因为别人犯的错而牵连到自己。库涅兹脸上阴晴不定，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我明白了，我会搞定这一切的。会议结束后，老猫又和林峰单独聊了聊，玩家的筛选工作是近期的重点，恢复生产和训练士兵用不着我们，要建立一个适合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秩序是必然的。林峰点头表示认同。那是不是之后只接收华夏玩家？老猫摇头，倒也不必定这么死，还是得接收外国玩家的，可以用他们打工嘛。这点上玩家有时候还是比 NPC 好用的，但吸纳为核心决策成员就得慎重。库涅兹和伯恩，我是观察了他1-2年的人，虽然有点莽，但不算坏，不过以后得更严格一些才行。懂了，听你安排。第二天开始，老猫就带着人着手筛选玩家。首先是原先猛虎帮的那批人，林峰这个权限者利用莱恩的严打余波，驱逐了低于10级的猛虎帮成员，这些人声望直接清零，也丢掉了卡勒特这个阵营。高于10级的则连杀3次，助他们脱离苦海。矿场村一下就少了300多名玩家。其次是原兄弟会的成员，这个帮会之前也有200来人，但经过库涅兹和伯恩的清洗，最终只留下了40来人。兄弟会被驱逐的人还是区别对待了一下，有一部分人受不了新规矩的严格管束，但之前也不算是罪大恶极，所以并没有清除声望，只是让他们另寻出路。最后是华夏老乡会的成员，老猫也展开了自查，剔除掉了几十人。莱恩的严打对玩家没有起到效果，但这一波却真正达到了目的。矿场村的玩家锐减到了500出头，算上 NPC 一起，矿场村的总体人数只剩下3278人。由于针对的是玩家，所以并未引起 NPC 的骚动。现在留下的玩家以华夏玩家为主，有411人，外国玩家只有78。4级以上的玩家有一半，7级以上的过百，其中10级以上的玩家有53人，华夏玩家占了38位。玩家内部也没什么骚动，留下来的人都乐意待在一个有规矩的团队里。老猫在筛选玩家，林峰也没闲着，他已经开始参与到了拓森和波伦的训练计划当中。13级对于驻地长官来说远远不够，如果想坐实这个位置，等级也得提升上去。于是林峰要求拓森额外为军官们制定了一套训练方法，他带头参与进来。靶场，波伦看着林峰的射击成绩，不禁皱了皱眉头。林中尉，你的射击水平远远没有达到他们说的绝佳地步，你手里这把灰烬的威力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恕我直言，像是一个刚刚练枪的初学者。林峰汗流浃背，面对波伦的无情打击，他也没有一点生气，因为根本没心思生气，他现在连气都喘不上来。就在刚刚，他在波伦的要求下绕着矿场村跑了500公里，在观察他达到极限之后，波伦便让他跑回靶场，立刻开始原力步枪的打靶训练。硬撑着打了10枪，林峰现在整个身体都像是火烧了一般，胸口呼出的每一口气都极为滚烫，他的原力值也被消耗一空，彻底到达了极限。哈斯哈斯，林峰瘫倒在地上，根本听不清波伦在说什么，也无法动弹，像是一条上岸垂死的鱼。教官是不是给他治疗一下？待在一旁的医疗兵是李秀成，他实在看不过去了，想给林峰恢复一下。你现在用外物给他恢复，他刚才就白练了。波伦淡淡道，等他能动了再给他吃能量棒，记住只需喂半根。好的。李秀成点了点头。15分钟后，林峰挣扎着坐了起来，李秀成见状立刻跑过来蹲下，将林峰扶起，迅速撕开一根能量棒，喂了半截给他。呼，林峰感觉到魂归身体，在恢复后他第一时间问道，打靶成绩是多少？60分，勉强及格。波伦走了过来，林中尉，为什么他们会叫你枪神？长官的手枪打得好。李秀成为林峰挽尊，真的，他只是没习惯步枪。手枪？波伦愣了一下，打手枪再好能有多好？可以演示一下吗？我需要知道你的具体实力，才好为你做出针对性训练。可以。林峰二话没说，站起来掏出腰间的守望者 G4， 随后李秀成跑去按下移动靶位的按钮，50米处抛飞出一个个速度极快的飞盘，往远处飞去。一次性出现了10个飞盘，而且是不同方位，但林峰瞄都没瞄，抬手就打。啪啪啪啪啪，所有飞盘全部被击落，而且刚好是10枪，没有补枪。李秀成得意地看着波伦，后者却只是一脸平静，这样的程度也只能算是优秀，还称不上枪神。这样吧，等你体力恢复，我和你来打一场。手枪最佳发挥场景是室内战，前3场你防我攻，后3场你攻我防，
不用原力，就正常作战。你把穿甲弹换了，穿上防具，我也用普通枪械，这样即便我命中，你也不会受伤，如何？林峰点了点头，可以。秀成，去给波伦教官准备一套防具。波伦却摆了摆手，不用，你没有机会先命中我，给你们长官准备就行。第81章，波伦的震惊。听到波伦说不要防具，他也没有觉得对方在装逼，因为波伦有18级，而且还练习了武者的体术，普通的手枪和子弹根本威胁不到他了，那是真防弹机，即便连眼睛这样的部位都不再是弱点。波伦的眼皮一闭，普通手枪子弹也是打不穿的。林峰就做不到这么变态了，他现在13级，原力潜移默化的强化才刚刚开始，很多技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他都没有。反观波伦，这家伙有诸如强身、灵眸、坚韧等中阶技能傍身，一堆的主动被动加起来，导致非战斗状态下的波伦属性就超过了林峰2倍。一切准备就绪，前3轮林峰守，波伦攻。防守方是有优势的，他可以选择待在室内的任何一个位置严阵以待，波伦则需要进来搜索。在室内攻防战中，守方往往是更有机会先开枪的一方。开始，耳麦中传来李秀成的声音，切磋正式开始。林峰一瞬间就开启了绝对枪感的超态，屏住呼吸，放慢心跳，待在2楼内听波伦的脚步声。模拟室内战是一栋2层巴士的楼房，波伦从房门外30米开始进攻，走过来必然会发出动静。大，1楼的房门打开，波伦进入了房间，他脚步轻盈的2个大跳就跨越了楼梯，来到2楼。啪！刚上2楼，枪声就响起，下一秒，波伦的额头出现一个浅红色的印子。与此同时，林峰的头盔上也出现了弹痕。枪声只有1枪，但其实2人都开枪了，只不过时间间隔很短，听起来像是只开了1枪。波伦有些意外地看着林峰，你的手枪确实挺快。林峰放下手枪，是你让我了，你的枪直到刚才拔出来。第1轮林峰不想占便宜，身体是直接整个暴露在波伦视野里，所以2人开枪的机会其实是等同的，像是面对面决斗一样，就比谁出枪更快了。但林峰认为波伦也放了水，因为他的手枪没有拿在手里，而是插在枪带，也就是说他是在见到林峰之后才拔枪，而林峰一直是举着枪戒备。快速拔枪再怎么快速也有个抬手的动作，所以林峰觉得波伦第1场有点人情世故了。波伦微微点头，行，下一场我会直接把枪拿在手里。说完他转身跳了出去。一切准备就绪，第2场模拟室内战开始。由于第1场波伦已经判断出林峰也会听声辨位，所以在第2场开始时，他的每一步都显得极为轻盈，几乎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让林峰完全不知道他的哪个方位。但他还是失算了。超态下，林峰听的是心跳、呼吸这种级别，波伦的动作虽然足够轻，但仍旧在他的感知中只是相对比较模糊罢了。啪！只有1道枪声，波伦在经过1道窗户时被打中脑袋，而他则完全没捕捉到林峰在哪。这次波伦就有些惊讶了，你怎么判断我的位置？听出来的？不可能，我修炼的身法叫踏雪无痕，不可能发出声音的，即便真的有，那也极小。作为狙击手，我移动的时候就算是29级的拓森都听不到。哦，是我描述有问题，我听，哦不，我感知到的是你的心跳和呼吸，以及行动时对空气的扰动。林峰道，感知到了我的心跳和呼吸，还有行动时对空气的扰动，你动用了原力？没有。林峰看着波伦质疑的目光，于是只得解释道，真没有，我有绝对枪感天赋技能，当我进入状态，我就能做得到这个程度，但是这并非原力技能，我刚才根本就没消耗原力。你居然有绝对枪感？波伦的脸上浮现出很明显的震惊，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我真有，不过只能拿手枪的时候触发，步枪不行。怎么会？绝对枪感就是绝对枪感，哪有什么手枪和步枪之分？波伦感觉有些颠覆，我被评定有中级枪感，而且都是全分类通用的，无论训练什么枪械都能很快上手。我也不知道。林峰耸了耸肩，我打手枪就是会强很多。再试一次。波伦眼中有些兴奋，这次我会全力以赴。好，第3场开始，很快就结束了。波伦在进门后动静全无，林峰进入超态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异常。等他发现不对劲，打开门看看的时候，身体却猛然感觉到一寒，看也不看就反手往身后开了1枪。啪！正从2楼窗户露头的波伦额头上又中了1枪，同时林峰的后脑勺也一震，他也被击中了。你背对着我也能准确命中我的额头？波伦从窗户口爬了进来，面色古怪，你是怎么做到连心跳和呼吸都消失的？林峰也相当奇怪，他现在知道了波伦的进攻轨迹，先开了个门发出动静后退出去，从外面爬墙，再从窗户口跳了进来。
如果不是因为靠得太近，自己根本发现不了。问题是波伦怎么做到连心跳和呼吸都控制住的？我是个狙击手，修炼的技能主要都是为了狙杀服务。波伦解释道，隐匿藏形只是基本操作，你能听到空气扰动的异常因素，那我就借着外面的空气流隐藏身形。至于说控制呼吸和心跳，我动用了元力技，名为生命寂灭，这是我从一位体术大师手里学会的一招，可以锁死自身的一切能量波动，直到出手的前一刻，就算是 A 级扫描仪也发现不了我。生命寂灭，林峰心中一动，这家伙身上难道有高级技能？或许可以找机会从这里薅一把羊毛啊。不过这个时候波伦对自己的好感度还不是很高，现在提根本不可能学到，等以后再说吧。你开枪的时候是不是不用瞄？波伦问道。是，林峰如实道。我动的那一刻，你同时有了反应，我中枪在你之前，现在我相信你真有绝对枪感的天赋了，真是让人嫉妒啊。波伦盯着林峰，语气有点酸，但只有手枪才这样。非常奇怪，那位大师告诉我绝对枪感是天赋，不存在什么限定款，我怀疑你是训练的少了。这样吧，你跟我去靶场用其他枪支试试，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第82章极限训练。波伦领着林峰去靶场打枪，从固定靶到移动靶，枪从手枪、步枪、冲锋枪、狙击枪、猎枪，这一待就是大半天，到最后引得拓森都来了。因为说好的今天先给军官们制定一下训练计划，但波伦却在林峰这里耽搁了很久，于是他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波伦一脸茫然，我们走南闯北也算见过不少人了，他这种我是真没见过。他在手枪上的天赋上极高，在我见过的人里面可排前3，但一换其他枪就不行，也就比普通士兵好一点。什么？拓森有些诧异，你在说什么？波伦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他见过的人里面排前3，那是什么概念？这都不是折服了波伦那么简单了，林峰干脆可以称枪神了。你自己看吧。波伦指了指前方正在训练的林峰，我让他挨个换枪打，想让他把手枪的感觉延伸到其他枪种上。拓森观察了一会，神情也变得奇怪起来，他理解波伦说的意思了。他说他有绝对枪感，但却是个限定款的，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拓森思考道，是练的少了吗？还是他的身体有缺陷？比如视力缺陷？波伦摇头，他身体没缺陷。至于说练的少，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他很多用枪习惯都不规范，不过没理由差距这么大。林峰的表现直接把波伦给搞纠结了。在他看来，天赋就是天赋，不存在什么限定款一说，可在林峰身上却相当的割裂，波伦现在有种被颠覆认知的感觉。拓森淡淡道，既然不知道原因，那你就给他定制和其他军官一样的训练计划吧。波伦严肃道，不行，我必须找出原因。狙击手眼里容不得沙子，你是知道我性格的。拓森耸了耸肩，行，那你就专门负责他吧，其他的工作我来。波伦点头，辛苦你了。拓森笑了笑道，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再说林峰是雇主，你把他训练好了，咱们也不亏。说起来这个营地还真有点意思，我刚才对其他士兵进行摸排，还发现一个在武技方面悟性很高的士兵。哦？波伦看向拓森，还有让你都感兴趣的武者苗子。拓森点头，而且他有些体术招式很有意思，我都没见过他那种。我随口问了问，他说是在沧州学的。波伦，你知道沧州这个地方吗？没听说过。算了，就先这样吧。拓森拍了拍波伦的肩膀，我那边你就别管了，咱们争取第1个月就拿到这个林中尉的奖金。林峰又一次如同死鱼般瘫倒在地，浑身火辣辣的酸痛。躺在他身边的还有几个人，陈留、库涅兹、老猫、赵和。波伦给军官们制定的训练方法有针对性，但也有重合的部分，就比如体质训练。他先是要求每个人都在高强度的极限跑动中将体力榨干，在达到极限后再进行射击训练和武技训练。这种状态下，所有人无论是开枪还是出拳挥刀都完全变形，准确率、命中率都大打折扣。库涅兹对此提出质疑，体能训练我没意见，但训练完还要打枪，是不是过分了？这样有效果吗？波伦只是冷冷的回答，看来你还远没到极限，加练50公里回来再问我这个问题。苏卡不列。库涅兹骂骂咧咧的跑了。等到所有人训练完，波伦开始训话，记住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无论是跑步、射击、挥拳、出刀，一定要记住极限状态下的这种练习感觉。极限状态下的训练和你们真正厮杀时的感觉是差不多的。敌人和你对砍，你的刀是会变形；敌人和你对枪，你的身体会因为紧张而僵硬。与敌人的对抗，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外部因素强干扰状态下的训练。极限训练也是一种强干扰状态的训练，不过这种干扰来自你们自身。你们现在是不是除了想休息，什么都不想干了？是不是有一种痛苦到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接受训练的感觉？当你们习惯了这种感觉，
能够在这种状态下也能保证一定的命中率或者招式的精准，那么你的技巧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即便在激烈的战场上也能保证自身的发挥。我甚至觉得这种方法比实战更有效，打一场战争，说不定运气好点，根本都碰不到敌人，起不到什么锻炼的效果；运气差，直接就死了。旗鼓相当，恰好就让你们有所长进的战争。哼哼，哪有这种好事？波伦蹲下身子，拍了拍库涅兹的脸。现在你还有疑问吗？库涅兹艰难道：没有了，教官。很好。波伦抬起头来，朝医疗兵挥了挥手，还有力气说话，喂他吃半根能量棒，然后扶他起来，再跑一圈。库涅兹想死的心都有了。林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处时，已经是凌晨2点。现在他的体质数值虽然是满的，但魂力仍旧只有 80%， 这种心灵和精神上疲惫的感觉一定要深度睡眠才能恢复了。但他仍旧强撑着修炼了一轮元力潮汐诀，直到看见面板上的元力值从105跳到110，他才心满意足地倒头就睡。连着好几天，林峰等军官都是处于这种魂力不满，身体和心灵都极度疲劳的状态，每天的训练超过20个小时。他这个时候也明白为什么拓森当初要伤亡名额了，要不是这里的医疗组技术还可以，妥妥的要出事。不过即便这样，经历了魔鬼1周，还是有人接近崩溃。直到第8天，波伦让所有军官好好休息1天，林峰一次性睡了20个小时，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整个人神清气爽，魂力也恢复满值，甚至还略有精进。忽不用训练的感觉还真是舒服啊。林峰长出了一口气。然而他醒来没过多久，集合训练的哨声就响起。等军官们集合完毕，波伦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魔鬼训练周结束了，你们已经初步习惯了这种强度，接下来是进一步的魔鬼训练月。第83章日常。什么？魔鬼训练月？林峰还以为接下来会轻松一点呢。教官，魔鬼训练月结束呢？库涅兹问道。是不是魔鬼训练季？魔鬼训练年？波伦点了点头。你猜得很准，一下子全说出来，担心你们心里受不了。现在经历过了1周训练，那就无所谓了。库涅兹吐槽道。苏卡不练，你干脆直接说一直魔鬼训练好了。波伦道。库涅兹，你今天加练2个小时。库涅兹梗着脑袋。教官，凭什么？你刚才不经允许就说话了。库涅兹指了指林峰，报告，长官也说了，而且是长官先说的，为什么就罚我？请给我一个理由。波伦淡淡道。你也知道他是长官，这个理由够不够？库涅兹差点吐出一口老血，郁闷地闭上了嘴巴。其余人一阵低声哄笑，这个举动很快也遭受到了波伦的无情打击，每个人额外加练1小时。众人心中哀叹，举着武器和负重开始跑步。就在这时，西林跑了过来。长官，工程部有些事情需要向您汇报一下。林峰停下了脚步，朝着波伦挥手示意，随后脱离了训练队伍，来到西林身旁。从他第1天当驻地长官开始，老猫就没打算让林峰当甩手掌柜。老猫停留在13级太久了，上次矿洞事件之后，老猫来到了16级，也激发了老猫的练级热情。在筛选完玩家之后，老猫就很少管别的事，一心训练。这些天，唐纳德和卢萨对矿洞下进行了勘察，他们要求将5号、6号矿洞的闲置设备全部拆掉，集中到7号矿洞来。理由呢？林峰问道。5号、6号矿洞的储藏量已经不多了，继续挖下去也没多少收益，大型设备放在那里就是浪费，还不如先提供给7号矿洞，尽快恢复7号矿洞的开产和生产。等培养的技工熟练之后，人手多了，再动用小部分工人去5号、6号啊。米克同意这个做法，他让我来找你签字。林峰接过纸笔，刷刷刷几下就同意了这个建议，根本不带犹豫的。2个高级工程师加一个后勤主管都这么说了，外行就不要对内行指指点点了，同意就完事。西林又递过来一份文件，旅部的高参谋发来斥责电报，说你不尊重后勤运输部的工作，无故扣押了随行人员，干扰了他们的任务，让你回电进行解释。林峰有些莫名其妙的接过电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干扰谁了我？还有这个旅部高参谋又是谁？西林提醒道，你是不是忘了上次莫利尔送人和物资来的事？你把莫利尔蒸了起来，然后把他们关车上等了几个小时。这个高参谋是第6旅的7519营的直属上级机构，也就是说他算是你的领导之一。林峰恍然想起那天的事，看了看电报内容，顿时有些无语，这也算扣押？我就让他在自己的车里等待清点完毕，还有我根本没骂人好吗？什么昆巴态度恶劣，这个帽子能扣到整个后勤运输部。你是不在呢，莫利尔那傻掉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把我当乡巴佬看，而且不按流程走，这能怪我吗？我还没投诉他服务态度差呢，他倒反而先倒打一耙。西林无奈道，在莫利尔看来就是这么回事，你拿枪指着他们，让他们待在车里等你检查，那不就等于扣押吗？你在他面前口称老子，
莫莉尔当然会感觉到侮辱，于是向第6旅部施压了。林峰把电报还给西林，不用管，他还管不到我的头上来。我背后的靠山是赫连烈，已经是对头了，还管个鸡毛？等等，还是回个电吧。第6旅是7519的直属上级机构，我可以不屌莫莉尔，但不能不尊重旅部。只是书面斥责还是用电报这种慢速方式，这个高参谋已经很给面子了。不管我怎么当上的这个7519的营长，旅部还是护着自己下属的。林峰又改变了想法，莫莉尔真要施压成功，那旅部的态度就不该是这样。你帮我回一份电报上去，内容吗？就一个，跟旅部叫冤，把帽子给莫莉尔反扣过去，就说他仗着自己父辈威严欺压前线驻军部队，差点惹得前线的将士动枪。总之，怎么委屈怎么来，怎么抹黑怎么来。好的，西林笑着点头。还有一些小事，你让我关注那个唐纳德和卢萨的习惯和爱好，通过这些天他们的行为，我总结出了初步的印象。哦，说说看。唐纳德喜欢酗酒，而且有点好色。有哪些表现？酒壶不离身，无论什么场合他都会喝一口。至于好色，他在第一天晚上就带着2个女人回了自己宿舍。林峰皱了皱眉头，你是说用强吗？不。西林摇头，我问过那2个 NPC， 他们说是自愿的。林峰眉头舒展，那还好，只要不是强迫就行。西林笑了笑，这家伙的确有2下子，昨天晚上来约我喝酒，说话的时候还凭空变出了2束花，我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弄来的。林峰哑然失笑，感情这个高级工程师还是个撩妹高手，连魔术都会变。不过他还算有风度，我说不方便之后他就走了。你说我要不要答应？或许还能触发任务，也不一定呢。留一个高级工程师而已，不至于要你去牺牲色相。林峰笑了，那卢萨呢？西林，卢萨很自律，每天除了他的学生米克聊一聊，陪他下去矿洞看一看情况，指点一下，基本就不出门了。别人怎么献殷勤都没用，他都是一副冷漠的样子。卢萨的好感度太难刷了。能帮忙指点一下已经可以了，尽人事听天命吧。林峰对卢萨是不抱多大希望的，能在这1个月内能派上用场就很不错了。对了，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你去把巡逻队长卡尔叫来一下。第84章，氪金。有什么吩咐？卡尔站在林峰面前，语气显得有些生硬。在矿场村的 NPC 中，卡尔对林峰的好感度最低。米克是热情，克里斯汀是轻度友善，唯有卡尔是普通。原本卡尔对林峰的好感度也达到了轻度友善，但在林峰当上驻地长官后就下降到了普通。这倒不是林峰做了什么事情惹到了卡尔，主要还是林峰等级太低却身居上位的缘故。对于上面的这个决定，卡尔心中是有些不服气的。他认为7519的驻地长官得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不是林峰这样一个等级低的年轻人。卡尔承认林峰优秀，如果林峰当个警卫队长，卡尔会变得友善，但当长官就差点意思。不过米克和克里斯汀都没意见，再加上上面的任命已经下来了，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这想法一时间是转变不过来的。卡尔队长，我想请你完成一个任务。林峰语气温和，往西边65公里有一片白桦林和月牙湖，在那里曾经有一个废弃的水电站和旧水厂，那里有3个游民聚集地，每一个聚集地都有上千人。我想请你带着车队过去，招揽这些流民。卡尔打断道，林中尉，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西边我去过好几次，那里荒无人烟，怎么会出现这么大型的游民聚集地？林峰道，消息的来源你不用管，我可以保证绝对可靠。卡尔道，那你打算让我带多少人过去？1个运输连队。卡尔眼中有些失望地看着林峰，恕我直言，你的这个命令很离谱，游民也不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尤其是有3个1000人级别的聚集地，你只派1个连队过去，还是运输连队，不是火力连，这完全是送死。林峰不急不缓道，卡尔队长，你先听我说完。这3个聚集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水厂和发电站都已经失去了该有的功效，他们的聚集地已经发生了混乱，领头的人物已经携带仅剩的物资跑路了。所以你只需要带1个连队过去，就足以镇得住场面，再发放一些食物和水，就可以把他们带回来。不过你一次性不要带太多的人回来。我这里有一份计划书，你可以按照上面的计划分批次的带人回来。见林峰说的跟真的一样，卡尔也不禁迟疑起来。他接过计划书看了看，这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么简单？是的。林峰点头，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个赌。你按照我说的做，如果情况和我说的有差别，你可以回来拆穿我，我立马辞职不干。要是果然如我所料，你从今往后就不得再质疑我的命令。见林峰说的信誓旦旦，卡尔不再犹豫。好，这是你说的，我立马出发。卡尔拿着计划书匆匆离去，林峰则是看了看面板上的招揽流民任务。第3个阵营任务居然可以被简化5次，而在简化5次之后，
任务说明中的信息变得更多也更详细，大概内容就是刚才和卡尔说的那些。也不知道这样可以把卡尔的好感度刷上去。归根究底，还是我等级太低了，驻地长官至少要20级才算名副其实啊。林峰感慨了一番，很快又恢复训练队伍。夜晚，卧室内，林峰五指向天，盘膝而坐，左右手各自放着米粒大小的淡蓝色晶体。这是初阶的元力结晶，每粒大约 0.5 克。元力潮汐诀第一篇他已经完全掌握，可以借助元力结晶修行。随着林峰的功法运转，每一次他的手掌都有一股毫光掠过元力结晶，并且吞噬掉一部分光芒。循环反复半个小时后，手中的元力结晶彻底消失不见。看了看面板，元力值从110变成了115。1克元力结晶就让元力值增长5点，这种增长速度真是恐怖啊！我只花了半个小时而已。前面7天每天训练的要死要活，配合能量棒恢复，外加功法的循环运转，直到第7天才涨了5点。现在配合元力结晶修炼，半个小时就涨了5点。果然平民比不过氪金。继续，林峰从专属盒子里又拿出2颗元力结晶，开始吸收。他之前存有2000克初阶元力结晶，之前存着是打算省着点花，但现在都当上驻地长官了，以后估计是不缺元力结晶了，那就可以奢侈一点。一次次循环，一次次吸收。林峰感觉到体内的元力在飞快地增长着。当他的元力值达到200点后，右手处再次开启了一个元力节点，手部开启的第2个元力节点，每100点元力值开启一个元力节点。林峰挥舞了一下右手，明显感觉到右手更加轻盈和有力。使用元力后，我的右手获得的加成也更快。闭上眼睛，继续拿出元力结晶修炼。2个小时后，林峰的元力值达到300点，手部第3个元力节点被打开，400点开启第4个元力节点。但在这时，每1克元力结晶提供的元力值就只有2点，达到500点，每1克只提供1点元力值。林峰停了下来，短时间内吸收过量，我的吸收效率下降了，这样做太浪费。我现在的元力值是501点，等级仍旧是13级，但过几天就会达到15级。元力值增长会潜移默化的带来体质和魂力的增长。林峰现在有501点元力值，按照元力对体质和魂力的提升效率，他会在几天后就提升大约 20% 的体质和魂力，那大概是15级的水平。过几天15级，体质和魂力达到和元力值相匹配的水平，吸收效率也会恢复，到时候又可以氪金了。林峰盘算了一下刚才消耗的元力结晶，几个小时的时间，我消耗了109克元力结晶，真耗钱。林峰暗暗啧舌，虚值拓森1年的工资也就50克左右，自己刚才修炼就吃掉了他2年的工资。不过按瓦兰星上的升级速度来看，从13级到15级，即便有功法，天天训练也得大半年，要是天赋一般般的，可能就更慢了。有钱的花钱，没钱的花时间，也说不上哪个方式好哪个坏。第85章灰烬。天寒地冻，石境破晓，卡尔带着一个运输连已经往西开了3个小时。由于联邦政府在天上的力量要超过叛军，所以抵抗军这边都习惯在晚上出动。卡尔看了看车窗外，一眼看去尽是荒芜的平地和沙砾，别说白桦林和月牙泉了，就连低矮的灌木丛都很少。无人机侦察有没有发现目标？报告，没有发现。我竟然会对他的话产生出期待，我真是太蠢了。卡尔放下望远镜，喃喃自语。他很是失望，对林峰的好感度又下降了3分。呼叫前面的车队，我们回去。卡尔已经准备回去质问林峰了。此时旁边的小兵问道，长官，是不是开启意志能量扫描仪试试？林峰长官不会白白消遣我们。林峰的阵营声望在小兵这里还是很有作用的。当卡尔准备掉头回去的时候，信任林峰的小兵还是想尽力搜索一下。卡尔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那就开启吧，派5辆车扩散搜索范围，1个小时后如果还没结果，我们就回去。是。意志能量扫描仪是3D 战场扫描仪的一种，它是针对荒野之岭经常出现的超自然现象打造的。很多时候超自然现象会让一块地区变得十分独特，完全违反常理，比如说重力异常，比如说生长环境异常，这些用肉眼不易察觉。这个开启需要10几分钟的预热，但搜索范围很远。卡尔躺在驾驶舱的椅子上闭目养神，等待结果。30分钟后，卡勒特的士兵来报，长官，月牙泉，我们发现了月牙泉。卡尔打了个激灵，立刻起身冲了过去，看向扫描屏幕。只见地图上显示，在自己的车队左前方3公里处有一处能量异常的区域。在未开启意志能量扫描仪时，这块地图上被无人机侦察显示的是一块灰黄色的沙土和灌木，但在开启之后，这里出现了一幅新的地图，有一汪泉水与地图重叠了。调大搜索范围。卡尔立刻指着月牙泉，以这个为中心。是。
发现森林地貌正在对土壤及生存植物进行分子位扫描，扫描完成 73.5% 为有机土壤，孕育植被 90% 为桦木属乔木。发现3处区域存在大量碳基生命，经分析为弱人类，能级太低，无法确认具体数量。在见到扫描仪上出现的分析结果时，卡尔整个人都惊呆了。真的有？不但有，而且分毫不差。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还是一位先知？林峰在卡尔心中顿时变得高深莫测起来。长官，现在怎么办？听到士兵的问话，卡尔顿时下令道：马上按照计划进入这里。等等，先把计划给所有人说一遍。由于对这个计划的不信任，所以卡尔一开始根本没把林峰的计划书给众人看。但现在不一样了，卡尔把林峰的计划书仔细的给士兵们解读了一遍，这才开始行动。你的原力战技紫电风行已达到初阶7级。林峰跳到一块巨石上，心中一喜。技能在每一个位阶都有9级，他修炼这门原力战技是身法技，现在已经达到了7级。林兄，你怎么停下来了？还有3个轮回呢，最后一名要加练呢，你是不是受伤了？赵和在下山的时候看到林峰一动不动站在巨石上，还以为他出事了，连忙跑过来看看。我没事，你接着跑吧。林峰笑了笑，继续登山。在最开始的1周过后，波伦增加了更多训练项目，比如登山障碍跑。矿场村依山而建，领地范围内有2座陡峭的小山，大概400米高。波伦要求军官们负重登山再下山，所以现在这2座山峰上有很多人如同猿猴一般的在跳来跳去，因为这2座荒山之间根本没有路，走是不可能走了，得靠跳跃和攀登才行。哦，那我走了呀，你得快点，可别又垫底了。你放心吧。林峰二话不说往上一跃，加快了速度。7519营地的玩家，10级以上的军官有53人，全部都比林峰要来得早。经历上一次矿洞事件，平均等级达到了13级以上，但实力都不弱，待得久了，虽然没升级，但原力值都不弱，技能会的也不少。比如初级细胞活性这个被动加了 5% 的体质，比如脚步基因增强技能增加了20点行动力和恢复力，诸如此类的小技能，获取途径简单，训练久了就会有，类似于微光视觉。日积月累，老玩家们在这种训练上表现的都很出色。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些不足的，毕竟才进游戏才2个月多点，但这种差距在缩小。我有从莱恩那里弄到了修行功法和原力战技，还有很多原力结晶可以使用，那些老玩家可不一定有。林峰用力一跃，身形拔高10米，踩在一处岩突上，而后手部画爪，直接镶嵌进岩壁内。再一发力，整个人如同闪电一般向山顶登去。登山训练结束，众人疲惫不已，但波伦却开始了新一轮的折磨。赵和的定制训练是要在登山结束之后再练蝎影长枪1个小时，直至原力值榨干才能吃东西。林峰的定制训练是要在登山结束后手持灰烬步枪，以原力为子弹开枪。手枪不在林峰的练习范畴之内，因为波伦觉得他的手枪短时间内没有向上的空间了，所以主要试练步枪，慢慢提升射击范围，争取将天赋发挥至全品类枪支。嗡！灰烬的枪管冒出一道火光，林峰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被抽掉一部分，随后这颗子弹命中200米外的靶位。整个过程中的声音极小，就仿佛水滴的声音一般。箫声在原力枪的特性中只是基操，这把灰烬最大的特性是焚烧。林峰瞄准的靶位是画在一颗石头上，当子弹命中靶位的时候，这块石头上的弹孔居然迅速的冒起了火焰，很快就将2米高的大石头给完全吞噬。咔咔咔咔，在打完10枪之后，石块碎裂一地，等到火焰熄灭，碎块变得乌漆嘛黑，仿佛炭烤过一般。第86章条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打完10枪，波伦问了问林峰的感受。没有。林峰摇头，这不是波伦第一次问了，他很想知道林峰有没有办法把手枪的枪杆延伸到步枪上来。继续练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能够掌握。波伦点了点头，走开了。灰烬是15级的原力步枪，每开1枪消耗1点原力值，3点魂力，6点体质。按照波伦的说法，林峰现在还没完全掌握原力枪，每开1枪是最低消耗，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开1枪将全身的原力消耗殆尽，就算是彻底达到了人枪合一的境界，那将是石破天惊的一枪。砰砰砰砰砰砰，501点原力值，很快打完。林峰在一片燃烧的碎石地面前缓缓后倒。见林峰倒在准备好的海绵垫上，李秀成轻车熟路，吩咐人把林峰抬上担架，然后进入医疗帐篷中对林峰进行恢复。在波伦的魔鬼训练下，进步最大的不是那些训练的军官，反而是李秀成。每天几十个活生生的样本，让李秀成战地医术技能熟练度飞快飙升。现在李秀成面对训练中的损伤恢复，可谓是手到擒来。林峰刚倒下没有多久，就慢悠悠的醒来。给我一根能量棒！
峰哥，你现在不能吃，得半个小时后先注射点营养液吧？好吧。林峰眨了眨眼，随后就看着李秀成走向了另一个帐篷。等到林峰恢复行动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他拉开帐篷走了出去，来到青石广场，这里灯火通明，还有不少议论声。哪来这么多的荒民？据说是卡尔队长抓回来的。好家伙，50辆大卡，这得多少人？一个运输连队要光塞人不塞东西，少说能装1000个。这些流民都从哪来的？他们的话我都听不懂。西林大人正在沟通呢，他真厉害啊，居然会这么多语言啊！林长官，长官晚上好。正在看热闹的2个卡勒特士兵见到身后的林峰，顿时收起嘻嘻哈哈的心态，连忙伸手敬礼。你们好。林峰穿过人群来到青石广场。此时广场上确实很热闹，西林、米克、卢萨、唐纳德、卡尔都在，50辆大卡在不断的下货，而这些货物不是别的，正是招揽来的游民。长官晚上好。林中尉。沿路的士兵不断向林峰敬礼。林峰来到军官们面前，见到了一脸激动的卡尔。报告长官，按照您的计划，我们招揽回来了1054名荒民。辛苦你了，卡尔队长。林峰微笑着点头。他早就知道了结果，因为在训练的时候，卡尔的好感度反复横跳，一会升一会降，直到某一刻升了一大截，再也没掉下来。现在这个家伙已经达到了重度热情，差一步就是崇敬了。我们的人没受伤吧？林峰问道。没有。卡尔带着钦佩的目光道，一切如您所料，那里的游民聚集地已经到穷途末路，3个聚集地发生了内乱，领头者带着仅剩的物资逃走了。我们进去之后，很快就控制了这些人。这个结果也在林峰的意料当中。卡勒特在荒野之岭的名气很大，印象也还不错，食物、水，再配合全副武装的连队士兵，很容易收揽饥饿的游民们。总人数有多少？林峰问道。我估计3个聚集地有个4、5千人，不过我们先去的这个旧水厂的聚集地，另外2个只是派人通知，让他们等着，分批次运送。一旁的米克和卢萨走了过来，听着卡尔的话，也算是明白了这次流民招揽完全是林峰的主意。卢萨先生，米克大哥。卢萨面对林峰的招呼，只是轻轻点头。米克，你们聊，我先回去休息了。老师您慢走，晚安。米克微微欠身，目送老师离开。林峰，你之前和我说会招人，但我没想到你会弄来这么多人。米克大哥，营地的物资充足吗？我一下子弄回来4、5千人，是不是有些不妥当？林峰问道。米克温和地笑道，荒民们吃不了多少东西，就算是再翻个倍，矿场也能养活，收纳这些廉价劳动力，我们是稳赚不赔的。先往劳工部塞，全部安排成矿工。现在7号矿洞马上就能恢复生产了，这些人暂时去5号、6号矿洞，等7号矿洞正式运转，就能消化这些劳动力了。我们提供速食营养液和水，他们挖源时收支平衡是没问题，只要不扩兵就能稳赚不赔。林峰问道，如果我要扩编呢？那就有些麻烦。麻烦在哪些地方呢？请米克大哥教我。林峰十分谦虚。米克指了指广场，常备部队的合成营长没有战斗任务，满编就是1000人左右。莱恩留下的烂摊子，导致现在已经有3000人，已是远超出这个编制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原石矿处理厂，算上工程部、技术部，合成营有这个规模也不算什么。大家都这么搞，不会只盯你一个。可如果要再扩兵，就会很麻烦。首先上面肯定不会批，除非你把人往工程部和技术部塞，但这样就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原石处理工厂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生产量，后勤部给我们的采买额度是和这个挂钩的。你如果想偷偷的养，那就得另想办法养活多出来的人。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你升职，把这里升编为旅，但你又远远不够这个条件。林峰问道，需要哪些条件呢？米克倒着手指头道，一是军工，不过你现在还是个临时营长，离这个远得很，你作为资源型营地的营长，很难申请到主动型的战斗任务。二是矿场规模，如果产能再翻个几倍，那么有更多的兵员守护也合理了。三是你达到30级，能量等级30，你去哪里要个旅长当都不过分，更何况你本就是卡勒特的人。第87章1个月后，时间转瞬即逝，在接取阵营任务的第15天，第7矿洞的日开采量已超过1200吨，你已完成阵容任务恢复生产，奖励1万阵营声望。第30天，3级以上的技术兵种达到500人，7级以上的技术兵种50人，10级以上的技术兵种5人，3级以上的战斗兵种2000人，7级以上战斗兵种500人，10级以上的战斗兵种50人。你已完成阵营任务训练士兵，你获得5万阵营声望。赫连烈的好感度加120，当前人物关系达到轻度友善。第32天，7519矿场村总人数达到1万人，
阵营任务招揽流民已完成，你获得5万阵营声望，赫连烈好感度加120，高斯好感度加200。阵营任务探索驻地外围与清理荒野怪物已刷新。林峰，种族人类，等级20，主职业原力武者，副职业卡勒特的高级军官，体质412558，魂力331442，魅力13，生命值5000，位阶学徒2阶。你已初步掌握原力的运用，你的身体经过原力的改造，已经踏上超凡之路。技能瓦兰星通用于5级，微光视觉中阶3级，视力加170，你可以在黑夜中收集微弱光源进行观察。听声辨位中阶2级，听力加220，你可以通过收集声源进行方位判断。精神韧性中阶1级，魂力抗性加280点，增加意志、心灵类判断。细胞韧性中阶1级，体质抗性加310点，增加中毒、流血等异常效果的判定。极限体质初阶7级，体质恢复力加120点，恢复效率提升120%。原力射击术破甲中阶6级，穿透力加612，原力特性赋予，使用原力枪之时生效。原力射击术射速中阶6级，射速加432，原力特性赋予，使用原力枪之时生效。原力战技紫电风行中阶3级，行动力加312。原力战技叠浪斩中阶1级，攻击力加208，原力值2034。功法原力潮汐诀第2篇潮汐。绝对枪感手枪，你的手枪射击天赋惊为天人，能够超极限发挥出枪械的性能。当你持有手枪武器，使用效率将获得爆发式提升。额外效果魂力提升60%，体质提升30%。装备灰烬15级，原力步枪，附加特效焚烧。风暴之刃稀有15级，攻击时触发风刃效果。咆哮恶灵甲稀有15级，被攻击时将触发恶灵怒吼，以独特的声波攻击敌人。紫月机甲部件20级，胸部核心。林峰的体内发出海浪拍石的声音，收工后慢慢恢复平静，体质和魂力不再大幅度波动。这是飞快进步的1个月。首先3个阵营任务已经全部完成，阵营声望来到了12万5千多，新增了2位高级将领的好感度，将军赫连烈以及吕布的高级参谋高斯。现在林峰入了大人物的法眼，内部的关系也算是有了靠山，只要完成第4、第5个任务，获得一定的军功，就能扶正目前的职位。想更进一步，就得看具体的功劳和运作了。其次是个人的成长，新增了细胞韧性和极限体质2个被动技能，等级攀升到了20级，原力值突破2000。以他目前的属性值来看，常态下不动用任何增幅技能，已经超过了20级的标准水平1倍。2000克的初阶原力结晶消耗殆尽，林峰还从老猫那里借了不少，不过氪金还是有效果的。现在林峰的战斗力妥妥的矿场村玩家第一。原本的射击术技能消失，合并归纳到了新技能原力射击术下，并且拥有2种特性，一个是破甲，一个是射速。这个与原力枪无关，而是林峰本身的技能。也就是说，他现在如果手拿原力枪灰烬，是能够打出3种射击效果，分别是破甲、提升射速、焚烧，并且是可以任意切换，想要什么效果随心所欲。原本的格斗术也被合并归纳到了原力战技当中，身法、紫电风行和叠浪斩都达到了中阶。主要是林峰的等级和属性提升的很快，再加上波伦的针对性指点，又有氪金省去了大量的时间，导致他的主动技能都纷纷达到了中阶。氪金的效果还是猛啊，1个月内就到达了20级。林峰不由得感慨着，如果不氪金就正常修炼，他从13级到20级估计得1年以上。不过前期的等级容易提升，这段爆发期过了，想升级就难了。毕竟瓦兰星上的最高等级有记载的也就50级，像卢萨那种已经是难得一见的了，在任何势力都是位高权重。30到40级区间已经算得上整个星球的高层，20级、30区间在大势力里面都是中坚力量，放小一点的势力里面甚至可以做到高官或者首领。如今的林峰经过叔叔林启功的熏陶和在矿场村的磨练，无论是见识还是实力，他都已经完全脱离了游戏菜鸟的行列。林峰拿起电话给老猫靠了过去，电话那头秒接，老猫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喂。林峰笑道，怎么还没恢复过来啊？按说你现在都17级了，白天的操练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了。波伦这个教官你算是没白请，他的眼光很毒，我都17级了，他还是能精准的把我榨干。你有什么事吗？林峰道，要不明天再说，我感觉你挺累的。别，那不白被你吵醒了吗？说吧。是这样。林峰沉吟道，
我已经完成了前3个阵营任务，第4、第5个战斗任务刷新了。你之前说过可以通过国家组织来互刷，是不是可以开始准备了？哦，比我想的要快啊！老猫的声音顿时有劲了。你把任务内容说一下，我让狐狸找人安排。第88章，互刷开始。探索驻地外围的要求是往西侦察敌情，绘制出半径300公里扇形面积图。第2个要求是侦察矿脉或者宝物产出地，两者完成其一都能获得军功。清理荒野怪物的要求是击杀因为超自然现象或辐射变异产生的怪物，这是和第4个任务的探索范围重叠的。这个任务标记出来了2个叫狼嚎营地和魔藤基地的地方，打掉这2个地方任意其一，就算完成任务。老猫静静地听着林峰说完，见他内容如此详细，不禁有些诧异，这个任务居然刷新的如此完善了，倒是省事。林峰不动声色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前面几个任务完成的比较出色吧。其实任务还有一些说明，那都是经过数次简化得来的信息，但林峰没有一下子说出来，他站在基地都没出去就知天下，这也就糊弄卡尔，要是真告诉老猫，肯定会被察觉到不对劲。等任务开始，慢慢有了更多情报，林峰再找机会告知也不迟，到时候就装作自己分析出来的。老猫和狐狸顶多觉得自己聪明，不会想太多。老猫果然没纠结这个，很快回复道，行，我去通知狐狸。按你说的方向和坐标，那边应该是有联邦阵营的人，这2个任务只要有内鬼配合都好做。具体怎么操作的？老猫，打个比方，在你这个任务地点里有多个势力和驻地，国家有人在联邦阵营，那么出卖一下不同派系的对头就行了。比如同为联邦阵营， A 驻地和 B 驻地相邻，你要打 B 点，可以接到 A 点过去，又或者让 A 点的长官去 B 点看看，把军力部署图传过来，总之办法有很多。具体的操作可能会复杂一点，后果也不一定完全和我们预计的一样，有时候对面可能会受点损失。不过既然是互刷，这些都可以弥补的，事后也得找个卡勒特组织的人给卖了，让对方刷点功劳。那我们卖谁呢？我看莫利尔就很不错，狐狸之前卖过他一次，这家伙后面怕得要死，硬是让家里人给他调回了后勤运输部，过了1年多又开始嚣张蹦跶，我估摸着可以再卖一次了。好家伙，林峰直呼好家伙，一听就知道猫头鹰组织他们经常干这事了。话说莫利尔就没察觉吗？老猫笑道，怎么查？没办法查的，玩家都是线下沟通，根本没证据啊。再说狐狸一直都是没落派系的，好感刷得很足，当时莫利尔被绑还是狐狸去救的呢，这个官二代当时都要跟狐狸这个救命恩人拜把子了。你说的我都有些同情莫利尔了，不过一想到莫利尔那嚣张跋扈的样子，又觉得他活该。你说的没错，狐狸不卖，莫利尔也迟早要凉，还不如为咱们做点贡献，他还得谢谢狐狸呢。任务行动开始进入准备阶段，林峰让波伦停止了对军官们的定制训练，养足精神，至于拓森馆的新兵也停掉了1/5。卢萨在半个月前就走了，这位高级工程师52级的大佬在这里指点了半个月，让不少工程兵的技能得到了突破，可以说为7519矿场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峰眼馋卢萨的本事，但无奈这位大佬的好感度一直不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林峰退而求其次，继续深挖米克这个 NPC 上的剧情维系好感，反正已经搭上了这层关系，以后还是有机会的。至于唐纳德倒是留了下来，林峰请他当了工程部的话事人，代价是必须满足唐纳德3个要求，不过唐纳德还没有提出具体要求，说是林峰现在能力不够。林峰估摸着唐纳德身上估计是有剧情任务触发的，便一口答应了下来。矿场村还有一个很强的人物克里斯汀，他的心灵异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林峰来到技术部探了探克里斯汀的口风，发现请对方出手的可能性不大，就没有继续深入聊下去，以免败坏了好感。那么关于这次任务 NPC 里面能聊的就只有米克、卡尔了。哦，还要算上一个莱恩，他虽然不在这里，但人家在碎岩城能发挥出很不错的能量。但首先还是得等狐狸那边的消息。第3天，老猫通知林峰下线，随后在线下发起了一个群聊视频通话，总共4个人，老猫、林峰、狐狸，还有一个人生面孔。狐狸开口道，李昌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猫头鹰新成员林峰，代号灰烬，也是卡勒特7519的驻地长官。林峰，这是猫头鹰的分队长李昌虎，代号飞虎，在联邦阵营隶属于督军调查局的调查员，负责对南进军团的军官驻地的腐败、不法之事进行调查。这次是他负责提供对面的情报。虎哥好。林峰十分有礼貌。你好。李昌虎点了点头，然后就开始聊正事。你的任务要求狐狸给我看了，第4个阵营任务，我可以提供12个驻地的情报给你们，包括军事部署、战力部署图，只要在游戏里把资料情报给你，你就完成任务了。第5个阵营任务，狼嚎营地和魔藤基地，这2个地方不在我的调查职权内，但我能够给你们提供进攻便利。
你们可以通过制定的路线去进攻，在确定好进攻日期后，我会安排人进行换防，放你们过去。不过有几点要求，狼嚎营地和魔腾基地的研究资料你们不能带走，这些资料带到卡勒特，他们也研究不明白，没那个工业基础，但却会影响到我的职位晋升。还有这2个地方里面有几名研究员，关键时刻得放他们离开，让我就走。从他嘴里我能撬走更多的好处。这是名单和说明，我传过去了，你们看看。林峰看到手机上震动，群共享里面出现一份加密资料。第89章趁夜行动。拿到名单后，林峰飞速记忆了下来。自从等级达到20级之后，他在现实中也感觉到自己变强了。虽然没有面板数据参考，但这种增强是很明显的。只看了一遍，他就记忆住了所有的资料。不过看完林峰就乐了。狼嚎营地和魔腾基地的规格都不低，已经不能算新手村了。不过他本身的守卫力量弱，强在他周边有8个营地拱卫，要绕过去根本不可能，因为2个目标地点是在这8个营地的包围圈里。正常攻打的难度也很大，一个旅都未必吃得了，因为这些驻扎基地里面有好几个重火力营，借助地利很容易守。另外，这2地方共用一个军用机场，前面情况不妙，后面随时可以撤退。在空中力量上，联邦政府有绝对的优势。正常来说，这地方要被一窝端的难度很大，但8个营的驻地长官和副官等职位，有4座是雄鹰之家的人，另外4个营因为不在前进的路上，所以不必管，但那里面也有猫头鹰的情报人员或者雄鹰之家的人，甚至连军用机场的负责人都是李昌虎分队的副手。也就是说，一旦狼嚎营地和魔腾基地的人想跑，李昌虎完全可以让机场出点什么故障，延迟起飞，或者干脆飞不了。裁判、求证、旁证、主办、协办，所有单位都是我的人，你怎么跟我玩？林峰的脑海中不由得想起这句话，感情自己都没必要藏着掖着，因为他简化过后的那些信息还不如猫头鹰组织的齐全。国家组织就是最大的挂，比不了。接下来4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基本都是老猫、狐狸、李昌虎在说，林峰只用点头就完事。毕竟这是猫头鹰早就准备好的，没有林峰，他们也是打算这么玩的，只是有了林峰更方便。重新上线，老猫和林峰就开始行动起来。林峰作为名义上的长官，战斗行动是要汇报的，于是他立刻拍了一封电报给第6旅的旅部。旅部的高斯参谋很快回电，批准了林峰的行动。因为这2个任务本就是很常见的任务，探索驻地外围和清理荒野怪物，也闹不出多大的幺蛾子，动一动，练兵，保持兵员的战斗性是很有必要的。得到允许后，他还是不想躺着摸鱼，必须要发挥一下自己的作用。于是林峰又找到了拓森和波伦。2位，我这里有战斗雇佣任务，你们接不接？波伦沉吟了一下，我要知道雇佣内容才会考虑是否接，但你这里的军事行动肯定不能随随便便告诉外人吧？林峰点头，是。如果你们不去，那我只能请你先在宿舍区休息几天。拓森问道，我不是很有兴趣，不过可以先听一听价格。林峰道，一天30万联邦币，没有发生交手也算，事后再根据表现算奖金。波伦立刻就有些心动了，拓森也表现出有些异动，但还是没立刻发表意见。30万一天，这个价格不低了，目标是什么？波伦问道。林峰道，联邦政府军的一个实验基地，主要是研究碎岩山脉超自然现象和基因实验的。20级的对手有不少，大概有11人，但不一定会全部碰上。实际面对的敌军规模，在一个营不会超过1000人，普遍实力在4到10级。波伦问道，有无重火力？林峰想了想道，途经的驻地有10座高能炮台，但肯定不会响，其余的就是重机枪组、地雷阵、自动枪塔这些了。波伦没有考虑多久，点了点头，好，我干了。拓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抱歉，中尉，我已经退休了，还有老婆孩子，不想冒险了。理解。林峰点头，也请你理解我，接下来几天都待在房间里。拓森点头，规矩我懂。说到这里，拓森就跟随着一个卫兵走了。接下来他会一直在房间里等待，直到林峰出任务归来。具体的细节就只有波伦有资格知晓。30万一天，请一个身经百战的佣兵团副团长，18级的狙击手，这绝对值。林峰和波伦谈了几个小时后，满意的离开。第2天夜里，林峰、老猫、库涅兹、卡尔、赵和、陈留、波伦、伯恩带领着600精兵趁夜出发。留在营地主持大局的是猫头鹰组织的萧天明，也是和老猫队伍里面的老2。他本身是华夏老乡会这个玩家组织里的副会长，职务也是警卫队队长，声望也够，完全有能力担当防御大任。至于后勤处、工程处和技术处，一切照旧，由唐纳德、米克和克里斯汀管着，就无需调整。车辆在夜色下往西疾驰而去，在3个小时后，车队进入了山区。林峰的任务说明里面刷出了一条穿越碎岩山脉的秘密路线，这让他们可以节省1/3左右的路程。
你是怎么知道这条一线天路段的？老猫诧异地看着扫描仪上的内容，上面显示这是一段峡谷地形。莱恩告诉我的。林峰头也没回，继续开车。我和他说了要出任务，他无意中提起这里有一条路可以穿过狭窄的山脉。莱恩居然还知道这个，看来这个家伙只告诉了你，没有对我说实话啊。老猫有些感慨，他曾经也旁敲侧击地问过莱恩，但莱恩并没透露过。实际情况是，莱恩是真不知道，这完全是林峰简化得来的信息，但老猫能向莱恩求证吗？他不能，即便莱恩说不知道，说没提过，那老猫也只会认为自己和莱恩的好感度不够，关系不够，人家不给你说，这也很合理。马上就要进入山脉以西了，再开1个小时就能到达第一个联邦驻军领地。老猫看了看地图，指了指一个坐标，飞虎留下的情报资料提前藏在一个废弃的信号塔下，我们开到这里，拿到资料，第4个阵营任务就可以完成了。第90章直插心脏。驻穗岩山脉以西的第1个新手村是联邦政府第24集团军第18机械旅496营，驻地长官叫张天磊。此时他并没有睡觉，而是在营房机械总控室指挥着一群技术员忙碌。长官，我们的检修预计1个小时内就能修好，监视塔可以重新启用，无人机侦察队可以重新起飞。一名 NPC 技术员朝张天磊汇报着。1个小时？张天磊皱着眉头道：“那也太快了。”长官，你说什么？技术员有些摸不着头脑。快难道还不好吗？嘿嘿，我的意思是，你们这么快修好，是不是有点怠工了？再多检查2遍。技术员有些纳闷，可是长官，侦察系统本来就没什么毛病，也不到检修的时候啊。张天磊脸一黑，现在没毛病，不代表将来没毛病。你把核心部件都拆开了看看，有没有老化的地方，有没有失能隐患，要检查仔细，多看看，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错漏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尽心尽力。技术员恍然大悟，我懂了，长官，您的意思是防患于未然，我这就去让他们重新拆开来检查1遍。等技术员走后，张天磊朝着旁边的副官道：“怎么样了？”副官用华夏语低声道：“已经派人去搞破坏了，72处地方用特殊手法进行了老旧化和腐蚀化处理，保管能骗过这些技术员。能拖多久？”副官邪魅一笑：“你想让他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好，1天2天的都没问题。”张天磊松了一口气，随后摆了摆手道：“行，那你就在这看着，我去睡觉了，等有情况了再告诉我。”没问题。林峰的车队大摇大摆地从张天磊的领地穿过，一路上所有的监视塔和侦察系统全部跟个瞎子一样。就这么过去了。赵和指了指远处的监视塔，那玩意不会监控咱们吗？老猫悠然道：“人家可能在维修吧。”林峰听后哑然失笑，赵和则是瞪大了眼睛，由于他并不知道内情，所以听着就觉得很离谱。我怎么觉得你在开玩笑，但又不像是在开玩笑？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呢？没架打还不好？一旁的陈留微笑道：“还有几个小时呢，睡回去吧，不用那么紧张。”好吧。赵和挠了挠头，直接走开了。张天磊是这样，接下来的几个驻地也基本都是这样，会特地留出一个空档期来给林峰他们过路。这就是老猫他们之前非要驻地长官职位的原因，有了职务，什么东西都好操作，监控让他失灵就失灵，根本都不用打架，省事多了。星海经常会发生一些离谱的事，比如监管和保护十分严密的金库被盗，政府或某势力的要员离奇死亡，押送的宝物车秘密路线被泄露，给星海各大势力都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其实哪有什么不解之谜，都不过是玩家们在搞鬼罢了。那有没有玩家向 NPC 告密呢？有，但成功的比较少。一是玩家要想取信于 NPC 并不容易，好感度、等级、阵营声望缺一不可，达到标准，建议才会被采纳，话语才会有信服力。二是需要证据，像林峰要完成第4个阵营任务，探索驻地外围，这可不是说说就行，必须要有一个获取情报的过程，还得配合实物。他从李昌虎那得到的情报，线下就知道了，但他不能上线后默写出来就上去，那没用，不会被系统判定完成任务。必须要在游戏里从李昌虎手里拿到敌情军报才算数，不满足以上条件的直接告密，玩家的下场都不太妙，会引发不可控的死亡事件，或是被当作异端抓起来处死，或者是被抓起来切片研究。狼嚎营地是一处超自然生物实验基地，最高主管名叫施密特，这里诞生了很多种变异的荒原狼群，其基因强大无比，拥有原力特性，有能喷火的荒原狼，有表皮堪比合金的荒原狼，有生出翅膀的，还有长出独角发射闪电的。荒野怪物刷在了这一处地方后，很快就被联邦政府圈禁了起来。比起杀死这些狼群获得一些等级的提升，研究他们的基因，获取他们的能力，显然更为划算。施密特就是负责提取实验体的基因，开发新的基因药剂。此时他正站在窗边抽着雪茄，端着酒杯，看着底下围笼里几头狼王露出了笑容。失败了这么久，
总算看到了曙光，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到未来城了。该死的，和这些畜生待久了，我身上都有一股骚味。回去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痛快痛快，真怀念未来城的服务啊！作为基因工程师，他来到这里已经有1年，但进展一直不太大。联邦政府的基因工程很卷，一般的成果根本不算成果，往往是刚研究点成绩，同行那里就有更好的替代品。而现在，施密特有把握得到上级的嘉奖，并且调离这个该死的狼窝基地。魔腾基地的法华林，哼哼，你这个生理失调又贱又老的丑女人，我不信你这次还能争得过我。施密特痛快地幻想着竞争对手得知自己升迁之后气急败坏的场景，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狼嚎，啊呜！随后是2声、3声，狼群很快就骚动了起来。这些畜生怎么了？施密特疑惑地看去，怎么突然之间这么激动了？正当他想去查看一番时，叮铃！营地内突然警铃大作，警报声突然响彻在营地的每一处房间，将许多熟睡的工作人员吵醒。警报！营地遭到攻击，请所有地级以上的成员迅速撤退。遭到攻击？施密特愣了，怎么可能？敌人在哪？还有多远？智能主脑回复道：施密特主管，请迅速离开营地，前往机场逃离营地。敌人已攻破外围防御，你只有20分钟的撤离时间。警报升级了，而且来得如此迅猛。什么？该死的，怎么会这么快？施密特立刻将酒杯一扔，拔腿就跑。第91章魔腾。施密特第一时间朝着机场逃跑，他没打算销毁关于实验的资料，因为重要的资料都在他的大脑里，别的东西就算落在敌人手里，也未必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人要是死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先生，为什么会突然？2名助手从房间里面跑出来，看到施密特后脸上浮现惊慌之色。我怎么知道？快走，别收拾了，快通知刘华机长，让他准备起飞。施密特气急败坏道：我们只有20分钟时间。好的，助手立刻呼叫。很快在屏幕面前就出现了一张国字脸，机长刘华一脸疑惑地问道：施密特先生，为什么深夜打给我？出大事了！施密特焦急道：营地遭到了攻击，我们正在撤离，请你做好起飞准备，我们会在10分钟后抵达。刘华严肃道：好的，请您放心。施密特松了口气，但他不知道的是，刘华在挂断通讯之后，焦急严肃的脸庞就变得轻松起来。他转身看了看候机室，此时所有的机组人员都被绑了起来，只剩下刘华和几个玩家们在走动。队长，情况怎么样？有一名戴着面罩的军人走过来问道。狼嚎营地已经遭到了攻击，施密特准备跑了。刘华道：地底下修了一条缩车隧道，估计他10分钟后就能到这里。老猫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我们才把人绑了，他的进攻就到了。都计划小半年了，哪能有什么失误呢？刘华笑道：值钱的东西都带好了吗？带好了。军转男子点了点头。咱们什么时候走？还得演一出戏，施密特和法华林要交给飞虎，等戏演完了，咱们再随老猫他们走。一会注意点，别死了。耽误了时间还是其次，要是被 NPC 记住了，不是什么好事。刘华他们已经不打算待在联邦阵营，而是要跳槽到叛军阵营。联邦这边的职务和声望会被清空，但只要借此机会叛逃到卡勒特，还是能够获得相应的职务和阵营声望。当然，肯定还是会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触发联邦阵营的追杀悬赏，在叛军这边也不会第一时间受到重用。不过相比好处，这点牺牲还是值得的。轰隆，轰隆，轰隆！狼嚎营地大门口，老猫、库涅兹、伯恩等人冲了进来。这里的进攻队伍有300人，携带了重火力。由于有李昌虎提供的地图和坐标，第一发电磁炮就打中了营地的能源总控室，让所有的自动枪塔和外围的火力网失效。营地的守卫本就比较弱，基本以技术人员为主，在被炮击之后立刻慌了神，四处逃窜，根本没有造成什么威胁，反而是营地内的机械守卫严格的执行了防御策略。当当当当当，2队机器人手臂处的枪管轮转，喷吐着火舌，朝着入侵营地的敌人发起了攻击。几具冲得较快的羽系机甲当场被打爆，幸好在机舱殉爆之前脱离。至于火神号机甲，这些机械守卫是打不穿的。老猫带着一队火神炮管咆哮着朝着机械守卫倾泻火力，掌握了先手，占据了主动，准备又充足，在攻破营地之后基本就是单方面的屠杀。库涅兹，找一找怪物关押区，我们的目标主要是这个。老猫在通讯频道中说道。收到。库涅兹带人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炸弹班组迅速布雷，其余班组掩护，自由射击，除了一个叫施密特的 NPC 不能杀，别的都不放过。1个小时后撤离。收到。负责进攻魔腾基地的是林峰、赵和、卡尔、陈留等300精兵，同样携带重火力，操作也和老猫如出一辙，
将载炮运输车开到基地外围开始发射。一轮轰炸过后，机甲部队前冲。联邦政府的营地和抵抗军的有很大区别，他们过于依赖科技，其防御系统和武器系统都是 AI 操作，一旦能源系统出了问题，那么整个防护网都会瘫痪大半。当看到自动枪塔已经失去了光芒时，林峰等人直接冲进了基地内部。在解决掉那些机械守卫后，林峰前去消灭怪物实验区，陈留负责捣毁整个基地和杀死联邦军成员。入侵怪物实验区的时候，林峰下达了3条指令：全部上燃烧弹，不要靠近，小心脚下。下达了命令后，林峰自己也从羽系机甲中跳了出来，拿出了灰烬。园区内静悄悄的，到处都是藤条和树木，还有一些黑影在黑暗中蠕动，赫然是一根根活动的藤条。卡尔立刻执行了林峰的命令：开火，开火！一时间火舌喷涌，园区内顿时火光四溅。嗖嗖嗖嗖嗖嗖！突然之间，从地面下破土而出无数的黑影，这些黑鹰仿佛灵蛇一般，迅速地缠绕上最前面一队士兵的脚下，而后疯狂地收缩，或是被拖向远处消失不见。砰！林峰手中的灰烬立刻开动，子弹准确落在拖动的藤条上，藤蔓立刻被烧断，被缠绕的士兵迅速站起来，退回队伍中。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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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不断开枪，每一枪必然带起一阵火光，命中活着的魔藤怪物，给进攻队伍分担压力。这些魔藤速度是快，但快不过林峰的枪。另外，灰烬恰好克制了这里的怪物，也是为什么林峰会选择进攻这个基地的缘故。呼！就在火势燃起，无数藤蔓在火焰中挣扎的时候，突然之间，地面摇晃了起来。一头庞然大物突然从前方的火焰中拔地而起，巨大藤蔓如同触手向四周拍去，它的藤叶扇起狂风，直接将火势给扑灭，随后竟又朝着林峰席卷而来。撤退！林峰心中一个咯噔，立刻就发动紫电风行，疯狂后退。旁边的赵和凭借战斗本能对危险的预知感，往旁边一闪，却不幸被扫中，整个人倒飞了出去，其余10几个士兵也连带机甲一起被掀翻。碰到大家伙了！林峰开了一枪，随后面板上浮现出一道信息：第92章配合击杀，嗜血魔藤，等级25，生命值18000，技能死亡缠绕、血毒、坚韧。由于存在着等级差，林峰只看到了部分信息，但这也差不多能够看全了。25级的魔藤比起当初的心灵蠕虫也不遑多让，不过他的技能并没有心灵蠕虫那么诡异。如今的林峰也不是当初的林峰了，全部退后。由于怪物的仇恨都在自己身上，林峰立刻远离了队伍，并且拉开距离。他的身影在几十根藤蔓扑击中来回跳跃，仿佛灵活的猿猴。此时林峰无比感谢波伦，他的登山训练十分有效果，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林峰躲闪起来十分轻松，完全没有吃力感。刷刷刷刷刷刷刷！林峰的神音如同闪电，很快就跑至1000米开外。此时嗜血魔藤的藤蔓触手也终于达到了极限，借着火光，所有人都看清楚了这个大家伙的本体。他有着10几人环抱粗壮的根茎，深深地扎根在基地之下，在他的根茎周围原本是有一圈特制的栅栏，本来是用来限制他的，现在却因为进攻被毁掉，于是他便被释放了出来。居然有18000的生命值。另一边正在清理敌人的陈留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呆了。要知道林峰20级也就5000生命值，这根魔藤25级却有18000，超过林峰3倍。植物类生命果然要比其他类型怪物强很多。陈留尝试攻击了一下，但普通的子弹对魔藤无效，即便是原力枪打出来的伤害也都很低。大部分的玩家对这种怪物都束手无策。整个队伍里面能对魔藤造成客观伤害的只有2个人，一是林峰，他的灰烬附加燃烧特性，对魔藤能造成很可观的伤害；二是波伦，他背着的那杆狙击枪有很强的爆裂效果，每开一枪就能打断魔藤的一根枝蔓。其余人里面其实也有适合对魔藤造成攻击的，比如卡尔，他的战刀拥有斩击效果，但等级比魔藤低，近身上去很危险。砰砰砰砰砰砰！林峰一连开了10枪，每一枪必然烧掉一根藤蔓，伤害每一枪都稳定在500左右。波伦开枪比较慢，短时间内他只开了2枪，但每一枪都打掉了1000多，可以说非常强横了。2人合力很快就打掉了魔藤1/3的血量，还是挺简单的嘛。林峰微微一笑，准备乘胜追击。不过下一刻，魔藤居然开始收缩，他的无数枝条纷纷展开藤叶，把主藤根茎给包围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绿色球体。然后在林峰震惊的目光中，这家伙居然开始回血了。我去，直接回满了。林峰看了看魔藤的生命值，又重新回到了18000。这怪物不好对付。波伦脸色凝重，他的生命力太顽强了，恢复能力也很强，只要主藤不死，其他的伤势他很快都能恢复。
而且他很聪明，现在他就缩着了，我们的元力耗尽，也未必能把他杀死。看出来了。林峰点头，我去吸引注意力，你找机会瞄准他的主藤根茎。行。波伦整个人融入阴影中，悄无声息地寻找最佳射击位。等等，陈留在头盔中的个人频道中对林峰喊话：灰烬，你没必要犯险，不如我们先打几发炮弹试试。我们带了钻地弹吗？没有。那恐怕不行，这怪物会钻地的，他刚才就是从地底下窜出来的。我去基地找找，我们没带，这里应该有。我们只有1个小时，必须快点搞死他。你继续按原计划执行，给我和波伦一点时间。好吧，小心点。接下来林峰不再说话，开始朝着魔藤靠近。任务目标就包括魔藤，杀不死魔藤就没办法完成第5个阵营任务。当然也可以指望老猫那边杀死狼群，但凡事都得做2手准备，要是老猫那边也碰到麻烦了，没搞定怎么办？岂不是白忙活一场？更何况这是个25级的怪物，杀死之后肯定有经验，林峰可不会轻易放弃。到20级之后等级难以提升，杀死25级的魔藤，保守估计能升个2级，他当然不能错过。刷刷刷，林峰手持灰烬不断的跳跃向前，同时以最低消耗开枪，吸引魔藤的仇恨。他的也是有仇恨值的，但不知道植物生命脑子不太聪明，一旦林峰离开了1000米这个范围，他的仇恨值就降下去了。所以说林峰必须得在1000米的范围内拉怪，站在远处利用射程把怪杀了，有可能吗？有，但没时间。联邦军不是白痴，即便有内鬼配合，留给林峰他们的行动时间也不会有很久的，晚了就有可能被对方的大部队给包了。当林峰靠近500米时，魔藤展开藤叶，露出粗壮的根茎攻击林峰。砰！波伦立刻开枪，黑夜中一道光线瞬间穿过魔藤的主根，打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负3354，巨大的伤害值从魔藤头顶上出现。紧接着波伦的第2枪又出现了3891。卧槽！林峰看着这2枪简直惊呆了，波伦居然有元力复形这个技能，无视冷却，连开2枪爆裂狙击。波伦的爆裂狙击是能够打出超额伤害的，但有冷却时间，因为元力不可能马上又运转到手部进行第2次开火。就像林峰如今也只能连续开出最大威力的14枪，第15枪就得等一个恢复间隙了。威力大，但有冷却，这次波伦也是真卖力了，看家的本事都用了出来。林峰还不知道他竟然藏了这么一手。交给你了，我没办法开枪了。波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有些虚弱和疲惫，他是彻底失去了开枪的能力。交给我。林峰脚下生光，身法发挥到极致，在藤蔓狂舞之中疯狂穿行，同时灰烬也冒出火焰。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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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连续开出14枪已经是极限，但此时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下，林峰的元力技射速有所突破，竟连续开出了第15点、16点、17点、18点、19.20枪，每一枪都打在主藤上，枪伤害稳定在500以上。短短2秒造成了11000的伤害值。在开完枪之后，林峰也感觉到双手发软，连枪都握不住了，灰烬跌落在了地上。刷用尽最后一丝元力，施展身法远离魔藤，林峰定睛一看，却看到了汹涌而来的白光。嗡白光没入林峰体内，整个人身体开始剧烈发烫，这是升级的征兆，也意味着刚才他和波伦的配合已经成功将魔藤击杀。赚大了，危险解除，林峰闭上眼睛，一屁股坐在地上等待升级完成。第93章爆炸，热量比以往来的更加剧烈，林峰感觉自己的肌肉在痉挛，骨头在咔咔咔作响，仿佛置身熔炉一般。杀怪升级是最剧烈的一种方式，之前的魔藤小怪并没有提供经验给林峰，但25级的魔藤却给了一波大的。你击杀了魔藤，25级，你已升至21级。你击杀了魔藤，25级，你已升至22级。你击杀了魔藤，25级，你已升至23级。一口气连升3级。呼！升完级之后，林峰感觉到无比的饥饿，陈留立刻跑过来，递上3根能量棒。赚大发了呀，连升了几级。散击，林峰含糊不清。陈留竖起大拇指，元力枪连开20发，短时间打出11000的伤害，这经验活该你吃。林峰狼吞虎咽完，扭头看向波伦，带了个好队友，我这是占便宜了。如果没有波伦打掉7000多的血量，林峰一个人是很难单杀掉25级的魔藤，就算是2个人也只有1次机会，因为这怪物会猛回血，生命力极其顽强，如果不能秒杀，那就会陷入鏖战。林峰和波伦的元力如果抽空，一时半会恢复不过来，就只能磕元力结晶恢复，但那也足够魔藤回满血了。所以说这头25级的怪没那么好杀，得亏带了个波伦，不然得浪费很多时间。谢了波伦。林峰来到波伦旁边，
地上能量棒。你要谢我还不简单，加点钱就行。波伦淡淡道。林峰豪爽道：成，奖金200万，回去就打给你。波伦脸上露出笑意，好，一口气允诺了200万。林峰这个雇主也算豪气了，波伦很满意。林峰也觉得自己赚了，一口气连升3级，才200万算什么？他现在是资源型产地的长官，虽说那不是他的财产，但肥肉过手就是油啊，这点钱能换波伦出手，值。两人都觉得自己赚了，皆大欢喜。怪物区被解决，接下来就是等陈六这边收尾。六哥，这边发现几个老外玩家，不认识的，怎么处置？推进的过程中，有华夏老乡会的人来汇报。陈留看了看林峰，后者摊了摊手：六哥，你别看我呀，我又没处置过，你按组织的规矩来就行。陈留点了点头，对着脖子比划了一下，超过10级的就干掉，免得麻烦，低于10级的打晕丢出去。行。魔腾基地的玩家少，因为这是技术型资源地，一般只要相对应的技术人员。总共有4个外国玩家在这里，其中有一个是15级，名为艾德。他刚上线没多久，基地就被攻击，陷入一片混乱。艾德都懵了，几个小时前下线还好好的，怎么一上来就是枪林弹雨？沃特发，等一下，兄弟，我也是玩家。艾德刚想说什么，就感觉到胸口一痛，生命值1765，你受到了致死伤害，你已死亡。本次死亡，你损失了1级，你已复活，今日可复活次数2。法克，艾德复活在房间里，直接被干懵了。刚上线就中了一梭子，简直了好吗？看了看战斗信息，是一个叫波伦的 NPC 开的枪，是一个叛军阵营的。问题是叛军怎么打进来的？魔腾基地周围可是有好几个营拱卫啊，这科学吗？魔腾基地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林峰的人消灭，300多人手持蓝色品质的 FM 步枪，弹夹充足，对上几十个拿白板步枪的技术人员，而且还是偷袭，简直是碾压。什么叫火力压制？这就是火力压制。等对讲机里手下传来安全的信号，林峰吹着口哨来到了基地的房间。长官发现了一处收藏室，卡尔兴奋地看着林峰，里面有很多古董。我看看。林峰走进去一看，里面有不少古老的枪支，实用价值不大，但艺术价值很高。比如旧时代的一根双管猎枪，只是普通的枪支，但放到现在却能卖不少钱。还有一些古董表、名牌包包，甚至一些香水。看来这是法华林的收藏室了。林峰道：不过这玩意也不值钱吧？陈留笑道：联邦阵营这些东西好买，叛军阵营就不行了。说值钱也值钱，说不值也不值。林峰挥了挥手道：那分给弟兄们吧。卡尔，你让军官进行来选，每人1件，不许抢。那2幅画和黄金猎枪给我留着，还有这2只表。林峰先挑选了几样，他不打算卖，主要也真卖不了几个钱，还要等很久。不过用来送礼就再好不过了。他可以弄回去给莱恩和赫连烈等高级军官刷好感度。周围传来一阵欢呼，大家迅速冲进去搜刮，不过很有秩序。林峰说了，一人只拿1件，就真的只能拿1件，也没人私藏。林峰和陈留站在一旁商量着，不知道老猫那边怎么样了。陈留看了看时间，施密特应该逃到了机场，我留在外面的岗哨在3分钟前看到了狼嚎营地的爆炸光芒，法华林刚逃，我们就不用去追了，直接撤退就行。林峰点了点头。老猫那边还有任务，他会佯装攻击机场，配合那边的机长刘华演一场戏，然后在危急关头，飞虎会带人空降过来，击退叛徒刘华和老猫那些叛军。这样一来，自己这边任务完成了，而且是大丰收。李昌虎这个联邦调查员也会收获一波好感和功劳，至少那2研究员的好感会拉满。刘华等人会顺势跟着老猫撤退，跳槽到叛军阵营。代价吗？也有。像张天雷等4个放林峰过境的驻地长官肯定会被调查，但也就仅仅是调查了，肯定是找不到什么实质证据的。1个小时后，搜刮完毕的林峰等人撤退到基地之外，上了车。等开出1000米远，林峰按下遥控器，轰隆轰隆，魔腾基地顿时4处爆炸，飞起一朵朵蘑菇云。此时林峰的面板上刷出一连串的提示：第94章报复，你们都得死，没人会来救你们。刘华狞笑着按下一个按钮，候机厅内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倒计时，59比59。你们利用超自然现象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现在该轮到你们感受绝望了，联邦的渣子们！卡勒特万岁！大厅内开始尖叫，施密特一脸绝望地瘫倒在地上，旁边还有一个中年妇人不甘地闭上了眼睛。刘华把门关好之后，老猫在门外抽着雪茄等候，没想到年反派还挺像回事，把那些 NPC 吓够呛。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表演天赋？刘华表情一收，接过老猫递过来的松山雪茄抽了一口，不演得像一点。飞虎那边不好交代，我必须表现得憎恨一点，
留下1个小时的营救时间才会显得比较合理。话说1个小时应该够了吧？老毛看了看表，够了，剩下的就交给飞虎了。叫上你的人，赶紧跟我撤。我估摸着第18机械旅的援军也快到了。刘华点了点头，要不把这里的飞机开走几架，都是新型号，投奔卡勒特交点东西上去会好很多。老毛拒绝道：你想被打下来吗？别给飞虎增加难度了，我们走地面绕开了防线还说得过去，要是大张旗鼓的飞回去，其他的驻地长官全得枪毙。走吧，以后有的是飞机给你开，狐狸都给你安排好了。刘华有些惆怅，都1年多了，炸掉还怪舍不得，不过你说的对，我们走。老猫和刘华等人开始按照既定方向撤退。50分钟后，李昌虎带着人赶到机场，在施密特和法华林等人绝望之际，从天而降，将他们带离机场。在撤出机场1000米远，整个机场开始爆炸。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李昌虎，在接到紧急救援信号后，第一时间赶到。请问这里谁的职务或者军衔最高？能够告诉发生什么事了吗？李昌虎明知故问，他早就把施密特和法华林的长相熟记于心，甚至连他们的副手和麾下的研究员是干什么都背熟了。不过现在还得装作一副不知道的样子。不得不说，互刷这种操作真的非常考验演技。我 X2 施密特和法华林同时出声，一个个说：我是狼嚎营地的负责人。发生了什么事啊？10分钟后，又有一支队伍到达机场附近，正是张天磊。计划的一部分是在得知爆炸之后，4个放林峰老猫过去的驻地长官要马上带人赶到现场，做出一副积极救援的样子。这样一来，又可以刚好让撤退的林峰和老猫等人从他们的领地上撤退，同时也还能捞一个救援有力的印象。只要来得比其余的人快，对比就出来了。你是什么人？请汇报一下你们的番号和职务。李昌虎接着演：我叫张天磊，是24级团军第18机械旅469营的营长，在察觉到不对劲之后，立刻赶来支援。李昌虎装作诧异道：原来是张营长，没想到你们的驻地离得最远，却来得最早。张天磊谦虚道：惭愧，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碎岩山脉，一线天峡谷，一支车队在飞快的穿行。此时林峰已经和老猫会合，成功离开了山脉西部，而天已经蒙蒙亮了。战损统计出来。老猫道：600人出来，死了29人，残疾59个，这是单指 NPC 军官和士兵的损失。另有29个玩家掉了1级，6个玩家掉了2级，没有彻底死亡的，还算可以接受。林峰点了点头，毕竟他们是跨越几个驻军营地区偷袭，以小博大。虽然准备万全，但在交战过程中总会有意外，死伤再正常不过了。老猫慢悠悠道：比起战损，收获更大。在这次突袭中，有1半的玩家升了1级，1/3的玩家升了2级以上。不过这只是个人收获，具体的还得回去统计才知道了。集体收获就得问你了。林峰道：回去再说吧，现在还没收工就说奖励，我心里不踏实。陈留笑了笑：你还挺怕力 folk。上午10点左右，天色已经大亮，林峰一行人终于返回营地，车队开始卸货。米克这个后勤处主管立刻出来统计战利品价值，而老猫则是准备安排人把刘华送走。大家分工明确，等待着胜利的收获。下午2点左右，米克拿着一份名单敲响了林峰的房门：长官，可以进来吗？米克大哥，私底下你就不用叫我长官了，我一直把你当兄长看待，你任何时候都不用敲门。林峰亲自开门，一脸真诚地说着。米克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随后拉着林峰坐到了沙发上。好，那我以后就不客气了。战利品统计结果出来了，我们值钱的战利品主要有3种：一是基因药剂，2是异能血清，3是实验仪器。种类很多，功效不一，我就不细说了，只说等级。我向克里斯汀借了检测仪，基因药剂和异能血清囊括了1B 级。B 级的血清有3份，基因药剂有9份。C 级的基因药剂总共有88份，C 级的异能血清105份。D 级的基因药剂总共有321份，D 级的异能血清有210份。E 级的药剂有1004份，E 级的异能血清有765份。这些东西价值很高，而且都是新型的成品，我没办法估计新型的价值，但可以类比市场上已经成熟的产品来对比。你猜猜值多少？米克卖起了关子。林峰无奈道：米克大哥，我一个外行哪懂这些，您就直接说吧。米克笑道：3样东西加起来，少说能值个5吨的初阶原力结晶吧。上面要是给你少算，我是不同意的。多少？5吨？林峰差点跳起来。7519一年的产量都没这么多啊！抢总是比生产来得快。米克笑道：你们打劫了2个重要的营地，当然值钱。不过当务之急不是感慨，而是你得好好想想怎么处理这一批战利品，你一个营长肯定是吃不下的。第95章
处理。什么样的实力匹配什么样的财富，5吨初阶元力结晶，林峰确实吃不下。他要敢一个人留着，第二天营地就得爆炸。别问，问就是意外死亡。5吨初阶元力结晶都足够一个将军动心了。你一个无依无靠的临时营长，不可能自己留着，哪怕这是你打下来的战利品，你也保不住。米克道。林峰也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现在的任务虽然完成，但还缺一个领取奖励的环节。那么到底该找谁报功？米克大哥，我该怎么处理？你有3个方面的关系需要注意。米克道，一是你的上级单位，也就是第6旅的旅长托马斯，他是你的直属上官，你要立功，功劳的评定是绕不开托马斯的。你如果抛开他越级汇报，会得罪托马斯，在军中还会被人诟病。即便这个位置不是他提拔你上去的，但没人喜欢一个不守规矩的下属。林峰点了点头，7519归上校托马斯管，这是一个实权派。虽然林峰没有开启托马斯的好感度，但却和吕布的高斯参谋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之前在莫利尔为难自己时，吕布是偏帮了自己一把的。那次问责直接在吕布层面就挡了下来，没有让莫利尔那个官二代干扰到自己的发展。二是莱恩身后的赫连烈将军。米克道，莱恩保你坐的这个位置，卡勒特讲究英雄不问出身，但你加入组织不久就独掌一地，他可以说是你的恩人，你不能忘了他，也不能忘了赫连将军。那第3呢？米克，莫洛将军。赫连烈目前没有实职，只顶了一个战区军事顾问的虚职，而莫洛却是实权将军。这2人不对付，虽然还没到人尽皆知，但也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你投靠赫连烈，必然会得罪他。林峰皱眉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尉，莫洛将军不至于针对我吧？米克摇头道，之前他不会在意，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立下大功，怎么着也能运作成为一个少校。他是不会在意一个小小的中尉，但他不会忽视一个打掉联邦2座实验基地，贡献5吨元力结晶的少校。林峰问道，我投靠赫连烈将军，他应该会保住我的吧？米克沉吟道，保你生命无忧是肯定的，但能否保住你的仕途就不一定了。如果我是将军，我会允诺你以后，但现阶段会忍让。你最好的下场就是被雪藏。林峰汗流浃背，他还真没想那么多，但不得不说，米克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一个将军好声好气的让你现在忍一忍，再图谋将来画个饼，你吃不吃？不吃也得吃，莱恩就是例子。林峰思来想去，觉得怎么选都有些不妥当。他能选择投靠莫洛将军吗？他不能。首先他是被赫连烈一脉提拔的，这么做就相当于是叛徒。其次，锦上添花，莫洛也未必看重。攻略赫连烈，不就是图一个雪中送炭吗？问题是林峰不想忍，他还想升级呢。正常操作肯定不行。米克大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米克道，我只能帮你处理一部分关系，那就是通过我的老师卢萨，看能否让你在科尔将军面前露个脸。科尔将军是管武器装备制造和后勤的，如果他能够替你说2句话，就能加重你的筹码，让你不会轻易被人左右。至于其他的，我就没办法了。什么？5吨？陈留听到林峰报上来的数目，顿时瞪大了眼睛，居然有这么多！等等，你怎么还一副不开心的样子？老猫吐出一口烟圈道，因为太多了，不好处理。林峰点头，是的，米克和我说了一些看法，他认为这5吨战利品对我来说是一个烫手山芋。他说，老猫仔细听完，随后将烟掐灭。米克的分析很有道理，这个 NPC 我之前都没看出来，竟然还有这么一条暗线。他竟然在卢萨心中这么有分量，居然说可以让你搭上科尔将军这条线。陈留迷惑道，科尔将军很牛逼吗？当然。老猫笑道，科尔在将军里面地位超然，他是搞技术的，而且是武器装备方面的顶尖技术。陈留恍然，那确实，谁敢得罪他，他让谁没得吃，谁就没得吃。老猫摇头，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50年前，卡勒特还只是个小组织，用咱们的话说，就是小米加步枪，穷且弱小。科尔本来是联邦贵族，继承了父亲的大量遗产，但他被卡勒特的理念打动，于是加入了过来。这个富二代有钱有人脉，自己又懂技术，帮助卡勒特度过了艰难时期，又在10年内就让卡勒特的装备更新换代，使得卡勒特成为5大叛军势力之一。科尔虽然不是创始人，但绝对是卡勒特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他，卡勒特组织早就被吞并或者烟消云散了。而且他不贪恋权势，他原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养老，待在东部的根据地好好的享受晚年，但他依然来到了比较艰难的南部，为卡勒特的事业继续奋斗。也因此，科尔不但地位超然，而且德高望重。陈留瞪大了眼睛，那岂不是说林峰可以攻略这条线？难。老猫道，刚才说了，科尔是不结党的，他是个很纯粹的人，你可以把他看成圣人。而且他大多时间醉心于技术，3年前开服到现在，能刷到科尔好感的寥寥无几，大多数都停留在了普通。得，老猫都说科尔是圣人了，
那这人的好感度肯定难刷。扯远了，老猫点了点桌面，说回战利品的处置吧。米克是作为土著来考虑的，他的看法有局限性。他以为你是个孤儿，无依无靠，所以自然会替你考虑很多。但我们是玩家，我们并不是单立孤，我们背后有一个国家为依靠。就像这次出任务一样，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处置办法很简单，正所谓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左右摇摆更是大忌。什么把战利品一分为多份，面面俱到，不可能的。你只管专门攻略赫连烈这一条线就行了，至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组织来帮你解决。第96章夺少。林启功揉着太阳穴，陷入沉思之中。他全力思考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小举动，比如现在，林启功的手心就有一团火焰在不停地跳动，变换着形状。老猫怎么跟你说的？他觉得我就专心攻略赫连烈这条线就行了，其余的不用管，但还是将选择权交给了我。林峰看着视频里的叔叔，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米克的话是参考，老猫的话是建议，叔叔林启功的话在林峰心中就能上升到决定。林峰对所有人都保留3分怀疑，不会全信，他只相信家人不会害自己。林启功道：你还是要低调处理，真要发生了什么事，老猫他们也未必顶得住。猫组织还没有神通广大到足以左右到瓦兰星将军级的想法，如果没落那个 NPC 真要杀你，他们是顶不住的。当然场面话还是该那么说，你我叔侄现在聊天才会讲的现实一点。老猫他只是一个小队长，狐狸也不过是一个分管部门的情报站长。林启功道：他们没能力做到让你一点风险都没有，你这个驻地长官不是白当的，你沾了好处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处理不好，你就会得罪荒野之岭最强 NPC 之一的没落。老猫建议你全力攻略赫连烈这条线，话没错，但你这小胳膊小腿还是太嫩了，必须要低调处理，让你的利益和组织一致，但又不至于成为出头鸟。林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叔叔，那我该如何个低调处理法？林峰来到了老猫的住处，再一次聊起战利品处置的问题。这次的战利品价值5吨初阶原力结晶，上面要拿走多少？这次计划是猫头鹰蓄谋已久的，现在取得了战果，这些背后的行动者当然要分配利益。老猫思索道：这次的行动，猫头鹰为主要组织者，由于收获不小，所以分给友军的只需分2成，8成用来攻略阵营高级将领，让我们猫头鹰组织的成员获取更高的职位。联邦阵营的损失，卡勒特这边事后肯定会知道，组织只分出去2成，是不会让人引起怀疑的。赫连烈也不会认为你藏私。林峰点了点头，我打算首先联系莱恩，让他转达给赫连烈，让他给出一个具体的分配方案，分多少不重要，但一定要求把我自己摘出来，尽量别让我出现在没落的注意中。你觉得上面会同意吗？老猫沉默良久，我需要下线打个电话。林峰立刻道：我等你。10分钟后，老猫从白光中走出来，同意。假设没落真要杀我，组织的具体应对方案是什么？上面会派人阻挠，实在不行只能让你转阵营了。老猫没好气道：这些问题都是你那个上校叔叔教你的吧？林峰不置可否，掉脑袋的是，我总得问个清楚明白。我一个才进星海几个月的新手，突然就到了如今的地位，我心里不踏实。老猫淡淡道：你戒备心太重了点，但我能理解，信任总是在长久相处下建立起来的。你放心，如果组织要有谁做出牺牲，那肯定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他，并且给他选择，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怎么处理这件事，你都有选择权。林峰点了点头，心中松了口气。刚才那些问题确实都是叔叔林启功让问的，目的就是评估猫头鹰是否真拿他当自己人。毕竟林峰只是一个刚刚加入的新人，他可不想平白无故的被牺牲。目前来看，加入猫头鹰组织的举动还算是良性行为，和叔叔林启功预料的差不多。林峰问道：赫连烈肯定会给我留一点，组织内部能留多少利润作为个人升级的资源？老猫道：惯例是要扣除行动成本再算，5成作为组织的储备资源，剩余5成拿出来给行动成员分。现在还不好说，得等赫连烈那边的反应。你在这个位置必然不会少你的，而且你在行动中的表现很不错，我估摸着你的个人资源不会少，少说也得有1成。见林峰没说话，老猫淡淡道：别嫌少，你一个人拿1成是因为组织重视你，需要你有与之匹配的实力，你肯定是拿最多的个人，整个部门才多少情报人员，能拿出来分的里面，你拿1成已经是独一份了。林峰这才转为笑脸：不少不少，已经很多了，我很感激组织对我的关照。老猫挥了挥烟雾，一脸嫌弃：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多心眼的大学生，不过你他娘的还真适合猫头鹰。嘿嘿，长官，我有一件要事向您汇报。晚上8点，林峰拨通了莱恩的电话。什么事？长官，您说话方便吗？这个频道是否秘密？莱恩沉默了一会道：你等着，我给你打过来。5分钟后，林峰的电话响起，
有一个陌生来电。喂，是我，现在可以说了。是这样的，林峰斟酌着措辞，开始进行预演了很多次的台本。我在执行吕布的日常任务时，不小心走远了一点，然后又不小心闯入了敌人的领地，最后打掉了2个联邦阵营的营地。你不会是说狼嚎营地和魔腾基地吧？莱恩的声音有些诧异。别告诉我那是你干的。不是我，长官。林峰沉声道。是我们。什么？那2个地方真是你干掉的？莱恩的声音中明显有些震撼。电报上说2个联邦的重要基地被端了，现在还没找到袭击者，居然是你？你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不是我，长官。林峰再次强调，是我们。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一个小小的营长，根本做不到这点。此时的莱恩也终于反应过来了，林峰这是要分功劳给他，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问道：你让我认领这个功劳吗？不对，我不合适。你是想让将军认领这个功劳？对。林峰点头。长官，您觉得将军会喜欢吗？莱恩犹豫片刻，将军的问题不是这么点军功能解决的，不过我可以明天去请教一下。林峰立刻打断道：长官，如果我说战利品又价值4吨出街，元力结晶那么多呢？是不是现在就能让你告知将军一声？夺手。第97章赫连烈4吨。林峰重复了一遍，不是现货元力结晶，但主要战利品是基因药剂和异能血清，还有联邦的高精仪器。米克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估值，他的能力您应该信得过，实际应该有5吨，但猫头鹰要把2成分给参与这次行动的友军们，所以林峰对莱恩只能说是4吨。但即便是这个数字，也足以把莱恩惊掉下巴了。莱恩见过这么多吗？他当然见过，7519一年的产量差不多是2.5吨，可问题是见过归见过，那是公家的财产，现在这可是战利品。战利品当然也要上交，但上交给谁，归谁支配，这里面操作空间就很大了。冷静点，先别激动。莱恩掐了掐自己的大腿，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变得平和，但话说出口又变成了没问题。当然没问题，林峰，将军肯定会愿意见你的，我保证。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还有几成利润。几成利润？林峰一开始不明白，但脑子一转就懂了。长官，这是我们单独做成的，不用分给其他人，4吨全部是战利品。什么？莱恩更加惊讶了，没有友军协助？当然有，但那些都是玩家，根本说不清的，也不能说出来。这个时候林峰只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是的，长官，我在探索驻地外围的时候，发现了一条穿越碎岩山脉的峡谷，然后我就顺着这条路走到了西边。那些联邦军的防御可能很松懈，一路上我们都没碰到敌人。林峰说得很慢，他现在必须要为在联邦阵营的自己人铺垫一下。当然，事后返程的追兵是有一些的，有4个营地第一时间阻击了我们，他们很厉害，但终究是搞不清楚我们是谁，所以让我们逃走了。总而言之，这次的战利品不需要分给其他人。莱恩听完之后不由得感慨，林峰真是个运气好的家伙。7519是什么情况？他是知道的，防范有余，进攻不足。在经历了矿洞事件后，新兵过多，老兵却很少，拉600人跑出去个几百公里，还顺手打掉了2个联邦军事秘密研究基地。莱恩之前在电报上看到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一场旅级别的战斗呢，没想到林峰就用了600人，妥妥的战场传奇了。其中的疑点有不少，很多地方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有4吨战利品摆在面前，别管什么疑点，那统统是小问题。传奇2个字就足以解释了，战场本来就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莱恩沉声道，这个功劳太大，全按你一个人头上是吃不下的，所以你需要将军来给你安排，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林峰点头，他一个人领功，上面都不好给他升，因为他才刚破格担任驻地长官，如果一个人全吃了这功劳，不但不好升，还会惹人眼红。端掉2个联邦实验基地，还涉及超自然现象研究，这个功劳很大，足够好些人升职了。你还有价值4吨元力结晶的战利品，哈，你真是立了大功了。我现在就去见将军，你时刻保持联络畅通，我估计将军可能会需要见一见你。莱恩问道。明白。碎岩城的东郊，古朴的城堡庄园内，一辆浮空梭车贴着草地穿行，抵达城堡门前时，莱恩猛地掀开座舱的可视罩，猛地跳了下来。门口只有2名警卫，但莱恩都是熟悉的，赫连烈也早打过了招呼，他无需汇报就进入到了大厅内。城堡内部古朴高雅，一道挺拔的身影正在凝视着墙壁上的动态画像，那是赫连烈的祖父画像，身穿战甲立于星空之下，海洋之上，手里的元力光剑赫赫生辉。将军。莱恩靠近后立刻敬礼。赫连烈转过身来，面带笑容，向壁炉旁的沙发摆了摆手，坐。莱恩没有客气，他的父亲是赫连烈的警卫，他的爷爷是赫连烈父亲的警卫，他们家和赫连烈之间本就不是上下级那么简单，赫连烈一直视他为子侄看待。
我说过很多次了，小莱恩，在家里不用叫我将军，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个英勇善战的将军，也是我最敬爱的叔叔。赫连烈笑了笑，给莱恩斟上一杯茶，说吧，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连电话里都不能说。是这样的，之前我跟您举荐一个属下，他叫林峰。莱恩将林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联邦24级团军18机械旅的秘密实验营地，居然是他做的。赫连烈脸上闪过一丝异色，他是怎么办到的？我没有细问战斗过程，因为有更要紧的事情等待处理。莱恩兴奋道：叔叔，他打掉了那2个营地之后，获得了价值4吨初阶原力结晶的战利品，主要为异能血清和基因药剂，还有联邦的高精仪器。战果颇丰啊！这个数字虽然很大，但还不足以撼动赫连烈的心智，只是赞叹了一句就直奔要点。研究基地最有价值的是负责研发的技术人员和资料，他有抓到人吗？弄到资料吗？这个我倒是没问。莱恩有些尴尬，他太激动了，以至于都没有细问就过来。不过他马上就找不到，时间紧迫。叔叔，也许您应该亲自问一问他，否则等他的上级单位查明了，跑去给他颁功，那就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你说的有道理。7519营地有架设虚拟投影通讯仪吗？有，不过他为了保密，他一般是打电话给我。你去我的通讯室，告诉他一个加密频道，等待接收。我需要去联系几个人，半个小时后我会和他进行一次见面。要放在以前，赫连烈肯定是要求林峰主动来见自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主动去联系林峰。可惜今时不同往日，他这个将军没有任何实权，被闲赋在家也摆不了那么高的架子。面对4吨初阶元晶的好处，他的内心其实也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平静。好的，叔叔，我现在就去通知他。莱恩点了点头，立刻上了楼。第98章顶尖武者。7519营地会议厅内，林峰挂掉电话，朝老猫道：莱恩说赫连烈半个小时后联系我，采用虚拟投影技术通讯见面。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老猫拿着雪茄在鼻尖嗅着，刷好感度的操作只能看你了。现在不像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边提醒，和赫连烈见面，哪怕是虚拟投影技术，也绝对是私密的，我们不能在场。但我可以再给你补充一下赫连烈这个人的资料，狐狸刚传过来的。好，还有半个小时。林峰看了看表，卡勒特的主要根据地在荒野之岭东部，南部是近20年才开始开拓势力。摩恩集团军是根据卡勒特的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摩恩而命名，但实际上跟摩恩的关系不大，他是由东部派来的几支部队，在荒野之岭南部吸收了几支本土军队融合形成的。摩恩集团军掌握实权的将军有4个，科尔和莫洛、赫连烈和刘易斯都是上将军衔，其中科尔和莫洛是从东部来的，属于降临派，也属于和谈派，以2人为代表，推动了穆尔法公约的签订。赫连烈和刘易斯家族是妥妥的本地主战派，他们出身和生长在南部，极为仇恨联邦政府，在当初带人加入卡勒特阵营的时候，就是基于对联邦的仇恨。碎岩城本就是赫连烈和刘易斯家族掌控的，在20年前，由赫连烈和刘易斯家族帮助卡勒特站稳了脚跟，并造就了一个庞然大物，也就是摩恩集团军。老猫悠悠道：原本无论是碎岩城的元老院，还是在集团军内，赫连烈和刘易斯2大家族都掌握了很大的话语权。卡勒特在荒野之岭南部也一直是主战的政策，但在10年前，矛盾开始产生了。卡勒特暂缓了对联邦的攻击，然后在5年前又和联邦政府签订了穆尔法条约，整体保持了和平。虽然有探索碎岩山脉超自然现象和宝藏为理由，但仍旧引来了本地主战派的不满。之后，卡勒特又从东部外派人员过来，不断分化赫连烈和刘易斯的势力，压缩他们的权力，导致卡勒特的派系之争愈演愈烈。5年前签订条约后，摩恩集团军又分出了一部分队伍，和新练的军团组建成了2大集团军，分别为南斯军团和派蒙军团。刘易斯管派蒙军团，南斯军团则打算交给赫连烈，但这2个军团驻军区域远离了碎岩城这个权力核心，还要听从摩恩集团调遣，引来了不少人反对。最终的结果就是刘易斯乖乖的上任，而赫连烈虽然还留在碎岩城，却没了具体职务。南斯军团吸纳了赫连烈手下的一部分将领。老猫见没人说话，顿时笑了笑，很复杂对不对？权力斗争就是这么复杂。林峰皱眉道：那赫连烈和刘易斯家族岂不是用完就被扔了？组织烧他这个冷灶干什么？难道他还有起复的可能？老猫点头，当然，赫连烈本身很年轻，他比刘易斯年轻，也比莫洛年轻，科尔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赫连烈的等级非常高，我们推断出赫连烈有55到60级，虽然没有看到面板等级，但我们有办法推测出来，他至少是超过50级了的。注意，他是武者的等级，和机械系异能系的等级不一样，武者等级是非常难练的。像卢萨那种高级工程师，虽然面板标注52级，但他的体质和魂力属性只相当于原力武者32级的数据。什么？林峰吓了一跳，他这么强？
在武者当中，赫连烈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一批了。老猫道，看大势，玩家们在瓦兰星上不可能升到100级的。想要到100级，那就得每一条途径都关注，机械体系的职业得关注，因为这决定能否走出这个星球。武者体系也同样重要，原力是自身进化之道，也许出了瓦兰星，科技就不再重要了，到时候唯有原力才是根本。赫连烈才45岁，他这个年纪简直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但他隐瞒了自己的等级，大概从10年前开始就一直韬光养晦了。我估计知道他真实等级的人很少，反而是玩家知道的更详细一点。我们判断赫连烈非常有野心，甚至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改变阵营格局的关键人物。现在他还在潜伏着，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不再隐忍，一飞冲天了。你说我们该不该投资？该。林峰点头，绝对该，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抱住这条大腿啊。所以我们宁愿把4吨的战利品送给他，只要赫连烈的好感度，这个投资是非常值得的。他的性格在情报上有介绍，但你只做参考，别全信，具体还是看和他交流过程的感觉。这样能隐忍的天才强者，我们是没办法摸透的，得靠你自己去琢磨了。我都有点紧张了。林峰道，原本我以为赫连烈是个贪恋权势的老家伙，没想到才45岁，而且曾是南部抵抗军的领袖人物。他要是问起细节，我恐怕很难瞒过去吧。顺其自然吧，先定个小目标，刷到重度友善，热情暂时是不想了。热情关系的基础是信任，没点时间基础，你很难得到信任。能到重度友善就很不错了。明白了。林峰看了看时间，时间快到了，我要过去了。加油。老猫笑了笑，等你好消息。7519总共有3个密室可以使用虚拟投影通讯技术。林峰占据一间，克里斯汀一间，米克也有一间。按照莱恩的提醒调试仪器，林峰在房间内静静等待着。不一会，林峰的视网膜闪过一丝白光，而后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周围的墙壁如同水幕般缓缓铺开。林峰感觉自己的眼前一晃，下一刻出现在了一间书房当中。眼前出现了一名身穿高帮战靴、上将军服的中年男子，他的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而莱恩就陪伴在他身后。长官。林峰立刻站了起来。第99章分配与演戏。林峰，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赫连将军，也是将军举荐你成为7519的驻地长官。莱恩率先开场，替林峰引荐。见过将军，我一直很感激您的提携。莱恩长官和我说过您很多英勇事迹，我非常崇拜您。没想到今天有幸能够见到您。林峰表现得非常激动，就像是一个小迷弟见到了偶像。赫连烈微微一笑，心中对林峰的好感略微增加。谁会不喜欢一个崇拜自己还能干的属下呢？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中尉。听莱恩说，你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可靠的年轻人。我觉得他说错了，你不止聪明可靠，而且很勇敢。赫连烈对你的好感加20。看到这个提示，林峰谦虚道：多谢将军的夸奖，是在您和莱恩长官的支持下，我才做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希望没有辜负您和莱恩长官的期望。赫连烈对你的好感加30。拍马屁加了50点好感，不过这也差不多了，因为接下来赫连烈没有再顺着这些没营养的话聊，而是转移话题道：中尉，听说你有紧急的事情向我汇报，莱恩只和我说了一个大概，你能具体说说吗？林峰也知道适可而止，该说正事了。是的，将军，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工作。目前我手里的战利品有 B 级的血清3份，基因药剂有9份， C 级的基因药剂总共有88份， C 级的异能血清105份， D 级的基因药剂总共有321份， D 级的异能血清有210份， E 级的药剂有1004份， E 级的异能血清有765份，高精密仪器有31件，保存完好。赫连烈静静地听林峰说完，没有提这些战利品，只是语气温和地问道：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赫连烈这话问得很有水准，他问的其实就是你想要什么，你说一说，我看看能不能满足你。全凭将军做主。林峰的意思是我什么要求都不提，就只要效忠你就可以了。赫连烈微笑不语，看了一眼莱恩，后者清了清嗓子道：林峰，将军一向是很关心属下的成长，想知道你对职位、军衔或者其他方面的未来规划，那你就说一说。现在就是闲聊，有什么说什么，你不必拘谨。莱恩话里的意思很明显，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堂堂一个将军，怎么能白拿属下这么多东西？以后说出去，将军都不好做人。你什么都不要，这不符合规矩。简而言之一句话，你不拿，我不拿，将军怎么拿？将军不拿，我们怎么进步？有。林峰也不再客气，我担心自己的安危。您知道，联邦军肯定会报复，而在内部，上次我得罪了莫利尔，这让我有些不安。至于说其他方面的规划，我只是一个初入行伍的新人，还来不及想更远的事情。我希望将军和长官给我一些建议。林峰提要求了，他想让赫连烈把他从这件事里面摘出去，不受到影响，
但其实也什么都没提，因为这本来就该是赫连烈这个靠山该帮他搞定的事情。至于真正的需求，林峰还是交给了赫连烈来决定。考虑到林峰确实和他说的理由一样，赫连烈沉吟道：“你刚才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联邦军不会报复到你头上来。至于莫利尔，你放心，我不会允许有人如此对待功臣。”赫连烈的第二句话铿锵有力，林峰的担忧似乎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处境。至于你个人的规划，既然你愿意听从我的建议，那么我会和吕布好好谈谈的。好好干，中尉，未来必有你的一席之地。多谢将军。林峰仿佛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接下来，赫连烈又和林峰闲聊了一会，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熟悉度。这个过程中间，赫连烈的好感度又涨了不少。10分钟后，赫连烈退出虚拟场景，只留下莱恩和林峰商量细节。我安排了一个车队秘密出发，在2个小时后会达到7519营地外围。你把东西交给我的人，就什么都不用管了。战利品变现之后有你的一份，将军会在穗岩城的摩恩银行给你留一个秘密储存柜和账户，价值400千克的出街原力结晶。400千克，那就是上贡战利品的1/10。赫连烈给林峰留了1成，这个数额不算少了，而且是洗白后的财富，无需担心被人纠察。当然，这400千克，林峰还要分给猫头鹰的部分成员。按照老猫说的分配原则，他可以拿到400千克里的2成，也就是80千克。不过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总之，赫连烈是可以保证没人会关注林峰拿到的这400千克，绝对安全的那种。战利品的事你不用管，但军功却需要你接下来配合一下。莱恩道：“这是将军给出来的功劳分配名单，你看一下。”林峰看了看，疑惑地问道：“长官，这上面怎么没有你？”我，莱恩笑道：“我刚被撤职，没有理由参与到这次行动里面来，你就不用担心我了。还有，你以后就是自己人了，我比你大不了多少，你不用这么生分，叫我莱恩就行了。”好的，莱恩大哥。林峰巴不得再认一个大哥，关键时候大哥总比长官亲近一些。战斗结束还没有太久，你当时有带军工记录仪吧？带了。现在正好是晚上，你把原来的那份保留，再配合其余部队补几段进攻画面。记住要真实一点，要和名单上的8个营队有接触和配合。场景我们定好了，辛苦一点，今晚就搞定。我现在就去准备。结束之后你就可以向吕布的托马斯上校报告了，功劳怎么评我会给你消息的。好的。林峰有些疲惫的从密室中走了出来，等在外面的老猫问道：“咋样？还得忙活。莱恩让我配合几个分工的部队演戏，你去叫点玩家，咱们趁夜出动，动作的快点。军部已经有关于联邦秘密实验基地被毁的电报，得赶在吕布调查之前完成这些事情，按照赫连烈划定的方法算军功。”第100章笑场。只是配合演戏根本用不着多少人，所以林峰这边就带了一支警卫队，全部由玩家组成。由于时间紧迫，林峰几乎是刚从密室出来就坐车出发了，地点就是在那条峡谷附近。还没开到地方，林峰就收到了8条提示：阿尔杜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拉斯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图兰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凯塞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陈亚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侯赛因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帕博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刘广对你的好感度加1000，当前关系友善。好家伙，人还没到，这好感度先到账了。林峰坐在副驾驶上，不由得一笑。怎么了？谁的好感？老猫问道。赫连烈安排的8个军官，也就是这次要捞功的人员，每人都是1000的好感，直接到了友善关系。这是好事啊，有没有大腿？大腿肯定没有。林峰摇头，这份功劳也就适合营级军官来分，军衔也都是尉官，最大的一个是准校，有这临门一脚的军功，升校官就顺理成章了。现在不是大腿，但没准以后是。我看了看名单，你说的那个8个人里面，有3个姓氏是南部本土大姓，侯赛因、刘广和图兰，你注意点。林峰点头，一路无话，就是赶路。到了地方之后，这里已经搭建起了一个营地。和林峰接头的是侯赛因，他也是这里军衔最高的，已经是准校了。林兄弟，我叫侯赛因，341重炮营的营长。各位兄弟久等了。林峰和这名看起来年纪30岁左右的军官握手，随后又在侯赛因的介绍下一一握手。时间紧迫，闲聊可以放到以后，咱们怎么开始？林峰直奔主题，其余军官也都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立了大功不拿架子，被人分工毫无怨言，做事不拖泥带水，这就很难得了。很简单，侯赛因低声道，目前军部只知道联邦的那2个秘密基地被毁的时间，并不知道战争结束的时间，也不知道你们已经打完回去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军部得到准确消息之前参与进来。我明白了。
林峰点头，他是昨天打的狼嚎营地和魔腾基地，上午回来的。林峰他们看来战斗都结束了，可谁知道呢？现在还在打也很正常吧。我们没有参与营地的突击，但我们提供了远程火力支援。我们8个营来的有4个是远程火力营。侯赛因点了点自己和另外3个，林兄弟，你只要和我们有在一个频道上的通讯记录就可以了，证明我们掩护了你。老猫突然问道，事后阻击的记录好解决，但事前和事发时的不好搞吧？侯赛因嘿嘿一笑，好弄，这本是一场无意间的战斗，我们不用补那么早，只要参与进来，怎么分都是上面一句话的事情。老猫耸了耸肩，没再说话。这事确实只要主力部队的林峰没意见不反对，那是没什么问题的。难道还能掐着林峰的脖子问你有没有分功劳出去？不可能的。那就先易后难，先把4个远程火力营的参战记录补齐。林峰当机立断道，陈海，你和拉斯、图兰营长去准备，我和侯赛因、阿尔杜一起。好，我是813山地部队第6旅7519的临时营长林峰中尉，通讯编码222。我方在探索驻地任务时遭到了敌军的攻击，侯赛因营长请求火力掩护，坐标 XXX。 重复，我是。收到，我是813山地部队第5旅第341重炮营营长侯赛因。我军的重炮团即将在20分钟后对该坐标进行轰炸，请注意撤离。重复，我是。林峰坐在沙发上，拿着对讲机煞有介事的念台词，而侯赛因则是在不远处同样拿着通讯设备对台词，旁边有高级工程师进行通讯设备的时间校准。由于远程火力部队的事不多，炸几次就完事，所以只需要录几遍就行，台词也很简单，一个请求支援，一个回应支援。卡勒特抵抗军的营长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是根本不用请求上级，即便要也被赫连烈给摆平了，空白指令一堆，时间内容地点你自己填，根本不叫事。唯一的难点反而是林峰的演技，搞了好几次他都差点笑场，实在绷不住，这也太他妈扯了。仗都打完了，自己还要装成一副被敌军追击的紧张样子，躺在沙发上，林峰怎么都找不到这种感觉。看着侯赛因幽怨的眼神，林峰抱歉道，实在不好意思，侯赛因大哥，我看我还是别坐着念了，我在野外吹吹风吧，找点感觉。我倒是没事，后面还有4个近战营，他们的难度高一点，拖久了怕人家等急了。行，我出去念。好。冷风咧咧，炮火齐发，林峰终于找到了战场的感觉，演起来的时候也逼真多了。重炮营的炮那是真打，设定的坐标也真是联邦阵营的领地范围。至于能不能打到人，有没有倒霉鬼恰好死在炮火下，那就不知道了。打炮记录、通讯记录、上级命令、队伍调动时间，只花了1个小时就齐活。4个远程部队营的任务全部搞定。从现在起，侯赛因等4个营那就是铁板钉钉的参与了战斗。林兄弟，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时间紧迫，我们还要回去写报告，补充完善一些细节，有空来营地坐坐，兄弟一定好生招待。侯赛因4人千恩万谢，表情不胜感激。虽然这是上面安排的，但归根究底还得林峰愿意分工才行，更何况人家大半夜还来配合呢，至少这一刻他们是十分感激林峰的。客气，有空一定来。林峰挥了挥手，目送4个营长离开。看着他们离开，林峰不由得摇了摇头，我今天也算是开了眼，没想到还能这么玩。老猫吐了口烟圈笑道，咱们队有了你，以后这种事肯定还不少。这事还真是挺炸裂的，我以前都不敢想。我听说你还笑场了，你得多习惯啊。嗨，不说了，走吧，那4个近战营都等急了。第101章，是谁？近战营的配合稍微麻烦点，因为他们不像远程火力营，打几发炮弹就算参战了，即便他们有这个条件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刘广、帕博、陈亚、凯塞4个营准备的道具更齐全一些。首先他们搞来了几套联邦军的衣服和武器，然后让自己人穿上，然后队伍分成了几10个小队，在峡谷以南以西设置了10几处拍摄现场，小队一部分为敌军，一部分为友军。林峰带着人来到地方时，直接人都傻了，我去，这不会是要真打吧？你们还搁着挖了战壕，制作了移动战争堡垒，那是联邦货是假的吧？一旁的刘广笑道，当然不可能真打，但货是真货，林兄弟是第一次干这事吧？我确实是第一次。林峰点头，没事，你只要跟着我说的做就行了。刘广在3D 地图上划拉一下，标注了几个位置，一会你带人突围，一小队敌军会从 B 点追你们到 C 点，然后呢，我带人上来接应你们，打退敌人，你和我一起撤退。之后我们又遇到了另一次追击，帕博营长负责接应，打退敌军，然后我们3方一起撤退，再然后从 E 点到 F 点，陈亚、凯塞营长设置机枪阵地，打退敌军。好了，刘营长，这太复杂了，在和你会合之后，我直接跟着你走就是了，你们不用给我介绍了。林峰听着都头疼，这他妈比打真仗还复杂啊！行，刘广表示理解，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各小队注意，进入既定位置，一会开火的时候，尽量不要打中人，但一定要打得很激烈。收到，收到。林峰嘴角抽搐，魔幻，太他妈魔幻了！尤其是在行动的时候，还有摄像跟着跑抓拍敌人和己方的英勇镜头。联邦军都是戴面罩的，保管分不出来，但己方的指挥官全他妈脸部都露出来，仿佛生怕不知道是谁。卡勒特的战士们，跟我冲啊！干掉联邦的渣子！喂，你这子弹往哪打呢？悠着点啊，刘营长，我草泥马！林峰看着前来支援的刘广，心中破口大骂，因为真有子弹打到了他的身上，虽然造不成伤害吧，但也是有点疼的。而且刘广他们打的实弹，对自己人是真打，反正有医疗急救包，只要不命中要害，是怎么也死不了的。哒哒哒哒哒哒，砰砰砰砰砰砰。2个小时后，林兄弟，能不能再补一些片段？帕博有些不好意思地朝着林峰道：“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你一点伤都没受，身上太干净了，一点都不合理，所以想请你和你的兄弟们在冲的时候身上带点伤。”林峰都惊呆了，你他娘的还真是敬业啊！不去当导演真是可惜了。林峰心中此刻很想骂人，但一想到已经配合了这么久，也不好发作，于是只能硬邦邦道：“行吧，不过你得把子弹都换了，别真打中要害，要是死了一个人，你放心，绝对不会的。”帕博信誓旦旦道：“我们都是专业的，绝对不会出这种事，而且我们带了很好的医疗设备。”林峰还能说什么呢？那就配合吧。连续跑了几波下来，林峰被他们搞得灰头土脸的，人都骂了。当4个营长都说可以了的时候，林峰一屁股坐在地上，什么话都不想说，甚至都没有和那4个人告别，让老猫去招呼了。他们走了，临走时让我转达他们的谢意，并且说欠你一个人情。老猫来到林峰身前说道：“这叫什么事？”林峰苦笑着起身，从胳膊上撕下来一个医疗包。我在真正的战斗中都没受什么伤，反而在刚才这几个小时里面挂彩了10几次。话说卡勒特真的值得投资吗？就这样的队伍还不良，真是没天理啊！卡勒特阵营，包括所有阵营，都只是暂时的。老猫递过来一根雪茄，等咱们地球这边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自立门户。现在国家已经在试图自己成立一支抵抗军，不过目前来说还在继续发展阶段。林峰点了点头，要是敌人都是卡勒特这种情况，我估计一统瓦兰星也不是什么问题了。老猫笑着摇头，哪有这么简单？你想容易了？这些势力能存续100年，没你想的那么不堪。就说刚才那来的8个营长，其麾下的战斗力都不俗的。你可以说他们无耻，但不能说他们没战斗力。你拿咱们国家的军队作风和他们对比，那谁都比不了。但战斗力是一回事，作风是一回事。林峰嗯了一声，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结。事情完成，他们也开着车返回了7519营地。天色破晓，莱恩打来了电话：“林峰，可以向旅部提交报告了。你的报告一提上去，最关键的一环就补上了。”我明白了。和莱恩结束通话，林峰立刻联系了旅部。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提交第4、第5个阵营任务。813部队第6旅旅部营地，托马斯上校正站在一幅军事地图面前端详，上面有许多不同颜色的光点，标注着不同势力的动向。联邦秘密实验基地被摧毁，托马斯当然也收到了消息，他也在推测到底是谁干的。要打掉狼嚎营地和魔藤基地，一定要面对拱卫这2个地方的8个合成营，唯有旅级别的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做到。有传言说是我们这边的人干的，可问题是2天了，怎么还没听到具体的战报？托马斯的猜测也符合外界的猜测逻辑，打死他也想不到，这其实是他麾下的7519营一个矿产型兵营干的。此时在赫连烈的运作下，他知道这件事和卡勒特这边脱不开关系，但具体是谁，他还蒙在鼓里。咚咚咚，突然敲门声响起：“请进。”旅长，下面有战报提交上来，和联邦被毁的2个营地有关。参谋高斯匆忙走了进来。哦，托马斯转过身来，颇为惊讶地问道：“下面提交上来的战报，是我们的人？谁？”第102章可以谈，是7519营的营长林峰，他送上来了一份战报。高斯将一份文件递了过来，说是他和8支友军一起打掉了狼嚎营地和魔藤基地。7519，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和2位将军有关？托马斯问道。是，高斯点了点头。7519是资源型驻地，不过之前由赫连烈的人管着，叫莱恩。前阵子他因为突发意外被撤职了，还是我签的字。这位林峰是后来补上的，据说和2边都没关系，但现在来看，他还是赫连烈的人。托马斯拿着战报看了看，顿时面色古怪，肯定是了。你看看他上面写的什么？第5旅的4个远程火力营什么时候和咱们第6旅关系这么好了？说支援就支援，不到3分钟就回复，并且做出了发射决定，
还有第7旅的狼牙突击营，帮助我方鏖战峡谷之巅，阻击敌军4次。嘿，还他娘的出动的全是精锐来帮忙。这个第9机械旅的436机甲营就更离谱了，他们的驻地都跟我们不搭界，隔了300公里赶来支援，编也不是这么编的。托马斯被这份离谱的战报给气笑了，他都不用细看，这肯定是假的。甚至根据这份战报，托马斯就可以推算出林峰肯定和这8个营成了某些协议，也就是说，这人只是自己名义上的属下，实际上还是那位闲置将军的人。现在呈上来的都是成型的副狗，等于是只要他托马斯签字同意，他当然有些生气。借鸡生蛋也不是这么玩的，好歹先知会一声。现在这份战报呈上来，他仿佛看到了战报后面的赫连烈正在给他下命令，压着他同意一样，任谁看了也会觉得不爽。托马斯，我看我们还是装作不知道的好。高斯压低了声音。托马斯眼神流露思索，你的意思是？高斯，装作不知道，马上通过，可以送个顺水人情给那位。可要是去电问询，那就代表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之后再同意，就会得罪没落将军，到时候就是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当初林峰这个人选也是两边都同意的，我们不管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变故，林峰怎么又成为了那位的人，总之我们就照旧处理，就把这当成是一次正常立功，按照流程来处理好了。高斯点了点战报的几处地方，上面给出的理由还是能说得过去的。这8个营恰好当时有任务，也在附近区域，至少我们不是纠察队，不用去管这些。林峰名义上还是您的属下，他立了功，吕布怎么都得跟着记一笔。高参谋一说，托马斯心里就舒服多了。是啊，林峰名义上还是自己的属下，管你暗地里是哪边的人，立功了就得报，流程上来讲，这没什么毛病。心态摆正之后，托马斯又重新看起这份战报来。嚯，战果还不小，2个实验基地都是联邦 B 级部门，就这么被端掉了。不过可惜，没有干掉负责人。他这份战报是主要报功的环节，有相关战场记录送来吗？有。高斯点了点头。林峰派了副官过来，想见见您。一个营副官见我做什么？打发走吧。托马斯，我觉得可以见一见。你不是建议我两边都不沾吗？高斯微笑道，他不是空手来的。托马斯不屑道，不见，他能给我送多少礼物呢？高斯说道，价值50千克的出街原金，并且说这只是见面礼。陈中尉，请坐。高参谋，给我们第6旅的英雄泡杯好茶。托马斯笑意盈盈道。老毛坐下后严肃道，属下不敢当，林中尉能立下一些微不足道的功劳，离不开吕布的支持。别谦虚。托马斯微笑道，你们林中尉年纪轻轻就屡立战功，将来说不定官比我都高呢。这话就没法接了。老毛察觉到托马斯话里有话，只能是战术性喝茶。陈中尉，上校已经收到了你们的战报，正打算向军部为你们请功，不知道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高参谋问道。有。陈海道，我们缴获了一些东西，但由于破损严重，不知道价值几何，所以并未写在战报中，这次来求见就是打算交给上校查验。战利品的清点和查验都有专门的部门做，老猫却要交给托马斯查验，这摆明了就是想给托马斯个人送礼。托马斯在看到清单后是一点气都生不起来了，价值50千克的出街原金，什么气都消了，更何况这还有后续呢。陈海见托马斯没有说话，明显是在等待自己的下文，于是道，7519已经恢复生产，这多亏了吕布的支持，但原石处理厂的技术仍旧存在着一定缺陷，有很多未知的矿石难以辨明。对这一部分矿石，林中尉想请求上校提供技术支持，以后每个月都交由上校查验。高参谋不动声色道，原石处理厂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即便有未知矿石，也应交给遂盐城军部的后勤处核对账目，你交由上校检验，这不符合规矩。陈海知道高斯是在问7519能不能经得起查账，于是立刻道，吕布离得近，军部离得远，况且7519的产量是有高有低的，光矿洞都有7个，未来说不定还有新的发现，要是次次都麻烦军部，岂不是降低了效率？高斯和托马斯对视一眼，微微点头。7519的账目确实是笔糊涂账，由于有将军级别在背后博弈，所以这种资源型产地根本没人敢细查。何况7519的矿产还很大，并不是在一个稳定期，而是在一个上升期，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很大，只要不出现莱恩时期那种大规模的损伤，根本是发现不了的。高斯接着问道，那林中尉每月有多少需要上校帮忙查验的矿石？陈海道，预估有10千克，如果上校能够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这个产能还能扩大。每个月进贡10千克原金，一年就是120千克，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而且如果答应陈海接下来的一些条件交换，还能更多。托马斯心中盘桓了一番，眼睛也眯了起来。你先说说林中尉需要哪方面的技术支持，产能又能扩大到什么地步？只要彼此满意就可以谈。第103章，奖励到账。上交了敌军势力分布图，
阵营任务4分探索驻地外围已完成。你毁灭了狼嚎营地与魔藤基地。阵营任务5分清理荒野怪物已完成。你的阵营职务得到提升，7519临时营长转为正式营长。你获得了新的阵营职务，卡勒特的军事顾问，摩恩集团813山地部队第6旅。你的阵营军衔得到提升，中尉变更为准校。你履历已更新，狼嚎营地之战，魔藤基地之战。你获得新的一阶军功勋章，奇袭联邦。你的阵营声望突破20万，获得卡勒特的新星称号。拥有该称号，可在与阵营相关的随机战斗事件中获得1次豁免权，冷却时间1年。你的个人名望开启，当前名望值1万，崭露头角，1万名望增加10魅力值。林峰看了看面板，露出了一丝笑容。就在刚刚，老猫和吕布的人一起回归7519，并且给自己进行了嘉奖。完成任务之后的奖励非常丰厚。首先是阵营职务，原来的7519营长职务被扶正，意味着短时间内林峰不必再担心被撤职。其次是获得了新职务，吕布的军事顾问。这个职务是一个虚职，但必不可少。有了它，就意味着林峰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获得旅级职务，军事顾问就是铺垫。中尉跳到了准校，连升2级，同时也跨过了尉官到校官这个门槛，准校便少校板上钉钉。只是由于林峰资历太浅，所以才先封个准校过渡。总的来说，他的职务、军衔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大的跃迁。林峰现在可以称得上是卡勒特的中层军官了，不再是一个小卡拉米。他的视野也将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新手村，甚至可以参与到旅级的事务中去，获得更多可能性。阵营履历又添了一笔，军功勋章也拿到了第2枚，这决定了林峰以后担任职务时不会被调到什么垃圾职位上虚度时光。很多爆肝党玩家在相对安全的区域默默捞功，但由于没有相关的阵营履历和军功章，所以即便声望和军功到了，也未必能够调到什么实权部门，只会被调到一个更高点的垃圾职位上。以李秀成和西林为例子，他们也参与矿洞的随机事件，但并没有拿到心灵蠕虫之战这个军功勋章，所以以后就算升职也会被调往小部门，虽然职级一样，但权力就很小。阵营声望是某些突发事件中决定性因素，比如长官战死，声望高者优先成为临时长官。林峰接替了莱恩的这个职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阵营声望超过了老猫。但林峰没想到总阵营声望达到20万，还给了一个称号。卡勒特的新星可以豁免1次与本阵营有关的战斗随机事件，难道是可以自由下线或者立刻撤离？这个称号也写进了嘉奖公文，由于没有写得太详细，他也不知道具体功效，只能下线去问问叔叔了。最后就是个人名望值，打了这一仗之后，林峰被更多的人知晓。现在即便他不再是卡勒特阵营的人，他也算得上是个人物，名望和个人能力挂钩，而阵营声望则大部分和阵营挂钩。个人能力不等于平台的能力，平台牛逼，恰逢其会小人物也可以被推到高位，而个人能力如赫连烈那种顶尖武者，即便身无职位，也有大把人追随，怪不得名望能增加魅力值。面板上的奖励到账，很快实物上的奖励也到了。总价值4吨初阶元金的战利品，在交给赫连烈之后，留给林峰1成的400千克也安排妥当。林峰和老猫、狐狸、李长虎在线下开了个会，按照之前说好的分配规矩，林峰可以拿2成，也就是80千克，其中200千克分给这次行动中做事的猫头鹰成员。除了狐狸、老猫这个队伍，就是李长虎的飞虎队，成员不多，但也不少，2队加起来有60几个人，按照功劳大小，多的有10千克以上，少的也有3千克，算是发了一笔横财。剩余的160千克，猫头鹰组织拿出了，又花了50千克投资了托马斯上校，余下的110千克交给上级机构。雄鹰之家的下属机构大多都有盈利的能力，但也有一部分玩家是在一些默默无闻、捞不到什么油水的岗位上坚守，他们的个人发展就只能依靠组织来提供经费。猫头鹰组织还不是最赚钱的，药鹰、猎鹰、飞鹰3个部门才是最赚的，不过伤亡也不小。总的来说，咱们这个部门还算是不错的。狐狸说着，猎鹰，叔叔好像就是在这个部门，也不知道叔叔平时都干些什么样的活，危不危险？林峰心中默默担忧着。这次行动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总结也就先做到这里，有新任务了再通知你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狐狸问道。我在联邦调查局这边升到了副处，接下来就是要扶正，但我没有身份背景，走到这一步就是极限了。李长虎道，接下来我会向组织申请一批经费铺垫，但也要有拿得出手的战绩才行。狐狸道，莫利尔让你抓走够不够？不够。李长虎摇头，光他不行，我要大把的钱来打关系，捞功不捞钱，功劳少一半。这次行动我只捞了职务，没捞油水，所以还得要找个发财的地方才行。我这边有几个备选目标。狐狸道，但要和你扯上关系有点困难，你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身份不好直接进行什么军事行动啊。
是有点困难。李长虎道：军事方面，这次我都算是捞过界了，我也不再适合出手，所以你最好找一些和我有关的，比如说走私。我有点想法，回去之后我会计划一下的。你等消息吧。那没别的事就散会了。李长虎点了点头，退出了会议。林峰，老猫，我们自己对开个小会。好的。第104章分红会议。李长虎退出会议后，狐狸拉着林峰、老猫、陈留、肖天明本队的4人开了个小会。行动告一段落，7519矿场村现在可以稳定产出资源。林峰，你说说情况吧。好的。林峰早和老猫聊过，矿场村的产量正在飞速增长，我们现在是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7519产出的原晶产量已经超过莱恩时期，产出的原晶一部分要交给穗盐城军部，这是公账。按照莱恩时期的上缴情况，一年交上去800千克左右，占据全部产能比例的5成。我们现在超过了莱恩时期的产量，5成大概有1200千克。这一部分看看是按比例交还是按数量交。狐狸把问题抛回来，大家是怎么看的呢？老猫思索道：我觉得还是按比例交吧，这样好歹能向上面证明林峰这个新长官没白当，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陈留和肖天明也点头，是这个道理。林峰张了张嘴，狐狸看出他似乎想说什么，于是道：林峰，你有什么想说的？5成是不是有点少了？林峰有些犹豫道：我们摊这么多，总感觉有点夸张啊。狐狸笑了，老猫和其他人也笑了起来。怎么了？你们笑什么？林峰有些不明所以。嗨，你不了解情况。狐狸道：5成已经很多了，大部分矿场还得亏钱，你交5成有1200千克的年产量，军部还得给你嘉奖呢。地球上某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明明东西卖得很好，结果年报出来亏损巨大，濒临倒闭，但转成私人企业经营后，又做成了1000亿市值。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贪，你贪少点，都是驻地长官里的精英，属于拔尖的了。林峰无言以对，因为他发现确实是这样的，这矿场的另外5成还得上缴给自己的靠山鹤联烈，很多矿场公账上是亏损的，也就是说不但不上交，还要让卡勒特抵抗军政府补贴。你继续说。好吧。林峰，另外5成要上缴给鹤联烈，这是私账，但鹤联烈会留下1成给我们，也就是120千克年，平均每个月有10千克的进账，如果产能继续增加，这个数量还能继续扩大。其次是扣下一部分损耗，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很大，我不知道该扣多少合适。狐狸道：也就是说目前矿场的年产量是2400千克左右。对，有了唐纳德的加入，我们还能继续提高一些产能，即使产能扩大1倍，预计也够挖3年的。真他娘的是个宝地啊。陈留忍不住啧舌，给多了。狐狸道：咱们组织费了1年多时间，怎么也得留一笔财富，那就先扣除400千克出来吧。老猫道：组织预留400千克1年，其余的再按比例分公司。吕布的托马斯不是也插了一脚吗？他1年才要120千克，算进损耗就是。那从哪里减呢？那就公账少交点吧，反正公账交足对玩家没啥好处。经过一阵商讨，最终敲定了具体方案。矿产年产量2400千克，猫头鹰组织留400千克，1000千克给鹤联烈，880千克上交军部，120千克给托马斯。猫头鹰组织内部分配，5成上交，5成留作个人资源。由于现在进入平缓时期，没什么需要出力的地方，就是躺着收钱，所以林峰也就拿1成，这个1成根据产量来，如果产能翻倍，林峰拿的也多。对于这个分配方案，林峰没什么意见。老实说，他从一开始到现在做的事情不多，根本就没什么需要他犯险的地方，而他却是受益最大的，又是升级又是升职，还获得了高级将领的好感。现在躺平分账拿1成，也依然是个人分成里面最高的，他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拿太多了？你可以让出来。我就说着玩的。哈哈哈哈！气氛顿时欢快起来。林峰也知道了自己拿这么多，是因为他的位置无可取代。要是他甩手不干，7519还不知道要出什么幺蛾子。新来的长官还不知道能不能落到老猫等人手上，所以说对于林峰拿最高分成，小队里没人有意见。第二件事情，狐狸敲了敲桌子，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回来。行动告一段落，7519现在也稳定了下来。现在队伍里10级以上的有12个人，林峰本人更是到达了23级，都留在7519是一种浪费。老猫，你看看是不是该动一动了？听到狐狸这话，林峰顿时一愣，什么意思？要让老猫走吗？老猫点了点头，是该走了。我现在也有19级，继续留在7519的价值太低了，但老四他们还不适合走，定个15级以上吧。有合适的去处吗？有。
狐狸拿出一份资料，我这里有一份名单，筛选出了几个地点，其中5个地方正好可以配合飞虎小队来完成一次走私打击。等一下，林峰知道自己该开口了，现在7519刚稳定下来，正是享受成果的时候，这样就把人调走不合适吧？再说我也需要人帮助啊。老猫耸了耸肩，树挪死，人挪活，我们是搞情报的，待在7519确实没什么搞头了，1年多我也待腻了。狐狸笑道，没说立马就走，只是计划，短则3个月，长则半年，现在只是预计。再说他们走归走，该拿的一样也可以拿，这不冲突，只是调走之后得少一点。那就好。林峰松了一口气。老实说，他真不希望老猫小队现在就离开7519，这几个月来，大部分事情都是老猫等军中好手在管理，他其实真没做多少事情。一旦老猫他们离开，担子就得全压自己身上了，他还真没信心管理好。你迟早也得走。狐狸微笑道，你的军衔都到准校了，职务也多了一个旅部军事顾问，我估摸着半年内你也得被调走。也是。林峰想了下，好像是这么回事。不过即便走了，只要驻地长官这个位置留在猫头鹰组织的手里，那他该有的那一份就会有，只是可能走了之后会稍微少一点。好了，会议就到这里。老猫、林峰，这1个月你们要多加防范，抓紧练兵。我估摸着联邦那边会有反击，内部没落派系也会给你们找点麻烦，一定要小心些。明白。第105章定制枪到货。会议结束，林峰重新上线，刚上线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莱恩答应的定制枪到货了。林先生，这是来自穗岩城的货物，请签收。送货的是一辆梭车，上面写着天风速达4个字。送货的中年人有20级，身后还有8个身穿机甲的护卫。天风速达是一家物流运输公司，属于刘易斯家族的产业。刘易斯家族和赫连烈家族齐名，前者在南部建立过最大的雇佣兵工会。后来刘易斯加入卡勒特，雇佣兵规模有所减少，但这股力量却并没有消失，而是改行干起了其他行业，天风速达就是其一。佣兵们负责押送、运输的活，效率比军队还高。有时候你即便是在打仗，刘易斯家族的天风速达还提供战争物资运送和武装援助的业务。卡勒特军队运输部有时候都要依赖刘易斯家族的运输线和人手，可以说是卡勒特敢送的他们敢送，卡勒特不敢送的天风速达也敢送。不仅如此，刘易斯家族的业务还包括银行业和矿工机械公司以及武器制造，虽然比不了守望者公司，但在荒野之岭南部也算是庞然大物了。在荒野之岭的南部，刘易斯家族的信誉可以说是金字招牌。莱恩宁愿让天风物流给林峰送外卖，都不愿意走军队路线，可想而知这招牌多硬。谢谢。林峰看了一眼箱子，没有被开启过，顿时签了字。随后中年人驾驶着梭车飘然离去，前往下一个地点。你还买了快递，要不要帮忙？西林好奇地问道。女人对于拆快递有种天然的热情。不是我买的。林峰提着箱子边走边说，还记得之前矿洞事件吗？我找莱恩定制了一把原力手枪，他一直没给我，现在才到货。哦，是枪啊。西林没了兴趣。都有2个多月了，速度可真够慢的。西林笑了笑，你这可真是误会莱恩了，原力枪的定制都是人工制造，不是流水线产品。我经常看穗岩城的商报，像原力枪定制这种工期都很长，2个月时间已经算得上是快的，而且必须是高手才行。高手？什么高手？赵和正在巡逻，听到他们的对话，顿时凑了过来。没什么。赵和幽怨道，林兄你变了，有高手都不告诉我，上次你在魔腾基地装了个大的，我都没机会动手。林峰无奈道，我们说的是制造原力枪的高手，怎么拓森还不够你折腾的？赵和撇了撇嘴道，他确实强，但我很快就能打过他了，没啥意思。哦，你进度有点快啊。林峰有些诧异。赵和如今16级了，18级的波伦在武技上已经教不了赵和，所以他的主教官换成了拓森。拓森原本29级，少了一只手后还有21级。林峰想着教赵和绰绰有余了，结果赵和进步居然这么快，连拓森都快被他超越了。林兄，你事情太多了。赵和道，你跟老猫他们每天开会商量各种大事，训练也比我少。别看你23级，不用枪，3个你都打不过我，你得加紧时间练练。赵和性子直，又和林峰比较熟络，所以有什么就说什么了。归根究底还是要看自身，什么权力和地位都是虚的，你可千万别本末倒置，忘了咱们进游戏是来干什么的。谢谢提醒，我确实该多练练了。林峰点了点头，来星海就是升级的，他跟着猫头鹰躺赢了几波，确实有点过于安逸了，甚至开始习惯驻地长官的身份。行了，我去找卡尔了，你们聊。赵和悠哉悠哉地走了。回到住处，林峰迫不及待地打开机械手提箱，咔咔，
精妙的锁扣层层解开，露出了里面的物品。一股淡淡的紫光在房间里绽放，林峰感觉到自己的眼前有些恍惚。他拿起枪一看，陆魂手枪，等级20，品质紫，最低装备原力值200，最低消耗30点发，最大原力射速20发每秒。特效：心灵傀儡，陆魂。心灵傀儡采用心灵蠕虫眼珠制造而成的原力手枪，消耗50点至500点原力值，可使子弹附加心灵操控特效。被命中后，有5%至50%几率使目标成为你的临时傀儡，最大几率出现在最大原力值消耗时。该几率会根据目标抗性波动，魂力超过1000点，该特效无法被触发。陆魂采用心灵蠕虫大脑制造而成的原力手枪，消耗100点至1000点原力值，可使子弹附加魂力撕裂。被命中后，无视物理防御和部分魂力防御，直接对目标灵魂造成多段心灵伤害。目标魂力超过2000点，则完全无法破防，要么成为傀儡，要么魂灭身死。枪匠沙利文，这把枪林峰握在手里，仔细端详着。枪身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颗眼珠镶嵌，枪口细长。林峰的原力灌注到左边时，效果是心灵傀儡；灌注右边时，则是陆魂。他的枪柄完全贴合自己的手掌，握上去之后，枪柄和自己的皮肤连为一体，传来一股清凉之感，大脑都清醒许多。真是杰作！林峰不由得感慨，他拿着这把陆魂手枪时，仿佛是身体的一部分，比起守望者 G4，舒适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由于它的制作材质是采取心灵蠕虫的身体材料，所以这把手枪成为了罕见的异能类武器。物理防御根本没办法防，因为陆魂手枪直接无视了。也就是说，即便是莱恩的紫月机甲，也根本挡不住陆魂手枪的。傀儡控制超过1000点才会失效。我现在23级，魂力堪过500、1000点，按照瓦兰星的能级标准，得是30级以上才会超过1000点魂力。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一枪就是30级，也有几率被我控制。陆魂效果更强，魂力2000点，那对应的是35级的标准。要么被操控，要么死。这把定制枪真是太值了。第106章，借你命用一用。定制枪到手，第一件事肯定是试枪。林峰第一时间就跑到了靶场。有唐纳德这个高级工程师在，如今的靶场也是变化很大。唐纳德给林峰等军官的射击场进行一波靶位改造，使得靶位具备了原力计算和动力感应。练习者在对着靶位射击后，不只可以看到命中的环数，还能够知道自己这一发原力射击的威力和特效。玩家们有面板，但 NPC 可没有，所以说唐纳德的改造相当的实用，军官们可以通过数据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水平。首先是打固定靶，连开3枪之后，林峰转头看向屏幕，上面显示了几个数值：物理杀伤力275、275、275，穿甲特效中阶6级。林峰皱了皱眉头，因为他发现唐纳德的靶子没办法测出心灵类的特效，也就是说，刚才的3次射击只计算出了物理类的攻击伤害，物理杀伤力才275，比我拿灰烬打低好多。这个靶位是唐纳德为林峰定制的，采取的材料是从魔藤基地带回来的魔藤打浆掺杂合金制作。当时林峰拿灰烬，每一枪的伤害都在500以上，现在却只有275，只有一半。灰烬自带特效焚烧，对魔藤有伤害加成，威力低点也情有可原。至于中阶6级破甲，那是林峰的原力射击术所致，也就是说，他只要拿原力枪都会触发这个特效。固定靶看来是测不了什么，林峰打算找唐纳德问问，看看能不能定制一些可以测心灵类攻击的靶子。没想到刚转头就看到唐纳德在不远处的射击位，跟在一个女军官身后点头哈腰。亲爱的克里斯汀，哦，你的射击术简直太棒了，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射手，没想到居然能在南部有幸看到像你这么漂亮的神枪手。唐纳德一脸谄媚的跟在克里斯汀旁边，以林峰的听力完全能够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不过克里斯汀却依旧是冷冷的样子，完全没有要搭理唐纳德的意思。唐纳德也不气馁，只要克里斯汀没赶他走，他就一直在旁边献殷勤，一会是递水，一会递毛巾，他一开枪就疯狂的吹捧。林峰都差点信了，跑过去一看克里斯汀的最新射击成绩7环，唐纳德他娘的真是个人才啊，这也能夸成枪神。林峰心中疯狂吐槽，然后走了过来。克里斯汀，唐纳德，你们也在啊？来一会了。克里斯汀看了一眼林峰，目光落在他腰间的手枪上，这是心灵蠕虫的气息。不错。林峰点头，莱恩用母虫的材料帮我定制了一把，可以给我看看吗？当然。林峰把枪递过去，枪匠沙利文制作的手枪，不错，用上了这双星结构，能兼容2种原力特性。克里斯汀，你知道什么是双星结构吗？你要是有兴趣，我可以和你聊一聊原力枪的艺术。
唐纳德不放过任何一个在美女面前装逼的机会。没兴趣。克里斯汀很不给面子。唐纳德神色一僵，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林峰解围道：我有兴趣，你跟我聊聊呗。克里斯汀闻言，把枪还给林峰，直接走开。林峰，你们聊，我先走了。连背影都那么美。唐纳德眼睁睁看着美人离去，不但没有失望，反而越发感兴趣。林峰也真是服了这老哥，你好歹是高级工程师，能不能别跟舔狗一样？唐纳德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随后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长官，有事？有。你不会真想和我聊什么原力枪的艺术吧？唐纳德一脸嫌弃道：我只和美女聊。你想什么呢？我是问你能不能再给我做一个测试吧。林峰没好气道：啊，那么大的家伙还满足不了你？唐纳德一语双关地问道。 NPC 好感达到重度友善，彼此之间变得熟络，就会展露出本来的一面。而唐纳德骨子里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只不过已经玩到了40多了。他开起玩笑来是荤素不忌，林峰真有些受不了。你帮我个忙，我帮你创造和克里斯汀相处的机会。林峰直接放大招。成交。唐纳德立刻伸出手和林峰握了一下。来吧，先是枪，我看看你要什么样的测试吧。行。和唐纳德来到自己的专属靶位面前，林峰啪啪啪的开了3枪。看着屏幕上3个275的数值，唐纳德有些诧异。你对原力的掌控可以啊，枪枪都是一个数值。林峰耸了耸肩，表示这是基操。拿灰烬他做不到丝毫不差的伤害，但拿陆魂手枪有绝对枪感加成，他就能轻松做到。唐纳德，你这把是心灵手枪，我给你做的这个靶子肯定是测不出来的。林峰，能再做一个不？唐纳德，能是能，不过你得给我心灵类的材料才行，和你这把枪的材质一样。问题是谁会用好东西去做一个靶子？你有钱也不是这么玩的。那咋办？唐纳德学林峰耸了耸肩，好办，拿人充当靶位就行。你随便抓一些游民就可以了，你是心灵手枪的主人，打出来的效果反馈给你，你最清楚。林峰皱了皱眉，不过随即又想起游民在正常人眼里都不算是人，也怪不得唐纳德说的这么轻巧。拿人生命做靶位听起来有些不道德，但唐纳德还是给了林峰思路，自己可以找玩家，玩家不会彻底死亡，自己拿出点好处来补偿，即便是调级，恐怕也有很多人愿意来当靶子的。林峰转身就走。喂喂，答应我的事情别忘了呀。唐纳德在后面喊。下次一定。林峰向后比了个中指。你个混蛋，实在不行西林也可以啊。不理会唐纳德的胡言乱语，林峰快速来到军官宿舍，敲开了刘四合的门。有啥事？四哥，我记得你现在7级。帮我个忙。什么忙？借你的命用一用。第107章心灵傀儡的效果。啥？借命？刘四合愣了一下。就是我现在到了一把新枪，但是呢，没办法测试它的威力，这玩意有危险。玩家可以复活，所以听林峰唠半天，刘四合总算是明白了，感情是这么个借命法呢。我在矿洞随机事件中等级掉得厉害，花了2个月才恢复到7级。你现在要我的等级，那真是要我的命啊！不行，坚决不行！刘四合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给钱啊，不白借。你掉1级，我给你10克原力结晶。那也可以考虑一下。20克，这掉1级需要花不少时间。30克，成交。刘四合立刻握住了林峰的手。你知道我这个人其实很乐于帮助朋友的，我可以多借你几条。林峰咧嘴笑了，他就知道这是找刘四合铁定能成。当初在矿洞底下，刘四合就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在等级和原力结晶面前选择了后者。现在找他，那肯定是能说得动的。咱们也不用去靶场了，就在你房里试试就行。行，我需要脱衣服吗？还是说就这样打头就可以？不用脱，你站好就行。来吧。刘四合站得笔直。林峰抬起陆魂手枪，枪身左边的眼珠亮起，原力被吸入枪内，凝聚成一颗子弹，命中刘四合的左手。刘四合应声倒下，但却没有化作白光。与此同时，林峰面板出现提示：你命中目标刘四合，心灵傀儡特效触发，你已获得人形傀儡 X1， 持续时间10分钟，消耗额外魂力，可延长心灵傀儡控制时间。你获得傀儡同步视角，眼前出现第2个视角，视角缓缓朝上，第2视角里慢慢呈现出举着枪的自己，却是刘四合又站了起来。原来是这样。X2， 林峰和刘四合同时开口了。仔细感受了一下这个特效，林峰控制着刘四合原地来了个后空翻。有意思，沙利文果然是大师啊，心灵傀儡应用到原力手枪上，简直是顶级理解。林峰喜不自胜。手枪一般是打室内战，而室内战一般是什么情景才会发生？大部分是潜入刺杀或者解救人质。
放到这样的应用场景下，心灵傀儡的作用就很大了。林峰查看了一下刘四河的手部，上面没有弹孔，也没有伤口，因为子弹是原力凝聚转换成了魂力，所以使用这一招的时候是不会造成物理伤害的，这和打靶并不一样。四哥的魂力减少了 15% 左右，这一枪伤害并不大，也是，既然是要控制傀儡，打死打残怎么行？要打死打残，直接用鹿魂而不是心灵傀儡了。林峰坐在了沙发上，闭上自己的眼睛。他发现在成功施加效果后，自己与傀儡之间产生了一丝联系，这种联系可强可弱。强控制，那就是林峰主动操控傀儡身体，说话做事战斗皆可，只不过并不读取傀儡记忆，也无法附加自己的技能，只能使用傀儡的。这一枪相当于把人的灵魂挤压到了角落，自己成为了傀儡的身体主导。若控制，就是指下达指令，然后由傀儡自己去完成，相当于把傀儡的意识放出来，但仍旧保持着灵魂上的屏蔽，绝对听从指令。试试这个距离。林峰让刘四河跑了出去，沿着道路一直往前跑，直线距离不断拉远，50米、100米、200米，一直跑到1000米。林峰身体一震，眼前的视野消失。与此同时，青石广场上，刘四河一头栽倒在地。极限距离是1000米，不过这也够用了。刚才我那一枪没用多少原力，发动原力特性时是根据原力值来计算效果，等四哥回来再试试。林峰站起身，来到门口迎接刘四河，不过却先等来了老猫和陈留。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是我开的。林峰解释道，我和四哥再进行一项测试。我说谁敢在住宿区开枪，原来是你。老猫把枪插回枪袋，话说你测试也该注意下地方，军官宿舍区传来枪声，我还以为有谁潜伏进来了呢。不好意思，我下次注意。林峰挠了挠头，他没想这么多，但老猫他们的纪律性和警惕性都很高，毕竟他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军人。就在这时，一脸懵逼的刘四河回来了。大哥，老六，你们怎么也来了？灰烬，这就是你新枪的效果？林峰问道。你什么感觉？刘四河郁闷道，我什么感觉？我完全断片了啊！你说站好之后，下一刻我再睁开眼看，就躺在了青石广场。林峰道，断片了吗？你看看面板，有没有什么有用信息？咦，你那枪跟心灵蠕虫啥关系啊？面板提示我成为了心灵傀儡，1分45秒。林峰晃了晃鹿魂手枪，这把枪是找莱恩定制的，用的就是心灵蠕虫身上的材料。老猫在旁边听着，也猜出了个大概。所以你们刚才的测试，灰烬你那一枪控制了老四？是的。林峰点头。现在来看，这个效果很强，连玩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便有面板也懵逼状态。牛逼啊！陈留惊叹道，有了这枪，你相当于另一个心灵母虫，这也太屌了。听林峰说完效果，就连老猫都有些羡慕了。这玩意的效果太强了，简直是妥妥的前期神器。要不怎么说异能系的能力强呢？灰烬有绝对枪感，即便这是一把手枪，它的射程也远远大于同等级的异能者施法距离，可以说效果比心灵类异能者还要好。抽冷子打一枪，这谁顶得住？有了这把枪，潜入暗杀会轻松很多，甚至还可以应用到某些交易场景。老猫和陈留都被这把枪吸引住了，和林峰探讨起来鹿魂手枪的应用远景。旁边的刘四河有些郁闷地打断道，那个我没调级，这咋算啊？灰烬，要不你给我补一枪鹿魂效果吧。三人都乐了，还有这种要求？四哥别急，你没调级，我也照样算你一次。林峰笑道，鹿魂效果就算了，鹿魂效果打刘四河等于是大炮打蚊子，他魂力太低了，根本看不出什么。老猫笑道，照你这枪的效果和你的个人能力，我估计7519除了克里斯汀，没人能吃你的鹿魂效果还能活下来。不过你肯定不可能拿它来测试，看来你的鹿魂特性只能等一场实战才行了。第108章调动。林峰总共朝刘四河开了上百枪，彻底把心灵傀儡这个技能的功效研究清楚。原本刘四河对这种被人操控的试验很反感，奈何林峰给的太多了。测试结束的时候，他一级没掉，获得了500颗元金。下次再有这种好事还找我啊？刘四河如是说道。行。林峰笑了笑，他也是特地照顾刘四河，因为对方没有参与互刷行动，也没参与分钱。在老猫小队里，刘四河原本是核心人物，进来却有些边缘化，正好定制枪到账，就顺便抬着老哥一手。有了足够多的资源，相信刘四河很快就能把等级升上来。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是1个月后。7519的新兵们已经脱离了基础训练，开始进行强化军事训练。7号矿洞的产量在第2个月就提升了 20%， 林峰获得的分成也变得更多。如今他这个营长手底下有1万人，正规的兵员有5000，只论人数，放在地球上
这就是加强团的水平。即便在兵力编制庞大的瓦兰星，他在营级干部中也是较多的。不过论实力就不好说了，毕竟有大半都没经过实战。我要走了。这一天，老猫找到林峰、狐狸和李昌虎，计划了一次行动。现在我要带人去就位。这次林峰没有留老猫，因为7519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留那么多睾丸在此，确实没必要。什么时候走？多少人？老猫道：20个人吧，包括库涅兹、伯恩、老六、老四在内的15级以上玩家。这次行动要配合的部门挺多的，人手需求也比较大，情报工作必须有人到位。7519怎么办？老肖会留下。林峰点了点头，老肖指的是肖天明，也是老猫小队的副队长。如今在7519的玩家，10级以上的有70多个，15级以上的也有32人，这一走就走掉大部分。但对于管理7519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也行，反正7519现在也接不到什么任务。我看军报上说这1个月发生了挺多事，你一个任务都没接到。林峰有些无奈道：是的，我这里一点事没有，级别高一点的被赫连烈挡掉了，低一点的被托马斯挡掉，还能有我什么事呢？他们可够看重你的。老猫轻笑：哪呀，人家看重的是这个矿好吗？哈哈，说的也是，关系硬有好有坏。自从联邦的基地被灭掉2个之后，很快前线的18机械旅就开始了报复性攻击。百营前推防线50公里，另有10几个火力营跨越碎岩山脉来打击匪徒，也就是抵抗军。卡勒特这边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调动相对的兵力进行对峙和还击。按理说这个时候就该是玩家们狂欢的时候，因为在平和时期是很少有任务可接的，而战争就意味着任务会变多，机会变多。前面打得热火朝天，林峰1个月里愣是没有接到一个阵营任务。没落派系的人为难林峰，直接被赫连烈给挡掉。正常的战斗任务，托马斯又把林峰的7519给排到了最末。林峰甚至都没机会启用米克、卢萨、科尔将军这条线，这2人直接就把林峰保护得死死的。有得必有失，当了资源型驻地长官就会远离战斗任务，核心工作内容就是好好搞生产。好处就是修炼资源是不缺了。经过这么几番折腾，赫连烈和托马斯都不愿意这座金矿出问题，更何况你工作还做得很好，1个月不到就恢复生产，第2个月产量就提升了 20%， 换我也不让你去前线。老猫笑道：所以你们走是对的，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地方吗？有，还得由你向上面提。行，我这就打电话给高斯和莱恩。高斯是托马斯的代言人，有什么事林峰不会直接和托马斯联系，而是先告诉高斯。理由也很朴实，7519这里立功机会不大，需要时间熬，跟着他的弟兄们想要建功立业，就最好是去别的部队立战功。听到高峰要给兄弟们送前程，高斯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吕布这边只需要答应放人就行，并不是要在他这里安插人手。即便是后者，考虑到林峰的表现和矿产的分红，托马斯也会答应的。合作的热恋期，啥都好商量。第2个电话打给莱恩，对方听到之后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林峰要求的不是升迁，而是平调就行。也就是说，老猫在7519是警卫队长，换别的地方也差不多就行。真要说从7519离开去别的岗位，平调都算是降级，因为别的地方肯定没有这里捞到的好处多啊。放着白白的好处不要，跑去建功立业，这正契合赫连烈的理念。赫连烈派系是妥妥的主战派，终极目标就是消灭联邦，彻底统一瓦兰星，建立一个真正的主权政府。只是平调完全没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额外的要求吗？莱恩问道。有，能不能把他们调到这几个地方？林峰把准备好的清单给莱恩看。怎么这么多？莱恩眉头微皱，你要让弟兄们立功，将军可以安排，都到一支军队不好吗？为什么要分这么散？这其中有些地方还并非将军熟悉的队伍，因为猫头鹰组织真正的目的是搞情报，搞事情又不是真想立功。林峰心中默默想着，但话不能这么说，而且还得有个合理的解释。我的兄弟们都曾是流民，来自不同的地方，现在要去的这些地方正是他们的家乡，听到联邦军在炮轰他们的家乡和亲人，所以才有了现在的选择。玩家们多是流民出身，而保家卫国这个理由很强大。莱恩顿时舒缓眉头，接受了这个解释，并且心中还对他们有了一丝敬佩。怎么样，莱恩大哥，将军会答应吗？林峰问道。他们的想法值得敬佩，我相信将军会答应的。莱恩微笑道，你放心，我明天就给你一个答复。第109章训练营名额。星野庄园，赫连烈的府邸。将军，林峰刚才来电，想请您安排一下人事调动。赫连烈在书桌前端详着一块石板，头也没抬。他不想待在7519了吗？那倒不是他自己，而是关于他的属下。林峰麾下有不少人等级超过了15级，
继续待在7519，很难接到战斗任务。赫连烈抬起头来，哦，不为自己，为了属下向我开口。名单给我看看。莱恩把名单递过来，赫连烈瞧了一眼，为什么要求这么分散？如今联邦和我们发生了交火，波及的地方有不少是他属下的家乡。莱恩解释道。赫连烈闻言赞赏道：“思乡报国，有情有义啊！”回复他：“准了。”是。莱恩笑着点头应是，随后就准备离去。等等，赫连烈却突然叫住了莱恩。他的手下进步神速，林峰本人现在多少级了？据他自己说，已经有23级。实际上，23级是1个月前的等级。不过莱恩也不清楚林峰这段时间有没有新的进展。23级，赫连烈思索着，即便有元晶辅助修炼，这个速度也足以证明天赋很出色了。莱恩，你觉得我要不要给他一个精英训练营的名额？将军，您指的是维塔精英训练营？这个消息是真的？莱恩诧异道。是的。赫连烈微笑道，摩恩阁下已经决定将维塔城总部的精英训练营开到这里来，分部训练营指定了我为负责人之一，我手里现在有不少空余名额。将军，我不知道。莱恩摇头道，这个名额太珍贵了，我不知道适不适合给他。赫连烈缓缓道，维塔精英训练营又号称天才训练营，最低门槛就是教官，其次还得看天赋和战功。从维塔精英训练营走出来了很多强者，无一不是位高权重，甚至多名将军级人物。林峰是准校，天赋也不错，就是战功方面有点勉强，不过有我推荐必然是能进的。不过我也在犹豫，维塔精英训练营开到南部来，必然会有人打破脑袋也想挤进去。赫连烈作为武力值顶尖的人，理所当然的成为负责人之一，拥有一定的推荐名额。将军，这种事我不好发表意见，直说无妨，我想听听你的分析。莱恩道，从理性上来说，这些名额也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是可以拿来做政治交换的，就这么用来白白赏给林峰，并不是合理的安排。赫连烈微微颔首，他犹豫的也正是这点。之前林峰的投靠他给予了相应的赏赐，至少在他这个将军眼里是这样的。现在林峰没有什么新的贡献，突然把一个大好处丢给他，恐怕会惹来其余手下不满。大家都是为您效力，怎么就偏袒他林峰呢？但是莱恩话锋一转，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林峰相当值得投资。您或许不知道，林峰在几个月前还只是一个游民，现在却已经23级了。另外，他在矿难事件中表现十分出色，可以说得上是有勇有谋。就是因为他在地底下迟滞了心灵蠕虫的吸收，才没有使得灾难进一步扩大。他还拥有绝对枪感天赋，当然，据他说，这只是个限定款，但我相信他只是没有经过训练。如果能够培养得当，他绝对会成为令联邦闻风丧胆的神枪手。赫连烈神情没什么变化。莱恩说的这些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很稀罕，但在他这里就只是寻常，因为他赫连烈本身就是个绝顶天才，论修炼天赋，他的表现更耀眼。莱恩顿了顿，继续道，他能够带着几百人奇袭联邦魔腾基地和狼嚎营地，军事天赋也相当出色。当然，按他的说法是运气，但名将不都有这种传奇般的运气吗？赫连烈轻轻一笑，莱恩这话算是切中了他的共鸣。奇袭狼嚎营地和魔腾基地在赫连烈看来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赫连烈也曾有过很多传奇一般的经历，他看林峰就仿佛看自己一般。还有吗？赫连烈微笑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鼓励，让莱恩继续说下去。对上赫连烈的目光，莱恩这才恍然，将军根本就不是在问自己的意见，他心中早有了答案，现在只不过是在考验自己。莱恩思索片刻，沉吟道，我觉得您不需要再多一个老谋深算、投机倒把的政客投靠，却需要一些有勇有谋、有荣誉和责任感的年轻人效力。如果您卓把林峰，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标杆，您会吸引更多新鲜的血液。赫连烈的眼神闪过一丝摄人的光芒，莱恩这段话才算是真正说到了点子上。因为他赫连烈本身就很年轻，他才45岁，骨子里就是个很有冲劲、很有野心的人。他沉寂的这5年，和老奸巨猾的政客打了太多的交道，却越发喜欢当初带领着队伍在战场上大杀四方的感觉。他虽然老是和暮气沉沉的老家伙打交道，但心中却有一轮炽热的骄阳。卡勒特身居高位的老家伙却是越来越多了，门槛规矩也越来越多，中低层的青年军官选拔开始看资历、看背景。完全忘了卡勒特创立之初的宗旨。要是我做主，在推翻联邦、一统瓦兰星之前，绝对不允许这些情况发生。赫连烈说这一番话时，展露出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神态。叔叔！莱恩有些动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亲切的称呼。此时的赫连烈神情姿态像极了他小时候崇拜的那个形象。莱恩的眼睛似乎都亮起了起来，那不是他眼里有光，而是赫连烈在发光。不过这种感觉转瞬即逝，赫连烈很快收敛神态，恢复成一副温和的模样。莱恩，既然你知道了我的想法，
那就替我转达林峰，告诉他我会给予他一个训练营名额，你也一样。是，叔叔。莱恩激动道：“我亲自去一趟7519。”第110章超凡兴衰。什么？哦，好的，莱恩大哥，我明白了，那等你过来再说吧。林峰挂断电话，整个人有些懵逼。就在刚才，他和老猫、萧天明等人商量未来的安排事宜，结果突然接到莱恩的电话。怎么了？陈留疑惑地问道。调令没办下来。办下来了。林峰道。莱恩跟我说了另外一件事，赫连烈让我去参加维塔精英训练营。萧天明有些惊讶道：维塔精英训练营，那不是在东部吗？赫连烈要把你调东部去？我不知道。林峰无奈道：莱恩那个家伙神神秘秘的，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等见面了再细说。等一下，你们说的维塔精英训练营是什么？怎么那么吃惊？库涅兹疑惑不解，他对于这些东西知道的并不多。维塔精英训练营最低参加门槛是校官，而且只收天赋好的。萧天明解释道：传闻在那里面可以学习到最顶尖的技能和知识，获得最好的培养、最好的装备。另外，一旦进入维塔精英训练营，并且顺利毕业，就会成为卡勒特的预备将领。见库涅兹还是有些似懂非懂，老猫补充道：你可以理解为进入了一个游戏圣地，等级、装备、技能、势力都会在这里得到质的飞跃。当然，前提是能顺利毕业。那个地方的考核和训练也是相当严厉，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可是那不是在东部吗？萧天明有些疑惑，灰烬难道要去东部？那这里怎么办？看来传言是真的了。老猫道：几个月前，上面有消息说卡勒特要在南部增强对军队的掌控力，进一步消除南部本土家族军阀的影响，把维塔精英训练营的分部开到这里，可以大量的吸纳中层骨干，为卡勒特提供新鲜血液，并且收拢那些中低层军官的心。原来只是分部啊。林峰恍然，如果是开在南部，那他的职务很大可能会保留。他现在可不想跑到东部那么远的地方去重新开始，那么大座矿他还没赚够呢。别小瞧了。老猫道：虽然只是分部，但标准不会降的，否则就是坏自己招牌。赫连烈既然说要给你一个名额，那他必然参与到了训练营的实务管理。你想想，赫连烈是什么级别？训练营的导师必然是高级，各类资源也必然是最好的。我举个例子吧，你待在7519这个地方，要搞到一套紫装机甲都非常困难，但在训练营，雄鹰之家有人说过，紫色机甲套那是学员标配，进去就直接免费发给你。啊！众人都惊呆了，光嘴上说说，他们或许还感觉不到这个名额多珍贵，但老猫这一举例，他们就懂了。林峰此时也感受到了，我什么都没做，突然就落了这么大个好处，跟天上掉馅饼似的，那我吃还是不吃？碰到好处，他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这是不是个陷阱？你在说什么？老猫诧异道：名额都掉你头上了，你居然还纠结要不要？我这不是怕里面有坑吗？总不会什么代价都没有吧？莱恩没说吗？没有，不管什么代价，到玩家身上都会减半的，毕竟有复活嘛。库涅兹满不在意道：有这么大好处，换我肯定冲了。还是和莱恩聊过再说吧。当天夜里，莱恩就来到了7519，没有客套，莱恩上来就直奔主题。将军打算安排你进维塔精英训练营，成为第一期培训学员。营地内的事务可以交由副官暂管，这是个好机会，你必须要把握住。如果能训练毕业，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得，听莱恩这话，就是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因为这话里根本就没考虑过林峰愿不愿意，直接说的是进去之后的事。不过想想也是，赫连烈堂堂将军，就算给你的是一坨大便，也没有拒绝的余地，更何况给的还是天大好处。林峰恰到好处的流露出一丝激动和渴望，又强作镇定道：多谢将军的厚爱，我定不辜负他的期待。莱恩大哥，我什么时候动身？莱恩见状微微一笑，对林峰的评价又高了几分。谦让是一种美德，但也分场合，在泼天富贵面前，如果林峰诚惶诚恐、磨磨唧唧，反而不符合赫连烈心中的人选。别问我干不干，就问什么时候干，要的就是这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心态。一期学员名单会在15天之后彻底敲定，1个月后正式开始，每一期持续1年，但表现出色可延长至3年。也就是说，看个人的上限多高。林峰问道。对，很多人在不到半年就在难以进步，即便有诸多资源和机会，也无法把握住。有些甚至经受不了1个月的培训，就只能无奈退出。我这么跟你说吧，维塔精英训练营主要提升的是学员的超凡能力。愿闻其详。自瓦兰星上诞生超自然现象100年来，科技的发展在近几十年陷入停滞，超凡之路却越走越远，普通人和超凡之间已是天壤之别，只是绝大部分人都触摸不到。如今最顶尖的强者已经无惧核武的威胁，无论是联邦还是有名的几家抵抗军，
都开始主攻超凡研究。这是新的一轮军事竞赛，穆尔法条约的签订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碎岩山脉发现了大规模的超自然现象，并且发现了神秘的宝物，研究出了不菲的成果。维塔精英训练营开到南部，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说到激动处，莱恩握紧拳头，慷慨激昂道：“将军说过，超凡力量自100年前出现，20年之内达到巅峰，之后是人类的科技和智慧在推动着发展，本身是在衰弱减少的。然而，直到近10年，这种神秘力量又在复苏，甚至比100年前更盛。因此，瓦兰星的格局必然将在超凡力量下的影响迎来一场大变革。我们必须把握住机会，以期将来彻底结束这颗星球上的混乱。”第111章，恭喜！我们必须把握住机会，以期将来彻底结束这颗星球上的混乱。以上就是莱恩的原话了。叔，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坑？赫连烈没有对我做什么要求，我也没付出什么，他就这么把一个可以交换大量政治资源的名额给我了。现实世界，林峰和林启功正聊着，遇事不决问叔叔，因为叔叔也在瓦兰星，这也是林峰从小的习惯了。父亲林启明性格沉闷些，反而叔叔很善于沟通。你不是没有付出。林启功道，之后你会和赫连烈绑定的更深，如果他要反，你肯定属于第一批被追杀的。另外，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只是先给好处后办事。赫连烈给你施以大恩，之后肯定要用你用到死的。我是玩家，到时候我跑路或者死一次都没什么吧？这听起来代价也不大。林峰问道。林启功摇头道，没那么简单，深度绑定这种高等级的 NPC 之后，你即便复活，他也会记得你。因为在赫连烈的认知中，死而复生这种超自然现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靠死一次脱离的方法，有人尝试过，不管用。如果你要跑路，那代价就更大了，你会遭到一个顶级强者的追杀。所以这里面果然有坑啊。林启功微笑道，也不能这么说吧，有得有失，有付出就有回报。目前来看，是利大于弊的，多少人想要这种机会都求不来。林峰挠了挠头，这么说来算是运气好了。林启功，哪有什么运气？你凭实力抢了猫头鹰图谋已久的驻地长官职务，又跟随猫头鹰组织的计划立下奇功，那么多人在背后运作，又花了4吨元金的巨款去烧赫连烈这个冷灶，这才等来了赫连烈起复前夕，他无人可用，自然会将视线投到你身上。林峰想了想，好像是这么回事，还是叔叔看得清楚，这事还真不是运气问题，运气只能占很小的一部分。你叔叔我都很想要这个机会，不过在东部的竞争太大了，机会不如南部多呀。林启功有些惋惜，你要好好把握住，训练营的利益可比一座小小的矿场大多了。我明白了。虽然还有1个月才开始训练，但林峰半个月后就得动身前往碎岩城报道。老猫，陈留等人要调走，托马斯那边的流程也要走，请来的教官拓森和波伦也得安排一下，谁来暂管营地事务也需要商量。米克、卢萨、科尔这条线还得继续维护，所以这半个月林峰还真挺忙。老猫他们走之后，从矿场就不拿分成了，只拿固定的一份奖金。线上会议，狐狸说道，林峰你要去训练营，营地内的事务由萧天明来暂管，老猫走后，你就把他提为你的副官。没问题。林峰点头。萧天明性格沉稳，认真细致，虽然平时存在感不高，但他确实有能力。唐纳德、米克、克里斯汀都是基于你的好感度在营地内做事，提高效率。所以你就算走了，分成也不变，就看你在训练营有没有花钱的地方了。如果有，那就找个机会看看怎么送进去；如果没有，那就等你出来。行，我目前还有不少存款，就算有也应该够用了。林峰微笑道，他之前积攒了100千克的元金，这才花了一个零头呢。不过有个问题得马上解决，我要走了，东西不能放营地。好办。狐狸笑道，你没时间运就直接交给我，我去帮你存账户里，你在碎岩城随时可以取用。另外，你过去之后，我会给你一批安全屋名单。安全屋？什么性质的？紧急情况需要暂时落脚，或者存放贵重物品，或者需要补充物资，各种类型的都有。狐狸道，你现在重要性提高了，给你的安全屋规格也很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我希望你用不到，如果用到安全屋，那必然是遇到了危险或者紧急情况，甚至需要逃出卡勒特阵营，躲避追杀之类。林峰的问题搞定之后，队内会议也差不多，狐狸又连线了李昌虎。狐狸，老猫，事情怎么样了？李昌虎上线之后问的就是护刷行动。我们明天就会被调走。老猫开口道，进入预定岗位，至于效果会怎么样，现在还说不好。哦，那还挺快。李昌虎露出了笑容，只要你们到位了，计划就算开始了，之后就是完善，这点时间我还是可以等的。飞虎，你可别太急了，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稳。狐狸提醒道。不怪我急。李昌虎叹了口气道，位置越高，越感觉没之前好混了。而且
联邦政府这边动作频频，我都有些看不懂了。不止联邦，卡勒特那边也有重大动作。维塔精英训练营指导部已经开到了南部来了，我已经弄到了一批初选名单。你们为什么不说话，这么看着我？狐狸微笑道：“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动作够快啊！老胡不但知道我们队还有人进到了里面，再有半个月就该动身，所以这方面我们消息肯定比你更快。什么？李长虎瞪大了眼睛，你在开什么玩笑？维塔精英训练营被你们运营进去了一个人，谁跟你开玩笑？狐狸得意道：“你问问老猫，我在开玩笑吗？”老猫，这是真的，你们真弄进去了一个人？是谁能说吗？就在你上面那个。老猫指了指视频会议画面，林峰的绘画框就在李长虎的上方。李长虎还下意识地抬头往上看了看，下一秒才想到老猫说的是林峰。是你？灰烬？嗨嗨，是我。林峰不好意思地装了个逼。李长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当中。他的小队和狐狸、老猫小队相当亲密，关系也不错，但既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啊。老猫和狐狸居然闷声发了大财。李长虎只得酸溜溜地说了一句恭喜。